梦儿，你这一剑还可以更快更凌厉一点。不错，这剑好多了。无双大哥，你觉得我这门剑术演练的如何？极光剑术讲究速度至上，你刚刚完整演练一遍，只用了38个呼吸，已经很不错了。这是无双大哥你教得好，否则我绝不可能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这门剑术掌握至大成。无双大哥，如果由你施展极光剑术的话，能够在多少个呼吸时间里将这门剑术完整施展出来？能在30个呼吸内吗？30个呼吸内？以无双大哥你在剑术上的天赋，肯定不用30个呼吸的时间。只可惜，放心吧，快了，很快我就能成为一名武者了。快了？这次是真的快了。好吧。梦儿，无双。父亲。兰博。无双啊，教了1天的剑术，辛苦你了。不打紧，兰博。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好。梦儿，如何了？极光剑术我已经掌握至大成。太好了，都快4年了。你天天跟这个小子在一起，让他教你剑术，受了整整4年的委屈，如今总算是得到了回报。剑阁的18门一流剑术，你已进阶掌握大成，接下来便该实行我们的计划了。父亲，你确定我们要这样做？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一切就看明天的了。我今天跟梦儿说，很快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了，他竟然不信。哼，剑无双笑了。开始吧。没了，这珠子消失了。大天造化诀，夺天地造化，助无上神功。我的脑海当中竟然多出了一门功法。武道一途本就与天地争夺气运造化，大天造化诀分神道9重天、极致灵海、无上金丹、胆阴炼阳、问鼎尊者、直冲九霄等诸多境界，每一境界皆违背天道常理。以大天造化诀入武道，从跨入武道开始，便以逆天而行，步步逆天，步步与众不同。逆天者即为天敌，亦是逆修。逆天而行，逆修。灰色石珠内竟然隐藏的是这样一部逆天功法，怎么办呢？逆天功法就摆在面前，练还是不练？不再犹豫了，剑无双当即便按照大天造化诀的法门开始修炼起来。浩瀚的天地灵气依旧是源源不断地涌入剑无双的体内，剑无双108条经脉疯狂吸收着，在他体内按照独特的轨迹运转着。一个大周天之后，这些天地灵气终归是朝剑无双的丹田汇聚而去。神道1重天，大天造化诀真是不凡。仅仅1个晚上的修炼，我体内的灵力便已经凝聚这么多了。这修炼速度，比起我剑侯府内的诸多修炼功法，不知要快上多少。而且我感觉自己此刻能够迸发出来的力量，比起我剑侯府内那些个灵道1重境来，似乎也要强上一筹。我现在力量爆发起来，就比寻常灵道1重境要强，那岂不是说我达到神道7重天时，就能够轻易碾压灵道7重境巅峰了吗？而我达到神道9重天，也就是神道巅峰的时候，力量爆发岂不是比那些灵力化海层次的强者还要强？夺灵秘术，武者，我剑无双总算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武者了。梦儿，我跟你说过，我绝对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的。不仅如此，今后我还会变得更强，要像我父亲一样，成为剑侯府第1强者，手持3杀剑，执掌剑阁。哎，听说了吗？就在刚刚，那血武堂大长老剑兰联合整个血武堂向府主提出要求，要让他女儿剑梦儿成为剑阁阁主，执掌剑阁。
啊！兰博联合血武堂请求府主让剑梦儿成为剑阁阁主，执掌剑阁。开什么玩笑！我也听说了，以剑兰为首的血武堂，甚至包括丹房的一些炼丹师都出面，一并提议要求府主同意剑梦儿执掌剑阁。剑阁的人虽然极力反对，可自从4年前剑阁阁主剑南天失踪之后，剑阁在侯府的话语权早已经大不如前了，他们的反对根本没什么用。最后府主无奈，便许诺只要那剑梦儿能够达到成为剑阁阁主的条件，便让他执掌剑阁。那成为剑阁阁主的条件都有哪些啊？剑阁阁主在侯府的地位可是仅次于府主的，身份地位极高，想要成为剑阁阁主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剑阁历来对剑阁阁主都有底线要求。首先第一点，想要成为剑阁阁主，就必须对剑道上有极高的造诣，剑阁内的18门一流剑术必须全部精通。啊，一流剑术还18门，18门呢，全都精通！天哪，那剑梦儿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条件。不，那剑梦儿达到了啊！达到了！就在今天，他当着府主，当着剑阁诸多长老的面，将剑阁的18门一流剑术一一演练出来。不仅如此，这18门剑术他竟然进阶掌握至大成。什么？这怎么可能啊？那剑梦儿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剑术啊？不可能的，梦儿怎么会这么做呢？要执掌剑阁，除了必须精通剑阁的18门一流剑术之外，还得具备不俗的实力。而剑阁对阁主最低的实力要求，便是跟剑阁4大长老一一交手，且在他们手中都能走过20招。而剑梦儿也做到了。啊，不可能吧？哎，剑阁4大长老的实力我知道，他们4位早就已经灵力化海了，其中实力最强的那位洪老，据说呀，他都已经达到了化海圆满了，距离金丹都只有1步之遥，要在他手中过20招，剑梦儿怎么可能做到啊？哎，我们所有人都小瞧那剑梦儿了，他在侯府一直非常低调，平日里根本不曾展露过实力。可今天他跟剑阁4位长老一一交手的时候啊，他展露的实力震惊了所有人。他已经灵力化海了，而且不仅仅是刚刚灵力化海，而是化海大成。再进一步，那便是化海圆满了。剑梦儿化海大成？他今年才只有16岁吧？这怎么可能呢？梦儿他化海大成？剑梦儿太耀眼了，绝对是我剑侯府数百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再加上他又精通剑阁18门一流剑术，也按照要求在剑阁4大长老手中走过了20招，所以府主当场便同意让剑梦儿成为剑阁阁主，执掌剑阁。2个月后便是我剑侯府1年1度的剑侯令争夺战，到时候剑梦儿会上场，当着整个八水郡各方面强者的面，证明其惊世骇俗的天赋实力，之后便会在所有人的见证下接任剑阁阁主之位。好厉害啊！16岁化海大成啊！这剑梦儿也太了不起了。就是，梦儿到达了化海大成，还要在2个月后接任剑阁阁主之位。不可能，不可能的，我绝不相信。兰博，你来了，事情想来你应该也知道了。就在今天，府主亲自任命梦儿为剑阁的新阁主，剑侯令争夺战之后便举行接任大典，而那个代表剑阁阁主身份的信物应该在你身上，交出来吧。我要见梦儿。哼，梦儿何等身份，又岂是你说见就能见到的？不见到梦儿，我绝不会将3杀剑交出来的。放肆！父亲，梦儿，你一直在骗我。骗你？没有，我从未许诺过你什么。而且就算是你教我练剑，虽然是我要你教的，可我却从未勉强过你。你我之间本就是一场交易，我陪伴了你4年，而你教我剑术，非常公平。哼，就是一场交易。你应当知道，3杀剑是我父亲出去游历后托人带回来的，那可能是我今后寻找父亲下落的唯一线索了。
我知道。你也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便是有朝一日能够手持三杀剑，取代我父亲，重掌剑阁。我也知道。不过心愿归心愿，对你而言，这心愿一辈子都实现不了。毕竟说到底，你就是一个连灵力都无法凝聚的废物罢了。废物？剑无双，事已至此，你就莫要再纠缠了。越纠缠，只会显得你越懦弱。如果你真不甘心，那就用你的实力，堂堂正正来挑战我。在这世界，一切都靠拳头说话。你实力弱，被利用，被欺骗，又怪得了谁呢？原来是这样，说到底，还是我太弱了吗？原来我一直都是一个傻子，蠢的可以啊！我就是天下最大的蠢货，太可笑了！剑梦儿，你说的没错，只有弱者才会去装可怜，博得别人的同情，而强者都是靠实力说话。既然这样，2个月后剑侯令争夺战，也就是你接任剑阁阁主的那一天，我会跟你一战的。我会让所有人知道，剑阁永远是剑阁的剑阁，是我父亲的剑阁，是我的剑阁，旁人不管是谁都休想染指分毫。谁想染指，我便剁了谁。至于这三杀剑，哼，你想要给你便是，2个月后我会找你的。哼，不过是一个连灵力都无法凝聚而出的废物而已。2个月之后就想来挑战梦儿你，他还是先想办法在2个月之内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再说吧。剑梦儿，无双大哥，看我这一招！无双大哥，你好厉害啊！无双大哥，剑无双，在这世界，一切都以实力说话。你实力弱，被骗了，又能怪谁呢？实力弱，对，他说的对，归根到底，还是我实力太弱了。如果我的实力足够强大，比这剑梦儿更强更优秀，那么今天这剑梦儿绝不敢在我面前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有我压着，这剑梦儿更是没有一点希望执掌剑阁。实力，剑阁绝不允许任何外人染指，哪怕只是1天都不行。2个月后，在剑梦儿正式接任剑阁阁主之前，我必须堂堂正正将他击败。2个月。那是剑无双？是他，这个叛徒，他将我剑阁的诸多一流剑术传授给血武堂的人，竟然还敢来剑阁！哎呀，也不能怪他，毕竟他也是被欺骗利用，而且剑梦儿执掌剑阁最痛苦的其实也是他，所以咱们还是少说点吧，他也不容易。他容易我们就容易嘛。少阁主，洪老，其实这件事并不能怪你，你太年轻了，没什么心机，被人利用也很正常。我剑阁的几位长老都没有责怪你的意思，真要怪的话，只能怪那剑兰还有剑梦儿，手段太不光彩，特别是那剑梦儿，我之前好歹也见过他几面，就是我都没有想到他竟然隐藏那般深。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心机，将来的成就怕是非同小可。剑阁落入他的手中，其实也不算太坏。
剑阁永远只能由剑阁弟子执掌。洪老，我想去人级修炼室。人级修炼室？跟我来吧。少阁主，4年前你也进入这人级修炼室修炼过，里面的环境你也清楚，所以千万别勉强，若是扛不住就赶紧出来。我会有分寸的。跟我想的一样，大天造化诀吸收天地灵力的速度远比普通的修炼法门要快上不知道多少倍，灵力恢复的速度自然也应该是极快，而事实的确如此。寻常的武者灵力消耗殆尽，没有几个时辰休想恢复到巅峰状态，而我却仅仅只需要半刻钟。我修炼的大天造化诀灵力恢复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别人一天只能完成2次修炼循环，可我最起码可以完成20次。这样算下来，我的修炼速度将会是那些普通修炼者的10倍以上。我成为武者比别人足足慢了4年时间，已经落后那么多了，绝不能继续落后，所以我必须比常人更努力。剑阁的弟子真是差得可以呀！你不就是比我早些突破到6重境吗？灵力比我浑厚一些罢了，得意什么呀？败了就是败了，还不服？剑阁弟子难道都是你这样的货色？呀，这不是剑阁的少阁主剑无双吗？一剑在手，天下无双。名字倒是好名字，可这名字用在你身上还真是白白糟蹋了。不仅如此，你竟然还想打梦儿的主意，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凭你这种连灵力都凝聚不了的废物，梦儿又岂会真的看上你？哼，你说的没错，我这样的人又如何配得上剑梦儿？所以我让给你了。让给我？妈的，老子需要你这样的废物让！废物，给我站住！混蛋，竟敢无视我！滚！怎么可能？3重境，他最起码也得是0到3重境，甚至还是3重境巅峰。竟然逼退了剑林，这怎么可能啊？是啊，逼退剑林了啊！剑林可是0到6重境巅峰，纵然刚刚他没有用全力，可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接下的呀。更何况这剑林还被逼退了。是啊，3重境啊，这是0到3重境的修为。这剑无双竟然凝聚出了灵力，成为了武者了，而且还已经拥有了0到3重境的修为了啊！小子，我承认是我小看你了，没想到你竟然也有凝聚出灵力的一天。不过没关系，仅仅0到3重境罢了，在我面前依旧是个废物。你们在做什么？红了，红了，你叫剑林对吧？0到6重境巅峰的修为，在同辈弟子当中，也的确算是不错的。不过，仗着修为高一点，就到我剑阁门前耀武扬威，真当我剑阁收拾不了你？不敢不敢，还不快滚！是。哼，剑无双，我听说梦儿被任命为剑阁新阁主的那天，你去找了他，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在2个月后，也就是1年1度的剑侯令争夺战上，要当面向他挑战。啊！这当面挑战？剑无双要挑战剑梦啊？真的假的？不是吧？不是吧？做梦的吧？开什么玩笑？这个世界上愚蠢自大的人有很多，可愚蠢自大到你这个份上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一个0到3重境，要在2个月后正面击败已经化海大成的梦儿，笑死我了！
少阁主，恭喜你了！努力了4年，你终于成为货真价实的武者了。不过仅仅成为武者还不够。少阁主，剑侯令争夺战上，你真的要与那剑梦儿一战？对，这一战无可避免。少阁主，你应当知道，武者修炼越到后面，每一个层次的突破就越加艰难，需要的时间也更久。仅仅2个月的时间，据我所知，在整个剑侯府2个月时间里取得最大进步速度的，便是阁主，也就是你的父亲。阁主当年在年轻时用了2个月时间，从0到2重境直接突破，达到了0到6重境，一连突破了4个层次。这是最逆天的，且之所以能有如此突破，首先阁主修炼天赋极高，同时又有剑侯府大量丹药的支撑，最重要的是那2个月阁主一直是在生死武斗场内度过的，几乎每天都会参与生死搏杀，在生死搏杀中历经生死，他的进步速度才会如此之快。可阁主也依旧只是从0到2重境突破达到0到6重境而已。剑梦儿早已经化海大成，我最起码也要达到神道7重天的层次，这样凭借大天造化诀的神奇，还有我的剑术，再加上夺天这门秘术，才有希望跟他一拼。而从神道3重天到神道7重天，虽然同样只是突破4个层次，但最起码比0到2重天突破到0到6重天要艰难不下于10倍。不过我本就是逆修，本来就是步步逆天，步步与众不同，别人做不到的事儿，我剑无双未必做不到。真想试试？当然了，不仅是要去尝试，是2个月之后我必须得击败他。也罢，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了。我这里有件东西，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是培灵丹？不对，药香这般浓郁，绝非普通的培灵丹，这莫非是1品培灵丹？这2颗1品培灵丹是我当初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生死武斗场那里换取来的。原本是打算收个好徒弟给他服用的，却不想我弟子都还没收到，剑阁就遭逢如此大的危机。所以这2颗1品培灵丹我就交给少阁主你了，希望能够帮到你。洪老，1品培灵丹药效巨大，一般情况下，一名0道层次的武者必须前修1个月，方才能够将这1品培灵丹的药效尽皆吸收掉，而你有2个月的时间，完全可以将这2颗1品培灵丹的药效彻底吸收，这对你的实力肯定也会有不小的帮助，收下吧。多谢，洪老，您尽管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天，剑阁就绝对不会倒。2个月后，我会在那剑侯令争夺战上，当着剑阁，当着血武堂，当着剑侯府所有人的面，堂堂正正的将那剑梦儿击败的。我会让所有的人知道，剑阁阁主永远只能由剑阁弟子担任。少阁主的脾气跟阁主倒是真像，倔强。对，阁主也是这样的倔强。不过，要在2个月后击败剑梦儿，太难了。
几乎不可能啊！2个月后，希望少阁主他真的能创造奇迹吧。另外，少阁主凝聚灵力成为武者，这可是喜事，也有必要让金龙殿那位知道。地级修炼室，剑无双早已吞下了一枚一品培灵丹了。仅仅1个晚上的功夫，一品培灵丹的药效便被剑无双全部吸收了。神道4重天，大天造化诀真是神奇。一品培灵丹这么庞大的药效，我凭借大天造化诀竟然只用了1天时间便将它给彻底吸收掉了。若是我有更多的一品培灵丹，那岂不是一品培灵丹？我要一品培灵丹，越多越好。就算是在剑侯府，也无人可以炼制出一品培灵丹来。整个巴水郡，恐怕也只有在生死武斗场有能力提供大量一品培灵丹吧。一品培灵丹价值昂贵，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自己去购买。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一种办法了，说什么也要搏上一搏。阁下，不知有何事是我生死武斗场可以效劳的？我要赌战。赌战？请问阁下的名字，还有你的灵力修为？名字叫我南吧，至于灵力修为，剑无双手腕一动，一股灵力迸发出来。灵道4重境，不知南先生想要赌什么？赌这个。培灵丹，这是一品培灵丹。南先生，我们换个地方聊，跟我来吧。南先生，我生死武斗场开遍天宗王朝的大江南北，这规矩呢，也早已是人尽皆知，想来先生也是清楚的。我明白，生死赌战，生死自负。如此，那我会尽快给你安排合适的对手。至于那个一品培灵丹，现在却必须交给我保管。可以。我想知道，我赢一局能够得到几颗一品培灵丹？我生死武斗场的赌战，一般情况下都是1赔1，你赢一局，自然也只能得到1颗一品培灵丹。当然了，只要你足够自信，可以选择一直赌战下去。1赔1，太慢了，我没有时间在这儿一场一场赌下去。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赌战，能够让我一次性得到更多一品培灵丹？特殊的赌战有。如果你想要一次性得到更多的一品培灵丹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办法，那便是越阶挑战。在我生死武斗场，越阶赌战赢了都是1赔10的。这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赢下1局，便可以一次性得到10颗培灵丹。不过，越阶挑战可不是那般轻松的呀。在我生死武斗场经历的诸多越阶挑战当中，9成9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他们的结局大部分都是死。越阶挑战，我虽然只是4重天，但大天造化诀的力量远强于同阶，我的灵力爆发也足以媲美普通的灵道4重境巅峰的武者。虽然跟5重境比起来是有不小差距的，不过在武技方面，我也有很大优势的。我的剑术应当能够弥补这一层的灵力差距。再者，我还有着自己的底牌呢。好，越阶挑战就越阶挑战吧，去帮我安排吧。主管，见过主管。现在武道场内可有比较精彩的生死战或者擂台战呢？大人，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好马上就会有一场比较特殊的生死战即将展开了。这场生死战，一个是灵道5重天，而另一个却只是灵道4重天，而且似乎是刚刚突破不久。哦，越阶挑战，我瞧瞧去。枪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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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魔，
是近段时间在这生死武斗场崛起的一位强者，灵道五重境的修为。之前曾先后跟这里的2位灵道五重境生死战，都将对手杀死了，而且手段非常残暴。而由于他的枪法极强，施展开来如同疯魔一般，所以才有了枪魔这个称号。面具小子，之前都没听说过你，看来是第一次来生死武斗场厮杀吧？第一场厮杀就碰到我枪魔，你的运气可真够差的。废话少说，动手吧！灵道4重境，你敢耍我？死！好快！这剑术，滚开！哼，你的枪法还有你的身形都太过笨拙了，当我的靶子吧！哇，这么厉害的剑术，太可怕了，太厉害了！是啊，有意思。那个戴面具的小家伙年纪应当不大，可他的剑术确实了得呀。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施展的剑术应当是剑阁的落叶剑术，只是一门比较一般的一流剑术罢了。剑术虽然很一般，可他却已经将这门剑术掌握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他的每一剑都干净利落，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这说明他对剑术的理解也非常高，剑术基础更是扎实无比。如此年纪能有此等剑术，他在剑道上的天赋非同一般啊。比起他的剑术来，那个叫枪魔的，他的枪法就要逊色太多太多了。若非是因为他的灵力比这个戴面具的小家伙要强上一筹，恐怕早就败了。怎么会？他的剑怎么会快成这样？我一个灵道5重境，竟然完全跟不上他的速度！哎，看，枪魔要用绝招了，是破云13枪，太帅了！又能看到这个绝招了。死吧！去死！好险！不愧是在生死武斗场厮杀闯荡的武者，每一个骨子里都疯狂无比。当被我剑术压制住之后，竟然直接选择以命搏命，这么疯狂，我没法比。幸好我有底牌，否则刚刚死的绝对是我了。刚刚那一剑的是无名剑术，不会错的，那就是无名剑术，剑侯府至高无上的无名剑术。这小家伙竟然能够将无名剑术施展出来，虽然只是第一式，可依旧不可思议啊！之前这小家伙施展的就是剑阁的落叶剑术，已经登峰造极，而这无名剑术乃是剑侯府剑阁的命根子，寻常人根本没资格触碰这门剑术的。如此年轻的小家伙，灵道4重境的修为，身怀剑阁诸多剑术，更是能够施展传说中的无名剑术。那他的身份有意思。南先生，这是你的战利品。无双接过木盒子，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点了点头，便准备离去。南先生，请稍等一会儿。还有事儿？是这样的，我生死武斗场的主管大人刚刚也看到了你与那枪魔的赌战，对你似乎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要跟你见一面。哦，南先生是吧？我是生死武斗场的主管白虫，你可以叫我白虫大人。啊，白虫大人，你先下去。啊，南先生，你刚刚灭杀那枪魔所用的剑术，应当是剑阁的无名剑术吧？据我所知，无名剑术是剑阁的不传之秘，只有历代剑阁阁主才有资格修习的。而在如今的剑阁，唯一有可能懂得这无名剑术的，
只有一个人，那便是已经失去踪迹的剑阁阁主剑南天之子剑无双。只有他因为其父亲的关系，有机会接触无名剑术。就是不知南先生跟那剑无双是什么关系？我才出手一次，竟然就被认出来了。开个玩笑而已，别当真。南先生，看你的样子，似乎非常需要一品培灵丹呢。是，一品培灵丹，对于灵道武者而言，的确是好东西。不过，这丹药的药效虽大，可吸收起来却太费时间了。你现在手中虽然有11颗一品培灵丹，可你想要将这11颗一品培灵丹全部吸收掉，恐怕最少也得用上1年的时间。是这样，一品培灵丹吸收起来太费时间了。如果你要是想在这短时间内令自己实力暴增的话，仅仅依靠一品培灵丹可有些不太现实。不知白虫大人想说什么？南先生，你可曾听说过先天灵液？先天灵液？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完全由先天灵液形成的水潭，不知你是否感兴趣啊？水潭？那水潭就在郡城30里之外的九郎山北部峡谷的一座山洞之内。不过，那山洞很早就被一头达到6阶巅峰的血尸兽给占据了。你要想进入那山洞，恐怕得先想办法将那头血尸兽摆平才行。九郎山北部峡谷，多谢白虫大人。哈哈，不用客气，去吧。主管，那可是完全由先天灵液形成的水潭，那么多的先天灵液，价值可不小啊。先天灵液所形成的水潭，真正珍贵的并非是先天灵液，而是水潭底下那枚灵果。就因为那枚灵果的存在，才会孕育出那么多先天灵液来。你去吩咐一句，让那些前往水潭的人只需将水潭底下的灵果摘下带回去就是，不用理会先天灵液。至于那头血尸兽，也无需理会。是。对了，再过1个多月，应当便是剑侯府1年1度剑侯令争夺战吧？是，剑侯府早就给主管您发出邀请了。不仅如此，新一代剑阁阁主也会在这次争夺战上正式接任。至于新的剑阁阁主，是剑侯府年轻一辈最了得的天才剑梦儿，如今年纪不到16，已经化海大成。另外，这剑梦儿是血武堂大长老剑兰的女儿。哦，看样子今年的剑侯令争夺战将会非常有意思。连我都有些期待了。剑南天的儿子，我倒是想瞧瞧，他是否能跟当年他父亲一样，给我带来惊喜。完全由先天灵液形成的水潭，价值何等惊人呢？竟然将这消息告诉我。是因为父亲，不管他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总之这份人情我记下了。完全由先天灵液形成的水潭，就算是普通人去那水潭里面修炼的话，都能够得到莫大的好处，更别说是修炼大天造化诀的我了。不过那水潭所在的山洞有一头血尸兽，6阶顶峰的血尸兽，足以媲美人类0到6重境巅峰了。我现在还不是对手啊！不急，先努力将自己的实力提升上来再说。一品培灵丹药效惊人，之前我仅仅是吞服了1颗，便让我直接从神道3重天突破达到神道4重天，而现在我有足足11颗一品培灵丹，
不知我将这11颗一品培灵丹全部吞服吸收掉以后，我的实力能够提升到何等地步？开始吧。眨眼，大半个月过去了。随着他双手突兀的一握，爆炸性的力量骤然爆发，仿佛能够直接捏爆空气一般。剑无双眼中也迸发出了浓浓的金光。神道6重天，而且快要接近6重天顶峰了。剑梦儿，别着急，还有1个月，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的。哦，看起来少阁主这些天收获应当不小啊。是有些收获。洪老，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那试炼塔就在今天重新开启了。少阁主如果想去参加那争夺战的话，那就得找个时间去尝试一下。试炼塔？我马上就要出发前往九郎山了，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内恐怕都会在那儿度过。这试炼塔既然现在能闯，便直接闯过去，先得到参加争夺战的名额再说。此刻在这巨大塔楼之前，已经有大量弟子聚集在那儿。哎，你们看，第6块晶石已经亮了，剑林族兄已经将第6层闯过去了。剑林族兄好厉害啊！你懂什么？剑林族兄老早就突破了0到6重境，现在更是6重境巅峰了。以他的灵力修为，别说这第6层，就是第7层，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哎，你看，第7块晶石也亮了。剑林闯过第7层，获得参加剑侯令争夺战的名额。下一个。啊，你去吧，我来试试吧。剑无双，对，就是他，剑阁的剑无双啊！刚刚说话的就是他，凭他也想闯试炼塔啊？那不行吧？以卵击石啊！哦，你要闯试炼塔？难道不行吗？可以，只要是侯府弟子，16岁以下的都可以。进去吧。多谢。剑无双，你竟然也敢来闯试炼塔，还真是不自量力呀！哼，废物一样的东西还这般冷傲，等着吧，待会儿我就看你如何丢脸。剑林族兄，你说这剑无双他能够闯过第5层吗？凭他？闯过第5层一般都得0到5重境的修为，而他在半个多月前也才0到3重境。半个多月过去，他撑死也就能够突破到0到4重天而已。0到4重天，纵然他是上一代剑阁阁主之子，剑术不凡，可想要闯过第5层，无异于痴人说梦。哼，自讨苦吃的家伙。试炼塔检验的是修为跟武技，一般来讲，只要灵力修为达到6重境，就能够轻易将7层全部闯过。而一些武技上非常了得的5重境顶峰，也有可能闯过第7层。不过我更好奇，以我的剑术，在不动用灵力的情况下，能闯过第几层？开始吧，剑如潮。第1层而已，以他0到3重境的修为，闯过第3层应当都没什么问题，闯过第4层也有希望。可要想闯过第5层，却是痴人说梦。在第1块晶石亮起后没多久，第2块晶石便也很快亮起了，紧接着便是第3块晶石。嗨，仅仅第4层便停留那么长时间，显然啊，他面对第4层的人形傀儡要苦战很久。至于第5层，那人形傀儡的实力要比第4层强得多得多得多了，一点希望都没啦。哼，第4层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哼，我就知道，像他这样的废物，怎么可能闯得过试炼塔的第5层啊？这些人形傀儡每提高1层，实力都有大幅提升。我凭借剑术轻易的闯过了前3层，可在第4层上却苦战良久方才堪堪击败。而这第5层，我想光凭剑术击败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那便用灵力吧。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吧？他刚刚明明在第4层停留了那么久，这就表示他闯过第4层都非常吃力了，怎么可能闯过第5层啊？闯过第5层，这岂不是代表着这个废物的灵力修为
已经达到了0到5重境了。不是，你看第6层了第7层，他竟然闯过了第7层，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应该可以去参加1个月以后的剑侯令争夺战了吧？剑无双闯过第7层，获得参加剑侯令争夺战的名额。第7层？怎么可能啊？剑无双怎么有能力闯过第7层？闯过第7层，一般都需要0到6重境的修为，而这剑无双1个月前应当还没有凝聚出灵力吧？不，他的灵力修为绝不可能强成这样。对，肯定是他的剑术。对，定是因为他剑术的关系，1个月时间从一丝灵力没有跨入0到6重境，打死我也不信。是啊，我也不信。剑无双，剑无双，看样子我一直都小瞧你了，没想到你隐藏的这么深，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个无法凝聚灵力的废物。可现在看来，你应该很早以前便凝聚出了灵力，且修为还不俗，只是你一直隐藏着不愿暴露而已。半个多月前，你在我面前展露的0到3重境的修为，也是你伪装的吧？伪装的？以为我这4年一直在隐藏实力？剑无双，之前我闯过了试炼塔的第7层，而如今你也闯过了第7层，怎么样？有没有胆量跟我正面一战？跟你正面一战？怎么，不敢吗？剑灵啊，我很好奇，剑侯府内弟子数量那么多，为何你偏偏要一直针对我呢？如果之前你是因为剑梦儿的关系一直嫉妒我的话，那么现在我跟剑梦儿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你还要一直来找我麻烦？莫非你的心胸就这么狭隘了？废话少说，我就问你，敢不敢跟我一战？好，我答应你，你要战，那便战。接战了！他接战了！他居然敢接战！有什么不敢的？毕竟他也闯过了试炼塔第7层，灵力修为说不定也达到了6重境呢。看着吧，这2人都闯过试炼塔第7层，其中剑林族兄老早便是6重境巅峰修为，而我看剑无双摆明了之前一直隐藏自己的灵力修为，他俩这一战应当是非常有意思才对。是啊，还算有点胆量。接招！6重境，6重境，果然是6重境，6重境，滚！竟然连剑都不拔就跟我硬碰硬，真是愚蠢！轰！什么？怎么可能？他还没到6重境巅峰啊！我就不信了！是虎啸山河，用武技了，而且还是剑林族兄最强的一招。那头巨虎，那完全是由灵力凝聚而成的巨虎啊！这一招耗费了大量的灵力，不过威能却是真的很强大啊！看，剑无双拔剑了，这一剑，这一剑，咻的一声，冰冷的剑光亮起，一闪即逝。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都彻底停顿了下来。在无数人的眼瞳深处，那头气势滔天扑杀而出的巨虎就在这一刻直接1分为2了。嗤的一声剑锋入体的声音响起，一抹鲜血从剑林的肩膀上飘过。这一剑我斩的是你的肩膀，若是下次我斩的将是你的脑袋。败了！剑林族兄竟然败了！失败了！一剑呐，仅仅一剑呐，差距太大，不仅灵力爆发让差距大，武技方面差距更大，差的太大了呀！梦儿啊，今日侯府发生了一件事，那剑无双凝聚出灵力，成为武者了。不仅如此，他还已经具备了0到6重境的修为。就在今天，
他闯过了试炼塔的第7层，还跟剑林交手，只用一剑便击败了剑林。哦，之前我没跟他撕破脸时，他便经常说自己很快便会成为一名武者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现在看来倒并非如此。梦儿，这件事情恐怕你也得略微重视一下才行。剑兰却凝重道：虽说现在侯府很多人都认为是这剑无双一直隐藏实力，可你我都清楚，1个多月之前他的的确确不曾具备丝毫灵力的。仅仅只是1个月的时间呢，他便从一个丝毫灵力都没有的普通人达到0到6重境，还能轻易的击败剑林，这速度太恐怖了。是很恐怖，不过那又如何？父亲是担心1个月之后的争夺战，他会成为我的大敌，对吧？父亲，你多虑了。剑无双之前沉淀了近4年时间，现在终于凝聚出灵力来，后期勃发，灵力提升有点异于常人，那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过，尽管他能够在1个月的时间内，从一个普通人直接提升到0到6重境，但父亲认为，他能够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将灵力修为提升到7重境吗？1个月7重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0到6重境跟7重境之间差距极大，不要说是普通人了，就算是像梦儿你这样的修炼天才，当初从0到6重境提升到7重境，也足足用了半年之久。且这还是因为你有大量丹药以及一些天材地宝的辅助，而这剑无双呢？他的修炼速度再怎么异于常人，想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提升到0到7重天，也绝对不可能。那就是了。1个月后，他想要突破达到0到7重境，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再者，就算他真达到了0到7重境，又能如何？看来是我想的太多了。这剑无双根本没有资格威胁到你。好，不说他了，说说你背后的那位吧。你之前便已经托人传讯去问了，现在可有消息？已经有消息了，师尊说了，1个月后的争夺战上，他会亲自到场，见证我坐上剑阁阁主之位。好，太好了，有那位亲自到场给你坐镇，那场争夺战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了。剑阁内，闯过了第7层，甚至一剑便击败了剑林，少阁主他厉害呀！这才多久啊？少阁主的实力竟然提升了这么多！哎呦，若是按照这种速度继续进步下去的话，那1个月之后，在那争夺战之上，这少阁主未必就没有机会跟那剑梦儿一拼呐！大哥，之前少阁主连武者都不是，对那件事我们才一直瞒着他，而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找个机会告诉他？不急，现在告诉他还太早了些，等过些时日吧。对了，我待会儿写封信送出去，交给金龙殿的那位。少阁主有这般惊人的成长速度，那位应当也会非常高兴才对。九郎山就在郡城30里之外，至于九郎山北部峡谷的那座山洞，剑无双是搜寻了许久方才找到的。就是那山洞，那便是血尸兽。灵兽生来痛恨人类，且领地意识极强。我想要进入那山洞，没有任何办法，必须得解决这头血尸兽。既然如此，那便战吧！血尸兽，人类。片刻功夫之后，
这血石兽脖颈处有一道无比清晰且无比深的剑痕，至于他的生息则已经彻底消散了。没有理会血石兽的尸体，剑无双直接步入前方的山洞。先天灵液，剑无双扑通直接一跃入水潭当中。这么大一个水潭，潭水竟然都是先天灵液，这得有多少啊！白虫大人竟然将这么大一个机缘赠给我。随着剑无双运转起大天造化诀来，那功法的霸道立刻便显现出来。只见剑无双的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吞噬力量，疯狂吞噬着周边的一切。这也太快了，我的灵力提升速度简直太恐怖了。剑无双自己都被惊呆了，他甚至脑袋都有些发懵，有些难以置信这一切，因为这速度实在是太恐怖了一点。可实际上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充足的先天灵液配合逆天的大天造化诀，就是如此的霸道，就是如此的恐怖。就像当初服用一品培灵丹一样，而先天灵液对武者的修炼用途比培灵丹作用更大。在数量上，这足足一个水潭的先天灵液，比起那10颗一品培灵丹来，不知要多出多少倍来。自然而然就导致他的灵力提升速度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仅仅是半天的功夫，剑无双便发现他体内的灵力已经达到了神道6重天巅峰。这才仅仅半天，而这半天的吸收，对足足有着一个水潭的先天灵液来说，似乎并没有减少多少。接下来的时间，剑无双便完全沉寂在忘情的修炼当中，或者说是沉寂在这种恐怖的实力提升当中。时间缓缓的流逝，眨眼20天过去了。水潭中原本的潭水此刻却已经见底了。剑无双盘腿坐在水潭之底，周边依旧还有熙熙攘攘的一些先天灵液涌入他的体内。终于随着最后一滴先天灵液被剑无双无情吸收掉，这一座庞大的充满先天灵液的水潭彻底消失不见了。而与此同时，一直处于修炼当中的剑无双在这一刻也猛然睁开眼睛，眼中一道骇人的金光瞬间爆射而出。剑无双猛地一跃，便出现在洞府的地面之上。神道8重天，而且还是8重天巅峰。神道8重天按境界划分，应当相当于普通武者的化海小成。神道8重天巅峰便相当于化海小成顶峰，再加上大天造化诀的力量上的优势，我的灵力爆发几乎堪比化海大成了。就算比化海大成要差一些，可差的也绝对不多。剑梦儿，我要赶上你了！2个月时间，甚至还不到2个月，他已经赶上剑梦儿了。10天，距离争夺战还有10天时间。不急，虽说我现在的战力已经堪比化海大成，跟那剑梦儿交手也有极大把握可以取胜。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还需要给自己准备一些底牌才行。夺灵秘术共有3卷，以我现在的境界，恐怕也只能去尝试那第1卷。至于第2卷跟第3卷，暂时想都不用想。剑无双微微一笑，紧跟着便开始仔细钻研起这门霸道的秘术来。5天之后，开始吧。秘术夺灵。自己的修为在这一刻也猛地暴涨起来，仅仅是片刻功夫，便攀升超出了8重天的极限，神道9重天。而达到神道9重天以后，还在急剧的攀升着。停下，快停下！夺灵秘术，这便是夺灵秘术吧？这夺灵秘术的确可以让我的修为短时间之内暴涨，不过对我的伤害也更大。这是……剑无双双眸骇然的看着周围的一切，只见在他周围数10米的范围之内，已经化为了一片死地。原本深青色的大地早已变得发黄，甚至还出现了一道道裂痕，而那些花草树木都已经干枯凋谢了，
短短片刻功夫，在他周边的数十里范围，已经再无丝毫生机了。这秘术也太可怕了，若非必要，我今后万万不能动用啊！3天后，剑无双用掌心捧着溪水喝了一口，随后便站起来。唉，月底了，距离争夺战只剩2天时间了，也该回去了。清晨，面积辽阔的教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哎，看，那位应该就是司徒家族的家主司徒清月吧？哎，那是叶家家主叶修，这叶家也是以练剑为主的家族，我跟我剑侯府比起来，那还是要差上一等的。那可不。哎，生死武斗场那位神秘的主管白虫大人，他竟然也来了啊！也来了，那就是白虫啊！哈哈哈，白虫先生，没想到今年的剑侯令争夺战，你竟然会亲自到场。往年的几次似乎都是由你生死武斗场派出的一名金袍执事前来参加的。白虫先生能够亲自来参加我剑侯府的这次争夺战，我剑侯府倍感荣幸。今年的争夺战不同往届，我亲自来参加也很正常。我也很想瞧瞧你们剑侯府那位100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究竟是如何个天才法。放心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吗？那小家伙倒是镇定的很啊，不知经过九郎山一行后，他的实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差不多了，开始吧。所有获得争夺战名额的弟子都上前来吧。得到参加争夺战名额的年轻弟子们便熙熙攘攘地走到教场的中间，一眼望去，足足有数十名年轻弟子。就在这时候，一道绝美的白衣身影徐徐走来。剑梦儿一步步走上前来。剑梦儿16岁，宦海大成，剑阁18门一流剑术尽皆掌握大成。按照这般速度修炼下去，他完全有希望在20岁前突破成就金丹，太妖孽了呀！20岁的金丹强者，我的天哪，想都不敢我60岁都不一定接单。太耀眼，太妖孽了，妖孽的让我们根本提不起一丝一毫想要比拼的欲望。对啊，这可是剑侯府100年难得一遇的超级天才呀！难怪年纪轻轻便有希望成为新一代剑阁阁主。如此绝世天才，莫说是剑侯府了，就算是整个八水郡，又有谁能够与之相比呢？是啊，比不了啊！剑无双，我听说你凝聚出了灵力，成为了一名武者了。恭喜你！你虽然成为了武者，且还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便突破达到0到6重境，的确很了不起。不过你我之间的差距，绝不可能是你短短2个月时间便能弥补的。所以我劝你，今日别来挑战我。哼，别来挑战你。2个月前，从你们父女觊觎剑阁阁主之位的那一刻起，这一战便无可避免。倔强，不过你一直都如此。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不过你我之间本就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又何必来自取其辱呢？自取其辱？你倒真看得起你自己啊！也罢，既然你不听劝，那就怪不得我了。待会儿我会用绝对的实力让你彻底绝望，断了你心头那一点点愚不可及的念头。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哎，剑梦儿在跟剑无双说话呢，他说什么了？听说2个月前剑无双立下血誓，要在今日跟剑梦儿正面一战呢。我也听说了，这剑无双还真是不自量力啊，敢挑战剑梦儿。我们整个剑侯府年轻一辈弟子当中，有谁有资格挑战这位天之娇女啊？对呀，这剑无双，一个在2个月前才刚刚凝出灵力的废物，凭什么呀？他啥也不是。话也不能这么说。
那个剑无双虽然凝聚灵力的时间晚，可他从0到1重境突破到0到6重境，却只用了1个月时间。这般速度简直匪夷所思了。那又如何呀？也不过是区0到6重境而已。现在又过了1个月了，难不成他就能够突破到0到7重境了？还是说他能够一跃提升到化海层次，足以跟剑梦儿抗衡？笑话！这倒是。对。剑无双。剑灵紧握着双手，心中念叨着剑无双的名字。先天金丹，而且还是金丹顶峰。是他。白虫先生，你认识他？天元剑宗的旧长老水寒心，10年前便已经是金丹顶峰了。天元剑宗还是长老？我的天哪！诸位不用担心，水长老是专门为小女儿来的。师尊。没想到白虫先生竟然也在。水长老，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天元剑宗的水长老大驾光临，我剑侯府上下蓬荜生辉啊。诸位客气了。水长老，那小丫头是你的弟子？不错。水寒心点头。2年前我便收她为亲传弟子，我这次前来其实就是为了带她回天元剑宗修炼的。亲传弟子带去天元剑宗修炼啊！天元剑宗，剑梦儿居然被天元剑宗的一位长老收为亲传弟子了。剑梦儿本就无比妖孽了，现在又进入天元剑宗内修炼，这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啊！看来用不了多久啊，我剑侯府又将出现一位超级强者了，恐怕比府主都要强啊！是啊，今天的争夺战开始吧。按照你们抽签的顺序，一个一个上前来。第一个，剑林。这剑林是第一个，而我竟然是最后一个。将你最强，或者是你认为自己最擅长、最熟练的武技施展出来。是。伴随着一声虎啸，一头完全由灵力汇聚而成的巨虎直接朝前方虚空扑杀而出，虎啸山河。剑林最擅长也是最强的一招，无比迅猛，施展出来也是极具威势。好厉害啊！是啊，好蛮横的一拳呐！好！还不错，下去吧。下一个，剑秋。其中大部分施展的都是剑术，剑术也还算是不错，起码在灵道这一层次能有这等剑术，的确是非常不错。不过却很难入看台上那些大人物的眼。下一个，剑梦儿。剑刃出鞘，一道刺耳的剑鸣之声缓缓在教场周边荡漾开来。这道剑鸣还隐隐带着一丝煞气，这丝煞气是3杀剑这柄侯府第一杀剑自带而来的。剑光舞动，看上去却非常轻柔，让人感觉如深陷大海一般。这是叠浪剑术，叠浪剑术，有意思。剑阁18门一流剑术，他偏偏选择演练这门剑术，看来是很有自信呐。白虫先生似乎对这门剑术颇为了解。水寒心随意地说：“勉强有些了解吧。这门叠浪剑术虽然只是一流剑术，可若是能施展到最后，剑术的威能甚至不亚于罕见的超一流剑术。剑心红，你是剑侯府府主，对这剑术你应该最了解不过，你来说吧。白虫先生说的没错，这门剑术虽然只是剑阁18门一流剑术之一，可因为其剑术本身颇为特殊，所以若是真施展到最后，威能的确不亚于那些传说中的超一流剑术。叠浪剑术之所以称之为叠浪，
就是因为他可以在施展剑术的过程中不断积蓄剑术的威能。实际上，这门剑术在真正意义上就只有一招，就是劈剑术，就是很简单的挥劈一剑。但是在挥劈过程中，力量会不断重叠，这就导致每劈出一剑，威能都会强大上一截。这般不断积蓄下去，剑术威能自然就越来越强，最终达到堪比超一流剑术的地步。剑术威能能不断积蓄叠加？哎呀，这等剑术对剑术力量的要求应当非常苛刻才对。的确，叠浪剑术不断蓄势，威能一剑强过一剑。正常情况下，只要能够重叠7次，也就是劈出第7剑来，就算剑术大成。7剑便大成，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剑侯府的这位绝世天才能够施展到第几剑吧。而接连劈出7剑，却并没有引起教场的骚动。然而7剑之后，剑梦儿手腕一动，哼，第8剑了！他还没停下来。是第9剑，第9剑了！金光猛地爆闪而出，蛮横无比的一剑直接破空劈出。叠浪剑术第9剑水到渠成，第9剑竟然施展出了第9剑。叠浪剑术本就是剑阁18门剑术当中最高深的一门剑术，能够施展出第8剑已经是剑术圆满，第9剑更是登峰造极。这小丫头小小年纪，竟然能将这门剑术施展到如此地步。是很难得。水寒心，看样子你收了一个好徒弟啊。那小丫头修炼天赋已经无比了得了，而这剑道天赋也丝毫不比你天元剑宗那些最精英的天才弟子要差。我的弟子自当不凡。梦儿，下去吧。是，剑无双，当初你教我叠浪剑术，在我面前施展时，也将力量叠加到9层，施展出了第9剑。而如今，这第9剑，我也能够施展了。下一个剑鹰。争夺战继续进行，只不过因为刚刚剑梦儿的表现实在太过耀眼了，完全将其他侯府弟子给遮盖掉了。最后一个剑无双。剑无双，将你最了得，或者是你认为最擅长的剑术施展出来吧。叠浪剑术，这小娃娃竟然也演练叠浪剑术。是跟剑梦儿一样的剑术，不过因为剑梦儿施展出了第9剑太过耀眼的关系，所以就算这小家伙一样擅长这门剑术，哪怕能够施展出第7剑甚至是第8剑来，都已经无法让我们感到惊奇了。那可未必。白虫先生的意思是，剑梦儿都可以施展出第9剑，将这门叠浪剑术掌握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作为传授他这门剑术的剑道天才，难道对这门剑术的掌握会比他差不成？什么？白虫先生，你说叠浪剑术是这小家伙传授给剑梦儿的，难不成他也可以将这门剑术施展出第9剑？他到底能够施展出几剑，我也不知道，看着就是了。竟然敢演练叠浪剑术，这剑无双真是找死啊！哼，剑梦儿已经将这门剑术演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这剑无双再演练这门剑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也不绝对，别忘了剑梦儿的剑术都是剑无双教的。那又如何呀？剑梦儿已经施展出第9剑了，就算这剑无双也能演练出第9剑来，那又能说明什么呀？他这般挑衅又有何意义呀？剑无双没有理会教场周边的人，哗哗哗哗连劈出7剑。第8剑了，可以第8剑了。
果然，白虫先生说的没错，这小家伙竟然也可以施展出第九剑来，而且看他施展的过程，比起那剑梦儿还要流畅一些。他在剑道上的天赋，绝对不比剑梦儿差。哎，先别急呀，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点儿。什么？整个教场在这一刻都寂静下来。难不成他想演练出第10剑来？不可能吧！他要演练第10剑？铁浪剑术难不成还有第10剑啊？教场上瞬间沸腾了。厉害！剑心红，你们剑侯府天才还真是多呀。那剑梦儿就不用多说了，妖孽至极。而现在冒出来的这个小家伙，将剑术力量叠加10次，施展出第10剑来。他在剑道上的天赋有点可怕呀。剑心红，你刚刚不是说这门剑术施展出第9剑已是登峰造极了？那现在施展出第10剑又算什么？叠浪剑术施展出第9剑，的确已经算是登峰造极，却并不是真正的最极致。只有第10剑才是真正的极致。不过要施展第10剑，太难了。整个剑侯府自得到这门剑术以来，能够将这门剑术施展出第10剑的，只有一个人，便是上代剑阁阁主剑南天，而这小家伙就是剑南天之子。剑南天之子？第10剑，我就知道这小家伙不会让我失望的。什么？他竟然还要施展第11剑？不可能！疯了！这小子肯定是疯了！第11剑。而剑无双此时却闭上了眼睛，脑海当中不由回想起多年以前他父亲教导他这门剑术时的场景。双儿，你要记住，任何一门剑术永远都没有什么所谓的极致这一说。像这叠浪剑术，如果说第10剑是剑术极致的话，那你要做的便是超越极致。剑光无情，怒劈而出，这一剑似乎能将天地都劈成2半。擂台上，剑无双睁开眼来，脸上带着一抹笑意。超越极致，父亲，我做到了。第11剑，他竟然真的施展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啊？不可思议，的确是不可思议。竟然能将剑术力量叠加11次。这小子，他在剑侯府那么久，我这个府主竟然都不知道他在剑道上的天赋强到了这等程度。诸位或许不知，这剑无双剑道天赋是很不错，堪称逆天也不为过。然而他却是一个无法凝聚灵力的废物，没有相应的灵力修为作为依仗，剑术再高又有何用？哦，你说这小家伙无法凝聚灵力？不错，这剑无双是我剑侯府内众所周知的废物。就是因为他从12岁开始便一直无法凝聚出灵力，尽管2个月之前不知是何原因，他凝聚出灵力成为武者了，不过途中耽搁了近4年的时间，还是武者修炼打造根基最为重要的4年。诸位认为他今后能有多大成就？竟然是这样！2个月前才凝聚出灵力，可惜了。武道一途，灵力才是根本。至于武技剑术，那都是外在因素。剑术再高，可灵力修为太弱，依旧一无是处。唉，
这小家伙可惜了。若是他有一定的修炼天赋，哪怕天赋只是一般，凭借他的剑道天赋，都有资格跟梦儿一样成为我天元剑宗的弟子。可事实上，错过了最佳的修炼时期，他今后突破化海的几率都微乎其微，根本没资格成为强者。11剑，早知道他的剑道天赋冠绝天下，原本以为我施展出叠浪剑术的第9剑，应当勉强可以跟他相比的，却没想到差距还是那般巨大。不过无所谓，武道一途靠的是灵力修为，接下来的第2轮争夺战，我会让他彻底绝望。武道修炼，灵力修为才是根本。我侯府弟子莫要因为太过沉溺于武技而舍弃了自身灵力修为的提升，这种行为太过愚蠢。接下来便开始第2轮的争夺战，灵力修为的检测，上灵力晶石。第1个，剑林，尽你的全力，将自己的灵力灌输于灵力晶石当中。是。第7层竟然亮了，灵道7重境。这剑林在神道6重境待了这么久，总算是突破了。剑道天赋高又如何？这才1个月而已，他现在怕还是在6重境慢慢徘徊吧。这混蛋竟然敢无视我！下一个剑梦儿，剑梦儿他真的到达化海大成了吗？化海大成境，对，巅峰，化海大成巅峰。他竟然不是刚刚跨入化海大成，而是已经到达化海大成巅峰了！不可能啊，这啊！好啊！不仅达到了化海大成，还是化海大成巅峰。啊！这剑梦儿，水寒心，你倒是收了个好弟子啊！16岁化海大成巅峰，这修炼天赋非同凡响啊！还行，这小丫头在修炼上的天赋的确很高，即便在我天元剑宗诸多天才弟子当中，也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批，且她今后由我亲自指点。20岁前跨入金丹应当没什么问题，若是她肯努力，机缘福泽又不错的话，说不定将来我天元剑宗又能多出一位震慑四方的巅峰存在。震慑四方的巅峰存在，水长老，你是说剑梦儿今后能够达到阴阳虚境？以梦儿的天赋，只要肯努力，没什么是不能实现的。剑无双，我说过，今日的争夺战，我会让你彻底绝望的。你这一生，永远也没资格超越我。现在，你看到了吗？化海大成巅峰嘛，很好，这样才更有意思。最后一个，剑无双，到你了。上场了吗？1个月前，你达到0到6重境巅峰，而如今1个月过去，你的实力又能提升多少呢？就让我好好看看，你这所谓的2个月时间里，到底达到了哪一步吧。听说1个月前，这剑无双便已经达到0到6重境巅峰了，不知现在他的灵力有没有达到7重境啊？1个月跨入7重境，开什么玩笑？依我看，他应该还是在6重境巅峰徘徊。这修为，虽然在这次争夺战的诸多弟子当中也算是不错了，可是跟剑梦儿比，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如果他连7重境都没有达到，今日却还想要挑战剑梦儿的话，那就太愚蠢了。可不是，就算侥幸达到了7重境，那挑战化海大成巅峰的剑梦儿，那依旧是自取其辱啊！那是这不是。
2个月的苦修，没人看好我，都认为我今日挑战剑梦儿那就是痴人说梦。既然如此，那你们都睁大眼睛，给我好好看看。第7层亮了，灵道7重剑竟然真的达到了！第8层，跟我想的一样，这灵力晶石检验的灵力修为是根据灵力强度来判断。我虽然还没有真正化海，可是我修炼的大天造化诀达到神道8重天巅峰，就相当于是普通修炼者的化海小成巅峰，而大天造化诀的力量远强于同阶。这第9层，给我亮吧！不可能！剑兰，你刚刚说这小家伙在2个月前都还没有凝聚出灵力。我啊！第9层，这怎么可能？化海大成，他竟然达到了化海大成，这怎么可能？假的，这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个月之前他都还没有凝聚出灵力的。第9层啊！妖孽呀！怪物！剑梦儿，滚上来！我说过，在2个月后的今天会来找你。今日一战无可避免，你我之间必将做个了断。剑无双，我不知道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你在短短2个月时间里将实力提升到这个地步。不过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实力为尊，道理永远站在更强的那一方。既然你那么渴望与我一战，那便战吧！一个是早已经得到公认，被誉为剑侯府100年一见的超级天才人中之凤，年仅16岁便达到化海大成巅峰；而另一个，之前虽然被埋没，甚至在2个月前才凝聚灵力，可却在2个月的时间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升至媲美化海大成，在这争夺战上一鸣惊人的怪物级别的存在。这2人对战，诸位，你们说这一战，这2个小家伙谁更胜一筹啊？不好说。如果比灵力修为的话，剑梦儿毕竟已经跨入化海大成巅峰，比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要强上一大截。不过在剑术上，很明显剑无双要强得多，凭借剑术上的优势，完全可以跟剑梦儿正面一战，甚至取胜的可能都很大。所以不真正战上一场，还真无法判断他们2个人的强弱。我也赞同。虽说武道一途，灵力修为是根本，但在灵力修为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武技强弱也是可以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凭借剑术上的优势，剑无双完全可以跟剑梦儿正面拼杀，胜负难料啊。水寒心，你觉得呢？这一战赢的会是梦儿。哦，你对你弟子这么有信心呢？白虫先生，难道你刚刚没有注意到，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虽然他在刚刚的灵力检测当中让灵力晶石的第9层亮了起来，可我却看得出那第9层亮得非常勉强，所以我肯定这剑无双应当还没有化海大成，他的灵力修为应当介于化海小成巅峰到化海大成之间。的确。再者，我们都知道，这小家伙在2个月前都还没有凝聚出灵力来，现在2个月过去，灵力修为却提升了这么多，这其中必然有不少外在因素的存在，比如不计后果，疯狂地吞服吸收一些强行提升灵力修为的丹药或者宝物，完全靠药力强行将修为提升。这种提升虽然令灵力修为的确提升上来了，却也会导致他的根基彻底崩溃，不仅将来成为强者的机会渺茫，甚至在实力发挥上，10成实力能够发挥出2-3成都算是不错的了。
当然，抛去这2点先不说，最重要的是我对我弟子有着绝对的信心。我的弟子我比谁都清楚，区区一个剑侯府，想要找出一个可以击败我弟子的同龄天才，这根本不可能。还真是果断啊。不过我倒是认为这场对决赢的恐怕会是这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白城先生既然这么认为，那咱们就拭目以待了。看，这2个小家伙交手了。剑如潮，哼，可笑！好厉害啊！就那么简单的一抽一荡，就将剑梦儿那一招轻易化解掉了。他怎么做到的？这剑术好强啊！太强了，岂止是强，简直是强啊！这剑无双，他在剑术上的理解，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了得。滚开！天元剑诀，怪不得你如此自信，原来你这宝贝弟子修炼的乃是天元剑诀。我跟你说过，极光剑术虽然追求的乃是速度极致，却也不能太过盲目的去追求，还得注意剑术之间的相互协调连贯。可你显然没有听进去，破绽太多，何况你的剑术太慢了。我现在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极光剑术。太快了！天哪！我的妈呀！怎么会快成这样？18个呼吸！混账！哼，真是可笑！这2个小家伙在剑术上的差距，比我们想象当中的竟然还要大。剑梦儿剑术已经很不错了，可跟剑无双比起来，实在是差了太多太多。无法想象，一个年纪不到16岁的小家伙，剑术竟然能达到如此地步。剑心红，你们剑侯府内在剑术上能够比这小家伙还要强的，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第2个人了吧？水寒心，再这样下去，你这宝贝弟子可就要输了。他们2人的对战还在继续，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不过凭借自己的剑术占了一些小便宜罢了，现在便说我弟子会输，太早了吧？那就继续看着吧。2个月前，你说我跟你是2个不同世界的人，跟你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你看不起我，我在你眼中不过是一个连灵力都无法凝聚而出的废物，一个可怜虫。就在刚刚争夺战开始之前，你还说要在这次争夺战上靠绝对的实力让我彻底绝望，说的这么言之凿凿，这般目中无人。可现在，剑梦儿，你的实力便只有这般程度吗？拿出你最强的实力来吧，否则凭你现在的实力，连让我正眼相看的资格都没有。剑无双，我知道你剑道天赋举世无双，我也从未想过跟你比拼剑术。不过今日，我却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你看好了。这个是大千剑术，天元剑宗4大终极剑术之一的大千剑术。水寒心，你竟然将大千剑术都交给了他！哼，梦儿是我弟子，我将这门剑术交给他，有何不可？竟然是大千剑术！这一战没有任何悬念了，赢定了，那剑梦儿赢定了。他灵力修为本就比剑无双强出一大截，又身怀这等顶尖的超一流剑术，剑无双想要赢他，完全不可能啊！赢定了。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要输了。好，梦儿，好样的！剑梦儿虽然是你的弟子，可毕竟还没有真正前往天元剑宗，也没有进行入宗仪式，你竟敢擅自将大千剑术交给他？也对，
你是天元剑宗长老，有些特权也正常。不过，光凭大千剑术就想赢，我看未必吧。哦，好强的剑意，这剑梦儿竟然还身怀这等剑术。这股剑意如此浩然正气，并非我剑侯府的剑术，看来是他师尊教给他的。很好，哼，这样才有意思。剑无双，就这一招吧，记住了，我这一招名为剑合。剑合，来吧，都以这一剑决胜负。不会让你失望的。曾经我幻想过能跟你永远在一起，甚至成亲生子。曾经你是我生命中最喜欢的人，曾经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但现在这一切的幻想都已经烟消云散。接下来的这一剑，既是决定胜败的一剑，同样也是彻底斩断你我之间恩怨瓜葛的一剑。同时，我也要用这一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资格俯视我的人有很多，但是你却不配。冰冷的剑光猛地亮起，无名剑术第一式血影。他竟然赢了！剑梦儿败了！太棒了！太牛了！不可能！怎么可能？败了！施展大千剑术的剑梦儿竟然败了！无名剑术，剑无双施展的是无名剑术。无名剑术，那是我剑侯府至高无上的第一剑术，一直以来都只有历代剑阁阁主才有资格去领悟的，且历代剑阁阁主当中也只有3位是可以真正将这门剑术领悟出来的。没想到这小子竟然领悟了无名剑术，一定是他父亲，对，一定是他父亲教给他的。什么无名剑术？难不成比得上我天元剑宗的大千剑术？水寒心呐，这你就孤陋寡闻了。你天元剑宗的大千剑术是很了不起，不过也并不代表就没什么剑术是能够凌驾于大千剑术之上的。像剑侯府的无名剑术就比你天元剑宗的大千剑术要强，别不相信。如果说无名剑术你没听说过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名字虚剑术你应该听说过。虚剑术，天下第一虚剑术。你说那剑无双刚刚施展的是虚剑术？不错，大名鼎鼎的虚剑术一共有9式剑术，其中最强最可怕的后3式剑术据说早已经失传了，而中3式剑术则无比罕见，价值连城。即便是你们天元剑宗付出莫大代价都很难得到，但虚剑术的前3式剑术却算不得多么珍贵，哪怕是一些比你天元剑宗要弱得多的2流势力，只要肯付出代价，都能得到这前3式剑术的秘籍。据我所知，200年前创建剑侯府的，也就是剑侯府第1位府主，便耗费了不小的代价，弄到了虚剑术的前3式秘籍。这3式秘籍就是无名剑术，而刚刚剑无双所施展的便是虚剑术的第1式剑术血影。血影，好可怕的一剑。水寒心，这一战你的宝贝弟子败了。剑无双，现在你可曾满意了？你要是还不满意，直接杀了我吧。2个月前我便跟你说过，剑阁永远是剑阁的剑阁，是我父亲的剑阁，是我的剑阁，旁人
不管是谁都休想染指分毫，谁想染指，我便剁了谁。今日所发生的一切，怪不了别人，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咎由自取？咎由自取？哼，好一句咎由自取！天元剑宗叶墨，剑无双，可敢与我一战？叶墨师兄，你这是……师妹，今日我与师尊前来，本是为了见证你展露锋芒，接任剑阁阁主之位的。可没想到，我们看到的却是你在争夺战上被人如此羞辱。师尊身份崇高，地位超然，自然不屑于亲自出手。可我这个做师兄的，却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看见。剑无双，你好歹也是一个7尺男儿，欺负一个女人，很有成就感吗？哼，女人？2个月前，我还没有凝聚出灵力来，还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用让我终生难忘的教训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实力至上，强者为尊。那个时候，我怎么看不出她是一个女人呢？好，你说的对。这个世界本就是强者为尊，既然如此，那我现在便用实力告诉你，我师尊的弟子，我叶墨的师妹，绝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肆意欺负的。我会让你知道，你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跳梁小丑罢了。我的天哪，化海圆满啊，圆满！这多大呀？跟叶墨就已经差不多了。是啊，叶墨这么高啊？对呀，剑梦儿16岁化海大成巅峰，已经不可思议了。他师兄更妖孽，这么厉害！对呀。水寒心，你们天元剑宗的天才还真是不少啊。我天元剑宗之所以强，就是因为有着充足的资源，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无数的天才弟子们。梦儿天赋虽然了得，可在我天元剑宗内，也只是顶尖，却不是最强。可你弟子如今这般行事，未免有些过分吧？剑梦儿一被击败，他就跳了出来。如果他也被剑无双击败，那岂不是你天元剑宗所有顶尖弟子都得跳出来了？那又如何？我天元剑宗天才弟子就是多，更何况我这弟子今年也刚好16岁，跟剑无双年龄也相当，跟他交手也不算欺负他。那不一样，虽然年纪相当，可待遇却不一样。你这弟子从小在天元剑宗内修炼，得到的都是最顶尖的资源，最了得的修炼功法剑术秘籍，还有你这位金丹巅峰的强者，甚至天元剑宗内的一些强者的指点教导。而剑无双一直以来靠的都是自己，这两者之间能一样吗？那又怪得了谁？也只能怪他自己。白虫，这剑无双是剑侯府的人，跟你这位生死武斗场的主管应当没什么瓜葛吧？连剑侯府的府主都没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抱怨？化海圆满。哼，这一战恐怕就算我想拒绝都做不到吧。不过我也从未想过拒绝，既然如此，那便战吧。秘术夺灵，天元剑宗的叶墨是吧？既然你不服，那我便打到你服。这怎么回事啊？对啊，他的灵力气息怎么一下子提升了这么多？是啊，天哪！他竟然还保留着实力。杀！哼，被挡住了。你这剑术也就速度快一些罢了，至于力道却稀松平常的很。我师妹刚修习大千剑术不久，对这门剑术的掌握还不够精深，所以才会被你刚刚那一剑所击败。可我却不同。剑无双，你以为自己的剑术很快对吧？那接下来
我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速度。好快啊！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哦，我知道了，这是天元剑宗4大终极剑术之一的流光剑术啊，以绝对速度著称的可怕剑术，杀人不眨眼，愧就一个字。剑无双，你的剑术也不过如此罢了。如果你的实力只有这点程度的话，那这一战就此结束了。大千剑术，千古一剑。不好，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明白了，一直以来困扰我的，让我无法施展而出那一剑的，到底是缺少了什么？是缺少了杀心。既是杀戮之剑，又岂能没有杀戮之心呢？杀剑士是虚剑术的第2式，杀剑士，他竟然能够将杀剑士施展出来。杀剑士，水寒心，你还不赶快出手救你弟子！什么？若是不服，大可再战。梦儿，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我前往天元剑宗修炼，3年时间内不得踏出天元剑宗一步。而这3年，我会倾尽全力教导你。是。剑无双，今日一战的确是你赢了，但这也只能说明我教导弟子能力有限，并不代表我天元剑宗就没有比你更妖孽的弟子。来日方长，接下来3年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教导梦儿。3年之后，我会让他前来找你，届时再与你一争高下。3年后再与我一争高下。随时恭候。大哥，你看出来了吧？身心俱备，意志不倒，剑意冲天，亘古不散，是剑魂觉醒，跟阁主当年一样，不会错的。这天要变了。老瞎子，你都多久没亲自到我这儿来了？有2年了吧？我今日前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没事就不能到我这儿来吗？你还真是薄情寡义。说吧，什么事儿？少主人他觉醒剑魂了。什么？剑魂？剑祖之魂？没想到继主人觉醒了剑魂之后，少主人也觉醒了自己的剑魂。父子2人同时觉醒剑魂，这简直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但却发生了。虽说觉醒剑魂对少主人本身有着莫大的好处，但同样也有着祸患相伴。如果我没猜错，少主人剑魂一觉醒，那个地方的人肯定也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他们的人很快便会对少主人动手。对少主人动手？就跟当年对付主人一样？没错，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你立刻出发，将这封信交给金龙殿的那位，让他务必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好。堂主，有急令，血色必杀令，传令下去，让所有1面级以上的杀手立刻赶回来。不管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哪怕是接受了任务的，立刻放弃手中的任务或者延后。总之，接到命令后3天之内没有赶回来的，一律格杀。是。华水郡咽喉府剑无双。从今天起，监视目标的一举一动，在我们动手前，绝不能让他们脱离我们的视线。少阁主，我们4个是专程来感谢你的。若非你在争夺战上击败剑梦儿，恐怕现在剑阁便要落入血武堂的手里了。
是啊，还是少阁主你厉害，只用了短短2个月的时间，便超越了剑梦儿，简直是不可思议，不愧是阁主之子啊！呵呵，当知道少阁主你要在争夺战上跟剑梦儿一战时，我便知道你肯定能够将他击败的。你还说，当初第一个开口说不可能的就是你。少阁主，你在争夺战上表现很不错，也替我们保住了剑阁，但现在你却要离开了。啊？离开去哪儿啊？离开剑侯府，去别的地方。为什么呀？因为你们的废话就到此为止吧。你是？你既然露面，那就代表那些人应该已经到了。没时间说那么多了，你立刻跟我走。跟你走？哼，可笑。金丹，最起码是金丹修为，甚至还是金丹中的顶尖强者。少阁主，你放心跟他去，他不会害你的。什么人，胆敢在我剑侯府内撒野？他们来了，我带他走，接下来就交给你们。我们4个早就准备好了。老瞎子，九君，赤血丹还有吗？给我一颗。不给？是不舍得还是不愿意？没事儿，还好我自己也准备了一颗。九君，你这又是何必呀？老瞎子，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叫你老瞎子吗？因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却一直看不出我对你的心意。不过已经无所谓了，咱们虽然不曾真正的在一起过，但现在最起码能够死在一起，也算不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剑无双已经彻底懵了，是谁闯入了剑侯府？这个金丹实力戴着面纱的绿衣女子又是谁？还有4位长老，他们吞服了什么丹药，竟然能让他们的实力一下子提升那么多？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吞服这枚丹药啊？而且为何都是一副仿佛要去赴死的模样？季无月，少主人就交给你了。保重！哈哈哈哈哈！血雨楼的杂碎，都给我去死吧！哼，是你们5个老东西，竟然还敢露面，给我杀光他们！剑无双有难速救，郡城外10里清心林，一笑倾城，击逝无梦。姬无梦，所有金袍之事，立即跟我走。来了，诸位，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姬无月，之前你可没跟我们说这次任务是要面对血雨楼啊。事成之后酬金翻倍，如何？可以。我需要你们尽可能的将背后的血雨楼的强者给拦下，能拦多久便是多久。另外，我还给你们找了一些帮手。金龙殿的金龙卫，白虫大人，剑无双，你是姬无梦？不对，不是姬无梦，你是姬无月。是我，白虫。我姐姐在世时，对你也算有恩，而我姐夫更是视你为知己。如今他们唯一的儿子有难，难道你不应该帮一把？你赶紧带着他走。至于血雨楼的人，我会想办法给你们阻拦片刻。多谢。阿布，我们走。好。姬无梦，你准备带那小娃娃去哪儿啊？难道你不想要解药了？那个解药可只有我一个人手上有，所以你还是乖乖留下来吧。金龙卫，生死武斗场的人，你们竟然也敢阻拦我们血雨楼？哼，血雨楼的杂碎，以为我生死武斗场怕你们不成？杀了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都来了，那剑侯府呢？洪老他们呢？闭嘴！
这些人就是冲着你来的。他们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儿，那就说明剑侯府的厮杀已经结束了。至于洪老他们几个，已经死了。死了？他们5个都吞服了赤血丹，那是能够燃烧人的生命力，令自己在短时间内实力暴增的丹药。任何武者一生都只能吞服1颗，因为服下赤血丹后，就注定必死无疑。啊？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觉醒了剑魂，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一切。剑魂？什么剑魂？看来你自己还没有察觉。也对，毕竟只是刚刚觉醒，你察觉不到也很正常。不过等将来你的实力渐渐提升上来之后，你便能够察觉到剑魂的存在了。就因为我觉醒了剑魂，那些人便要追杀我？这剑魂到底是什么呀？剑魂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从来不曾觉醒过，其他人也不曾觉醒，而唯一觉醒过剑魂的人只有1人，那便是你的父亲剑南天。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4年前你父亲为何会离开，而后来为何又忽然失去踪迹，再无半点消息吗？啊？难道也是因为觉醒了剑魂的关系？对，不过你父亲跟你不同，他是在金丹期方才觉醒剑魂的。剑魂觉醒后没多久，那血雨楼也不知是从哪儿得知的消息，立即便展开对你父亲的追杀。可他们一开始小瞧了你父亲的实力，让你父亲侥幸逃过了一劫。随后你父亲担心会连累你，连累到剑侯府，因此便独自一人选择离开，开始了逃亡生涯。那现在呢？现在你父亲现在已经落入了血雨楼的手中，至于是死是活，我也不清楚。你只关心你父亲，难道你就不想问问关于你母亲的事吗？你母亲她……你知道我母亲也朝姬无月看了过来，只见姬无月脸上那层面纱已经掉落，露出了一张已经彻底化脓了的恐怖面孔。该死，毒性发作了！早不发作，晚不发作，偏偏这个时候发作。毒性发作？剑无双，你听好了，你的母亲叫姬无梦，是姬氏一族的长女。3年前，你父亲被血雨楼追杀，无奈之下逃到姬氏一族内。我姬氏一族为了庇护你父亲，不惜跟血雨楼撕破脸皮。血雨楼大批强者直接杀入族内，我姬氏全族上下拼死抵抗，结果你母亲被当场格杀，你父亲则是被血雨楼带走，而我姬氏一族上下满门被灭，只有我一人侥幸逃了出来。所以你要记住，你不仅是剑南天的儿子，更是我姬氏一族除我之外最后的血脉。你要好好活着，慢慢成长，等自己实力成长起来，杀上血雨楼，替我姬氏满门报仇雪恨。还有三杀剑，你要保管好。你父亲说过，那是进入祖地信物。走，阿布，带着他赶紧走。走。小姨？他是我小姨？不，带上我小姨一起走。五月毒性一发作，马上就会神志不清，陷入疯狂，甚至到处攻击人。带上他，我们一个都走不掉。那也不能把他丢下。阿布神色一沉，随后却是直接朝剑无双后颈一拍，剑无双当即便昏迷了过去。带着昏迷的剑无双，阿布头也不回，直接逃离了此地。姬无月，乖乖跟我走吧。
暗影老狗，你不得好死！30余名银面级别杀手，加上3位金面杀手全部出动，结果银面级别杀手死伤大半，连金面杀手都陨落1位。损失如此之大，却没有将目标格杀，要你们何用？传令下去，在天岩行省各地下达血色通缉令，哪怕将整个天岩行省彻底翻过来，也要给我找到他。是。还好，这次虽然没有杀死目标，但抓到了姬无月，也不算一点收获也没有。有了姬无月，就不怕那剑南天不开口了。府主，伤亡已经全部统计出来了。说吧。化海层次以上强者陨落8位，其中4位是剑阁的4大长老，还有4人是剑阁的4位执事。啊，都是剑阁的。死掉的那些弟子呢？死去的灵道层次的弟子一共有94位，这些弟子大部分都没有主动参战，而是被无奈牵扯进去的。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12岁，才刚刚凝聚出灵力。好好安葬他们吧。剑南天，姬无梦，你们俩夫妻的人情我白充，还了。小子，你醒了。昏迷了这么久，应该饿了，吃一点吧。我叫司马布，别人都叫我阿布，你也可以叫我阿布大哥。阿布大哥，我小姨呢？姬无月，应当被血雨楼的人抓走了吧？血雨楼心狠手辣，他落入血雨楼的手中，下场怕好不到哪儿去。混蛋！小子，你叫剑无双对吧？看你年纪不大，可面子倒真是不小，竟然让血雨楼派出如此大的阵仗来追杀你。不过看你的样子，似乎一直很茫然。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了。直到现在，我知道的也仅仅是因为我觉醒了剑魂，所以呢血雨楼才会追杀我。而我父亲当年也跟我有同样的遭遇，所以他才选择离开剑豪府。可那所谓的剑魂到底是什么呀？剑魂？没听说过。但是血雨楼竟然会因为剑魂而不顾一切的追杀你们父子，甚至不惜将姬氏一族满门覆灭，那这剑魂肯定非同小可。阿布大哥，你跟我小姨的关系应当匪浅，你应当知道我小姨的一些事情，还有那姬氏一族以及血雨楼吧，你跟我说说吧。姬无月跟我一同闯荡冒险过很多次，我跟他虽然算得上是生死好友，可是他的事我知道的并不多。不过关于姬氏一族还有血雨楼，我倒是知晓。要说血雨楼跟姬氏一族，那就得从天宗王朝的整体格局说起了。天宗王朝疆域辽阔，麾下一共16个行省，而每个行省又有诸多郡，像天焰行省便足足有着108郡，巴水郡仅仅是其中之一罢了。所以你应当可以想象得到，这天宗王朝到底有多大。而你所在的剑侯府在巴水郡虽然是最顶尖的势力，但是对整个天宗王朝而言，却连3流势力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不入流。在天宗王朝，最顶尖的有3大霸主，这3大霸主分别是金龙殿、生死武斗场以及血雨楼。金龙殿背后站着的便是天宗王朝的国君。这金龙殿遍布天宗王朝各个角落，虽说势力无比庞大，但却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对麾下的金龙卫没什么约束。像我还有你小姨姬无月都是金龙卫。
生死武斗场，天宗王朝第一商会，势力同样遍布天宗王朝的各个角落。而据说这生死武斗场背后也有皇室的支持，应当是天宗王朝的哪位皇子吧。而最后便是这血雨楼了。对血雨楼，但凡是在天宗王朝闯荡过的武者，就没有不知道，也没有不畏惧的。那是天宗王朝公认的第一杀手组织，拥有大量遁于无形的杀手或刺客。他们的杀手分为铜面、银面、金面、紫面4个层次，其中银面一般就是金丹层次的修为，而金面乃是金丹最顶峰。至于紫面，乃是有传说中阴阳虚境那一层次的超级强者担任。像这次追杀我们的，便有数十位银面层次杀手，还有3位金面杀手。这是天宗王朝站在第一梯队的3大霸主，实力都强得可怕。而在这3大霸主之下，便是古老的8大氏族。这8大氏族，据说是天宗王朝刚创建时便传承下来的，无比古老，底蕴也极深，其中就包括姬氏一族。不过就在3年前，姬氏一族满门歼灭，当时还震动了整个天宗王朝。各方势力都在猜测姬氏一族被覆灭的源头，没想到姬氏一族竟是为了庇护你父亲而遭到了血雨楼的屠戮。我小姨呢？我小姨身上的毒又是怎么回事？你小姨所中的是一种名为万古噬心的毒，这种毒非常歹毒，它可以渐渐将一个人彻底摧残。我3年前见到你小姨时，你小姨便已经身怀这种剧毒了，而且偶尔便会发作，一旦它发作，便会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这种痛苦会直接摧毁他的心智，令他六亲不认，只懂得疯狂的发泄杀戮。我就曾数次见过你小姨毒性发作时的场景，很惨。而且那毒发作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规律，这一次他本是为了救你，却不想正好碰到了毒性发作。唉，毒性一旦发作，他很快就会陷入疯狂，那种关头我们若是带上他，那我们3个一个都逃不掉。所以是谁？是谁给我小姨下的毒？下毒的人我知道，他叫暗影，是血雨楼在天焰行省的一位堂主。这次前来追杀你的人当中就有他。暗影吗？好，我记住了。不只是他，还有血雨楼。血雨楼对现在的我而言是一尊真正的庞然大物，凭我现在的实力，我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所以我必须忍耐，隐忍，蛰伏。除了复仇，我还得想办法将这一切的缘由给弄清楚。实力，说到底，还是我实力太弱了，弱的当血雨楼的强者追杀我的时候，我连出手的余地都没有，只能在小姨还有洪老以性命相保之下，方才能够侥幸逃脱一命。如果我实力够强，强到足以令血雨楼都为之忌惮，甚至不敢招惹，那这一切就绝对不会发生。实力，实力！剑无双身形一震，眼中先是闪过一丝惊诧，但紧跟着却露出了一丝惊喜。神道九重天，竟然就这么突破了！大天造化诀真是神奇。父亲、母亲、姨、4位长老，姬氏一族，以及这次因我而受到牵连的所有无辜之人，我剑无双可以赌上自己的一切，向你们保证，在我有生之年，我必将血洗血雨楼，将其连根拔起，为你们报仇雪恨。小子，你就待在这等我，我先去附近的城邑探探风。好，大约1个时辰左右，司马部回来了。阿布大哥，如何了？情况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糟糕很多。我去了附近的一座城邑逛了一圈，
光是被我察觉到的来自血雨楼的杀手就有不下于10位，还有那些隐藏的比较深我没有发现的，数量肯定更多。而且我去了金龙殿一处秘密的情报点，也打听到血雨楼对你下达了血色通缉令。现在血雨楼的很多探子都潜伏在各大城邑当中，只等你出现。可以说血雨楼在巴水郡，甚至在整个天焰行省形成了一张天罗地网，只要你一露面，立刻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必然会被血雨楼的强者所灭杀。而且以血雨楼的情报能力，哪怕你戴着面具或者伪装容貌，只要稍微露出一丝的破绽痕迹，立刻就会被血雨楼察觉到。我原本是打算带你回巴水郡内的金龙殿完成这次任务，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巴水郡我现在不能待了，甚至就连天焰行省我也得赶紧离开。你说的对，我刚刚在回来的路上也已经想好了，血雨楼现在对你的追杀主要还集中在天焰行省内，在这里你寸步难行，但是在其他行省你还有生存的空间。而最适合你去的地方便是天焰行省周边的天南行省。天南行省是生死武斗场主要经营的行省之一，血雨楼在那儿的势力并不算太强，你去那儿最合适。不过要从巴水郡前往天南行省，路途比较漫长，而且还必须穿过黑暗之森。黑暗之森？好，就去天南行省。至于那黑暗之森，穿过便是。哈哈哈哈！年纪不大，气魄不小。你放心，我会跟你一同前往天南行省的。有我在，自然会安然无恙的带你走出黑暗之森。即便没有你，这黑暗之森我也必须要穿过去。踏足黑暗之森的第一天，茂密的丛林深处，一声怒吼，一道轻影如同鬼魅一般一跃而起，直接朝剑无双跟司马布扑杀过来。是赤血雷暴，怪不得速度这么快。交给我，小心，这头赤血雷暴已经达到化海大成。唉，太弱了。我突破神道9重天，灵力爆发便不亚于化海大成顶峰，而凭借我的剑术，化海大成的灵兽对我一点威胁也没有。若是达到化海圆满的灵兽，对我或许还有些压力。小子，剑术不错呀，而且灵力修为也不错。这化海大成的赤血雷暴，竟然一个照面便被你斩杀了。啊，对了，你今年多大？16啊。阿布大哥，从今天开始，这黑暗之森如非必要，你不用出手了。途中碰到的灵兽，全部交给我吧。哈哈，可以，这对我而言可是好事。小子，你小心了，你现在面对的可是已经达到化海圆满的鎏金属。这鎏金属不仅速度奇快，而且全身上下除了眼睛之外，其他地方都坚硬无比。不过他的攻击手段却很单一，就是他的牙齿。他的牙齿很锋利，就连坚硬的青石都能够轻易咬碎，所以千万别让他咬到你。紫火剑术，继续。这小家伙修炼的还真是够刻苦的，对自己也挺狠的。虽然疯狂了些，但历练效果还是有的。而且他的剑术也的确是不错。剑术不错，这已经是你这几天时间里所杀的第7头化海圆满的灵兽了。你的灵力爆发明显距离化海圆满还差一大截，但你的剑术却不错。而且经过这几天的历练厮杀，你的剑术已经褪去了之前的那股稚嫩。还差得远，我的厮杀经验还是不够。纵然有着极强的剑术，可真正厮杀起来，还是无法将那些剑术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我到现在也只能面对一些实力较弱的化海圆满层次的灵兽。
碰到那种实力极强的，我就对付不了了，只能狼狈逃窜。要是我厮杀经验再丰富一些，剑术再成熟一些，别好高骛远，你毕竟还未达到化海圆满，能有这般战力已经非常了得了。这几天下来，我看得出来你在剑术上的天赋极高。我这里有件东西，你应该用得着。看在姬无月的份上，我将这东西就送给你了。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戒？不错，是乾坤戒。不过，我这枚戒指是由金龙阁赠送的，是金龙卫的身份象征，所以这枚戒指也被称之为金龙戒。你今后若是有兴趣，也可以去金龙阁接受任务，成为一名金龙卫。到时候，金龙殿也会免费赠送你一枚金龙戒的。这样啊。好了，你还是先仔细看看我给你的这本书吧。这是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书中内容是一名剑道强者留下的一些剑道上的心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剑道强者是一位达到了阴阳虚境的超级强者。剑道心得还是阴阳虚境的超级强者留下的。剑术有形无实，过于死板，再高的剑术不懂得灵活运用，亦与普通剑术甚至那些不入流的剑术没有任何区别。而等级再低的剑术，只要在会用剑的强者手中，一样可以轻易胜过那些超一流剑术100倍。这位前辈对剑术的理解未免也太过极端了。他所说的剑术要不拘一格，这我倒是赞同。可他将剑术贬得一无是处，还说剑道武者应该舍弃这些所谓的剑术，这我就不认同了。剑意分为2种，一种是伴随自身剑术提升相伴的剑道意志，剑术越强，剑意越强；另一种剑意，则是感悟天地所形成的天地意境。在这天地间，有着大量天地元素的存在，比如辽阔无垠的大地、炙热暴躁的火焰，还有那无处不在的风。这些都是天地自然的力量，而这些力量都可以感悟形成剑意，融入剑术当中，可以大幅提升剑术威能，领悟到极高的层次，随手一剑便可以超越那些顶尖的一流剑术或是超一流剑术。这种剑意有很多，如疾风剑意、烈火剑意、大地剑意、滴水剑意。怎么样？很不错，特别是这篇剑意篇。我父亲曾经在教导我剑术时跟我提到过剑意，不过我当时还不明白这所谓的剑意到底是什么，直到现在我才终于知道，这剑意讲的竟然是感悟天地元素形成的剑意。对，其实说白了就是领悟天地自然的力量加以利用。你看，这是我没有动用天地意境施展的一刀，而接下来的一刀，我将动用我领悟的那一丝天地意境。你看好了。那便是天地意境吗？这便是领悟天地意境，跟没有领悟的区别。不错，天地意境那是天道自然的力量。像你们剑道武者感悟天地意境就有了剑意，而我一个用刀的感悟天地意境之后就有了刀意，两者性质都是一样的，而我感悟的便是一丝烈火刀意。当然，对烈火刀意我仅仅领悟了一丝皮毛，若是我领悟更高，刚才那一刀的威能将会更强。其实对武者而言，一般都是达到金丹层次之后方才去尝试领悟天地意境的，而且能够领悟出一丝天地意境来的依旧很少很少。可一旦领悟出一丝剑意或者是刀意，他的实力便会暴增。像我曾经便遇到过一名超级天才，跟你一样也擅长剑术，而当时他虽然刚刚跨入金丹不久，还仅仅是金丹小成，可他却同时感悟到了3种剑意，而且每一种感悟都是极深。就是仗着对这3种剑意的感悟，他只用了1剑便轻易斩杀了一名金丹圆满的强者。什么？感悟剑意这般可怕？你现在境界还未踏足金丹，但这几天相处下来，我发现你的剑术很高，
丝毫不比那些金丹层次的剑道强者要弱，所以方才将这本书给你，只是希望你能够早日接触到剑意罢了。至于能否领悟，就要看你自己的了。我明白了，风虽无形，却无处不在。这个小子现在就开始琢磨起剑意来了，真以为剑意是那般容易领悟到的？怎么可能？太快，这出剑速度太快了。可是他只是随意出剑，并没有施展剑术啊。剑随风走，风成剑势。疾风剑道，他领悟了疾风剑道。小子，我现在终于明白，那血雨楼为何要这般疯狂的追杀你了。昨天才接触到天道意境，今日便领悟疾风剑道。就算我曾经见过的那位绝世天才，在这一点上也无法跟你相比。如果我没猜错，这其中虽然有你自身天赋的关系，但想必与你那觉醒的剑魂应当也脱不了干系。不管怎么说，如今我也算领悟出一丝疾风剑意来了。有这一丝疾风剑意在，我的剑术施展起来绝对比之前要可怕数倍，甚至10数倍不止。先找到灵兽试试看。人来是，来吧！铁背苍穹力量跟防御都堪称可怕，但速度却太慢了。我如今领悟了一丝疾风剑意，最擅长的便是速度，在绝对的速度面前，他根本没有任何挣扎反抗的余地。大地剑意，领悟疾风剑意才不到1个月，便又再次领悟了一丝大地剑意，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那所谓的剑魂到底是什么？竟然造就出这样一个怪物出来！大地温暖厚重，大地剑意竟是如此。这1个月时间的历练，死在我手里的化海圆满层次的灵兽数不胜数，哪怕是再厉害的化海圆满层次的灵兽，我都可以轻易杀死。仅仅化海圆满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所以……什么？你要去找金丹层次的灵兽厮杀？是的，阿布大哥，你尽管放心吧。以我现在的实力，对上那些实力较弱的金丹层次灵兽，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再说，我就算是打不过，也能逃啊，逃不了不是还有你呢吗？好吧，不过我得提醒你，金丹层次的灵兽实力非同小可，若是一个不慎，你可能就会被直接杀死，甚至我都来不及救你。所以你自己务必得小心。当然了，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血月魔狼，人类，一个连金丹都没有达到的人类蝼蚁，竟敢惹我，死！哼，极光剑术，力量太强了，纯粹以力压人。小心！滚！无名剑术，血影，杀剑士。逃了，小子，你没事吧？没事。不愧是金丹层次的灵兽，力量太强了，远比我强大的多。刚刚那次交锋，我虽然依靠杀剑师击伤了他，可同样他那一爪蕴含的可怕力量也震伤了我。小子，你对上的毕竟是金丹层次的灵兽，力量上当然要比你强得多。不过你仅凭借剑术就能够将他击败，已经很不错了。还不够，我的剑术还不够强，另外对疾风剑道、大地剑道的运用还不够熟练。要是我能够施展出无名剑术的第3式，或者对疾风剑道跟大地剑道能够完美运用，两种剑道完美结合，相辅相成，这一战我就不至于这么狼狈了。接下来继续。小子，前面便是青东城，因为靠近黑暗之森的关系，青东城内的势力错综复杂，其中也有金龙殿分店的存在，当然说不定也有血雨楼的探子。到了城内也尽量低调。
小子，你在这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去交接下任务。哎呀，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总算将这任务给完成了。小子，我当初接的任务只是出手帮姬无月一次，至于送你来这儿，只是顺便。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路就看你自己去走了。这4个月，多谢阿布大哥照顾了。哈哈哈哈，小事儿。对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想成为一名金龙卫。哦，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选择。金龙卫常年在刀口上舔血，行走在生死边缘，虽然充满危险，但也更容易磨练出真正的强者来。而从你在黑暗之森的形势来看，你的骨子里有一股疯狂，成为一名金龙卫倒是正好合适。不过金龙卫分几个不同的层次，有1爪金龙卫、2爪金龙卫、3爪金龙卫以及更高层次的金龙使。以你现在的实力，顶多也就能够成为一名1爪金龙卫，而且还必须完成任务才行。我明白。以你现在的实力，只要小心一点，别太冲动，完成1爪金龙卫的任务应当不难。跟我来吧，我带你去报名接受1爪金龙卫的任务。火先生，我这位小兄弟想要接受1爪金龙卫的任务。叫什么名字？名字的话，就叫我剑客吧。剑客，拿着这枚信物，3天后再来。就这么简单？你以为呢？走吧。这不是阿布先生吗？多年不见，没想到今日在这儿碰到了。啊，朱涛，呵呵，是有很久不见了。火先生，这是我弟子东方宇，是来接受1爪金龙卫任务的。拿着这枚信物，3天后再来。阿布先生，你身后那位是你弟子吧？呵呵，看样子也是要接受1爪金龙卫任务的，倒是巧合得很呢。这是我的一位小兄弟，叫剑客，并非我的弟子。哦，不是弟子。徒儿，你眼前这位便是你师尊我常提起过的阿布先生，而他旁边那位是他的一位小兄弟。你可得好好跟这位小兄弟打个招呼，毕竟啊，你们是要一起去完成那1爪金龙卫任务的。是。剑客是吧？我的名字叫东方宇，不知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战呢？跟你一战？这朱涛跟我曾经有点过节，一直怀恨在心。他的实力不如我，不敢正面来找我，只能让他的弟子来找你的麻烦。你不用搭理他。这样啊？抱歉，我没兴趣。怎么？难道阿布先生带来的人就是这般没种的货色呀？朱涛，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没想到阿布先生你带来的人这般孤傲，好歹也是要3天后一起去完成那1爪金龙卫任务的，连打个招呼走个过场都不愿意，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一点吧。哼，你的意思是说别人挑战你就一定得接战不成？既然如此，那现在我就挑战你，不知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战呢？阿布先生说笑了，你的实力谁不知道啊？我可不敢跟你交手。剑客，你就只会躲在阿布先生的身后吗？就你这样的货色，也配去完成1爪金龙卫的任务？你说的对，不过是打个招呼走个过场而已，没理由拒绝。既然这样，那请吧。剑无双，放心吧，我有分寸。小子，你小心了。好慢啊，就陪你好好演一出吧。废物，连我3棍都接不了，还想去完成1爪金龙卫的任务，
可笑。朱涛，你这弟子实力不错呀，棍法挺强的呀，实力修为也达到了化海圆满的最极限，甚至半只脚跨入金丹层次了。而且他修炼的功法似乎也非同一般，灵力爆发明显比寻常的化海圆满要强上一大截。这般优秀的弟子，你从哪找的？实不相瞒诸位啊，我这弟子是我的一位故人之子，也的确有几分天赋，我也想有机会把他送到龙宫当中去，可惜啊，没人推荐。龙宫？打算送进龙宫，只是没人推荐。朱涛，你这弟子倒真是不凡呢。怎么不直接将他击败，反而故意输掉呢？这里毕竟是金龙殿分殿内，人多眼杂，说不定就有那血雨楼的探子，我当然得尽可能的低调了。像现在这样，所有人都将视线集中在那个东方雨身上，没有人会在意我，这多好啊！我就知道你是这样想的。不过，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那东方雨3棍便击败，面子上岂不是很过不去？哼，跟自己的小命比起来，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呀？哎，对了，阿布大哥，这些人口中一直说的龙宫是什么地方？龙宫，那是金龙殿的圣地，同时也是整个天宗王朝的圣地，真正的天才集中营啊！传说龙宫当中有数之不尽的资源宝物，像修炼功法、武技秘籍，很多在天宗王朝内根本无法得到的东西，在龙宫之中应有尽有。同时，龙宫内也有着大量的顶尖强者，传说中的阴阳虚境强者在那儿都聚集了足足一批。不管是谁，只要进入了龙宫，便会得到整个天宗王朝最好的培养。不过，想去龙宫中修炼，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在天宗王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龙宫圣地，满门妖孽。从这句话中，你就应该明白了，只有真正最顶尖的妖孽、怪物级别的存在，方才有机会前往龙宫当中修炼。像一些所谓的天才，根本就没资格跨入龙宫的门槛。阿布大哥，既然这龙宫门槛这么高，那东方雨应该没资格进龙宫吧？当然没资格。龙宫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首先得得到一位金龙使的推荐，其次还得经历龙宫安排的考验，通过了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龙宫弟子。这2个条件，首先第一个就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了。这朱涛还一直抱怨苦恼，说什么他弟子只是得不到推荐名额。哼，可是实际上他弟子若是真有天赋，根本不用担心没有推荐名额。你看柜台前的火先生，如果那东方雨真是怪物级别的天才，这火先生岂会自始至终看都不看他一眼？要知道，在这青东城的金龙分店内，也就只有他是可以联系到金龙使的。剑无双啊，其实以你的天赋，若是肯努力，今后应当会有进入龙宫的机会。我在青东城的一间客栈内住了3天，3天后，剑无双再次来到了金龙分店。这么多人，剑客，你竟然还真敢来啊！哼，有什么不敢？连我3招都接不了，这样的废物来送死的吧？就算是送死，跟你也没关系。哼，实力虽弱，但脾气倒是不小嘛！啊，小子，等任务开始的时候，别让我找到机会，否则……哎，你就是剑客吧？你是？我叫林天浩，你也可以叫我浩子啊。跟你一样，我也是来完成这次1爪金龙卫任务的。有事啊？当然有事啊！哎，你应该是第1次接受1爪金龙卫任务吧？是，我已经是第3次了。哎呀，
我实力比较弱，前2次接受任务都没有完成，而且还都是死里逃生。这是第3次，若是再无法完成，我今后永远成不了金龙卫了。我现在来找你啊，是想跟你联手，等任务开始的时候，咱们一块行动。联手？哎呀，别考虑了，我知道你。3天前你在这儿跟那个什么东方宇交过手，在东方宇手中连3招都没走过，你的实力跟我差不多嘛。在这次接受任务的人中啊，是最垫底的。都这样了，如果你还选择单独行动，别说完成任务了，那是真的去送死。你说的对，我答应跟你联手。这才对嘛！来，你跟我来，我介绍个靠山给你。靠山？哎，殷老大，啊，这位是剑客兄弟，待会儿跟我们一同行动的。剑客，我知道你，3天前似乎就是在这里，你跟那东方宇交手，却连3招都没有接下。是有这事儿。我叫殷敏，你可以跟耗子一样叫我殷老大。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我混，担保没人敢欺负你。殷老大。哎，剑客兄弟，咱们这次能够有殷老大罩着，那是天大的运气了。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东方宇的关系，不然殷老大恐怕也不会搭理我们。啊？什么意思？你或许还不知道，殷老大跟那个东方宇还是死对头，2个人曾经甚至还厮杀过一场。我就是因为之前打听到了这事儿啊，所以才赶紧找他当靠山。而当他知道我跟东方宇有过节之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至于你，3天前你败在东方宇手中，而且连3招都接不了，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殷老大自然也答应让你跟我们一起了。你跟东方宇有过节？哎呀，只是小事儿。不过啊，我就是看那个东方宇不顺眼。咱们这位殷老大实力很强吗？当然很强，那可是能够跟东方宇正面厮杀而且不落下风的。这次接受1爪金龙卫的任务的人当中啊，除了东方宇之外，估计就属他最强了。哦，是这样啊。那看样子我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大靠山了。时间到了，所有人跟我走。哎，耗子，你之前好歹也接受过2次1爪金龙卫的任务，你可知道他现在要带我们去哪里吗？不知道。金龙殿的任务每次都是不同的，而且像这1爪金龙卫的任务啊，每次都是等到了任务地点才会将具体任务告诉咱们。而现在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着走。那你之前碰到的2次任务是什么呀？抱歉啊，这任务内容我也不能说。为什么呀？这是金龙殿的规矩，任何由金龙殿发布的任务啊，是禁止泄露的。一旦泄露被发现以后啊，立即处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啊，那2次任务都很凶险，我纯粹是运气好，所以2次任务才能够活下来。像当时跟我一同接受任务的那些人啊，每次任务过后都会死掉一大半。到了吗？火慢，你的速度可真够慢的。阴阳虚境是阴阳虚境的超级强者，传说中的存在。是啊，阴阳虚境。金龙使大人，你们既然来了，那我便开始动手了。大人尽管动手便是。这是什么速度？我都看不清。太快了！我虽然因为领悟了疾风剑意的关系，全力迸发起来速度也很快，可跟这位金龙使的速度比起来，仿佛就像蜗牛一般。什么人？此乃我天幻宗宗门之地，来者何人？速速退去！哪位大人降临我天幻宗？天幻宗？哼，好一个天幻宗！胆敢算计我金龙殿的金龙使，今日便是你天幻宗覆灭之日。天幻宗的14位金丹层次强者已经全部诛杀，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是。小家伙们多多努力啊！好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次任务的内容了，都听清楚了。就在你们正前方的峡谷之内，
便是天幻宗的宗门所在。天幻宗在天南行省也算得上是2流宗门，拥有14位金丹强者，化海层次弟子数量更是极多。不过就在刚刚，天幻宗最高层的14位金丹强者已经全部被金龙使大人给诛杀了。好厉害啊！就那么一会儿功夫，14位金丹强者就死了。这也太强了吧！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呀！金丹强者虽然已经伏诛，但天幻宗内还有大量化海层次、灵道层次的弟子们。那些灵道弟子你们不用搭理，但那些在化海层次的弟子当中，有10人手上各带着一枚印有天幻宗特殊标志的乾坤戒。你们要做的便是杀入天幻宗内，从那些化海层次的弟子当中将乾坤戒抢夺过来，交给我。一个人只需交1枚，明白了吗？只需要得到1枚乾坤戒，便算完成任务了。这任务似乎也不是太难啊！我觉得努力还是能行的。是啊，才10枚乾坤戒，这任务比我前2次碰到的任务还要凶险。是很凶险。任务已经告诉你们了，现在你们可以动手了。走，杀过去！上！你们2个待会儿跟紧我，若是自己走丢了，我可护不住你们。好，没问题。一敏，难得看你这般严肃啊。哼，一敏，你还真是什么人都收啊！啊，就这2个人，一个已经是第3次接受这1爪金龙卫任务了，而另一个更是在我手中连3招都走不过的。这样的2个废物，你也敢和他们联手？我跟什么人联手，跟你有什么关系？滚开点！哼，小子，我得提醒你，这次的任务非常的凶险，你可得小心点儿。毕竟像你这样的废物，在这天幻宗内能杀死你的人太多了，说死那可就死了啊！这家伙之前在金龙分店内人多眼杂，我担心太乙人注意会被血雨楼的人盯上，这才故意输给他的。可没想到他还真蹬鼻子上脸了。该死的是金龙殿的人，想覆灭我天幻宗，做你娘的梦！我从小便在天幻宗内长大，天幻宗是我的一切，想要覆灭我天幻宗，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杀光一切来犯之敌！是公门共存亡！你们2个跟紧我！侵入者，杀死他们！这枪法，死！我杀死的这几个人都没有乾坤戒，你们呢？我没有。啊，我也要。我们走。诸位大人，求求你们，救救我天幻宗！外边怎么样了？杀进来了，金龙殿的人已经杀进来了，有很多都是化海圆满层次的强者，而我天幻宗的宗主跟诸多长老，他们都已经被杀。现在我天幻宗内连1位金丹强者都没有了，根本抵挡不住金龙殿的那群化海圆满的强者呀！所以，请诸位大人务必要立即处。大人，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3年前，天幻宗泄露情报，算计了金龙殿的1位金龙使。这事儿本是绝密，可没想到还是被金龙殿查到了。金龙殿的情报能力的确很强，既然已经被查到，这天幻宗是保不住了。而我们若是能不暴露，自然就不要暴露。现在杀到天幻宗来的只是一群化海圆满，如果我没猜错，金龙殿应当将覆灭天幻宗当成了一次依照金龙卫任务。我们就待在这间密室内，
那些刚开始接受金龙卫任务的小家伙们，未必就能够发现这里，却到时候就算真的发现了，金龙殿的那位金龙使，肯定也已经走远了。没有金龙使阻拦，我们要走的话，这群化海圆满的小家伙也根本拦不住我们。只可惜天幻宗被灭，我们手中的棋子又少了一颗。不想死的，给我滚！哼，3名化海圆满，你们2个自己小心了。耗子，剩下那位化海圆满交给我，至于其他人就交给你了。好。就凭你们2个也敢挡我？小心点，这丫头实力很强。哼，再怎么厉害也只是化海圆满，我们2对1，难道还会怕他？杀了他！杀！可笑，滴血神枪！好家伙，这殷敏枪法倒是真不错。哼，看来我也得稍微表现一下才行啊。死！剑客，不错嘛，竟然一个人单独杀死了一位化海圆满。运气好而已。是吗？快看看他们手上有没有乾坤戒。没有，我这儿也没有。啊，看样子咱们的运气还真是差到可以，杀了这么多天幻宗的弟子，甚至还杀死了3位化海圆满，竟然连1枚乾坤戒都没有得到。哪里逃？是乾坤戒，他身上有乾坤戒。动手！什么？第1枚乾坤戒。把戒指交出来！那枚乾坤戒是我们的！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直接杀了他！都给我滚开！什么？怎么想对自己人下手？那枚乾坤戒本该是我们的，只不过半途被你们抢先了而已。识相的，赶紧将乾坤戒交出来，否则……哼，否则又如何？这次任务一共有30余人参加，却仅只有10枚乾坤戒，这就注定了大部分的人都完成不了任务。而我们与你们之间本就是竞争关系，现在这乾坤戒既然落入我的手里，自然便是我的东西。你们想要，尽管动手来抢便是。不过最后鹿死谁手，那就不一定了。哼，我们走。哼，算他们识相，否则以殷大姐的实力，一个人对付3个都不成问题。而我跟剑客兄弟联手对付一个，完全有把握杀死他们当中的1、2个。嘿嘿，一个对付3个，你太看得起我了。这些赶来接金龙卫任务的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要是以1敌2，我还有些把握；以1敌3，那就不太现实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咱们厮杀了这么久，如今总算得到1枚乾坤戒了。而这第1枚乾坤戒归我，接下来若是再得到其他的乾坤戒，并给你们2个，如何？我没意见。我当然赞同啊。那好，我们继续。现在厮杀才刚开始没多久，咱们得到乾坤戒的机会还是有的。好，是他们4个，他们的处境很糟糕啊。这4个家伙运气可真够差的，竟然会被那么多天幻宗的弟子给围杀。殷大姐，剑客，你们快看，那人的右手！乾坤戒！哼，第2枚乾坤戒出现了，我们动手杀过去。先跟那4个人联手，将这些天幻宗弟子斩杀，然后再抢夺乾坤戒。好。又来3个杂碎，杀死他们！杀！是他们。走，趁这些天幻宗的人被他们3个吸引，我们赶紧离开。啊？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以我们4个的实力，再加上他们3个一起联手的话，完全可以将这些天幻宗的弟子全部诛杀，夺下那枚乾坤戒。哼，我们4个跟他们联手，是可以将这些天幻宗弟子全部杀死。可杀死之后呢？难道那枚乾坤戒会有我们的份儿？别忘了，刚刚仅殷敏1个人便同时抽飞了我们4个，
而他身边还有一个剑客跟凌天昊，这两人虽然实力比较垫底，但好歹也是化海圆满，硬拼起来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与其跟他们联手，将乾坤界拱手让给他们，倒不如现在离开，让他们跟这群天幻宗弟子去拼个你死我活，而我们就待在暗中，坐收渔翁之利，等他们厮杀结束后再露面。好主意！以殷敏三人的实力，完全可以跟这群天幻宗弟子拼个两败俱伤，而他们两方最后不管是谁赢了，实力肯定也会大减，到时候我们再出面，绝对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他们。赞同，赞同，赞同。哼，既然都同意了，那我们走吧。混蛋！该死！麻烦大。你们的同伴似乎把你们抛弃了，可怜的家伙，准备受死吧！剑客、耗子，准备拼命吧！5名化海圆满，3名交给我，剩下2名还有那些化海大成、小成的弟子，便交给你们了。 5名化海圆满，全部交给我。什么？一个人想要同时对抗我们5个，找死！杀了他！杀了他！啊！小心！这速度好快啊！小心！小心！该死！逃！我们5个人联手，竟然在短短片刻功夫便被他直接斩杀了3个人。他的剑术实在太快了一点，若是不逃，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哼，逃得掉？不！你可是有乾坤界的，逃了谁也不能逃掉你呀！剑客，剑客！剑客，我爱死你了！啊！哎呀！剑客，你隐藏实力。是。一己之力同时对抗5位化海圆满，且在短短片刻功夫便斩杀其中4位，这份实力，别说是我了，就算是那东方雨都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剑客，你藏得够深呐！看着吧，这殷敏实力虽然很强，但天幻宗弟子一方，光是化海境圆满就有足足5位，还有那么多化海大成、小成的弟子，这阵容足够他们喝一壶的了。这怎么可能？那个剑客他竟然这么强！5位化海圆满呐，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他直接斩杀了4位。这剑客实力强成这样，可在东方雨手中连3招都走不了，开什么玩笑？如果说东方雨在他手中走不过3招，那我才相信。哎，还好我们之前没有跟他们彻底撕破脸皮，没有跟他们真正动起手来，否则……走，我们赶紧走！在这次任务彻底结束之前，咱们都要想方设法避开这3人。毕竟我们刚刚算计了他们一次，很可能被他们惦记上了。若是再见面，他们3个怕是会对我们直接动手。赶紧走！你们看，是他们，是东方雨他们过来了，正好跟剑客他们遇上了。是东方雨，东方雨，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殷敏，跟在你身边的那2个废物，到现在竟然还活着，你们运气不错嘛。废话不多说，殷敏，你们到这天幻宗也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乾坤界应当也有得到吧？乾坤界？哼，乾坤界就在这儿，想要直接来抢便是。还真有啊，不过也只得到1枚罢了。2个废物，算你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好靠山。不过那乾坤界一共才10枚，就连我现在也才得到1枚罢了。凭你们2个也想得到？这东方雨什么眼神啊？他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咱们的剑客兄弟已经得到了第2枚乾坤界。他竟然没有出手找我们的麻烦，失算了。早知道我就将这枚乾坤界交给耗子你了。那东方雨若是知晓乾坤界在你手上，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出手抢夺。耗子，这第2枚乾坤界给你吧。哎，剑客，你这是？我需要2位帮我一个忙。什么忙？
看到这间阁楼没有？我想在这阁楼里单独修炼一会儿，期间不想让任何人打扰，所以我需要2位替我把守。修炼？在这个关头修炼？难道你有所突破？是。还真是啊。我需要一段时间用作修炼，这段时间要多久我也不清楚，说不定等我修炼完毕，这任务已经彻底结束了。所以这第2枚乾坤戒自然是给耗子你，毕竟你是最后一次接受金龙卫的任务了，要是失败了，今后一辈子都无法成为金龙卫了。是这样？那就多谢了啊！放心，我会跟殷大姐好好守在这里，不会让任何人打搅到你的。好。难道是忽然有所领悟，要突破了？突破达到金丹？不管他去干什么，总之从现在开始，我们若是碰到他们3个，立即掉头离开。别人是灵力化海，而我却是极致灵海。我刚突破化海，体内的灵力竟一下多出这么多，感觉上怕是比寻常的化海武者要多出足足10倍了。一突破达到极致灵海，虽然在今后第2阶段跟第3阶段，我的灵力爆发都不会得到提升了，但光是我现在，我的灵力爆发估摸着，应当就能够媲美金丹强者。上边的喊杀声已经越来越弱了，看来天幻宗内的这场厮杀，应当也接近尾声了。哎，没想到这天幻宗地底竟然还隐藏着一间密室，不知这密室当中都有些什么呀？我们的存在已经暴露，既然如此，那就无需再躲着，跟着我直接杀出去，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我。已经过去2个时辰了，这天幻宗的强者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已经没多少了。10枚乾坤戒我们得到了3枚，而其他的7枚恐怕也已经被其他人得到。这2枚乾坤戒，金丹，是金丹强者！天幻宗内竟然还有一位金丹强者！当我者死！赶紧走！你们是血雨楼的人，知道就好。我血雨楼无意跟金龙殿为敌，今日金龙殿要覆灭的是天幻宗，跟我血雨楼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碰巧赶上了而已。既然如此，那便请你们现在立即离开。另外，不得对这群刚刚接受金龙卫任务的小家伙出手，否则……放心，我们只想离开，只要他们不阻碍我们，我们自然不会出手。我们走，谁敢阻拦的，杀无赦。是。那个是金丹强者，1名金丹，8位化海大成，他们朝这个方向过来了，咱们赶紧退开。剑客，快走！血雨楼，是他，是剑客。这个废物，他要做什么？难道被吓傻了不成？那9名黑袍人，8位化海圆满，还有1位更是金丹强者。碰到这种阵容，他还不快退开？哼，真是找死啊！杀了他！剑客，快退啊！退！哼，不可能！之前的金龙分店人多眼杂，不宜太引人注目，但是现在却是在执行金龙卫任务当中。金龙卫发布的任务内容过程都是绝密，没人敢说的。在这里，我可不担心暴露实力引人注意。你是谁？我名剑客。我只想安然离开这儿，没想过要阻碍你们的任务。而且我也不是天幻宗的人，不在你的任务范畴之内。跟金龙殿任务没有关系。从我看到你们的第一眼，你们的所有人，包括你，就已经是死人了。那就看看到底是谁先死吧。去死吧！哼，笑话，就是这一剑。疾风剑意，已经掌握一丝疾风剑意，而且还领悟极深。这一剑速度太快了。这小子明明还没有达到先天金丹，可他的灵力爆发却丝毫不比我弱。
更重要的是他的剑术太快太强了。剑意，对，他已经领悟了一丝剑意。逃！你逃得掉吗？什么？果然，领悟疾风剑意的武者是最擅长速度的。死去吧！这一剑比刚刚那一剑竟然还要更快更强。剑客，他竟然杀死了一位金丹强者，一剑直接诛杀8名化海圆满。现在就连金丹层次的强者竟然也被他斩杀，这名金丹强者甚至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他真的是剑客？那个在东方羽手中连3招都没有走过的剑客？这等连先天金丹都可以轻易灭杀的强者，会在东方羽手中连3招都走不过？我不信！啊，怎么可能？将乾坤戒交给我，否则死。乾坤戒被剑客夺走1枚，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够完成任务的名额只剩下2个。嘿嘿嘿嘿，剑客兄弟，先天金丹啊！一位货真价实的金丹强者，就这么简单的被你斩杀了？厉害，太厉害了！剑客，你的确很了不起。对了，你的实力一下提升了这么多，是因为你突破了的关系吧？哼，走吧，咱们该离开了。那乾坤戒，放心吧，我刚刚弄到了1枚戒指。好，我刚刚找上了东方羽，从他手中抢了1枚戒指过来。哎，剑客兄弟，你去找东方羽了？以你的实力，那东方羽怕是连跟你对抗的勇气都没有，肯定第一时间便将乾坤戒给你。哼，我现在还真是好奇东方羽当时的脸色到底有多难看。肯定非常难看。剑客是剑客，明明只有化海之境，却能轻易诛杀先天金丹强者，太厉害了！小家伙不错呀。谢大人夸奖。你先跟他们一样，在这儿等候一会儿吧。到最后活着的还有15个，还算不错。 30余名化海圆满接受这次任务，到最后活下来的却只有15个，也就是说，有过半人死在任务当中。而死去这些人当中，固然有被天幻宗弟子给灭杀的，可被自己人杀死的恐怕也不会少。这是你们的金龙戒，从今天开始，你们便是金龙卫中的一员了。给你们的金龙戒上有着爪痕，代表着的是你们金龙卫的级别。像现在你们得到的金龙戒当中，只有1道爪痕，代表的便是1爪金龙卫，而2爪金龙卫便是2道爪痕。有了这枚乾坤戒，今后携带东西就方便多了。你们刚经历任务，现在应当都处于疲惫状态，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一同返回青东城。小家伙，你跟我来。小家伙，你藏的倒是挺深呢。3天前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你跟那东方羽交手，连3招都没走过，演的一场好戏，就连我都没发现丝毫破绽。如果我没猜错，你跟那血雨楼应当有些恩怨才对吧？看来我说对了。凡事有因必有果，你在金龙殿分殿内舍弃自己的颜面，不要3招便败给东方羽，肯定有原因。而在看到你这次任务中对血雨楼的人出手，将他们全部斩杀，我便猜得出你跟血雨楼肯定是有恩怨的，而且恩怨还不小。的确，我跟血雨楼是有仇怨的，而且还是不死不休那种。不死不休？血雨楼是天宗王朝第1杀手组织，行事歹毒又无比极端。
在天宗王朝内，跟血雨楼不死不休的人太多太多了。而天南行省虽然不是血雨楼主要经营的行省，可血雨楼暗中隐藏的力量依旧不容小视。你若是被血雨楼盯上，麻烦恐怕不小啊。不过你放心，我金龙殿的善后能力一直不错，这次任务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泄露出去的，所以虽然你在这次任务途中杀死几位血雨楼强者，但并不需要担心会被血雨楼的人给盯上。我知道。小家伙，你应当听说过龙宫吧？当然知道了。既然知道，那就简单多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去龙宫当中修炼？去龙宫修炼？我可以去龙宫吗？是否能够真正进入龙宫当中修炼，我也没有把握。不过凭你刚刚在天幻宗内的表现来看，一个化海境仅仅2剑便轻易灭杀一位金丹小城顶峰强者，这般战绩堪称不可思议，而你也绝对称得上是怪物。进入龙宫的机会应当不小，所以你若是愿意的话，等回到青东城之后，我会请一位金龙使大人亲自过来验证你的实力。只要能够得到那位金龙使大人的认同，得到他的推荐名额，那就有机会真正踏入龙宫修炼了。所以我现在问你，愿不愿意去进入龙宫修炼？愿意啊，当然愿意了。愿意就行。回到青东城之后，我会立即替你安排的。另外，你最终若是没有进入龙宫也就罢了，一旦进入了龙宫，成为龙宫弟子，那对血雨楼大可不用太在意。龙宫对宫内天才弟子的保护可是无比严密的，就算是血雨楼也很难找到出手的机会，且就算有机会，他们也不敢对龙宫弟子下手的。剑客兄弟，那位火大人都跟你说什么了呀？他问我要不要加入龙宫。加入龙宫？龙宫？哼，就算有这火先生给他搭线又如何？那推荐名额可是只有金龙使才能有，又不是在这火先生身上。何况就算拥有推荐名额，那也未必就能够如愿以偿的进入龙宫当中的。都听清楚了，我金龙殿发布的任务一向都是绝密。你们虽然参与了这次任务，但这次任务当中发生的一切，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你们都务必保证一字都不得吐露。若是将任务泄露出来，一旦被查出来，不管是谁，一律格杀。好了，出发回青东城吧。小家伙，跟我去见金龙使大人吧。好。哎呀，剑客兄弟，这次我可得多谢你了啊！你先跟着火大人去见金龙使吧，等见完回来，咱们可得好好喝一杯。我跟耗子在城内天仙居准备好好酒等你。没问题，金龙使大人。火曼，这便是你所说的有机会进入龙宫修炼的小家伙？是的，他叫剑客。剑客，化名吧。小家伙，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如风。至于职位嘛，你知道，是金龙殿的金龙使。刚刚火曼已经跟我说起过你了，他对你的评价很高。不过龙宫的推荐名额却在我的手上，所以你想要去龙宫修炼，必须得展露出让我满意的天赋才行。我明白。那好，现在我来当你对手，把你的全力施展出来。记住，你的机会并不多。是。
金龙使大人，我出手了。尽管出手便是。无名剑术，杀剑士。哦，竟然是虚剑术。这能够将虚剑术第二式施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你在这剑术当中融入了疾风剑意，且对疾风剑意的感悟还挺高。不错，的确不错。可惜我手里没有适合大地剑意的剑术，不然的话。金龙使大人，这小家伙如何？对疾风剑道上的感悟还不错。小家伙，你今年多大了？17岁。才17岁？好啊，才17岁，对疾风剑道上的感悟便有如此之高，的确不错。小家伙，这2天你好好准备一下，2天之后跟我一同前去龙宫。多谢金龙使大人。不用客气，你若是真能成为龙宫弟子，对我也有好处。去吧。如何了？金龙使的推荐名额我得到了，不过能否真正进入龙宫还不确定。你剑客兄弟，你的实力啊，绝对可以进入龙宫的。金龙使地位崇高，对那龙宫知晓的肯定也很多，而且金龙使推荐的名额应当也不多，每一个都非常难得。那位金龙使竟然愿意将推荐名额交给你，这就说明他认为你可以通过龙宫考验。那这样说来，剑客兄弟进入龙宫修炼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哎呦，来，咱们干杯，干杯，好好庆祝一下。小家伙，若是准备好了，那便出发吧。抓住我的手。这便是踏空而行吗？这里便是龙宫吗？叶大人，2位公主在哪儿？2位公主大人现在都在龙门那儿。哦，在龙门？莫非是有哪位绝世天才在闯龙门，竟然能够将2位公主都吸引过去了？是有人在闯，而且还是一位新人，不过天赋非常逆天，据说现在已经闯过第6层了。什么？第6层？你们去吧，我自己去找2位公主。是。叶大人，刚刚那些军士都是金丹强者。是，而且都是金丹顶峰。这些金色战甲军士便是天宗王朝赫赫有名的护龙军，是专门护卫皇城以及一些重地的，乃是天宗王朝最精锐最强横的一支军队，战力惊人。这护龙军的每一位军士最低要求都是金丹顶峰。什么？小子，我听火漫说过，你跟那血雨楼有极大的仇怨，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是。只要你能够通过龙宫的考验，真正的成为龙宫弟子，那血雨楼你就不用担心了。龙宫的所在便是护龙军营地之内，强者如云，就算血雨楼倾巢而出，也不可能在龙宫内杀你。叶大人，刚刚那名军士所说的龙门，莫非便是龙门的考验之地？你脑筋转的倒是快，的确，鲤鱼跃龙门，寓意一飞冲天。任何想要进入龙宫修炼的弟子，都得经过闯龙门这一关，这也是龙宫针对你们的考验。龙宫内的考验很独特，不针对灵力修为，也不针对武技招式，它所针对的只有一种，那便是对于天地意境的感悟。龙门共有13层，从第1层开始，都需要对天地意境有一定感悟，感悟越高，就能闯得更高更远。而一般情况之下，闯过第3层，便是进入龙宫的最低门槛。之前我看你施展剑术，对疾风剑道颇有感悟，这般感悟，闯过第3层，应当有极大把握，所以我才将推荐名额给你的。我对疾风剑道的感悟，只是有极大的把握闯过第3层。到了，这里就是龙门。见过黑白2位公主。叶如风，你带着小家伙来闯龙门？是。稍等一会儿吧，现在龙门当中有人在闯。第7层闯过去了。
叶大人，闯过第7层很了不起吗？了不起，当然了不起。我刚刚跟你说过，闯龙门靠的完全是对天地意境的感悟。像你在疾风剑道上的感悟虽然不错，但估摸着也就能够闯过第3层罢了。若是去闯第4层，能否闯过就很难说了。而第7层是一个巨大的坎儿，一般需要对天地意境的感悟达到可以跟阴阳虚境强者相媲美的程度才可以闯过去。也就是说，闯过了第7层，说明这人对天地意境的感悟已经不亚于阴阳虚境的强者了。闯过第7层便如此了得，那第8层？第8层，怪不得连龙宫的2位公主大人都被惊动了，原来是出现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新人，还未进入龙宫修炼，便能够闯过龙门第8层。这以后要是在龙门当中修炼，进步估计会更大，将来的成就也会更加惊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绝世妖孽呀！这人感觉有点冷。小家伙，欢迎加入龙宫。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杨在轩，今年21。21岁？才21岁，这天地意境的感悟竟然这么高，都闯过龙门第8层了。是啊，我龙宫现在最耀眼那位天才，也只是闯过第8层而已啊。是啊，厉害啊！看来这下子龙宫要变得热闹起来了。那必须的。那白城也总算是有对手了。是啊，够他们喝一壶的了。来的呀！哎呀，这个杨在轩了不起呀！叶如风，现在可以让你带来的小家伙去闯龙门了。小家伙，你去吧，记住了啊，尽你可能去闯，闯得越高越好。是。第1层，我碰到的对手虽然符法非常了得，却连一丝天道意境都不曾领悟，击败他倒是轻松啊。第4层，虚剑术。这可真巧啊！这虚剑术我也懂得施展，而且我领悟的刚好也是疾风剑意。什么？在疾风剑道的领悟上比我还要高出一筹？杀剑士。没用的，这龙门真正考验的是对天地意境的感悟，至于武技剑术可没什么大用。你会杀剑士，我同样也会。哼，小家伙，放弃吧，你对疾风剑道的领悟还太弱，不具备闯过这第4层的资格。哼，是，那你再看看这一剑。啊，这是大地剑意。大地剑意，疾风剑意，运用转化的这般成熟。龙门第4层闯过了。闯过第4层还算不错，达到了进入龙宫的要求。不过跟那个杨在轩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了。杨在轩那层次的天才何等了得呀，出1个就不错了，想要1天之内出2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剑客，年纪17岁。17岁？17？不错，看来我龙宫又多出1位天才来了。17岁便能够闯过龙门的第4层，已经很难得了。在我龙宫诸多弟子当中，起码也能够排进中上。叶如风，你给我龙宫带来了1位不错的弟子吗？啊，这是应该的。杨在轩、剑客，从今天开始，你们2个便是我龙宫弟子了。恭喜你们，成为我天宗王朝诸多怪物当中的一员。走吧，我现在便带你们在龙宫内好好逛逛。白发如雪，最强妖孽白城，龙宫第一。是他，他居然来了！他竟然来了！
他就是白城。龙宫第一。听说今日有人闯过了龙门的第8层，还是一个新人，我特意来瞧瞧。白公主，眼前这2位不知是谁闯过了第8层？这是剑客，今年17岁，闯过了第4层。哦，第4层在龙宫诸多弟子当中绝对是最垫底的，不过年纪倒是极轻，不出意外，20岁之前应当就能闯过第7层了，将来估摸着能达到夜惊龙使的地步吧。在天宗王朝，勉强也算是一名强者了。这位是杨在轩，就是他闯过了第8层，而且今年也才21岁。21岁便能闯过龙门第8层，你前途无量。在整个龙宫除了我之外，恐怕也没人能凌驾于你之上了。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凌驾于我之上？白公主，现在这龙门内应当没人吧？没人。那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闯闯看了，这次便试试。竟然闯过了第9层，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龙宫第一呀！太厉害了！那杨在轩虽然了得，但毕竟也只是个新人嘛，还太年轻，跟白城还是没法比啊。就是，原以为出了一个杨在轩，有资格给白城当对手，现在看来还是不够啊。是啊，新人，今后多多努力吧。哼，还真的很狂啊。杨在轩，你觉得如何呀？什么如何？我看着白城挺不爽的，难道你就不想将来把他踩在脚下吗？将他踩在脚下？哼，就他这样的货色，不用1年，他连当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一个个都狂的可以啊，也对，都是难得一见的绝世妖孽，心底有些傲气也正常。而且这2个人的实力也的确了得。那白城断言，我今后顶多就能成为跟叶如风一样的金龙使，哼，那就看着吧。好了，都散了吧。杨在轩、剑客，你们2个跟我来。龙宫是修炼圣地，你们2个能够进入龙宫，就已经说明你们的天赋。而现在我龙宫当中的弟子，不算你们2个的话，一共有238位。这238位弟子当中，闯过龙门第8层的就只有1位，便是白城。不过现在他已经闯过第9层了。闯过第7层的有16位，闯过第6层的有67位，闯过第5层的有141位，剩下的13位都闯过了第4层。238位弟子，停留在第4层的仅仅只有13位，其他都是闯过第5层甚至更上的。看来那白城说的倒也没错，我现在在龙宫当中的确算是最垫底的。这龙宫的天才还真是多呀，不过对我来说，天才越多越好。龙宫被称之为修炼圣地，绝非浪得虚名。地火上风4殿，天地秘境秘阁，这是我龙宫3宝，对龙宫弟子的帮助极大。至于这3宝的好处，你们今后慢慢会了解的。除此之外，还有龙门、天宫2大试炼之地。龙门你们刚才尝试过了，那是检测龙宫弟子进步速度的最佳试炼之地，可以准确地检测出这些弟子在天地意境上的感悟。至于天宫，那检测的便是整体实力了。天宫平日里没人去闯，只有实力达到一定层次的龙宫弟子准备从龙宫离开时才会去闯天宫。每一位龙宫弟子都会拥有单独的房屋，你们俩的房间就在这间庄园内。王胖子，
来！从今天开始，他们两个也跟你们住一座庄园里了。你带他们好好熟悉下龙宫的环境。哎呀，没问题。这是你们两个的弟子信物，信物当中有一组数字，那是你们的积分。在龙宫，积分非常重要，很多龙宫当中的资源都需要积分兑换的。2000积分，我才2000积分，他却是6000积分，是我的3倍。难不成跟闯过龙门的层次有关吗？小家伙们多多努力了，希望很多年后，从我龙宫当中又能走出2位巅峰存在。我叫王源啊，我旁边这小丫头叫苏柔。剑客，杨在轩。剑客杨在轩，哎呀，你们两个一来啊，咱们这间庄园可算是住满了。来，初次见面，赶紧的，咱们4个先好好喝一杯。剑客杨在轩啊，咱们今后啊可都是住在一个庄园里的了，最少都得住个几年，一直叫名字太见外了，不如咱们就按照年龄顺序以兄妹相称吧。我应该是所有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所以我老大啊。杨在轩，你的年纪只比我小一点，你排老2。剑客，你就第3了。至于苏柔嘛，那就是咱们4位了，怎么样？啊？可以。既然都不反对，那就这么定了。从今天起，咱们便是4兄妹了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哎，老2、老3，你们两个刚来龙宫，我带你们先到处逛一圈，顺便也将龙宫的一些宝地一一告诉你们。好。啊，看，这里便是地火水风4殿的所在了。这地火水风4殿啊，是龙宫弟子去的最多的地方啊。所谓的地火水风啊，代表的其实就是4种天地意境：大地意境、烈火意境、滴水意境、疾风意境。4殿，每一个殿当中啊，都有着足足6位殿主。这6位殿主，那都是冠绝天下的顶尖强者。他们在对应天地意境的感悟上呢，都造诣极高。龙宫的弟子之所以最常去这4殿，就是因为这4殿的那些殿主们会经常在殿内授课，经常演练一些武技，指点一些弟子。哎，像你们两个，若是在天地意境的感悟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大可以去找这些殿主，经过这些殿主的指点啊，说不定就能够茅塞顿开了。啊，现在你们来到的便是天地秘境。天地秘境很独特，对天地意境的感悟帮助更是极大。不过要进入这天地秘境是有条件的，进入一次就得消耗1000积分，且一次只能在其中待1个时辰。虽然只是1个时辰，但担保你们受益匪浅。而且因为你们刚进入龙宫，还是新人，所以每个人拥有3次免费进入的机会，不需要消耗积分的。还有这事儿？怎么样？你们两个要不要进去试试啊？当然了，老2，你先吧。老2，别打扰他，他现在还处于领悟当中了。老3，现在该你了。1个时辰，这么快就到了。哎，如何？很好，很不错。在天地秘境当中待上1个时辰，比得上我苦修1个月。虚剑术施展出第3式疾风剑意、大地剑意，进步都极大。我跟你一样，进步也很大。这可是龙宫3宝之一，且进入一次代价那么大，收获当然不小。你们2个人每人都可以免费进入3次，现在已经用过1次了，接下来2次可得好好珍惜了。走，我再带你们去看龙宫的最后一宝。这阁楼便是龙宫3宝当中最重要的秘阁。秘阁当中呢，有无数珍宝秘籍，不过这些东西啊，都需要用积分去兑换。你们进去看看吧。虚剑术，找到了。虚剑术，天宗王朝公认的第1剑诀，适合领悟疾风剑意的武者修习，共分为9式，1式比1式强。虚剑术前3式200积分，虚剑术中3式2000积分，
需剑术后3式无，果然只有中3式，没有后3式。光是中3式也需要2000积分兑换。不急，再看看其他剑诀。这3门剑诀虽然各有各的优势，但感觉上虚无剑波优势似乎要更大些，且对我也比较合适，只是兑换的价格却贵了点。管他呢，反正其他2门剑诀我一样兑换不起，就先不兑换了。等过段时间想办法弄到更多积分了，再来兑换也不迟。秘阁当中的宝物如何？很丰富。我曾经也去过一方强大宗门的宝库中看过，可跟这秘阁却根本没法比。那必须的，这可是龙宫的秘阁，岂是天宗王朝那些所谓的宗门宝库能相比的？而且咱们这些龙宫弟子只要有足够的积分，便可以兑换其中的宝物。王源老大，这积分如何得到啊？这积分嘛，得到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一一跟你们说。第一种便是闯龙门，龙门一共有13层，从最基础的第3层开始，每闯过1层都能够获得1000积分，而到了第9层啊，闯过1层就会获得2000积分。老二老三，我听你们说了，你们一个闯过了第8层，一个闯过了第4层，那么老二你可以得到的积分呢，便是5000积分，老三则是1000积分。不过作为新人，一开始都会免费拥有1000积分的，所以你们的积分一个是6000，一个是2000。第二种方法呢，是完成任务。龙宫是有历练任务的，这任务啊多种多样，有困难的，也有比较简单的。完成这些任务后，根据难易程度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至于这第3种方法是积分战。积分战其实就是赌战。龙门弟子有足足200多位，实力有强有弱，且因为个个都是天才妖孽的关系，心里难免都有消息，这就导致龙宫内经常会出现弟子之间的对决争夺。既然有对决，那就有赌战，至于赌多少积分，是由2个人自己决定的。是这样啊。说到积分战，老三，你可得小心了。怎么了？我刚刚也说了，在龙门想要得到积分的方式就刚刚3种。第一种，闯龙门，很多弟子都是过了很久才去闯一次龙门，且未必闯得过去，得到的积分也不多。第二种呢，完成任务，那些任务只有极困难的积分才高，但那些任务对于龙宫弟子来说都是生死历练，非常危险。只有第3种方式，也就是积分战的方式，最简单不过了，只需找一个比你弱的人挑战，约定好赌战的积分便行了。不过那些在龙宫待了一段时间的弟子对其他弟子的底细大多非常了解，不会轻易接战。可你跟老二不同啊，你们2个都是新人。你是说其他的龙宫弟子会来挑战我？不错，柿子得挑软的捏。你刚进入龙宫，还没来得及利用龙宫资源宝物好好去提升实力呢。这个时候那些龙宫弟子不将你当成软柿子才怪，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跟你赌战的。当然老二也是新人，不过他是怪物中的怪物，刚进来便闯过了龙门第8层，谁敢挑战他呀？前面就到演武场了。龙宫的弟子呢，有很多都聚集在那儿，一般有积分战也是在那里举行的。老三，你可得记住我刚才说的话，若是有谁敢来挑战你，你直接拒绝或者不用搭理他们，他们也奈何不了你的。拒绝？我为什么要拒绝？老三，你可别莽撞啊！那积分来之不易，你可别一时冲动就把你的2000积分给丢了。放心吧，我有分寸的。新人，听说今天龙宫来了2位新弟子，便是那2位吧？那个气血冷漠的男子是杨在轩，刚进入龙宫便闯过龙门第8层，简直不可思议，绝对是跟白城同一个级别的怪物。这杨在轩太妖孽了，咱们是比不了啊。不过另一人好像是叫剑客吧，听说他仅仅闯过了第4层。第4层
在龙宫当中是最垫底的呀。闯过第4层得到1000积分，且因为是新人的关系，无偿送1000积分，也就是说，他现在拥有2000积分。哼，看样子我还真是香饽饽呀。剑客是吧？我叫张涛，听说你闯过了龙门第4层，刚好我也只闯过第4层，如何？有没有胆量跟我公平一战啊？该死，让人抢先了！嘿，这张涛速度还挺快啊！哼，希望那新人先不要应战吧。就是，张涛，你虽然也只闯过第4层，可你1年前就闯过去了。这1年你实力进步也极大，距离冲击第5层都很近了。你好意思跟我兄弟公平一战啊？老三，不用搭理他。怎么怕了不成？能够成为龙宫弟子，你也是一位天才，莫非连这点胆量跟骨气都没有吗？啊？哼，张涛是吧？你也不用激我，这一战我接了。说吧，你要赌多少积分？痛快！我知道你身上应该有2000积分，我也不全赌，就赌1500积分，给你留500积分，去秘阁当中随一门普通殿的秘籍，如何？1500积分，张涛，你胃口未免也太大了点吧？就是啊，一共才2000积分，你一个人就要1500积分，未免太多了吧？是啊，太不要脸了。是啊，1500积分的确多了点。这样吧，我跟你赌1000积分。好，1000积分就1000积分。哼，小心了。好快，拜吧。哼，可笑。是虚剑术，还是第3式？千里一线，竟然能够施展出这一招来。虚剑术又如何？什么？这是大地剑意！哇，输了！张涛竟然输了！哼，我之前闯过龙门，仗着疾风剑意跟大地剑意的完美转化，跟那第5层的守关者大战了很久方才落败的。而经过天地秘境1个时辰的参悟之后，我对这2大剑意的感悟更是大幅提升了。现在的我，闯过第5关的把握极大，而这张涛，距离冲击第5层毕竟还差上一筹，击败他很正常，甚至我都没出全力。不知还有哪位想要与我一战的吗？我来。赌战依然是1000积分。好，来吧。差一点啊！如果他的烈火刀意感悟再高一点，就不至于被剑客压制的，取胜的机会也会很大。是啊，就差一点儿，这剑客也就比他略微强上一点点而已啊。接连3场，竟然都是险之又险的胜了，这也太巧了吧！这剑客莫非是在隐藏实力啊？不可能吧？对呀，毕竟他只是一个新人啊。我看也是。林峰，林峰出面了！林峰大哥，林峰，你已经闯过第5层了，你也好意思出手挑战一个新人啊？你这位叫剑客的兄弟，应当也具备闯过第5层的实力吧？我挑战他，有何不可？当然可以了。哼，赌战还是1000积分。可以，小心了。滴水一景，给我破！滴水一景，这便是滴水一景，终归是缺少一枚大地剑意的剑诀啊，否则我跟着林峰交手也不至于这么狼狈。被压制了，这剑客终于被彻底压制了，他要败了，他要败了。败也很正常，林峰毕竟是闯过第5层的嘛。什么？怎么回事？啊！败了？怎么败的？这！力量，是力量。刚刚那一剑，他的力量突兀暴增，以至于剑术未能也大涨，直接撕裂一切。还有谁想跟我一战的？龙宫弟子众多，天才无数，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再上场跟我赌战呢？还是说看到我只是一个新人，不好意思出手跟我交手？这样吧，你们当中只要是闯过第5层的，都可以尽情来挑战我，我来者不拒。至于赌注，都是1000积分。来者不拒？哼，这剑客好猖狂，竟然敢说来者不拒，分明是看不起我们这群闯过第5层的弟子。我来跟你一战，我排队。是力量，
这剑客的力量太强了，远比化海圆满的要强得多呀！明明也只是个化海，可力量竟然强上这么多。他都连续对战11场了，怎么我感觉到他的灵力气息依旧没有丝毫的减弱啊？难道他跟人对决都不需要消耗灵力的吗？我怀疑他嗑药了。可还有谁要跟我积分战的？没人了吗？这里很热闹吗？啊，南宫杰，他不是一直在闭关吗？这下有意思了，看好戏吧。我刚出关就听说今天龙宫来了个新人，却放出话来说，只要是闯过第5层的都可以挑战他，来者不拒。这口气倒不是一般的大呀。南宫杰，我兄弟是说过那样的话，不过也只是针对化海层次的龙宫弟子所说的。而你，一个在半年前就已经突破的先天金丹，来这儿凑什么热闹啊？我可不知道你兄弟说出那句话时有区分化海和金丹。他说的所有闯过了第5层的龙宫弟子，我也只闯过第5层，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再者，你这位兄弟对天地意境的感悟明明一般，可却接连击败这么多位闯过第5层的龙宫弟子，靠的不就是他力量比其他人要强上一大截吗？我估计啊，他全力爆发下，力量也不会比一位先天金丹弱上多少。我来挑战他，也不算欺负他。就是，这剑客不也就仗着力量比化海圆满要强上一筹，才能接连击败这么多弟子吗？怎么现在碰到一个力量更强的，就想打退堂鼓不成？是啊，是啊，就是。你，王元老大，你不用说了。我既然说过，所有闯过第5层的弟子都可以来挑战我，就绝不反悔。南宫杰，我答应跟你赌战，不过赌注依旧只是1000积分。1000积分，好，我出手。好快！三，没事吧？没事。南宫杰，切磋而已，点到即止，可你下手未免太重了点儿。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失手。混蛋！老三，要不要我出手？不用，这一战我输了，1000积分我现在给你。剑客，想不想跟我再战一场？南宫杰，你可别太过分了。别误会，我是打算跟他继续积分战，不过这次却可以换个条件，比如只要你能接下我3剑而不败，便算你赢，如何？接下3剑就算赢？这南宫杰打算做什么呀？接下他3剑便算赢？若是我接战的话，你打算赌多少积分呢？积分的话，1000积分太少了。我看你刚刚接连赢下那么多场对决，现在手头积分应当挺多的吧？这样吧，我手头现在拥有的积分，加上刚刚从你那儿赢下的1000，一共是7000积分。咱们就赌这7000积分，如何？7000积分？多少？这南宫杰好大的自信啊！如此不公平的对决，他竟然还要赌7000积分，哪来的勇气啊？7000积分？哼，抱歉，我没兴趣。什么？啊！拒绝了？这剑客竟然拒绝了！摆明了就是送积分嘛！剑客居然还拒绝，他傻子呀，脑子瓦特了！哼，你才是傻子呢！那南宫杰敢用7000积分跟剑客赌，难道会没有什么做依仗啊？依我看，这剑客接战才是真的愚蠢的。对，这南宫杰摆明是对自己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7000积分啊！是啊，哼，想给我下套，从我手中得到更多的积分。他在剑意上的领悟极高，远比我高很多，而且他绝对有实力冲击第6层。这小子竟然拒绝了，竟然没有落入我的陷阱，难不成他看出我刚刚故意隐藏了实力？还是说他生性谨慎，不敢一次性用7000积分来跟我赌？南宫杰，你要是真想跟我赌战的话，也可以。不过今日我接连对决了这么多次，
灵力消耗巨大，而且现在手腕也有点伤，已经没有什么再战之力了。所以这一战咱们可以推到以后，比如3个月以后。3个月后？当然了，3个月以后，我也不可能只接下你这3剑便算赢，而是跟你公平一战，靠实力跟你一决胜负。而且到时候不管你要赌多少积分，我都接受。怎么样？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啊！这剑客脑子瓦特了！3个月后跟南宫杰正面公平一战，积分还是南宫杰定？难不成他以为他3个月之后就可以击败南宫杰了？疯了！这小子绝对疯了！疯子是啊。今日之事，在场可有这么多人看着的，都可以作证。剑客，3个月后我再来找你。这小子，他根本不知道我刚刚跟他对战，实力仅仅施展了1星半点，而我对剑意的感悟根本没彻底发挥，我的底牌也不曾暴露。即便如此，我都轻易击败了他。3个月后，跟我一战。来吧，来吧，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不过到时候要赌的可就不仅仅是7000积分了。老三，你真的要在3个月后跟那南宫杰赌战啊？都已经是说出去的话了，总不能收回吧？可那南宫杰他的实力很强啊。我看得出，那南宫杰有能力闯过第6层。我也看得出，放心吧，我既然敢跟他赌战，自然有把握的。3个月后，一切都会见分晓的。这到第6式了吧？他兑换那枚剑诀后，仅仅只是钻研了1个时辰，随后便能直接演练出第6式来。就算他对大地剑意的感悟很高，也不至于如此顺畅的演练出来啊！剑道天才，老三在剑道上的天赋非同一般。何止非同一般，简直就是妖孽啊！如此高深的剑诀，换成一般的剑道天才，没有个几天时间，休想将前几式剑招掌握啊！这无需剑波，不愧是价值5000积分的剑诀，每一招每一式都无比精妙强横，更是将我对大地剑意的感悟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了，我对大地剑意的感悟还低，竭尽全力，现在也只能施展出第6式了。至于那第7式，感觉还是差点。不急，路毕竟是一步步走的。不愧是在龙宫授课的店主啊，虽然没有散发出什么气息来，可他给我的感觉似乎比叶如风还要强很多。原来是这样，难怪这4殿被称为龙宫3宝之一呢。听这些店主讲课，帮助太大了。我之前靠自己独自修炼，很多东西不通也没地方问，而现在在龙宫里，任何修炼条件资源都应有尽有。接下来就看我能走到哪一步了。不行，这一剑还是差得太远了。虚剑术的第4式我已经完美掌握了，可这第5式明显不对啊！不愧是被誉为天宗王朝第一剑诀，那前3式就已经非常深奥了，而这中3式更是深奥无比。也不知那后3式会如何呀？老三，老三，怎么了？我告诉你件事儿，就在刚刚，那南宫杰去闯龙门了。哦，哎，他闯过第几层了？第6层。我跟老2还有老4是看着他去闯的，他闯过第6层用的时间都不足半刻钟。随后又去闯了第7层，且在第7层待了很长时间，方才下来。3个月前，我便看出他有实力闯过第6层，可他一直不去闯，偏偏等到今天，即将要跟你对战了才去，显然是故意的。他怕你反悔。龙门的第6层到第7层是一个坎，第7层的守关者实力比第6层要强得多。他能够在第7层跟那守关者对战那么久，
也充分证明了他的实力。那南宫杰对剑意的领悟，在闯过第6层的诸多龙宫弟子当中，也绝对是最顶尖的。老三，你打算怎么办啊？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便是。你倒是看得开啊！王源老大、老三、老四，你们3个先聊着，我再去那天地秘境走一趟。老三他现在去天地秘境，应当是感到压力了。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没什么把握对付那南宫杰。哼，希望那南宫杰提出的赌战积分别太过分，不然到时候就让老二你出手，再将积分给老三赢回来。我倒是不介意出手，不过我担心那南宫杰不敢接战。哎，听说了吗？就在昨天南宫杰闯过龙门第6层了，真的，甚至跟第7层的守关者都激战了很久。我就听说那南宫杰早不去闯，晚不去闯，偏偏要等到赌战开始的前一天再去闯，这用意招人若揭啊！哎，看，他来了，他向我们走来了。两位，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话，可别忘了。放心，我们答应的事儿绝对不会忘记，而且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儿。哼，3000积分不是小数目，若非是亲自跟你交手，对你真正实力有所了解的话，我还真不放心借给你。既然如此，那两位就尽管安心看着便是。等赌战结束，你们的积分我1分都不会少，都会还给你们，且额外再多给两位1000积分。当然，我们对你的实力可没有丝毫怀疑。是啊。哎，看这个新人来了，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挺自信啊。嗨，能够进入龙宫的超级天才，谁会没点自信呢？再说了，他好歹也在龙宫待了3个月，作为新人进入龙宫后的前3个月那是爆发期，他的实力肯定比之前提升了不少。爆发期又如何呀？毕竟只有3个月，他又能够达到哪一步啊？3个月前他勉强也就能够闯过第5层罢了，到了现在能够闯过第6层也就已经很难了，想要跟南宫杰比那是做梦。是啊，新人终归只是新人，希望待会儿他别太惨吧。你们猜猜，待会儿南宫杰会跟这新人赌多少积分啊？之前这新人可是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了，不管赌多少积分他都接。看着吧，反正下场好不了，则给他个教训吧。一个新人，低调点好。剑客，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敢来啊！3个月前，我既然已经说了要跟你赌战了，那就绝对不会反悔的。气魄倒是不小，不过新人终归是新人，还是太稚嫩了一点。废话少说，南宫杰，说吧，你想赌多少积分？放心，你毕竟是个新人，我也不会太过分的。我知道你在3个月前接连赢下11场对战，虽然输了我1场，但最后还是赢得了1万积分。再加上这3个月来，你偶尔来这赌战，多多少少也赢了一点，所以手头的积分大概在15000左右。我跟我的2位朋友一起凑了凑，一共凑了12000积分。咱们就赌这12000积分。12000积分，这还不过分呢？太过分了吧！12000积分，怎么？莫非你觉得赌战的积分有点多？可是3个月前可是你亲口所说的，赌战积分任由我提的。12000积分，我接下来。好魄力！接战了，这可真接战了！那可是12000积分啊！这么多积分，这剑客能拿得出来吗？不会是死鸭子嘴硬吧？我看他就是个死鸭子。哼！老大、老二还有老四，我需要你们借一点积分给我。老三，你真有把握？那可是12000积分呢！十足把握。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相信你。我现在手头上有4000积分，全给你。我之前在密阁兑换了2门秘籍，剩下的积分不多了，只有剩下1500，也给你。我这里
也有3000积分。足够了，12000积分有了。南宫姐，这一战是你自找的。哼，先天金丹了不起啊，闯过龙门第6层，且跟第7层的守关者对战许久，很了不起吗？今日我就用你来好好检验一下我这3个月的进步。来吧。新人，你小心了。徐剑术，滚开！这个绝招第40，可笑。剑客，在龙宫苦修3个月后的你，只有这种程度吗？仅仅这等程度，就敢接下跟我12000积分的赌战，还真是蠢得可以。接下来，我便让你瞧瞧我的真正实力。快！刚刚那一招是虚无剑波还是第7式？虚无剑波，大意了。没想到他对大地剑意的感悟，竟然比对疾风剑意的感悟还要高得多。不过，也只有这一次了。下次，我不会再给他机会。南宫姐，你刚刚说让我瞧瞧你真正的实力吗？我看到了。哼，那现在该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了。虚无剑波第8式。8式，竟然是第8式！剑客，这是你逼我的。第8式了，他居然可以施展第8式！第8式啊！天哪！给我滚！什么？啊！这是南宫姐，我倒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不仅一直隐瞒了你对剑意的感悟，就连灵力修为也一直在隐瞒着。在龙宫里面，怕是没几个人知道你已经达到金丹大成了吧？金丹大成！这南宫姐竟然突破到金丹大成了！一个金丹大成，竟然跟一个化海层次的新人赌战，这南宫姐也太过分一点了吧？是不要脸，太过分了！南宫姐，你一个金丹大成，你好意思跟我兄弟赌战？你倒真是无耻啊！无耻到极点了！我要是你，早就没脸见人了。哼，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龙宫也是。不懂得隐藏实力，如何跟人赌战赢取积分呢？剑客，你一个进入龙宫不足3个月的新人，能够将我逼到这一步，已经值得自豪。不过，也到此为止了。你那12000积分，我收下了。哼，南宫姐，你以为光凭这样就能够击败得了我们？可笑至极！轮回剑诀。强啊！这进步太快，太可怕了！来看，剑客已经被彻底压制住了，看来马上就要败了。嗨，那可未必。你难道没看到吗？剑客虽然一直被压制，可是南宫杰施展的剑术都被他抵挡下来，他的防御很是了得呀。他施展的应当是轮回剑诀，且对这门剑诀的掌握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南宫杰想赢也不会那么简单的。我也这么看。还好。虽然他的灵力修为达到了金丹大成，力量爆发要比我强上一大截，但也不是强得太离谱。我利用轮回剑术，在抵挡他剑术的同时，也能够将他剑术当中的力量削弱大半。否则，就算我挡住了他的剑术，他在剑术上带来的冲击力也足以将我击败。但是现在，他休想这么简单就将我击败。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呢？我都施展全力了，结果竟然还无法干净利落的将他击败。他的剑术防御很完美，还能不断卸力。除非我的剑术能够再快上一截，或许才能直接将他击败。想要击败他，只有一个方法。虽然这方法有点不光彩，不过只要能赢，能够赢下那12000积分，就算不光彩又有何妨？这个无耻，太过分了！
他一个金丹大成跟一个化海层次的对战，无法干净利落的取胜，就应该罢手，以平局收场，这样他还有点颜面。就是，可现在他竟然是妄想依靠灵力数量上的优势跟剑客比消耗，臭不要脸！这手段太不光彩了，就算最后赢了，那我也瞧不起他。太丢脸了，简直把金丹强者的脸都丢光了。没错，呸！哼，一群蠢货，手段不光彩又如何？成王败寇，只要能够取胜，赢下那12000积分，哪怕再卑鄙、再不光彩的手段都可以用。败吧，败吧！啊，怎么会？怎么可能？他跟我对战都那么久了，可他身上的灵力气息竟然一点都没削弱，这怎么可能？灵力消耗？哼，你什么都不跟我比，竟然想跟我比灵力消耗？不可能，不可能的！哎，杰克，这一战你我以平局收场如何？哼，平局收场。南宫姐，我知道你无耻，却没想到你竟然无耻到这个份上。你堂堂一个金丹大成强者，跟我一个化海交战，本就够可笑的。而当你看到无法正面击败我以后，就想依靠灵力消耗击败我，光这样也就罢了。现在知道你灵力消耗比不过我以后，竟还说这一战要跟我平局收场。南宫姐，做人无耻到你这个份上，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混蛋！你输了，12000积分，拿来。南宫姐，我送你句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好一句自作孽不可活！龙宫的新人倒是越来越狂妄了。哎，苏烈，是他呀，暴君苏烈啊，他怎么来了？苏烈，他竟然来了。这苏烈是谁？暴君苏烈，龙宫弟子当中站在最顶尖的一位天才。在老二你来龙宫之前，这苏烈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可以跟白城一比的人物。一个金丹大成，竟然败给了一个刚入龙宫不过3个月的新人，而且这新人还只是化海。南宫杰，你小子可真够丢人现眼的。小子，你叫剑客对吧？是。我知道你，3个月前你进入龙宫时也才刚刚闯过第4层罢了，可3个月不见，你对天地意境的感悟怕是可以闯过第7层了。这等速度，现在的龙宫当中怕是无人可以媲美。如此天才，连我都对你忍不住感兴趣了。要不你跟我也战上一场如何？跟你一战？很抱歉，我没兴趣。拒绝我？哼，我又没想跟你赌积分，仅仅只是纯粹的跟你对战一场。你拒绝有用吗？不好！哈哈哈哈！就凭你们2个也想阻我？强成这样，他的灵力修为绝对达到金丹圆满了，而且对天地意境的感悟更是远在我之上。我闯过了龙门第8层，可他刚刚那一拳，我看得出，他对天地意境的感悟绝对比我要高。你们2个，告诫你们一句话：作为新人，还是尽量低调一点的好。这龙宫并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般简单，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白城，看了那么久，看够了吗？若是手痒的话，我倒是不介意陪你玩一玩。哎，白城是白城哎！苏烈，我可没有招惹你。是没招惹，不过我就是看你不爽，你能如何？不服啊？来，赌战一场，赌多少积分随你。你别得意，早晚有一天，
我会将你彻底踩在脚下。哈哈哈哈哈！我等着。不过在此之前，你还是想办法先登上地龙榜再说吧。不是说白城是龙宫第一人吗？怎么感觉白城似乎对苏烈有些畏惧的样子？应当还算不上畏惧，只不过感觉上白城并不怎么敢跟苏烈交手啊。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啊，怎么回事啊？白公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出手给那剑客还有杨再轩一些教训了。我都看到了，做得不错。剑客跟杨再轩，他们两个天赋都极高，潜力更是巨大，特别是剑客。3个月前，他仅仅能闯过第4层罢了，可现在却具备闯过第7层的能力。这进步速度，在我龙宫历史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人能够媲美。我很看好他。不过毕竟是新人，锋芒太盛，得好好敲打敲打才行。一想到那南宫杰被老三击败后的脸色，我心里就痛快。叫他狂，叫他无耻！一个金丹大成，还想凭灵力消耗击败老三，亏他做得出来。但南宫杰不足为虑，他今后对我也没什么威胁了。可那苏烈，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实力还有着一丝心悸。我也一样。我之前以为整个龙宫也就白城那一人有资格做我的对手，可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龙宫并没有表面上那般简单，我也是闯过第7层的，所以我也知道一些。龙宫明面上闯过第7层的只有16位，可有很多人，他们拥有第7层的实力，却并没有去闯，也就没人知道。我保守估计，这龙宫当中有实力闯过第7层的，起码有30位，而第8层同样如此。明面上，现在闯过第8层的就白城还有二哥你们2个，但事实上，能够闯过第8层，少说也有5个。那苏烈便是其中之一，而且因为苏烈早已经达到金丹圆满顶峰，所以真正交战起来，就算白城对天地易经的感悟比他高，但同样不是他的对手。是这样，怪不得刚刚那白城似乎不敢跟苏烈交手的样子。看样子我们都小看龙宫了。对了，那苏烈最后提到的地龙榜是什么呀？我知道地龙榜。这地龙榜是由金龙殿发起的，概括天宗王朝所有金丹强者选出其中最强的100位，名列地龙榜。但凡能够名列地龙榜的，那都是站在金丹巅峰的最强者，他们每一个几乎都拥有横扫先天金丹的实力，且排名越往前，实力越可怕。据说地龙榜排名前10的那10位强者，可以匹敌阴阳虚境，甚至是击杀。别怀疑地龙榜排名前10的10位顶尖强者，的确拥有这个能力。对了，这地龙榜榜单在秘阁当中似乎就有，你们若是好奇，大可以用积分去兑换，仔细看看。好。天宗王朝疆域辽阔，英雄豪杰无数，天才众多。多少年来，一代新人换旧人，多少英雄已成白骨，甚至被人彻底遗忘。我金龙殿行走天下，记录各地英雄豪杰传奇，经过完善编纂出地龙榜、天龙榜2榜。地龙榜记录着天宗王朝内最强的100名先天金丹，原来不只有地龙榜，还有天龙榜。地龙榜记录的是先天金丹强者，而天龙榜这里虽然没提，但想来记录的应当是那阴阳虚境的超级强者。地龙榜上100名金丹强者，从排名第1到排名第100，都曾有过惊人了得的战绩，实力得到各方势力宗门的公认。想要名列地龙榜，必须要有彪悍的战绩。地龙榜排名第100名，火仙子，独行强者，
形势古怪，仇敌极多，金丹圆满巅峰修为，领悟烈火意境，枪法极高。半年前在落日山脉，为了争夺一具灵兽尸体，与人大打出手，以一己之力同时对抗5名金丹圆满，最终将这5名金丹圆满全部斩杀。2个月前，火仙子击败原地龙榜排名第100的强者山，取代后者的名额登上地龙榜。地龙榜排名第99，罗奥。地龙榜排名第94名，暴君苏烈。是苏烈。暴君苏烈，龙宫弟子，性情粗暴蛮横，行事霸道，金丹圆满巅峰修为，领悟烈火意境，擅长用拳，拳法非常暴力，曾以一己之力抗衡13位金丹，其中包括8位金丹圆满，最终杀死对方11人，包括7位金丹圆满，只剩下2人侥幸逃脱，而他自己轻伤。这苏烈的确很强，也难怪那白城不敢跟他交手了。地龙榜排名第5，蛮王擎苍，龙宫弟子，金丹圆满巅峰修为。地龙榜排名第4，风雨天，生死武斗场，金丹圆满巅峰修为。地龙榜第3，穆莹莹，穆氏一族，金丹圆满巅峰修为。地龙榜排名第2，百里晨，龙宫弟子，金丹圆满巅峰修为。地龙榜排名第1，血云，血雨楼，金丹大成。血雨楼，血云，这个血云仅仅只是金丹大成，竟然排在地龙榜第1，快看看他的战绩。1年前皇城外，现地龙榜第2百里晨跟现地龙榜第5蛮王擎苍2人联手与血云激战，此战最终以平局收场。我现在知道了，龙宫为何有资格被称之为修炼圣地了。的确，地龙榜上100名先天金丹，光是龙宫弟子就占据了足足16位，都快接近1/5了，且排在前10的就有足足3位。排在地龙榜上这些龙宫弟子，除了苏烈之外，我在龙宫一个都没见过。我也没见过。这些弟子很早便已经离开龙宫了，平日里自然难以见到。不过据说这些弟子每年都会集体返回龙宫一趟，不仅是这些名列地龙榜的，还有很多没有名列地龙榜的，但实力依旧非常强横的弟子，在那一天都会赶回来。还有这样的事儿？白公主，剑客杨在轩，在这个世界上，强者是无法在平淡当中诞生的，必须经过诸多磨练，不断打磨，才能够慢慢蜕变而成。而我龙宫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龙宫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给龙宫弟子发布历练任务。你们2个进入龙宫已经超过3个月，也该接受第1个历练任务了。你们2个一个是化海，一个已经跨入先天金丹，所以你们的任务也不同。不过你们2个的任务都分成3个阶段，就在你们得到的3张卷轴里。你们现在可以先看第1个阶段的任务，至于第2阶段跟第3阶段的任务，你们最好等完成了前边的任务再去看。第1阶段任务，接受2爪金龙卫任务，成为2爪金龙卫，任务地点10万大山，任务完成奖励2000积分。2爪金龙卫的任务有很多，天宗王朝任何金龙分店都有2爪金龙卫任务，可龙宫偏偏要指定我去10万大山完成2爪金龙卫任务。任务已经给你们了，尽早出发吧。什么时候将3个阶段的任务全部完成了，什么时候再回龙宫。老二老三，让我瞧瞧你们任务都是什么啊？靠，2爪金龙卫，要你一个化海层次的武者去完成2爪金龙卫任务，龙宫交代的历练任务还是这般苛刻啊！哼，要我一个化海层次的武者去完成2爪金龙卫任务，看上去的确很离谱，可实际上这个任务对我而言倒是没有太大难度。
真正有难度的应该是第2阶段跟第3阶段的任务，不知道都是什么呀？老二，你第1阶段的任务也很简单。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我准备先去密阁一趟，然后直接出发了。你呢？我现在就出发。那就祝你好运了。大人，请跟我来。叶大人。剑客，哈哈，你竟然也在这儿？两位大人，你们认识？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下去吧。是。哈哈哈哈哈！哎呀，剑客小兄弟，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啊！是很巧啊。来来来，先坐先坐。哎，剑客小兄弟，你不是该在龙宫里好好修炼吗？怎么到这里来了？莫非是接受了什么历练任务？是接了任务，还是2爪金龙卫的任务，且任务地点得在10万大山当中。你说什么？你来这里是为了完成2爪金龙卫任务？是啊，怎么了？好啊，好啊，太好了！哎呀，剑客小兄弟，实不相瞒，我这里刚好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何事？你跟我来。这是媚儿，过来。父亲。父亲。剑客兄弟，这是我女儿叶媚，就在今天，她在这金龙分店之内接下了一件2爪金龙卫的任务。啊？媚儿啊，这是我的一位小兄弟，叫剑客。你不是非要去完成这件2爪金龙卫任务吗？我请剑客兄弟跟你一起去，一路上也能照看照看你。就凭他，一个化海层次的武者，连先天金丹都没有突破，是他照看我，还是我照看他呀？你懂什么？剑客兄弟可是龙宫弟子。嗯？龙宫弟子？龙宫弟子又如何啊？就算天赋高，可毕竟现在还只是一个化海，充其量也就能媲美一般的金丹小城，有什么资格照看我呀？你这丫头啊，那个剑客兄弟，抱歉让你见笑了啊。没事没事。哎呀，媚儿这丫头啊，性子就这样，太倔强也太逞强。当然了，这也都怪我。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而我这个当父亲的，因为有着金龙使这一身份在，平日里忙碌的事情很多，也没有好好照看她。这些年呀，一直都是她自己在照看自己，所以这性子也就慢慢的就这样吧。我明白，叶大人，你找我帮忙，就是为了跟你女儿一同去完成那2爪金龙卫任务，对吧？对。哎呀，媚儿啊，太逞强了。她在半个月之前才刚突破先天金丹，就急着想成为2爪金龙卫，而且这次接下来的任务还是要去10万大山内的，那里边太过凶险了。我担心她会出什么意外，想阻拦她，结果她却不听啊。哎，刚好这个时候，剑客兄弟你来了。剑客兄弟，反正你也要去10万大山当中完成2爪金龙卫任务的是吧？所以我想请你跟媚儿她一起，顺便帮我照看照看她。行，没问题。哎呀，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有你照看的话，我就能放心了。怎么还有一个化海层次的武者？谁带他来的？化海层次接受2爪金龙卫任务，开什么玩笑啊！小子，谁让你接受这次任务的？还不跟老子滚！哼，蠢货！化海武者就不能接2爪金龙卫任务？小子，你说什么？好了，都闭嘴！小子，我不管你到底凭的什么接受了这次的2爪金龙卫任务，可我必须告诉你，2爪金龙卫任务不是谁想完成就能完成的，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可能。另外，这次的2爪金龙卫任务是由我发起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
虽然你们一共有7人一同接受了这次的任务，但最终能够完成任务的，最多也只有5个。也就是说，还有2个人是注定无法完成任务的。而是否能在那完成任务的5个人之内，就得看你们自己的实力了。听到了吗，小子？我们7个人当中，只有5个是可以完成任务的，而你区区一个化海，就这种实力还想完成任务，这可笑了。能否完成任务，应该不是你说了算的吧？哼，还挺狂啊！等着吧，等任务开始时，有你狂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需要别人照看吗？我曾经欠你父亲一个人情，何况我正好也是为了2找金龙卫任务来的，只是顺便照看一下你吧。就凭你啊，你还是先照看好自己吧，别到时候遇到危险，还要我来救你。放心吧，如果连我都遇到危险了，那你早就没命。原来传说中龙宫的弟子都是像你这样的狂妄自大之辈。准备好了的话，我们现在便出发。一头金丹小城的灵兽看到老子竟然不逃，找死啊！泰山，别耽误时间了，抓紧时间赶路。来了来了！这时下去看看。这是剑痕，一击致命，一点挣扎的余地也没有。出手那个人实力远强于他们。这些人，他们都是被人类杀死的，而且杀死他们的应该是同一个人。人类？他们死去的时间应该不长，杀死他们那个人恐怕就在我们附近不远。都小心一点，在10万大山内闯荡，要小心的可不仅仅是那些灵兽，还有人类。哎呀，巴彦队长，你也太谨慎了。你看着这些被杀死的人啊，他们当中仅仅有4个人达到了金丹小城，其他人都只是化海，这才被人轻易杀死。而我们的阵容可比他们要强大太多了，杀死他们的那个人岂敢找我们的麻烦？小心一点，不会有错。继续赶路吧。好了，现在我可以将具体任务告诉你们。就在前面的山林之内，有着2头闭眼金角兽，是我前段时间路过这里时无意当中看到的。这闭眼金角兽皮糙肉厚，它的骨骼还有外表的那层皮都是炼器的绝佳材料，特别是它的金角，而且它的内丹价值也是极高，可以说是全身是宝。所以我才在金龙殿内发布了任务，而你们要做的便是跟我一起将这2头闭眼金角兽斩杀。闭眼金角兽？啊，这2头闭眼金角兽都有几根金角啊？1头3根金角，还有1头只有2根金角，绝对在我们的应付范围之内。而你们完成任务的标准便是得到1根金角，不过金角只有5根。这2爪金龙卫任务虽然没有1爪金龙卫任务那般残酷，却依然暗藏着凶险。7个人5根金角，到最后肯定少不了一番争夺。 2头闭眼金角兽虽然待在同一片山林之内，但山林很大，他们也没有一直待在一起。可一旦其中的1头闭眼金角兽遭遇危险，另外那头肯定会立即赶过来，所以我们也得分成2个小队。这样，我、泰山、王冲、林宇，我们4个负责对付那头3根金角的闭眼金角兽，而你们4个，你们4个虽然实力比较弱，但联手对付1头2角闭眼金角兽，应当不成问题。那2根金角，你们也自行去分配，如何？没问题，没意见。没意见。既然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决定了，动手吧。他们那边已经动手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找到那头2角闭眼金角兽。不用找了，他已经朝我们跑过来了。2角闭眼金角兽，宰了他！好剑术！
剑术不错，可惜性子太急躁，心智也太稚嫩。闭眼金角兽体表防御很强，只有他的小腹位置比较柔软，攻击他的小腹。还用你说呀？宰了他！快宰了他！他快支撑不住了，马上就要死了，就这点实力，还照看我？不，竟然还有一头灵兽，这是大力魔猿。金丹大成，麻烦大了。你们3个继续诛杀闭眼金角兽，这头大力魔猿交给我。你？哼，金丹大成的大力魔猿，虚无剑波第7式。该死的人类！这剑客找死吗？他一个化海，竟然敢一个人去阻拦这头金丹大成的大力魔猿，这也就罢了，他竟然还傻乎乎的直接跟大力魔猿硬碰硬，他真是找死啊！这蠢货！这不可能啊！这便是龙宫弟子的真正实力吗？快，赶紧杀了这闭眼金角兽！死！金角，快抢！什么？你们2个兵不厌诈，小丫头，多谢你出手将这闭眼金角兽给斩杀了。不过这2根金角就由我们2个收下了。混蛋！怎么想动手吗？哼，2个大男人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对付一个小丫头，你们不觉得害臊吗？大力魔猿竟然死了！大力魔猿虽然力量极强，可也就空有一身蛮力而已。我凭借大天造化诀，虽然爆发出的力量只有普通金丹小成层次，可我的剑术跟剑意感悟却极高，凭借虚无剑波的剑术威能跟他硬碰硬，我都绝对占据上风。而其他方面，我优势更大，要杀他太容易了。这次能够斩杀闭眼金角兽，我跟叶妹出力应当是最大的吧。可结果那最重要的2根金角却被你们这2个出力最小的人得到了，不太好吧？你想怎样？将那2根金角交出来，刚刚的事儿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好，我们交出来。好。刚刚那一剑仅是在你们脸上留下一道剑痕，而下一剑我担保会划过你们2人的咽喉。我交，这金角我交出来，我的也给你。哼，算你们2个还没蠢到极点。啊，这给你的。我击杀闭眼金角兽，你出力最多，这是你应得的。多谢。叶妹，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提醒你一句：人心叵测，在这个世界上闯荡，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最好都不要轻易相信，就算他是你的同伴。你们这里也已经结束了吗？发言队长。对了，那2根金角，你们谁得到了？叶妹得到了1根，而我运气不错，也得到了1根。哦，这2人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感觉这2人对这剑客似乎非常惧怕的样子？再怎么说，剑客也只是一个化海，而他们2个可都是先天金丹呢。既然2个金角你们都已经分配好了，那我们便立即动身去跟泰山他们会合吧。那头3角闭眼金角兽实力极强，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其斩杀。现在泰山他们3个都还在那里恢复灵力呢。好，剑客，你跟我说说，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感觉他们2个对你非常忌惮似的？发言队长，我已经说过了，是我运气好而已。不说便算了。反正我的目标只是2具闭眼金角兽的尸体而已。至于你们谁能够得到金角完成任务，跟我可没有多大关系。
出来！混蛋，有本事出来跟我正面一战！来呀！出事了，是泰山的声音，快，赶紧过去！王冲、林宇、泰山，这到底怎么回事？别问我，我不知道。我们被人给盯上了。啊！看他们的伤口，一击致命，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跟我们来的路上看到那些被杀的人几乎一模一样。是他，应该就在附近。那家伙难不成把我们当成猎物了？很有可能。2名金丹大成，3位金丹小成，还有1位化海，而且都是金龙位。哼，有意思，就让我好好陪你们玩玩吧。泰山，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将经过仔细说一遍。我跟王冲、林宇2人刚跟滨野金教授大战一场，灵力都消耗极大，原本都在各自恢复灵力的王冲、林宇也就在身旁，可忽然王冲就发出了惨叫。当我转过头看去时，王冲已经被杀了。王冲被杀死后，我跟林宇便立即警惕起来，可谁想在一会儿的功夫，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林宇也被杀了。我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到底是怎么出的手。你有没有看到那人模样，还有他的灵力修为？没有。你好歹也是一个金丹大成，怎么连对方的灵力修为都没有看到？我说了，我看不到，他出手的速度太快了，当我反应过来时，他已经掠入山林内了。你好了，都别说了。也不知道那人现在还有没有在这附近，是彻底盯上我们了，还是已经离开了？应该离开了吧。我真的得感谢杀死王冲、林宇的那位强者了，若非是他，我根本不可能得到金奖，也不可能完成这样任务。什么？啊？什么？这是他，是他，他还没走，他还在这附近。金丹大成修为的银衣人，明明只有金丹大成的灵力修为，而且感觉实力也并不强，可他的速度却非常快，身法也非常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应该是非常擅长刺杀手段的。这家伙论真正实力，恐怕未必比得上巴彦，可隐藏在黑暗中利用刺杀手段，反而令金丹大成的巴彦、泰山都为之恐惧。杀人越货，很高明的手段。你到底是谁？我们小队与你又有何等仇怨？为何盯上我们？下一个又是谁呢？金丹大成对付起来有点难度，这2个人我必须留到最后。化海武者，哼，太弱了，杀他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么剩下的便只有那2位金丹小成了，就选他了。都小心一点，注意周围，小心！快躲开！什么？又是一个。什么？是他？这一剑，逃！这既然来都来了，那就留下了。剑客，你杀了他？我不杀他，难不成等你们一个个的被他杀死？剑客，谢谢你。不用客气，好歹也算是同伴，我自然不可能看着你被人杀死。行了，这碍事的家伙已经解决了。巴彦队长，我们继续赶路吧。好，我们出发。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也只是一个金丹大成，而且实力还并不怎么强，也就是比较擅长厮杀罢了。若是跟我正面厮杀，说不定我都可以将他击败。是，你还好意思说呢？你好歹也是堂堂金丹大成的强者，却连人家的灵力修为都看不到，还不是因为那家伙速度太快而已。
不过，剑阁兄弟也是够厉害的，他在化海啊，竟然这么轻易就杀死了一位先天金丹。是很了得呀！如此了得的化海武者，绝不可能是普通人。依我看，他肯定有什么大背景，甚至有可能还是出自龙宫的弟子。龙宫？剑客他的确是龙宫弟子。还真是。根据金龙殿得到的确切消息，这个月暗营卫展开了一次以暗杀金龙卫得到金龙戒为任务目标，展开了一次内部比拼，其中就有一支12人的暗营卫小队进入了10万大山。任务完成条件，最少诛杀5名暗营卫，以暗营卫随身携带的且刻有编号的紫色软件为凭证。任务完成奖励，每诛杀1名暗营卫获得1000积分，诛杀暗营卫小队队长可得3000积分。原来被我杀死那名银衣男子是暗营卫啊！暗营卫将金龙卫当成目标，展开内部比拼较量。而龙宫得知消息以后，便派出我这位龙宫弟子去诛杀暗营卫。哼，这关系还真是复杂呀。还好，这支暗营卫小队应当是分散在10万大山各地的，而我也只用诛杀5名暗营卫便算完成任务，倒是还有完成任务的可能。巴彦队长，前面便10万大山的外围了，到了外围，应该就不用担心再被人盯上了。剑客兄弟，你真打算独自一人继续在这10万大山内闯荡？那就劳烦巴彦队长，你回金龙分店以后，将这2找金龙卫的时间延长了，等下次我回去时，也可以凭借金角去完成任务。这没问题。那既然如此，就后会有期了。后会有期。剑客，2天了，10万大山毕竟太大了些，暗营卫才12个人，且被我宰了一个以后，剩下11个人分散在10万大山里，我想要找到他们都难。既然我找不到他们，那就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好了。从任务开始到现在，快半个月了，而我现在得到的金龙戒一共有16枚，才16枚金龙戒，数量太少了。我得抓紧时间，争取在任务结束前凑齐50枚金龙戒。有猎物了，但愿是金龙卫。一个化海层次的武者，竟然可以跟一头金丹小成的灵兽厮杀而不落下风。金龙戒，看来第17枚金龙戒马上就要到手了。这已经是我第3次跟灵兽激战，且故意闹出极大动静来，也不知道这周围有没有暗营卫被吸引过来。难道又一次白忙活了？哼，终于来了！如此绝妙的机会，如此完美的刺杀，就算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金丹大成强者，也挡不住我这一剑。而这小子必死无疑。第17枚金龙戒到手了。糟糕，这么巧！暗营卫是吧？你手里的紫色软件我收起了。2柄了，果然跟之前那名暗营卫一样，都收集了很多的金龙戒，足足有16枚，也就是说有16枚金龙卫死在手里。继续，都小心一点，打起12分的精神来。什么人？哪儿来的不知死活的小子，还不赶紧给老子滚！区区一个跨海，竟敢在这10万大山内部独自一人闯荡，还真是找死啊！就是。这些人很明显都带有着一丝恐惧，敢来10万大山内闯荡的，一般都是经历过生死的，寻常的事情绝不可能让他们恐惧成这样，除非是，看来是被盯上了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那个家伙呢，没想到只是一个化海层次的武者。
一个华海单独一人就敢在10万大山内闯荡，胆子可真够大的。哎，我看他不是胆子大，纯粹是作死。哎，你说那个恐怖的家伙现在走了没啊？哎，你说话啊！怎么了？这混蛋又是他，他又来了，那是一个家伙又来了，就是他，魔鬼，他就是一个魔鬼。杀这些人还真是轻松啊！该死！老七，哦，竟然有2个！你们是谁？我是谁无关紧要，你只需要知道他们2个的目标是你们小队，而我的目标却是他们。盯上我们小队的便是这2个人。魔鬼，就是他们！2个金丹大城。老七，我们已经暴露，正面厮杀不是我们的强项，赶紧走。你们逃得了吗？虚剑术第5式总算掌握了，同样是金丹大成，可这些人跟龙宫弟子比还真是差太多了。这是在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召唤我？哼，就是这2个狗东西，杀死了我们那么多人。呸！2个杂碎，死得好，死得好！老6、老7，是他们吗？恶魔，又是恶魔，不是已经被杀死了吗？该死，他没死，他又来了。就凭你们这群废物，不可能杀死老6跟老7。说，他们是谁杀的？华海。杀死老6、老7的，竟然只是一个华海。这是好可怕的风啊！无底深渊，10万大山当中当之无愧的第一绝地。那一直吸引着我的，竟然是这无底深渊。难道是小姨之前跟我说过的祖地吗？只能等以后实力上来了，再来这里探索吧。剑魂终于彻底觉醒了吧？也不知道我的剑魂彻底觉醒形成这虚影后，我会有什么变化？或许对我的剑意感悟有帮助。好快的速度，比我之前碰到的那4名暗银卫要快得多，还要恐怖的多。竟然避开了要害，现在想跑，晚了。这一剑，你以为你能逃吗？找到你了。这是，竟然是个女的，还真是这支暗银卫的队长。先让这名暗银卫队长的紫色软剑，这第2阶段任务我也算是完成了。先找个地方包扎一下，恢复一下伤势吧。烈火剑意，原来这就是烈火剑意。果然，剑魂彻底觉醒后，我领悟起剑意来，变得更加轻松了。可惜了，我现在虽然领悟了一丝烈火剑意，可手中毕竟没有合适烈火剑意施展的剑诀。没办法，只能等回到龙宫以后，再去兑换适合烈火剑意的剑诀了。第1阶段、第2阶段的任务我都已经完成了，不知道那最后的第3阶段任务是什么呀？第3阶段任务：诛杀10头金丹圆满层次的灵兽。任务地点：10万大山。任务描述：10万大山内灵兽众多，先天金丹层次灵兽数不胜数。你虽然只是化海层次修为，可却正面击败过一位金丹大成的龙宫弟子，完全有能力去诛杀金丹圆满的灵兽。任务完成积分：10头金丹圆满层次的灵兽，不论强弱，每头都是1000积分。将灵兽尸体带回龙宫作为凭证。靠！开什么玩笑！龙宫那群老家伙，这是要玩死我呀！真是够狠的。慢慢来吧。10万大山终于走出来了。大人，我来交接一下任务。请大人稍等片刻。大人，任务已经交接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便是金龙殿的2爪金龙卫了。你再替我准备一头狮鹫，我要回龙宫。好的，我立即便去安排。阴阳虚境，是金龙使吗？不对，不是金龙使，他是
风血场场主凌云大人啊，是凌云大人。据说这位凌云大人是一个非常客气、非常受人尊敬的老好人呐。侯先生，凌云大人，我要发布一个任务，麻烦你拿个任务卷轴给我。好，您稍等。这位小兄弟不知尊姓大名啊？啊，在下剑客。剑客。凌云大人，这是您要的任务卷轴。剑客大人，您吩咐的事已经办好了，您直接去城外便是。好。侯先生，刚刚那个小家伙到底有什么身份呢？他才一个化海而言，为何连你都要称呼他为大人呢？哎，凌云大人，刚刚那位身份可不得了啊！了不得？难道是龙宫来人？还真是。我待会儿再来。施救，是他，绝对是他，不会错的。血色必杀令目标，剑无双。怪不得将整个天焰行省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将他找到，原来他早就离开天焰行省了，而且还进入了龙宫，成为了龙宫弟子。终于找到他了，必须立即将此事禀告上去。已经查清楚了，那血色必杀令目标化名为剑客，早已在9个多月前便进入了龙宫，且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进入龙宫仅仅3个月，便击败了一位金丹大成且有资格闯过龙门的第6层弟子。那龙宫作为修炼圣地，其内强者如云，就算我血雨楼所有紫面级别杀手倾巢而出，也很难冲入龙宫将那剑无双斩杀呀。所以只能等他再次离开龙宫时，我们才有机会下手。传令下去，从今天开始盯紧目标的一举一动，他在龙宫当中的表现跟经历每隔7天汇报一次，有机会让隐藏在龙宫当中的那颗暗子出手，杀了他。大人，龙宫无比严密，那枚暗子是我们花费了很大的代价才埋进去的，难道就这样舍弃了？你懂什么？哼，只要能够杀死他，别说一枚暗子了，必要时连……公主，剑客回来了。哦，他的历练任务完成了。对，他的历练任务可是我亲自安排的，而且经过精挑细选。原以为他完成这任务起码要1年以上，没想到这才半年就完成了，不错嘛。他这次得到了充足的积分，应该要去密阁兑换宝物才对。都兑换了什么？这是他兑换的宝物清单，3颗破障丹，1颗金阳丹，看来是准备朝先天金丹冲击了。3本强者留下的剑意笔记，血火剑诀，那可是感悟烈火剑意才去钻研修习。这剑客兑换他做什么？同时领悟多种剑意，的确可以发挥出更强的战力。不过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分心多用反而会限制他将来的成就。这个道理，这小家伙应当不会不懂。或许他是给别人兑换的血火剑诀吧。若是他兑换血火剑诀是给他自己修习的，那他未免也太蠢了一点。我说老三，这次的历练任务用的时间可真够久的，足足半年啊！哎，快说说，你的第2阶段跟第3阶段的任务都是什么呀？怎么用了那么久的时间？我靠，石头金丹圆满灵兽！石头，
你完成了？当然了，没完成我怎么回来的？靠你个变态！你才化海啊，连金丹都不曾突破，竟然杀死了10头金丹圆满的灵兽，厉害厉害啊！运气好而已。哎，对了，老二呢？哎，老二的历练任务比你要容易一些，加上老二自身也很变态，只用了1个月便将那3个阶段的任务全都完成了。不过他刚回龙宫不久，便又接了一个新的历练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又接了历练任务？老二他应当是被那地龙榜给刺激了，修炼比谁都疯狂。地龙榜？老二这般努力，我也得更加努力才行啊！血火剑诀，不愧是价值6000积分的剑诀，论威能比虚无剑波还要强上不少，招式也更加精妙。以我现在的能力，顶多也只能将第5式给施展出来，要施展出第6式，怕是还要钻研一段时间。哎，是剑客，他怎么来火殿了？火殿领悟的可都是烈火意境，而他不是一直领悟疾风跟大地2种剑意吗？难不成他也想领悟烈火意境？一个人同时领悟3种意境，开什么玩笑呢？这剑客野心够大的呀！哼，野心是大，可同样也很愚蠢，一心3用，他当他是谁呀？说得对，同时领悟2种意境已经非常艰难，非常勉强了。领悟3种，再厉害的天才都得被拖垮。哎，你就等着看戏就行了嘛，看他崩溃。这半年来，我独自一个人钻研烈火剑意，很多地方都有些不解疑惑。现在听这位店主讲一讲课，这些疑惑倒是都解开了。白公主，姚店主，你的课讲完了？已经讲完了。至于能够领悟几分，就看这群小家伙自己了。啊，我来找你是有一事。我刚刚在讲课时，看到那个叫剑客的小家伙在下面听课。什么？剑客？他去听你的课了？对，这小家伙我也知道，他在龙宫表现非常耀眼，论潜力之大，在如今的龙宫诸多弟子当中，绝对可以排进前5。就因为如此，我才来特意跟你说一声。我明白了。那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好好劝劝他，我可不希望这么一位天才白白将时间浪费在烈火意境的领悟上。我先走了。哼，剑客那混小子，没想到还真领悟烈火剑意去了。分心3用，同时领悟3种剑意，亏他想得出来。剑客，白公主，我听说你昨天在密阁当中兑换了血火剑诀，而今日又去听了姚店主讲课。怎么，你是想要领悟烈火剑意吗？啊，是啊。愚蠢，愚不可及。武道一途艰难坎坷，而你天赋悟性极高，年纪轻轻便对疾风剑意、大地剑意的领悟如此之高，将来完全有希望将疾风、大地2种意境彼此结合。一旦踏入阴阳虚境，必然是其中的顶尖存在，媲美地火水风4殿的殿主，甚至超越他们都有可能。你前途无量，我龙宫也有希望再添一位顶尖强者，我对你更是充满期待。可现在你却狂妄自大，竟奢望再去领悟烈火剑意。你可知，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一心2用本就是极限，一心3用那便是剑走偏锋。我知道，你是认为同时领悟3种剑意，战力更强，但同样负担也更大。我龙宫历史上诞生了多少了不得的天才，其中天赋悟性比你高的也不是没有，可纵然是他们，顶多也只同时领悟2种意境，至于同时领悟3种的天才倒也有，可结果呢？远的不说，就是10数年前我龙宫一位叫凌无霄的绝世天才，天资卓绝，何等耀眼。他当时也是同时领悟3种意境，
且3种意境更是完美结合。曾经以金丹小成之境，一剑便斩杀了1名金丹圆满，他比你可要逆天的多。可结果呢？他对剑意的感悟速度却越来越慢，甚至在一个很小的瓶颈上，一困便是数年，进步也越来越慢，到最后却被其他的天才一一超越。剑客，你听清楚了，修行路一步踏错，走差了路，那就很难再回头了的。我说的这些你可明白？明白。明白就好。我对你非常期待，甚至认为你将来的成就比白城、苏烈2人还要高，所以你可莫要让我失望。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路到底该怎么走，一切还是看你自己，好自为之吧。白公主说的没错，一心3用，同时领悟3门意境，的确太过极端了。但那也仅仅是对寻常天才而言的，可我却不同。我有大天造化诀，本就是逆修，本就步步与众不同。我还觉醒了剑魂，且已经彻底觉醒了，而别人却没有。我剑魂彻底觉醒以后，领悟剑意的速度远比常人要快太多太多了。拥有如此了得的剑魂，若仅仅是去钻研疾风大地这2种剑意，那才是走了岔路，那才是白白浪费了一身天赋。武道一途，切记莫要分心多用，专心钻研一条路，将这条路走到极限，最终的成就往往比那些分心多用的人要强得多。你们说姚店主在讲课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是对谁说的呀？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我们的剑客了。哼，我猜也是他。明明在疾风大地2种剑意上天赋极高，竟然还不知足，跑去感悟什么烈火剑意。哎呦，这胆子太大。同时领悟3种意境，我领悟1种便已经非常艰难了。哎，据说连白公主都亲自找过他，告诫他不要一心多用。显然啊，不听。太狂妄了，连白公主的话都不听啊！哈哈哈哈哈！那剑客还真是胆大包天呐，连白公主的话都听不进去，硬是要领悟烈火剑意。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他便会尝到恶果的。同时领悟3种剑意，他以为他是谁呀？神吗？蠢货呀！亏我现在还把他当成对手，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就是啊！混账！狂妄无知！这小子，他以为他很了不起。算了，路要怎么走，都得看他自己，别人是强求不来的。既然他要剑走偏锋，那也只能由着他了。可惜了他那一身天赋。唉，老三，我听到很多龙宫弟子都在议论你，说你的修炼是走上岔路了，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听说了。也没什么。老三，白公主亲自来找过你，告诫你别去领悟烈火剑意，你都没听啊？白公主的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才是最了解我自己的人，我很清楚我应该走哪条路。是这样。嗨，老三，我相信你。既然你认为这样选择是对的话，那就肯定是对的。至于其他人，管他们怎么看，白公主又如何？难不成她说的就是对的？我也觉得自己的路得由自己选择，至于别人的话，只能是借鉴。好了，你就努力修炼吧啊！用你的实力证明给那群眼光低的人看。当然。唉，10天了。我得到破障丹以后，便立即吞服了一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足足10天了。可结果我却依然没有感到丝毫要突破的征兆。看来这第1颗破障丹是无法起到作用了。希望这第2颗能起作用吧。哈哈哈哈！一个人喝酒
未免也太枯燥了点吧？苏烈，怎么今天有空来我这儿走走啊？我不瞒你，是白公主要我过来的。白公主？说实话，白公主对你应当是非常看重的。之前一看到你去领悟烈火剑意，她便立刻出面劝阻你，可是你不听，她也拉不下身份继续来劝你了，所以就让我来了。我明白，白公主说的的确有道理，但既然我选择坚持这条路，自然也有我的道理。这个我倒是相信，所以我也没想怎么劝你。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就是之前我对你出手的事情，实际上也是白公主暗中吩咐的。啊？是白公主吩咐的？你一个新人，锋芒太过耀眼，未尝是件好事，所以白公主才让我出面敲打敲打你，实际上也是为了你好。是这样啊？所以说，剑客，白公主对你是真的不错，你不听她的也没关系，但是一定得好好努力才行，千万别让她失望啊。我会记住的。哈哈哈哈，记住了就行。该说的我也都说了，酒我也喝了，我就先走了。苏烈说的没错，白公主对我不错，我也不能让她失望才对。既然如此，也罢，就证明给他们看，我选择的路没有错。不错嘛，跟第5层的守关者对战了那么久，恐怕用不了多久，你便能闯过第6层了吧？还行，起码比上一次来闯时要好上一些。哎，看，是剑客。是他？他也来闯龙门吗？嚯，还真去闯了，不知道能闯第几层？最少第6层吧。当初他击败南宫杰时，便具备闯过第6层的实力了。如今半年过去，闯过第7层都很正常。公主大人，什么事这么着急？是剑客，剑客他去闯龙门了。剑客，他是龙宫弟子，去龙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已经闯过了第8层。那又如何？可他是完全依靠烈火剑意闯过的第8层。什么？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因为这是第8层的守关者亲口说的。走，去龙门。王胖子，王胖子！该死的哪个杂碎啊，害得老子白白浪费一堆药材。若是不给我个合适的理由，老子弄死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又在炼丹呢？炸炉了？王胖子，剑客现在正在闯龙门，而且已经闯过第8层了，你还不赶紧去？那剑客不是你兄弟吗？啊！老三，他在闯龙门啊？闯过第8层了？不仅闯过了第8层，且听说啊，他还完全依靠烈火剑意闯过的第8层。现在整个龙宫都轰动了，所有人都去那儿了。我们俩一得到消息，就赶紧来找你了。只依靠烈火剑意闯过了第8层，走，赶紧去看看。哦不，你们先去，我得叫上老四一起。那好，你快点啊，别怪我没叫你啊。苏烈，没想到连你都来了。你不也来了吗？龙宫难得出现一位了不起的天才，我当然得来瞧瞧。哼，剑客剑无双，血色必杀令目标，会议大人更是亲自下令，让我一有机会便果断出手击杀他。不过这里毕竟是龙宫，想要得手，哪有那么容易？哎，这剑客可真让人吃惊呢！之前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在领悟疾风剑意、大地剑意的同时，再去领悟烈火剑意，那纯粹就是愚蠢至极的行为。可现在他竟然单凭烈火剑意便闯过了龙门第8层，这，哎呀！哼，闯过第8层又如何？就算他只依靠烈火剑意闯过第8层，又能说明什么？说不定啊，他是将所有精力都用去感悟烈火剑意了，反而忽略了疾风剑意跟大地剑意的感悟。现在的他，恐怕对烈火剑意的感悟才是最高的。我敢肯定，这剑客现在最强的是烈火剑意，凭借烈火剑意，他可以闯过第8层，可也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他绝不可能闯过第9层。
若是能闯过去，我将自己的名字倒过来写。剑哥，我知道你，也知道你最擅长的乃是疾风剑意跟大地剑意，将你的全部实力拿出来吧，否则单单凭借你的烈火剑意，你是不可能击败我的。这半年我一直在钻研烈火剑意，现在已经可以将血火剑诀第6式施展出来，可以仅仅只闯过龙门第8层而已。跟着第9层的守关者交手，结果却是完全被压制，甚至他还没有尽全力。小心了，剑虚术第6式。一个化海能够出现在我这儿，你前途无量。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哼，如你所愿。龙门13层，越往后难度越大，这11层的对手必然比第10层要强很多。就用你来检验一下我这半年来的进步吧。杀！虚无剑波第10式，虚无剑波一共才14式进去，他竟然已经可以施展出第10式了。小小年纪，对大地剑意的感悟竟然高成这样。虚剑术第6式，我对这3种剑意的感悟极高，可惜还是无法将这3种剑意结合，还仅仅只能做到完美转化，否则我施展的剑术将比现在要强横无数倍。不过就算只是3种剑意的完美转化，也足够让我击败你。不久前我才亲自出面劝诫这小子，让他不要将精力浪费在烈火剑意的感悟上。可这才几天之后，他便直接依靠烈火剑意闯过第8层，还真是讽刺。他可没有讽刺你，他只是想证明他走的路没有错。那可未必，一心3用本就极端，他在烈火剑意上是进步了，可若是其他2大剑意还在原地踏步或者进步很小，那又有何用？你们说说，这小家伙能够闯过第几层？单凭烈火剑意便闯过第8层，而他在疾风剑意跟大地剑意上的感悟也不低。就算这半年时间来没有多大进步，3种剑意完美转化，应当有可能闯过第9层。第9层有可能，但也是极限了。也说不一定，毕竟龙门越往后每一层的难度提升都很大。他闯过第8层虽然比较轻松，但第9层即便3种剑意爆发，也未必闯得过去。我还是觉得他可以闯过第9层。第9层闯过了。这怎么可能？哎呀，第11层，他竟然闯过了第11层，恐不如斯啊！哎呦，刚刚你们是谁说他连第9层都未必能闯过去的？我没说，他说的。不是我。第11层啊！他竟然闯过了第11层！一般情况下，闯过龙门第7层，便代表他对天地意境的领悟勉强可以媲美普通的阴阳虚境强者；闯过第8层，则是算阴阳虚境当中的正常水平。而像白城闯过龙门第9层，那已经算是超越很多阴阳虚境。第11层，这怪物，这简直就是怪物啊！他才多大呀？据说今年也就才17岁吧。我的天哪，17岁闯过龙门第11层，这是什么妖孽天赋啊！哈哈，第11层，老三他竟然闯过了第11层，厉害啊！不愧是我兄弟。第11层，那个小子，第11层，就算是地龙榜当中，恐怕也只有排名在前10的那些怪物，才具备这样的意境感悟吧。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刚刚是谁说，如果我兄弟能够闯过第9层，他就将自己名字倒过来写了啊？会议大人，要我一有机会便出手杀死他，怎么可能杀得死？第11层啊，我竭尽全力也只能闯过第9层。他对天地意境的感悟比我强太多太多了，别说是在龙宫了，
就算是在外面碰到他，我都不可能杀得死他。老三，厉害啊，了不起啊！哎，第11层啊，没想到你从外边历练回来之后，竟然一口气闯过了龙门第11层，还真是不爆发则已，一爆发便惊世骇俗啊！走，回去喝酒去。今天咱们3个可得好好喝酒庆祝一下。好。白公主啊，这一次你可是看走眼了。别说我，换做你们，一开始看到这小子在疾风剑意跟大地剑意上的天赋这么高，然后又去感悟烈火剑意的时候，你们会不着急？这小子还真是让人吃惊的。哎呦，疾风剑意、大地剑意、烈火剑意，同时领悟3种剑意，进步速度还能快成这样，简直不可思议呀！我们之前都太小看他了。对，是太小看他了，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如此逆天呢。寻常天才我们见多了，但像他这样的绝世天才，就算是我龙宫，恐怕数十年也难得出一位。敢同时领悟3种剑意，甚至连白公主亲自出面劝诫，他都没有去听。整个龙宫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也丝毫不在意。但下一刻却用闯过龙门第11层的事实来向所有人证明他选择的路并没有错。这小子傲气十足，我喜欢。之前我们所有人可都是认为他的一身天赋会被白白糟蹋掉呢，可现在，哎呀，还真是讽刺啊！同时感悟3种剑意，的确极端。可这也只是针对普通天才而言的，而那些真正堪称是妖孽级别的天才，别说感悟3种剑意，就算同时感悟4种也未尝不可。诸位可曾记得100年前的刀锋子？刀锋子？这刀锋子便同时领悟3种刀意，不仅将3种刀意都感悟到了极高的层次，而且还将3种刀意彼此结合，战力滔天，在当时被誉为阴阳虚境中的第1人，在天龙榜上更是一直占据第1的位置，长达数十年之久，何等可怕！剑客或许论实力现在还远远不如刀锋子，但其天赋却丝毫不会比那位刀锋子要差。总之，他前途无量。冰心醉啊，这酒可是难得见你拿出来喝呀。没办法，今天高兴随你们喝。哎呀，可惜老二不在啊，要不然今天就能更加尽兴了。黄元老大、老四，恐怕我得等会儿再陪你们喝酒了。哎，怎么了？我感觉我要突破了。突破？突破金丹吗？不愧是价值5000积分的破障丹，虽然吞服第1颗时并没有让我找到突破契机，可吞服第2颗以后，这才1天，我便有了突破的契机。开始吧。瓶颈已经突破了，接下来便是铸无上金丹。无上金丹成了。无上金丹，这便是无上金丹。我现在只是刚突破达到无上金丹，只能算是金丹小成，可我的灵力爆发起来，我感觉上却比寻常的金丹小成起码要强上100倍。哼，从今天开始，我在这天宗王朝里也算得上是一位强者。媲美金丹圆满的力量，再配合上龙门第11层的剑意感悟，我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不知跟那地龙榜上的强者比起来又如何？老三他敢闯过龙门的第11层，若是他这次真的能够顺利突破达到先天金丹的话，哎呀，还真突破了！
这金丹气息，一个金丹小城，金丹气息怎会如此强横？来，老三，赶紧来喝一个。哎，这下好了啊！老三，你突破到达了金丹，且之前又闯过了龙门第11层。有你这位兄弟，现在我倒要看看整个龙宫还有谁敢来找我的麻烦。老三，怎么了？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什么事儿？是这样的，2天前我得到了消息，说有人在10万大山内发现了一株黑水莲。被发现时，这黑水莲还差几天才彻底成熟，应当就在几天后吧。而这黑水莲对我有极大用途。黑水莲？你想用那黑水莲子参悟滴水剑意？不，我想要的不是黑水莲子，而是黑水莲花本身。黑水莲极其珍贵，在天宗王朝有很多参悟滴水意境的修炼者对黑水莲子无比眼馋，所以这次黑水莲出世肯定会吸引很多强者赶过去，到时候少不了一番争夺。我虽然有金丹大成的修为，对意境的感悟也不弱，但是却没有把握在那么多人手中得到黑水莲啊！你想我跟你一起去，帮你抢夺黑水莲？对，原本我是想等老二回来，请老二跟我一起去的，或者在龙宫内找几位实力强点的弟子。可现在看到老三你已经突破金丹，所以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动身？2天后。好，我陪你去。剑无双已经离开龙宫了。根据龙宫传来的消息，这剑无双闯过了龙门第11层，轰动了整个龙门。同时，他还已经突破达到了先天金丹。另外，他今年才17岁。17岁的先天金丹，17岁闯过龙门第11层，这是什么速度？若是照这般速度下去，再给他几年的时间，他岂不是翻手就可以覆灭我血雨楼了？听着，立刻调动所有情报力量，给我查清楚他到底去了哪儿，找到他，让血影1队、血影2队随时待命。一旦找到那剑无双的所在，立刻出动，不顾一切代价给我灭杀了他。这一次，绝不能再给他任何的机会。若是这一次还被他逃掉，那么所有参与此次灭杀他的人，包括你们2个，一律处死。人还真多呀！这些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是领悟滴水意境的，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根本不是为了自己去争夺那黑水莲子，而是受人雇佣的吧？现在已经来到这儿的强者都已经数百位了，而且还有人在陆续朝这里赶过来。估计等黑水莲真正出世时，必将是一场非常惨烈的争夺。别着急，看那黑水莲的样子，要彻底成熟，估计还要2、3天才行。哎，你们几个，这地方归我们了，你们滚一边去。凭什么呀？就是凭什么？要你们滚就赶紧滚，不然小心你们的脑袋。找到地方了吗？他是大公子铃木白，是他，地龙榜排名第96的铃木白，地龙榜的人都来了。哼，知道是大公子亲自到来，还不快滚！咱们也走吧。那铃木白看上去温文尔雅，可实际上性子却霸道得很。这次黑水莲子的争夺，来的地龙榜强者绝不止这铃木白一个。可就是因为这地龙榜上的强者早已经名声在外，所以等真正争夺起黑水莲子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被其他人所提防的。可是咱们不同啊，咱们2个都没什么名气，境界又很一般，不显山不露水，没人知道我们的真正实力。如此一来，等真正开始争夺起那黑水莲时，
咱们已经占据很大的优势。看，那是火狮子，地龙榜排名63。血刀屠心，他也来了。看，那就是大公子李慕白啊，他还是那般的温文尔雅呢。子阳那个疯女人竟然也来了。火狮子、屠心、子阳，还有那铃木白，都是在地龙榜上排名60靠后的，也算不上真正的强者。魔千古涛跟萧芒在地龙榜上，一个排名第39，一个更是排名第22位。他们两个比道场的其他几个地龙榜强者要强多了，特别是那个萧芒。仅仅是一株黑水莲，没想到竟引来这么多强者，连地龙榜上的强者都有那么多，这下子麻烦大了。是很麻烦，不过也不是没机会。老三，以你现在的实力，对付这几位地龙榜上的强者，可有把握？除了那萧芒之外，剩下的几个人1对1的话，我都有把握。当然了，我突破了金丹之后，我对自己的实力虽然有底，但是毕竟没有真正跟地龙榜上的强者厮杀过，所以现在也无法彻底判断出来。哎，你呢？我的话，全力以赴之下，勉强可以抗衡他们当中的一个。可也只是排名在60名往后的那几个。要是对上古涛和萧芒就不行了。哦，我这位四妹身上秘密也不少啊。老夫丁墨，早听闻大公子大名，今日难得一见，特来请教。啊！有人敢挑战铃木白？终于有人挑战他了。这丁墨是谁啊？没听说过。我知道铃木，我听说过他，是一位名气极大的3爪金龙卫，曾经还有过一人同时击战3名金丹圆满，且将对方3人全部斩杀的战绩。丁墨，哼，哪来大猫阿狗？我听都没听说过。等这一战结束之后，你便会知道了。不仅是你，整个天宗王朝所有人都会知道，因为我会踩着你的名字登上地龙榜，名扬天下。踩着我的名字登上地龙榜，还真是自信呢。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没办法，道场的地龙榜上强者虽然有足足6位，可谁叫你的排名是最后的呢？不挑战你，挑战谁呀？找死！来得正好。铃木白，战个痛快吧！好强！哇，这便是地龙榜上强者的实力啊！太强了！那铃木白施展的刀光，任何一刀我都接不住。我可是金丹圆满呢。那丁墨也厉害啊，他的拳头太霸道了，论威势比铃木白明显更强一筹。这便是地龙榜上的强者的实力了。还不错。金丹圆满顶峰的灵力修为，在意境感悟上估摸着也能闯过龙门第8层。这铃木白在地龙榜中排名第96，算是垫底的，实力倒也不算太可怕。可地龙榜排名越靠前，实力也就越强。不出意外，地龙榜排名前50以上的，他们对意境的感悟，应当都可以闯过龙门第9层。那丁墨可以跟铃木白拼成这样，实力也足可以名列地龙榜了。看来，在场的地龙榜上的强者虽然只有6位，可有实力朝地龙榜冲击的，远不止这些。那丁墨能跟铃木白战成这样，太厉害了！差一点啊，差一点铃木白就输了。这丁墨很强啊，应当也有资格名列地龙榜了。火狮子，可敢与我一战？不信，听说你被称之为血刀。哼，刚好我的绰号也是血刀，今日既然碰上了，说什么也要与你分个高下。子阳是吧？在场的地龙榜上强者就你一个是女的，我也只好来挑战你了。老三，在场的地龙榜上强者那么多，你不去挑战看看？若是能正面击败其中一位，那就可以名扬天下了。没必要，
等黑水连争夺一开始，我照样会跟这些人交手的，到时候一样有机会击败他们。而且你发现没有，场上挑战的人虽然很多，可自始至终却没有人去挑战古涛跟那萧芒的，而那排名最低的铃木白却是被挑战次数最多的。我也察觉到了，也很正常，谁叫他排名最低，不挑战他挑战谁？老四，动手！黑水莲子对我感悟滴水意境有大用，7颗莲子，我最少要得到3颗。什么？好快的速度！是他，翼龙榜排名第79的顶尖强者天狐鹤灵。哼，杂碎，就凭你也想抢夺黑水莲子？杀了他！攻击啊！攻击他！别让他碰到黑水莲！该死！黑水莲子是我的。武涛，你实力虽强，可如果单凭你一个人就想独吞这7颗黑水莲子的话，未免也太不将我们放在眼里了。哼，就凭你们几个杂碎也敢跟我争？我滚！这一枪实力已经具备闯过第9层的实力了。不好！老四，你去摘黑水莲花，这里交给我。好。轮回剑诀，住手！将黑水莲子留下。这一刀，老四，你没事吧？没事。是他。萧芒，你并非感悟滴水意境的，且以你的性子，也不可能会有人能请动你帮忙抢夺黑水莲。那7颗黑水莲子对你而言，应当没什么用处。你说的对，这7颗黑水莲子对我的确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黑水莲子对我没用，但这黑水莲花对我用途却不小，所以这黑水莲花我拿走了，你们可有意见？他只要莲花，不要莲子。小芒，你既然只要黑水莲花的话，那现在你可以走了。对，你可以走了，我们绝不会拦你。抱歉，我对那黑水莲子也没什么兴趣，不过这黑水莲花嘛，却必须要得到。这小子在搞什么？这人是谁？竟然敢拦萧芒的去路，好大的胆子！一个金丹小城也敢拦萧芒，还说对那黑水莲花也感兴趣，找死吗？这小子，金丹小城，虚无剑波第10式，居然挡住了啊！他正面挡住了萧芒那一刀，不仅挡住了，甚至都不曾后退半步。势均力敌，他竟然跟萧芒拼了个势均力敌，有点意思。哼，看来我今天若是想要夺走黑水莲花的话，还得稍微费点力气才行了。黑水莲花我也势在必得，你想要得到，必须得过我这一关，而我这一关你过不了。挺自信。这里人太多，若是在这里一战，你我怕是都难以放开手脚。不如你我去那儿一决高下，如何？可以。那就跟上来吧。老四，你就留在这里。放心吧，那黑水莲花我一定给你拿回来。小心点。刚刚那个人到底是谁啊？他才金丹小城吧？太可怕了！刚刚那次交锋的威势实在是太可怕了。萧芒实力强那是肯定的，毕竟成名已久。可刚刚那位用剑的金丹小城，竟然可以跟他拼个势均力敌，简直不可思议啊！不好，黑水莲子！该死，我的黑水莲子就在水下，赶紧去抢！老三，希望老三真的可以跟萧芒抗衡。就算抗衡不了，只要能保住性命，也就不错了。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龙宫，剑客。
龙宫弟子，果然，金丹小城之境，便可以正面接下我那一刀。也只有那传说中的满门妖孽的龙宫弟子才能够办到了。不过，你应该知道，刚刚那一刀，我并没有尽全力。我知道，巧得很，我也没有竭尽全力。那就更有意思了。黑水莲花就在那枚乾坤戒当中，你我一战，谁赢了，乾坤戒便归谁。好，小心了。来吧，硬碰硬，我吃亏了。看来在力量上，你这个金丹小城，终归还是比我要差上一些嘛。啊，我的无上金丹虽然逆天，刚突破金丹小城，在力量上便足以媲美那些金丹圆满，甚至比普通的金丹圆满还要更强一筹。可这萧芒却是老早便达到金丹圆满顶峰的存在，力量强度也已经达到金丹的极致，论力量爆发，比我还要强上一些。硬拼不过，便靠剑术剑意击败。风已经，接我一刀！血火剑诀第6式。之前是大地剑意，刚刚是疾风剑意，现在竟然又是烈火剑意，而且感悟都极高。哦，早知道龙宫弟子妖孽，却没想到妖孽成这样，同时领悟3种剑意，感悟还这般高。哼，我感悟3种剑意，虽然没有1种可以跟你感悟的疾风剑意相比的，可是3种剑意运用得好，也足以碾压你。那就试试吧。这女人，7颗黑水莲子，我仅仅拿到了2颗，眼前这女人手中倒还有1颗。不过，这女人不好惹呀。哎呀，该死，差一点就差一点啊！我付出那么大代价请你们来争夺黑水莲子，结果7颗黑水莲子1颗都没得到，要你们有什么用？一群废物！啊，还好，虽然黑水莲子没有得到，可最起码我的命保住了，总比那些死掉的人要强啊。呀，太惨烈了，死的人太多了，还好没冲在最前头，否则恐怕人家只剩一具尸体了。是萧芒，还有之前那个金丹小城的黑衣剑客，他们2个还在激战。这都过去多久了，竟然还没分出胜负啊！哎，快去看！2位顶尖强者的较量啊！哎，去看看！走！快！老三，萧芒，还有之前那个金丹小城的小子，竟然厮杀了这么久。他们真的只是金丹吗？金丹武者能强成这样？萧芒，这便是你真正的实力吗？很强，真的很强，不愧能在地龙榜上排名第22位。不过那黑水莲花我却势在必得，所以这一战我必须赢。太强了，这黑衣剑客到底是谁啊？之前从未听过，可实力怎会如此强悍？同时领悟3种剑意，且3种剑意感悟都高到这等程度，我的天哪！萧芒虽然强，但强的也仅仅是疾风这1种意境，可他的对手可是同时掌握3门意境啊！3种剑意完美转化起来，可攻可守，可快可慢，根本没有一丝破绽啊！看，萧芒他要败了啊！还真是啊！哎，没办法，那黑衣剑客3种剑意完美转化，实在是太可怕了。不是萧芒实力不够强，而是那黑衣剑客太变态了。一个人同时领悟3种剑意，感悟还这般高，我真是平生仅见呐！是啊，萧芒，认输吧。认输？在我萧芒的世界里，从没有认输这2个字。拼命了，萧芒竟然拼命了！哼，没用的。败了，萧芒败了。虽然已经拼命，可结果还是败了。萧芒，这一战你败了。败了。其实我很想知道，
你如此渴望得到那黑水莲花，甚至不惜跟我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呀？黑水莲花，剑客，你可知道我达到金丹圆满极致已经多久了吗？我看过地龙榜上对你的介绍，你成名已久，7年前便已经名列地龙榜了。的确，我是在7年前才列入地龙榜当中，可我达到金丹圆满极致的时间已然有15年之久。15年？15年前，当我达到金丹圆满极致后，我便遇到了瓶颈，最大的瓶颈。这15年下来，我想尽一切办法，只为寻求突破的机会，可结果却连一丝突破的契机都没有遇到。我一直渴望能够突破成为那传说中的阴阳虚境强者，可这层瓶颈却困扰了我太久，我甚至都近乎绝望了。而就在不久前，我结识了一位炼丹大师。这位大师在炼丹方面造诣极高，我对他又有恩，所以只要我能够搜集足够的材料，他便答应我炼制一枚破障丹。破障丹？破障丹？破障丹有一定的几率让人触摸到那层瓶颈，从而产生突破的契机。虽然几率并不大，但那对我来说却是唯一的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便费尽心机在搜集炼制破障丹的材料。这段时间我走遍了很多地方搜集这些材料，已经搜集了七七八八，唯一还差的一种材料便是这黑水莲花。你说的破障丹是这个？破障丹？你怎么会有？别忘了我的身份。你为人还不错，这颗破障丹送给你。多谢。黑水莲花。老三。啊，幸不辱命。老三，多谢。黑水莲子。老三，这黑水莲子就给你了。我看得出你还想要领悟那滴水剑意，这黑水莲子应当能够帮到你。你不也是感悟滴水意境的吗？我有那黑水莲花已经足够了，这黑水莲子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用处。那好，这次的黑水莲争夺算是彻底结束了。黑衣剑客，金丹小成之境，同时领悟3种剑意，感悟都极高。没错，他便是剑无双，血色必杀令目标剑无双。目标就在前方。血影1队、血影2队，你们先出手，找准机会一击必杀，最好不要让我2人出手。无非是一名金丹小成的龙宫弟子罢，纵然对意境感悟高点又算得了什么呀？我血影1队、2队同时出手，已经很给他面子了。至于你们2位，就在一旁看着就是了。安仁，你还是别太小看目标的好。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就在今日黑水莲花的争夺上，他击败了地龙榜排名第22的萧芒，而那萧芒在地龙榜上的排名可在你之上。那又如何？我是杀手，正面厮杀本就不是我的强项，可一旦被我找到机会，别说地龙榜排名第22了，纵然是排名前10的那几个人，也必死无疑。还是莫要大意，别忘了对方是血色必杀令上的目标，会议大人更是亲自下令，这次不管如何都要将其斩杀。若是失败了，我等将全部被处死。记住，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一击必杀，杀死后立即离开。去吧。那黑剑客到底是谁啊？他一个金丹小成，怎么战力如此恐怖？
他的名字似乎就叫剑客，听说还是龙宫弟子啊！龙宫弟子，哎呦，怪不得这般厉害。滴水剑意啊，是滴水剑意，这剑客领悟滴水剑意了。之前他便领悟了疾风、大地、烈火3种剑意，现在又悟出了滴水剑意，4种意境，他竟然全部领悟了。妖怪，怪物，变态！同时领悟4种剑意，好大的魄力啊！滴水剑意，同时领悟4种剑意，还真是胆大包天呢。他现在在演练剑术，注意力高度集中，现在出手得手把握不大，等他剑术演练完毕收剑的那一刻，他的精神他的注意力都会松懈，那个时候才是最佳出手机会。不愧是引起一片血雨腥风的黑水莲子，我才吞下没多久便领悟出了滴水剑意，而且对剑意的感悟很容易便达到龙纹第4层的层次了。就是这个时候，老三，恭喜你又领悟了1种剑意。老三，小心！什么？这领悟4种剑意又如何？能击败萧芒又如何？你刚演练完剑术，原本高度集中的意识跟精神都会猛地一松，这个时候是你防备最低的时候。我借助夜色隐藏身形，抓住机会出手，造就了这次刺杀。这是一次完美的刺杀，纵然是地龙榜前10的强者都躲不过。你死定了！怎么可能？这个女人，血雨楼，给我死！不好，给我滚！这个女人也有古怪。怎么回事？好可怕的气息！发生什么事了？哎，是剑客！你看，剑客那里，那些戴着金色面具的黑袍人，难不成是血雨楼？啊，是血雨楼！对，是血雨楼的金面杀手，而且是足足10位金面杀手，是冲着那剑客来的。血雨楼的人要杀剑客。血雨楼，血雨楼，你们胆敢暗杀龙宫弟子们，好大胆子！难道就不怕事后龙宫会倾尽全力报复吗？龙宫弟子？那剑客真是龙宫弟子啊？开玩笑，他一个金丹小城，战力强成这样，也只有龙宫的妖孽才有可能做到了。啊！血雨楼，剑无双，今天你别说搬出龙宫来，你就是搬出天王老子也必须死，没人救得了你。动手，杀！哼，就凭你们？这是虚剑术第60，情报差距太大了。这剑无双的实力比我们情报上的要强得多，而且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更是古怪。暗刃那次完美刺杀，这女人竟然能反应过来。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我们既然已经动手，那就没有后路。光凭暗刃他们肯定无法将那剑无双杀死，所以靠你了。我出手，他必死。死？怎么可能？怎么会这么快？第4个。这速度！死面杀手，阴阳虚境，血雨楼的紫面杀手竟然亲自出手了！完了完了，剑客死定了！老三，你该死！这丫头，老东西，死吧！这股力量，这个丫头竟然是那个地方的人，单凭这一点就绝对不能杀她。我可不敢杀你。老三，我早就猜到了，血雨楼既然对我动手，他就绝对不可能
只有表面上的10名金面杀手那么简单，只是没想到血雨楼对付我一个金丹小城，竟然都派出了紫面杀手。秘术夺灵。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那漩涡是什么东西？哎，快看地面！不管这小子在搞什么，直接杀了他便是。哼！怎么可能？老杂毛，刚刚那一掌打得很爽吧？刚刚你打爽了，现在也该轮到我了。找死！我的手！找死的是你！又来一个，给我滚！这第2名紫面杀手的实力比第1名还要强得多呀！死！哼，可笑！是你！竟然是他！凌云，是凌云大人！竟然是凌云大人！风雪城城主凌云！凌云，竟然是你！你藏得好深呢！该死！既然已经暴露，那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先杀死他！去死吧！滴水一教，生生不息。这凌云对滴水意境的感悟竟高到这种程度了。这一枪，绝对可以轻易闯过龙门第11层，甚至距离12层也都不遥远了。好，快逃！老三，都去死吧！你逃得掉？快，我们也赶紧跟过去！跟上去，快跟上去！我要看看剑客能否逃过这一劫。旷世一战啊，比之前跟萧芒那一战还要激动人心！快快快快，边去，别挡道！老三，你一定要逃掉，一定要逃掉！我还有生机，我还有最后一丝生气，坚持，坚持住！10名金面杀手，2名紫面杀手，这等阵容，纵然是去暗杀那些阴阳虚境强者都毫不为过。小子，你区区一个金丹小城，能够让我血雨楼派出这阵容来暗杀你，你也值得骄傲了。接下来，你还是乖乖受死吧。哼，就凭你，也想杀我？我剑无双的命，天可受，地可受，所有人都可以受，偏偏血雨楼的人永远受不了。纵有神龙起沧海，难负豪情祭乌台。他您若有归来日，必叫诛魔下黄泉。小爷这次若不死，卷土重来之日，必将令血雨楼天翻地覆。他真的能够归来吗？他若是就此死去也就罢了，可若是真有归来的那一天，那血雨楼恐怕就真要完蛋了。无尽深渊，纵然是我闯入到底部都必死无疑，至于你，还想活下来，还想有归来之日，可笑！凌云，回去告诉你的主子，从今日起，血雨楼将不得安宁。我拭目以待。龙宫众殿主何在？老白，怎么回事？刚刚得到消息，剑客死了。什么？剑客？是那个小家伙？杀死剑客的是血雨楼。血雨楼？是他们混账，竟敢暗杀我龙宫弟子！暗杀龙宫弟子，本就是对我龙宫的挑衅。剑客更是我龙宫这一届最耀眼的天才，他将来完全有希望媲美那刀锋子，甚至还有希望达到那至高无上的一步。可结果，就因为血雨楼
这名天才没了。看样子，我们龙宫是低调太久了。绝世天才被杀，我龙宫若是装作不知道，那龙宫在这天朝王宗就成了一个笑话了。没得说，必须要报复！报复，狠狠的报复！要给血雨楼一个惨重的教训。公子，小柔，发生什么事了？公子，我的一位兄长死了。哦，说说看，你想替你那位兄长报仇？是。你性子温和，此刻竟然动了杀念，看来你那位兄长在你心底地位也不低呀。我会让麾下一支亲卫队赶过来听你差遣，从今往后他们也留在你身边，算是保护你了。多谢公子。老三竟然死了，被血雨楼的人追杀，跳入了无底深渊当中。给我将关于血雨楼的所有资料拿来。是。血雨楼，从今天开始，我的历练目标就只有一个：屠尽血雨楼内一切杀手。老三，老三竟然死了！带酒。赵主任，血雨楼，天宗王朝第一杀手组织，我想让他彻底消失，有问题吗？邵主任，这天宗王朝可并非我们的地盘。我不管这些，我只问你，能不能做到？能，那便按照我说的去做。是。血雨楼，老三。金丹小城，就这等境界，竟然也敢进入祖地。大姐，你有没有发现这小家伙的长相跟几年前来这儿的那个人非常相似？你说剑南天？哼，剑南天当初来这儿时可已经达到了金丹圆满顶端，且剑意感悟更是奇高，还直接闯过了第一重考验，可比这小子要厉害多了。祖地的3重考验，这小子连接受第1重考验的资格都没有。若非是看在他剑魂已经彻底觉醒的份上，我真想现在就把他丢出去，让他自生自灭。那，大姐，你现在是要……给他服下1颗回心丹，然后把他带到剑冢去，关上2年。是死是活，看他自己了。是。看来还没死。奇怪，我的身体应当是那回心丹的功效吧？这是，好强啊！留下这道剑痕的人，对烈火剑意的感悟简直强到可怕。龙门13层，这道剑意的主人，绝对可以全部闯过去。大地包容一切，好惊人的大地剑意啊！这是大地剑意，这一剑简直蕴含我能够想象到的所有大地剑意的玄奥，厚重、磅礴、浩瀚、包容，一切的一切尽皆在其中。疾风剑意，撕裂、穿刺、缥缈，一切的一切也在其中。烈火剑意，滴水剑意。停下，快停下！好危险，好险！差一点我就彻底着魔了。那石碑上的剑意太深奥，太可怕了。我现在要是去参悟，那跟找死没有什么区别。这便是剑种吗？这小子服下了回心丹，倒是捡回来1条命，算他运气好。大姐，这小家伙虽然境界低了点，但天赋还是很不错的。他才多大呀，便已经将剑魂彻底觉醒了，很不错了。不错，那也只是针对现在。若是曾经，那剑种守卫都安排好了吗？
已经安排好了，都是按照大姐您的吩咐去安排的。这小子，他真将这剑种当成难得的机缘了。殊不知，机遇与危机相伴。1个月后，当剑种守卫出现的那一刻，有他好受的。但愿他能从那剑种守卫当中活下来吧。这一剑将烈火剑意跟滴水剑意完美结合，水火本不容，可在剑意上却依旧能够完美结合。好快，好凌厉的一剑！这股疾风剑意，黑暗，无尽的黑暗。这剑痕当中的剑意是什么？难不成除了大地、疾风、烈火、滴水这4种剑意之外，这天地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剑意？这2种不同的剑意，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彻底结合呢？1个月时间到了。剑种守卫，也不知道这小家伙能否将剑种守卫给击败。击败？这剑种守卫可是我亲自安排的，就凭他能够在这剑种守卫当中存活下来就不错了。而要击败剑种守卫，悬呢，看着吧。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祈祷这小家伙能在剑种守卫当中坚持1个时辰吧。1个时辰后，他就能活。这一剑就斩杀了剑种守卫，是力量。这小子的力量很强，明明只是一个金丹小成，可爆发的力量绝对比得上普通的金丹圆满，甚至可能还要更强一些。大姐，你失算了。我怎么知道他的力量会这般恐怖？我原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金丹小成罢了，所以给他安排的剑种守卫也是针对金丹小成武者的。哪想到他的力量竟然比一般金丹圆满都要强上一些，只用1剑便直接将剑种守卫击杀。这次就算他走运，可下一次就没那么简单了。重新安排剑种守卫，将他当成金丹圆满去安排。大姐，这小家伙确实只是金丹小成啊，咱们把他当成金丹圆满去对待，这有些不公平吧？有什么不公平的？他虽然只是金丹小成，可力量却不会比金丹圆满差，那自然得把他当成金丹圆满。你不用管那么多，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了。好吧。刚刚那个岩石巨人是什么呀？难道是剑种内的考验？不过如果是考验，也太弱了吧。动静倒是挺大的，可实力太弱。距离上次剑种震动刚好1个月，也就是说，这剑种每个月都会出现这样一尊岩石巨人。也不知道这尊岩石巨人比上一尊岩石巨人要强多少。这才有点意思。我就不信了，他还能像之前那样轻易将我安排的剑种守卫给击杀。可是大姐，这尊剑种守卫明显也不是那小家伙的对手啊。那小子2个月的时间，他对剑意的感悟倒是提升了不少啊。这尊岩石巨人虽然对剑意的感悟非常一般，可他的力量、速度都非常可怕，比那些金丹圆满极致的武者要强多了。论整体实力，怕是比那萧芒都不差。这小子天赋不错，2个月时间竟然有这么大进步。进步是挺大的。老二，你再去将安排好的那些剑种守卫稍微调整下，再给他加点难度。还加难度？大姐，这小家伙怎么说也只是一个金丹小成啊，咱们把他当成金丹圆满对待，对他已经非常不公平了。再加难度，过分了点吧？过分什么？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混蛋！我真不甘心！明明用不了多久，便可以将血雨楼连根拔起的，偏偏这个时候那位亲自下令让我们罢手，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好了，老白，你也别抱怨了。店主大人既然亲自下令，自然有他的用意，我们只需遵命就是了。遵命？哼！混蛋！不就是一个血雨楼吗？竟然还灭不了！少主，门主大人亲自下令让你罢手，不再去对付血雨楼，自然有门主大人的道理。所以，父亲大人既然下了命令，我自然遵从，不再对付血雨楼。不过，当初出手对付老三，将老三逼得只能选择跳入无底深渊的那个凌云，他却必须要死。只要不对付整个血雨楼，仅仅是其中一名紫面杀手，倒是不成问题。那好，那就对付这个凌云，最好给我活捉他。是，老三，你放心，我这个做老大的一定会替你报仇的。公子他竟然亲自下令让我不要再去对付血雨楼，区区一个血雨楼竟然连公子都会记得。算了，既然公子吩咐了，那便罢手吧。只可惜老三。风本无形，无处不在，火则狂暴，迅猛无比。风借火势更猛，火借风势更旺。疾风剑意，烈火剑意。疾风剑意，烈火剑意，彼此结合。成了。两种剑意彼此结合了，这才1年零3个月。算他走运。2年时间已经到了，带那小子离开吧。另外，将这本剑诀也交给他。这是无我剑诀。这2年时间，我不断调整剑种守卫的难度，对他而言也的确太过苛刻了一点。这本剑诀，便算是给他的补偿吧。差一点，不管是大地剑意还是滴水剑意，总感觉差那么一点。2年时间也到了。2年时间已到，跟我走吧。这位大人，我想请问，这祖弟……闭嘴！凭你现在的实力，根本没资格过问祖弟当中的事情。若真想知道，等你突破达到阴阳虚境再来这儿，通过祖弟的一重考验，你就有资格知道了。到了。这是空间虫洞，可以连接2片不同的空间。空间虫洞，接连2片不同的空间，另外一片空间在哪儿啊？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对了，你既然到了祖地一趟，也不能让你空手而归。这门剑诀送你了，虽然只有上半卷，但对你而言用途应当也不小。无我剑诀。好了，离开吧。疼死我了！山洞，这是在哪儿啊？难道还在10万大山中吗？这是黑暗之森，竟然是黑暗之森！离开剑侯府已经3年了，也该回去看看了。这便是维新世，威能还真够强的。而且我现在仅仅只是将2种剑意结合形成的烽火剑意，若是结合3种剑意或者是4种剑意，这一世的威能肯定能更可怕。天焰行省8水郡，我剑无双回来了。跟以前一样，这剑侯府内倒是没有太大变化。3年前一夜，剑侯府因我遭逢大难，4位长老也因我而死，不知道现在的剑阁怎么样。哼，剑梦，金丹大成，不错嘛。
3年前被我击败以后，便跟他师尊回天元剑宗修炼去了。按道理3年之内是不会离开天元剑宗的，难不成他也是今天才回剑侯府的？这么巧？刚刚那角马兽上的，便是剑侯府的那位绝世天才剑梦儿吧？对，是他。听说他在3年前被剑无双击败之后，便前往了天元剑宗修炼，一直不曾露面。时隔3年，总算是回来了。回来了也正常，毕竟现在的剑侯府处境可非常不妙。他若是再不回来，剑侯府恐怕就要完了。是。剑梦儿不回来，剑侯府就要完了。听说剑侯府已经发出了请帖，邀请凶兽帮的3位首领明天在天仙居见面了。这次见面，怕是有一较高下的意思。一个是八水郡的老牌霸主，另一个却是刚崛起不久，但拥有徐氏3兄弟坐镇的凶兽帮。这场较量可真让人期待啊！我总感觉这一次剑侯府凶多吉少啊。那凶兽帮虽然刚崛起不久，可徐氏3兄弟可是在整个天焰行省都拥有极大名气的，特别是他们的老大徐龙，那可是名列地龙榜的顶尖强者，在整个剑侯府都找不出能够与之抗衡的人。谁说不是呢？剑侯府也是察觉到了压力，所以才这么急将剑梦儿叫回来。毕竟天元剑宗的核心弟子威慑力也不小。一切啊，就看明天的了。看好戏吧。哼，徐氏3兄弟，徐龙在凶兽帮，明天就要跟剑侯府一决高下，哼，有点意思。梦儿，今日这次会面就看你们3位的了。我剑侯府并没想过将那徐氏3兄弟赶出八水郡，甚至愿意做出让步，将八水郡霸主的位置让给他们，哪怕只再赠送给他们一些利益产业也可以，只要他们不继续逼迫，那就足够了。府主，你尽管放心就是，有我们3个在，谅那徐龙也不敢太过分。毕竟我们背后站着的是天元剑宗，他就算不给我们3个面子，也得给天元剑宗一点面子嘛。更何况就算是真撕破脸皮，我们2个跟梦儿联手，也完全不惧怕那徐龙。地龙榜强者的确是很强，但强的也有限。何况这徐龙仅仅是排名第91罢了，他的实力顶多也就比寻常的金丹圆满要强上一些。我跟梦幽师弟2个都是金丹圆满，再加上梦儿师妹也近乎媲美金丹圆满的实力，3个人联手对付他一个，绰绰有余了。别太自信，地龙榜强者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惜凌风师兄外出历练去了，否则将他请来，这徐龙就绝不敢放肆了。梦儿师妹，不就是那徐氏3兄弟吗？哪有资格让凌风师兄亲自出手啊？就我们3个就足以将他打发掉了。对了，梦儿师妹，我听人说3年前就在这剑侯府内，你曾败在一个人的手里，那个人在哪儿？现在剑侯府有难，怎么不见他站出来？剑无双。哼，3年前能够击败师妹你，那只是他运气好而已。而这3年，师妹你在宗门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栽培，大量的资源宝物辅助师妹你的实力几乎每天都有巨大进步，又岂是寻常人可以相比的？当初击败师妹你的那个人，现在怕是连当你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哼，或许吧。估计那家伙到现在都没有突破金丹吧。我这3年一直将他当成对手，当成心底的噩梦，也真是蠢得可以。剑心侯，找我们3兄弟前来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徐龙，我今日找你来，是想跟你商议一下我剑侯府跟凶兽帮停战的事情。这1个月时间来，我剑侯府跟你们凶兽帮，不管是明面上的厮杀，还是暗地里的较量，都爆发过很多次。我们双方的损失都不小。哼，你说错了，
是你们剑侯府损失大，而我们凶兽帮可没什么损失。每次厮杀完，我凶兽帮是损失了不少人，但名声却传播了出去，反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寻求我凶兽帮的庇护，有很多还是跟你剑侯府有极大仇怨的。所以我凶兽帮的整体实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越来越强呢。哼，所以你如果找我来就只是说这些废话的话，那就不必说了。徐龙，我剑侯府愿意做出让步。从今日起，我剑侯府会尽量约束下边的弟子，避免跟你们凶兽帮的人发生冲突。同时，那八水郡霸主的名头也给你们。此外，我剑侯府麾下产业也愿意交给你们一成，如何？哦，哈哈，这才像是个谈事情的样子。不过，仅仅1成的产业，你是打发叫花子呢吧？啊？1成，已经很多了。徐龙先生，我叫剑梦儿，是天元剑宗的弟子。我的师尊是天元剑宗的水寒心长老，希望徐龙先生你看在我师尊的面子上，看在天元剑宗的面子上，对剑侯府高抬贵手。天元剑宗，哼，早听说剑侯府有个丫头成为天元剑宗的核心弟子，看来就是你吧。不过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天元剑宗是很强，我也招惹不起，可仅仅你一个核心弟子，那可代表不了天元剑宗呢。至于你师尊水寒心，哼，整个天元剑宗除了那几位老不死的阴阳虚境之外，也就凌风值得我忌惮一二。水寒心那个老女人算哪根葱啊？啊！剑星红，别以为请来几个天元剑宗的弟子就能唬住我。我告诉你，你剑侯府的产业，我要9成，少1成，你剑侯府都将成为历史。9成？师妹，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直接出手，让他瞧瞧我们天元剑宗弟子的厉害。就是，一个排名在地龙榜90名以后的货色，还真能怎么怕他不成啊？哎呀，这天元剑宗的弟子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老三，这3个小家伙交给你了，毕竟是天元剑宗的核心弟子，杀是不能杀的，不过给他们一点教训还是可以的。放心吧，大哥，交给我。3个小娃娃，一起来吧！找死！哈哈哈哈！真是笑话！什么？朱宇师弟，来得好！哼，我只想安安静静喝杯酒，可你们吵到我了。这人，我跟你们说话呢，你们吵到我了，你们说怎么办吧？哪来不知死活的东西？滚！怎么回事？那家伙怎么不动了？闭嘴！死了，这徐豹死了。难道你们没看到那徐豹脖颈上留下的血迹吗？他已经死了，被刚刚那一剑给斩杀的。什么？是有血迹？他的气息也开始消散了。真的死了啊！三弟，杀我三弟，拿命来！太强了，这便是地龙榜强者的实力。你到底是谁？你大哥跟三弟都已经死了，你也跟着去了。这是三杀剑，是三杀剑，剑无双，你是剑无双，剑无双！
梦儿，你胡说什么？剑无双早已在3年前便已经死了，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府主，或许是我看错了吧。你肯定看错了。快，将这徐氏3兄弟尸体收敛一下，他们3个一死，凶手帮便不足为虑了。梦儿，你看清楚了。梦儿，你看清楚了，刚刚那黑衣剑客真是剑无双。他的脸一直隐藏在斗笠之下，我根本看不到。不过我却认出了他背着的那柄剑来，那是3杀剑，我曾经也掌控过2个月的，我怎么会认不出呢？更何况那黑衣剑客的身形也给我非常熟悉的感觉，所以我有80%的把握认定他就是剑无双。3杀剑一直在剑无双手中，身形又给你这般的熟悉感，且还帮我侯府斩杀了徐氏3兄弟，解除这次大难。不用怀疑，他肯定就是剑无双的。这小子消失了3年，终于回来了，而且实力竟强成这样。那个混蛋，他的进步怎么可能会这么快？我故意压低面貌，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刻意改变了一些，却没想到还是被那剑梦儿给认出来了。他能认出我，应当是3杀剑的缘故吧。不管怎么说，剑侯府没事儿，剑阁也还在，这就足够。他年若有归来日，必叫诛魔下黄泉。将我能够查到的关于血雨楼的一切信息资料都拿过来，包括这天焰行省血雨楼的一些据点，据点当中的强者实力数量等等。另外，将地龙榜也给我拿一份。是。哦，果然如我所料那般，净月湖一役后，血雨楼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报复。这血雨楼明明已经摇摇欲坠了，到了即将毁灭的边缘，可突然一切都平息下来了。这血雨楼的背景看来不简单呢，清水据点。血雨楼的情报系统非常完善，我不动手则已，一动手，血雨楼肯定会立即反应过来，到时候我怕是很难有第2次机会出手，所以我一出手必须要狠要快，同时要让血雨楼心痛。这2名紫面杀手虽然都是阴阳虚境，可实力也只是一般的，跟2年前的净月湖上被我重伤且废掉右手那名紫面杀手差不多，要杀死他们也不是不可能的。就选这清水据点了。暗影老狗，给我准备1头狮鹫，另外再给我准备一些特殊的东西。血雨楼秩序森严，就算是血雨楼的杀手要进入这据点当中，都得对暗号，而这暗号每天都在交替更换，他们的杀手又训练有素，根本不可能从他们口中得到暗号，所以我想要混入据点当中是不可能的。想要进入这据点，只有一个办法，直接杀进去。下雨了，既然天公作美，那我便在这暴雨当中大肆杀戮一场吧。这雨也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什么？什么人？这是什么？水滴？这么大的水！小心！快闪开！该死！杀了他！杀！这怎么可能？4位金面杀手竟然被一剑斩杀！这是什么实力？金面杀手。接下来该你们了，血雨楼的人全部得死。我们这次要暗杀的目标是他，天元剑宗太上长老之一顾清寒。我们安排到天元剑宗的那枚暗子，如今已经在天元剑宗身居高位，将来甚至有可能执掌天元剑宗，成为天元剑宗新一代宗主。可就是这顾清寒这些年处处跟他作对，所以他得死。天元剑宗强者不少，阴阳虚境都有数位，想要在天元剑宗内部暗杀他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等他从天元剑宗内出来，
怎么回事？有敌袭！赶紧过去！一个金丹大成，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诛杀我血雨楼近100位杀手。你是谁？2年前，我当着很多人的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年若有归来日，必叫诛魔下黄泉。这句话你们应当听说过。剑无双，是你？什么？剑无双？血色必杀令的目标？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还活着？那么多人看到你跳入无底深渊，你应该是必死无疑的。不好意思，小爷命大，在鬼门关前闲逛了一圈，阎王爷说我英俊潇洒，这么年轻就死了，太可惜了，所以就把我给放回来。既然我没死，那现在就是你们了。可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既然2年前没有彻底将你杀死，那今日再杀你一次也是一样的。死！紫面杀手。2年前我面对一名紫面杀手，还得施展夺灵秘术去拼命，但是现在，什么？不好！2人联手吗？那又如何？该死！就是现在，无我剑诀为先时。他太可怕了，他的剑术太可怕了，烽火剑意啊，对，他已经将疾风剑意跟烈火剑意结合，形成了烽火剑意，对异性感悟比我都要强的太多太多了。我跟老九2人联手2对1，结果却依旧被他碾压，老九更是直接被他斩杀了。他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阴虚小城之剑，就算跟阴虚大城强者比起来，怕也差不了多少。踏空而行，1敌2，竟然还斩杀了一名紫面杀手，这怎么可能？快杀了他，动手杀了他！快来救我！想逃？给我滚！你逃得掉吗？怎么会这么快？杂碎，去死！哼，可笑！呀！我的金丹，我的金丹！哼，命都要没了，还顾及金丹啊？紫面杀手不过如此罢了。没想到2年前落入无底深渊的剑无双居然还活着，而且接近2年的时间，他的实力便已然提升到了这一步。他没死，那我血雨楼的麻烦就大了。这丹药在龙宫秘阁当中价值200积分，现在便宜你了。我问你，我父亲还有我小姨，他们在哪儿？你父亲，我不知道。至于你小姨，你说姬无月吧。3年前她落入我的手中，而现在我的确知晓她的所在。不过，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啊？哼，我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所以我也有准备。安阳，我听说你是用毒高手，我小姨身上的万古石心之毒便是出自你之手。既然如此，那你也应该知道我手中的是什么吧？是血虫。你猜对了，嗜血虫靠血为生，一进入你体内便会立刻孵化，然后开始吞噬你体内的鲜血。随着吞噬会继续分化，从1条变成2条，然后变成4条，最终演变出成百上千条。他们会慢慢吞噬你的鲜血，然后再一点点吞噬你的血肉。不用几天，
你的身体内部便会被彻底吞噬得一干二净。这才是真正的万重实体呢。论痛苦程度，比你给我小姨下的万古食心毒还要更胜几分。该死！该死！放心吧，有我在这儿，这2天内你想死都死不了。好好享受。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我告诉你，姬无月在哪儿？我告诉你之后，你要立即杀了我。说吧。姬无月被我关押在司徒世家，他在哪儿？司徒世家？哪个司徒世家？八水郡的司徒世家，他们的家主是司徒清月，姬无月就关在司徒世家的府邸内。司徒清月？司徒清月是血雨楼的人？对，他的确是我们的人，而且在血雨楼内非常特殊。纵然只有普通金丹实力，可他却直接听命于楼主大人，这般待遇，纵然是我都没有资格拥有。直接听命于血雨楼楼主？该说的我都说了，杀了我，快杀了我！哼，想死哪有那么容易？老老实实在这儿等我回来吧。放心吧，我在给你喂下嗜血虫之前，还给你吞服了那枚丹药。这枚丹药可是疗伤圣药，你死不了的。雨还没停，那杀戮便继续了。什么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司徒世家！司徒家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剑无双，是你？剑无双，剑无双！哼，既然还记得我，那就好办了。我问你，我小姨在哪儿？你小姨是谁？哼，还装糊涂。我再问你一句，我小姨在哪儿？你若是还不说，今日我便血洗了司徒世家，鸡犬不留。我带你去。哼，果然是装糊涂。小姨，动手！剑无双，你没想到吧？当初我在建造这间密室时，便想到今后有可能会出现今日这样的局面，所以我就在这间密室当中设下了机关。这间密室周边墙壁都是由玄铁建成，厚度超过3米，没人能够击破。而你面前的一根根铁柱，那也都是由乌金打造的，除非是阴阳虚境级别的超级强者，否则没人能够。哼，原本还想让你多活一会儿的，但现在没必要。家主，家主！小姨，你是无双？是我呀。小姨，我带你走。解药交出来。剑无双，到了现在你还想救他？可笑至极。这姬无月的万古噬心毒早已经催发达到了极致，根本活不了几天了。别说我根本没有解药，就算是有交给你，也一样没有任何作用。你太小看万古噬心毒了。混蛋！无双，小姨，我自己的情形，我比谁都清楚。的确活不了几天了，且没人能够救得了我。
能够在死前再见到你，见到这暗影老狗，已经足够了。无双，给我把刀。啊！我要亲手杀了这暗影老狗。好。齐无月，那万古噬心毒不好受吧？啊！来吧，来吧，杀死我，折磨我吧！我所受的这些折磨，跟你这些年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齐无月，还真是悲催呀！啊，明明是一名绝代佳人，你的美貌当初在姬氏一族仅次于你姐姐姬无梦，多少强者曾为你魂牵梦绕，可现在却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可悲，真是可悲的很呐！无双，小姨，我痛苦了那么多年，也是时候解脱了。无双，我姬氏一族的血海深仇，千万别忘了。你现在的实力还太弱，别去跟血雨楼正面碰撞。还有，我见到你父亲了，虽然是3年前，但他还活着。小姨，你安心的去吧。姬氏一族的血海深仇，我会报的。血雨楼，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血雨楼。先回龙宫吧。没死，都跳入那无底深渊了，竟然都没死。不仅没死，反而实力大涨。他的进步太快了，再让他继续成长起来，我血雨楼迟早有一天会毁在他的手里，必须杀死他，不能再心存侥幸，也不能再给他任何机会，必须把他杀死。这话你应当说过很多次了吧？你怎么来了？我也不想来，可师尊有令，不得不从。楼主大人，师尊说了，那剑无双是他亲自下达血色必杀令的目标，必须要死。可结果接连2次出手，都以失败告终。且我血雨楼甚至还为此付出莫大的代价，所以接下来的第3次刺杀，绝不能再出现任何意外。于是就让我来了。你想怎样动手？很简单，正大光明杀了他就是。啊！别忘了，那件盛事马上就要开始了，而那剑无双既是龙宫弟子，想来也会参加那次盛事才对。到时候我出手杀他，顺理成章。龙宫就算再心疼，都不敢多说什么。我倒是差点忘了这件事儿。那是。苏烈，你的实力便只有这点程度吗？简直不堪一击呀！就这种实力，还想跟我争夺这云梦白果？哼，真是笑话。哥，你没事吧？没事，不过那云梦白果是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就算了。苏烈，欧阳皓月。都说龙宫满门妖孽，弟子逆天，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你是在挑衅整个龙宫吗？那又如何？你们这一届的龙宫弟子当中，也就那百里尘跟秦苍2人是排在地龙榜前10之列的，至于其他人，稀松一般罢了。比起以往数届来，可要差远了。这次的盛世，那15个名额
你龙宫能够拿到2个就不错了，而你，地龙榜排名第94位，怕是连参加那次盛世的资格都没有吧？还这般骄傲，真是可笑啊！你就是地龙榜排名第21的欧阳皓月。我一直渴望能够登上地龙榜，可惜却一直碰不到地龙榜上的强者。今日难得跟你碰上，跟我一战吧。是来挑战的，又一个不怕死的。地龙榜上强者那么多，那排名第94的苏烈也在，他不去挑战，竟然挑战排名第22的欧阳皓月。这人要么是真正强者，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我觉得像蠢货，我看也是。哪来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给我滚！什么？天哪！我看到了什么？怎么可能？地龙榜排名第21的你，实力就这样？哼！地龙榜排名第21名，也不过如此了。哇！欧阳皓月，就凭你这样的实力，竟然也有资格名列地龙榜第21，真是可笑。你跟萧芒比起来，可是要差多了。你到底是谁？你提到了萧芒，萧芒太低调，很少跟人交手。最近一次跟他交手且引起极大动静的，还是在2年前跟那剑客一战，可那剑客已经死。你是剑客？什么？剑客？我不是剑客，我的名字叫剑无双，一剑在手，天下无双。好好记住了。剑无双，他说他叫剑无双，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呀。一剑在手，天下无双，好霸气！他很明显是一个剑道武者，可他击败欧阳皓月的时候，没有施展剑术呀，他还没拿出真家伙呢。什么剑无双？你分明就是剑客！剑客？剑客？他就是2年前的那个剑客，是他，那个击败萧芒、击杀血雨楼的紫面杀手，最后跳入无底深渊的那个剑客。他不是跳入无底深渊死了吗？怎么现在又活了？剑客，真的是你？苏烈，2年不见，别来无恙啊！你竟然没死？将那云梦白果拿来吧。多谢。剑无双，你也别太得意了，今日之事不会就此结束的。是吗？如果我没猜错，你也会参加这次的盛世吧？盛世？什么盛世？还装糊涂？哼！你也是龙宫弟子，肯定也会代表龙宫参加这次盛世，到时候我们会再次碰上的。今日之辱，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加倍奉还？就凭你啊？当然不是我，是我大哥。你大哥欧阳昊天？呵呵，那我就拭目以待了。走着瞧。哼，这欧阳皓月气量还真是不大啊。哼，他就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不过他大哥的实力的确很强。或许吧。剑客，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哈哈哈哈，这对整个龙宫而言都是大事啊！走走，赶紧跟我一起回龙宫。小妹，你先自己回去啊。好。什么？你说谁？谁回来了？是剑客，是剑客回来了。剑客，走走，赶紧叫他过来。啊不，我亲自去。我龙宫的绝世天才回来了。还真是剑客，真的是他，他没死啊！不是说他跳入无底深渊了吗？怎么可能还活着？老三，老三！
王云老大，老三，可想死我了。老二，好久不见，欢迎回来。老四，剑客，还真是剑客。这小子命真够大的呀！是啊，哎呦，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为此还狠狠报复了血雨楼一次，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活得好好的。这小子，剑客，跟我来。我先跟白公主去了，待会儿再来找你们。好，我给你准备上好的美酒，待会儿咱们四兄弟还要好好大醉一场。一定。小子，说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怎么从那无底深渊当中活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跳入无底深渊时便已经晕过去了，等醒来时便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片剑冢当中。剑冢？是遍布万千剑痕的剑冢。你在那剑冢当中待了足足2年的时间，除了那剑冢之外，其他地方难道就没有去探索？没有，我能够感觉到周围到处是危机，所以根本不敢去探寻。我后来能够离开了，也是莫名其妙的进入了一条忽然裂开的空间裂痕当中，然后我就出现在黑暗之森当中了。空间裂痕，空间虫洞。看来那无底深渊内的确有大秘密啊！那么多阴阳虚境强者前去探寻，都一去不返。偏偏这个小家伙活下来了，这运气还真是不错。不管怎么说，能够活着回来已经是无比幸运了，而且你回来的也正是时候。马上那场盛世就要开始了，我跟老黑还一直为此事苦恼了。你回来了，那这问题应当就能解决了。盛世？白公主，到底什么是盛世？极东狩猎，你可听说过？极东狩猎？好吧，此事说来话长，我跟你慢慢说。剑无双，你觉得天朝王宗大吗？很大。你说的没错，天朝王宗是很大，光是行省便足足有着16个，而这16个行省当中又有着诸多郡城的存在，可以说非常辽阔了。但你可知咱们所在的这片陆地又有多大？陆地？我告诉你，咱们所在的这片陆地名为南洋大陆，拥有无尽广袤疆域。在南洋大陆上存在着诸多王朝，像咱们天宗王朝仅仅只是南洋大陆诸多王朝当中的其中之一罢了，而且只是一个小型王朝。小型王朝？在整个南洋大陆上，大量王朝按照疆域实力划分出了3个等级：小型王朝、中型王朝以及大型王朝。不同层次王朝整体实力也会不同。咱们天朝王宗只是一个小型王朝，在南洋大陆诸多王朝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毫不起眼、没人在意的王朝。远的不说，就咱们天宗王朝所在的这片疆域，是在南洋大陆的西北角，与咱们相连的一共有足足11个王朝。这11个王朝当中，就有2个大型王朝、6个中型王朝，以及其他3个小型王朝。每隔10年便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极东狩猎。极东狩猎开始时，整个西北的12个王朝，包括我天朝王宗，都会派遣强者去参加。这些强者规定只能是金丹层次的武者，超越金丹的阴阳虚境是没资格参加的。而且每次极东狩猎一般都会吸引一些古老宗门的到来。古老宗门？在南洋大陆虽然存在着大量王朝，但真正的霸主，这片大陆真正的统治者，却是来自那些古老宗门，而这些王朝也仅仅是这些宗门的附庸者罢了。极东狩猎便会有一些古老宗门到来，
且他们还会从参加狩猎的那些金丹武者当中挑选出一些非常优秀的收为弟子，且还都是核心弟子。而一旦成为那些古老宗门的核心弟子，那就等于是一步登天，就连他所在的王朝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巴结讨好。小子，有件事你首先得清楚，我龙宫在天宗王朝的确被称之为修炼圣地，这一点不用怀疑，可这也仅仅只是针对天宗王朝而言。但若是放到天宗王朝外，放到整个南洋大陆当中，我龙宫就什么都算不上了。而那些古老宗门却不然，所以能够进入那些古老宗门当中，成为核心弟子，那是何等的幸运。自然有无数人抢着渴望进入这些古老宗门当中，而对咱们这西北的12王朝而言，唯一有机会进入那些古老宗门当中的途径只有一个，便是极东狩猎。极东狩猎是唯一进入那些古老宗门的机会。那这次的盛世，就是说那极东狩猎马上就要开始了？对，3个月后，10年一度的极东狩猎便会真正拉开序幕。不过像咱们天宗王朝这等小型王朝，有资格去参加极东狩猎的金丹强者名额很少，只有15个。只有15个名额？就是因为名额太少，所以在前去参加极东狩猎时，我天宗王朝会首先进行一轮选拔，从诸多天才当中挑选出15位最强的先天金丹去参加极东狩猎，而这场选拔也被称之为名额战。即便只是天宗王朝内部的选拔战，却依然非常残酷。像我龙宫作为天宗王朝第一修炼圣地，可以推举10个人去参加这次的名额战，但最后真正能有几人得到名额，就无法得知了。在如今的龙宫当中，百里尘和擎苍在地龙榜上分别排在第2跟第6的位置，他们2个得到名额的把握应该都挺大的，不过也仅仅只有2个名额罢了。在往届的选拔战上，15个名额，我龙宫最起码也要包揽4个或者是5个名额。可是这一届龙宫弟子比起往届来，整体上要差上一筹，所以我们的底线可以降低一些，但是最起码也得得到3个名额才行。除了百里尘跟擎苍之外，还得有人得到1个名额。你们是想要我去参加那选拔战，帮龙宫多得到1个名额？对，2年前你便可以正面击败地龙榜第22的萧芒，且你的天赋那也是众所周知的。这2年的时间，你的实力必然会大幅度提升，夺得1个名额的把握很大。而且你去参加选拔战，也不全是为了龙宫，也是为了你自己。你的真正身份我早就知道了，剑无双，血雨楼血色必杀令的目标。所谓血色必杀，便是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将你杀死的。所以在2年前，血雨楼甚至不惜愿意承受我龙宫的报复，也要杀你。你跟血雨楼之间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而说实话，你现在的实力在血雨楼面前依旧还弱小得很。这点我承认。所以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你天赋无双，若是给你充足的时间让你成长，将来的确有很大可能扳倒血雨楼。但血雨楼肯定不会给你时间的，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暗杀你。而我龙宫虽然会给你庇护，但除非是你一直躲到龙宫当中，不然也很难真正确保你的安全。可如果你能够在那极东狩猎上大放异彩，让那些古老宗门看中，
成为那些古老宗门麾下的核心弟子，那就彻底不同了。那些古老宗门实力强大，底蕴深厚，挥挥手或许就能够灭掉血雨楼。所以你若是成为一方古老宗门的核心弟子，那血雨楼恐怕也没那个胆量敢动你，最起码明面上绝对不敢。而你可以借着这方远古宗门的庇护去提升实力，最后当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再去对付血雨楼。我明白，两位公主尽管放心吧，那选拔战我会去参加的，虽然没有把握能得到里面的一个名额，但是我会全力以赴的。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傻子才不答应呢。对了，有件东西给你。这是虚剑术后三式。对，就是虚剑术的后三式。这虚剑术的后三式，其实早在2年前，在你闯过龙门第11层时，我们2位公主还有那些店主们便商议决定要将它给你的。谁知道后来出现了那样的变故，也就没给成。而现在你既然回来了，自然得补给你。这虚剑术的后三式，秘阁当中都没有兑换的呀。你可真蠢，你真以为秘阁就只有表面上那般简单？我告诉你吧，龙宫的秘阁其实有2个，一个大秘阁，一个小秘阁。你们经常去的是大秘阁，虽然珍宝也有很多，但也只是给你们这群化海或是金丹武者用的。而那小秘阁却是我龙宫的那些店主以上才有资格进入的。里边蕴含的资源宝贝虽然少，但却更加珍贵。像这虚剑术后三式，在大秘阁当中没有，可在小秘阁当中却是有的。如何，这算是给你的惊喜吧？是挺惊喜的。虚剑术9式剑诀，越往后也就越强，而这后3式剑诀的威力，不知道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啊！好了，你先去好好准备吧。1个月后便会举行选拔战。当然，在此之前，我龙宫也会先进行一次选拔，决定去参加选拔战的10个人。我龙宫的那些老人也都会一一赶回来，到时候你也去见一见。老人们，老三，你可不知道，2年前接到你身死的消息，我可是痛苦了好一阵呢。就剩这点，说什么你也得陪我喝一杯。好啊。对了，说到那追杀你的血雨楼，你可得当心点，那血雨楼不一般呢。是有些古怪。我明白。来，先喝酒。哎，老三，你可得好好敬老二一杯。你失踪的这2年，老二可一直将血雨楼当成目标在那历练呢，就是为了跟你报仇。2年厮杀下来，死在老二手中的血雨楼杀手都不知道有多少。得好好敬一杯。来，老二。老二坐在我的面前，虽然刻意收敛气息，可我却隐隐觉得他的实力比那欧阳皓月应当还要强上一些。3个月后即将举办的那场盛事，你们可知道？你说激动狩猎啊？嗨，我当然知道。我刚刚听白公主口中说的。老三，你应该会去吧？当然了。哎，你呢？我自然会去，而且不仅仅是1个月的那场选拔战，我还要参加3个月后的极冬狩猎，必须得参加。哦，这么有自信呢？老四呢？我会尽力一试的。嗨，你们3个，我就只能祝你们旗开得胜了啊！可惜我实力不济，不然咱们4兄弟一起杀入那极冬狩猎当中，给那些大型王朝的天才一些好看，那想想就觉得兴奋。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先不说1个月以后的选拔战名额只有15个，光是咱们龙宫的10个推荐名额也不容易得到。据我所知，为了极冬狩猎，龙宫那些老人都会回来的。这些老人一个个实力不俗，其中名列地龙榜的就有足足15位啊！
这些老人除了在地龙榜排名第2的百里尘跟排名第6的擎苍之外，其他人都不足为虑。真是够狂的呀！老三，我给你准备了件礼物，要不要带你去瞧瞧啊？啊，礼物？那当然得去瞧瞧，带路吧。好，走。阴阳虚境，王元老大，这是？别问那么多，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来，跟我进来吧。这是凌云？对，就是他。你怎么将他弄到这儿来了？哼，我自然有办法。难不成他是那7大顶尖氏族的公子？可天宗王朝的7大顶尖氏族里，没有一个姓王的呀。而且7大顶尖氏族虽然也强，但也不至于让阴阳虚境的强者用来看大门吧？老三，这凌云便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了。你打算如何处理？直接杀了吧。你亲自动手。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没死？你怎么可能没死？抱歉，让你失望。记得我在跳入无底深渊时说过的话吗？我没死，那么倒霉的便是你们血雨楼了。不过你运气不错，不是死在我手里的第1名紫面杀手。那第1名紫面杀手在天焰行省的清水据点里已经被我斩杀，而你是第2。王元老大，多谢了。嗨，咱们兄弟就不用那么客气了，走吧。没想到这虚剑术的后3式，竟然需要同时感悟2种剑意方才能够施展，而且需要的这2种剑意正好是疾风剑意跟烈火剑意。疾风剑意、烈火剑意，我已经彼此结合，形成了烽火剑意，完全可以施展出这虚剑术的第8式。地龙榜排名第1，血云；地龙榜排名第2，百里尘；地龙榜排名第3，欧阳昊天；地龙榜排名第4，穆莹莹；地龙榜排名第5，风雨天；地龙榜排名第10，剑无双。啊，剑无双？你谁呀？我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啊。剑无双，龙宫弟子，金丹大成灵力修为。2年前在净月湖上曾化名剑客，与地龙榜排名第22的萧芒巅峰一战，且将其击败。后在血雨楼杀手逼迫下跳入无底深渊。2年后，剑无双归来，在皇城内与欧阳皓月交手。欧阳皓月全力挥劈的一刀被其空手接下，且握住刀刃，后被轻易击败，完成绝对的实力碾压。生死武斗场千年纪事上，将剑无双定为数10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而我金龙殿则根据剑无双在2年前的辉煌战绩以及他的天赋，认定2年后的现在，他的实力足以名列地龙榜前10。没有真正得到公认的战绩，仅仅凭借他的天赋以及现在轻易碾压欧阳皓月，便将他列入地龙榜第10，这未免太武断了一些吧？我也觉得。可笑，真是可笑！就这样让他排名第10？地龙榜上排名前10的那些顶尖强者，哪个不是靠着绝对公认的、令人信服的战绩爬上去的？而这剑无双，他凭什么？就凭他轻易击败了欧阳皓月，或者说他的天赋？开什么玩笑！徒手正面接下欧阳皓月一刀，且握住刀刃，其实也不算太难。一些感悟大地意境且擅长防御的武者，大地意境形成实质，完全可以正面去跟兵刃碰撞，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就是啊，他能够轻易击败欧阳皓月，也只能证明他有地龙榜前20的战力。就算排名第15名，相信也没有多少人会多说什么。可排进前10，未免太过了一点。说得对啊，金龙殿对地龙榜上的排名什么时候变得这般随便了？没有令人信服的战绩，也敢将这剑无双排到第10的位置？没错。老2、老3、老4，啊，白公主让我通知你们，说龙宫的那些老人们已经到了，而今天便会决定前去参加那选拔赛的10个人，让你们现在赶紧过去。来了吗？龙宫的那些老人，走吧，让我们去好好会一会这些老人。哎，那是
徐长空，地龙榜排名第44的。哎，我知道他。1年前我在外游历时，我亲眼看见一斧便劈死了4个足足金丹圆满的人。古河，地龙榜第53位。那是血枪柳晴吧？好多呀！哎，这些人都是我龙宫的老人。瞧，新人们过来了。他便是剑无双。听说今年才19岁，便名列地龙榜第10，挺厉害的。哼，第10，就凭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也被排名第10。苏烈，听到了吗？这些老人可只在乎老三啊！哎呀，而你这个地龙榜排名第94名的，却没人在乎。没办法，谁叫你们老三名气大呢？那2人便是百里尘跟擎苍吧？看来人都到齐了嘛。这次选拔战跟往届一样，我龙宫可以推荐10人去参加，而这10个人就从你们当中推选出来。至于谁能够得到推荐，不看别的，只看你们各自的实力表现了。谁实力强，谁就能够得到推荐。另外，你们这些人当中，百里尘、擎苍、剑无双，你们3个都名列地龙榜前10，就无需跟其他人一样去争夺了。你们3个可以直接得到一个推荐名额，去参加那选拔战。公主，我认为这样不公平。是他，罗昂，地龙榜排名第14。罗昂，你有什么不满的吗？白公主，就按你说的，实力为尊。那10个推荐，谁实力强就能得到，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不过你让他们3个人无需通过争夺就能得到直接推荐，百里尘跟擎苍也就罢了，他们2个的实力早就得到了公认，分别得到一个推荐，谁都没话说。可这剑无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家伙，战绩也仅仅是击败欧阳皓月罢了，运气好才排名地龙榜第10。他也想得到一个推荐，怕是难以服众吧？那你想如何？很简单，跟我正面一战。若是能够击败我，我就无话可说。哼，这罗昂怕不是对我直接得到一个推荐不服气，而是对我那地龙榜第10的排名不服气了。剑无双，你认为呢？既然对我的实力有所质疑，想要跟我一战，那来吧。那好，你们2个便就在这公平一战，都记住了，点到为止。老三，你有把握吗？放心吧，你们老三实力强着呢，击败一个罗昂，应当不成什么问题。小子，你以为金龙殿将你列入地龙榜第10，你就是第10了？金龙殿偶尔也会出错的，击败区区一个欧阳皓月，根本算不得什么。或许吧，不过我可没你那么多废话。哎呀，光是这一剑，估计就能轻易闯过龙门第11层，而据说他可是同时领悟大地、疾风、烈火3种剑意的。哼，你区区一个金丹大成，竟然还敢跟我硬碰硬，找死啊！怎么会？他一个金丹大成，力量怎么会这么强？虚剑术第7式。看来这小家伙的实力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啊。的确，我们都知道他击败罗昂肯定没什么问题，却没想到他仅仅只用3剑便将罗昂击败，排名第10，有些低了。是有些低了，就他这种实力都足以排名前5了。那罗昂也真够蠢的，他以为金龙殿定下的排名真的存在水分吗？哼，太年轻了。不久前，在天焰行省，血雨楼的一个据点遭到了血腥屠杀，上百名杀手，包括10余名金面杀手以及1名紫面杀手都被杀死。
只有另外一名紫面杀手逃得了性命。而据金龙殿得到的确切情报，当时出手的仅仅只有一人，而且只是一名先天金丹。我接到这个消息后，便断定此事是剑无双所为，毕竟事发之际刚好他也在天焰行省内，且他跟血雨楼的仇恨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在整个天宗王朝，也只有他一个先天金丹会如此疯狂地去报复血雨楼。不过因为据点内的那一战没人看到，所以也没法知道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杀死那么多杀手跟一名紫面杀手的，是靠一些特殊手段，还是依靠自己绝对的实力？因为无法证实，所以我们才将他定在地龙榜第10。如果他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实力，单独一人杀入据点，杀死那么多杀手加一名紫面杀手，那将他定在地龙榜第5的位置都毫不为过。现在看来，他的确是靠自己的实力杀死那些杀手的。的确。现在服气了？现在还有谁不满吗？百里尘，你还有事？没什么，只是难得碰到一位顶尖天才，所以我也有点手痒而已。哼，3剑便击败罗昂，就算是我都未必做得到。而且我看你刚刚应当还未尽全力才对。我真的很好奇啊，你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强啊？不如你跟我也比上一比吧。跟你比？比什么？正面一战吗？正面一战就算了，没多大意思。不如咱们去闯天宫吧，看看谁闯得更远，如何？闯天宫？可以。闯天宫？剑无双跟百里尘要去闯天宫，他们两个竟然斗上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好。这两个小子竟然现在就斗上了。斗上了也好，有竞争，实力提升的也才越快嘛。老实说呀，虽然这两个小家伙都只是金丹，可他们的比拼就连我都颇为期待呢。我也期待。所以啊，我们也就赶紧过去瞧瞧吧。走，过去瞧瞧，看看他们两个谁能闯得更远。走。剑无双，你应该是第一次来闯天宫吧？是。哦，那我得提醒你了，这天宫的试炼其实很简单，便是在这些天宫战魁的阻碍下，尽可能前行就是了，而中途不能停下或是后退。一旦步伐停下或是后退了，试炼便到此为止。你可明白？不能停下吗？也就是说，我必须一直朝前方前行吗？对，你只要不停下，哪怕你前行的速度不快或者很慢都可以。而这龙宫一共有1000米。1000米？你可准备好了？当然。那好，那咱们的比斗现在便开始。地龙榜排名第2的百里尘，我在剑体内苦练2年，实力大涨，甚至连普通的阴阳虚境强者都可以斩杀。而地龙榜排名前10的顶尖强者，据说个个都是能够击杀阴阳虚境，而排名前3的更是怪物级别的存在。这百里尘便是地龙榜中排名第2，不知我的实力跟他比起来如何？给我滚！这天宫中的战魁越往前冲，战魁实力也就越强，阻碍就越大了。来吧！好厉害啊！这便是地龙榜第2的实力，太厉害了！那百里尘太强了，他的每一掌似乎都能毁天灭地。我好歹也是名列地龙榜上的强者，可我感觉我根本就接不了他一掌啊！那剑无双也很强啊，他的剑中包含了烽火剑意，且感悟都极高，攻击位能又狂暴又迅猛，速度还快。也幸好那些战魁都是用特殊材料炼制的，坚不可摧，不然早被他劈成2半了。百里尘很强，剑无双也很厉害，且百里尘说的没错，剑无双刚刚跟那罗昂交手的时候根本就没用全力，起码他根本就没有动用烽火剑意。
竟然只差10米，只有10米呀，1步就跨越了。剑无双的运气要差上一筹啊！输了，我拼尽全力，可结果还是输了。你们2个表现都很不错，百里晨，你的实力比之3年前要提升了不少嘛。公主说笑了，我这次能够领先10米纯属侥幸，毕竟剑无双是第一次闯天宫，对这天宫还不怎么熟悉。若是再来一次，我根本没法领先，他的实力丝毫不在我之下。哼，输就是输了，就算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输的。好了，你们2个斗也斗完了，接下来便是其他7个推荐的争夺了。走吧。罗昂对吧？你的那个推荐名额我要了。哼，可笑！前10，这杨再轩的实力也足以在地龙榜上排进前10。又来一个猛人啊！罗昂可真够惨的，他好歹也是地龙榜排名14的，可是结果今天却被2个人同时击败，而且几乎都是碾压性的击败呀！这个女人，她的剑术好古怪啊！他已经接连击败3位老人了，其中一位还是地龙榜排名第29呢。你们3个可真够厉害的，不愧是我王源的兄弟啊！特别是老3你，竟然能够跟百里晨斗成那样，厉害啊！要知道，那百里晨可是地龙榜排名第2的。可我还是败了。1个月后的选拔战，各方势力强者进阶到场，那血云，乃是血雨楼精心培养的绝世天才，肯定也会出手的。到时候肯定会跟我斗上。1个月，距离那争夺战还有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我必须想方设法令我的实力变得更强才行。1个月的时间，我足足吞服了30颗1品天灵丹，平均每天吞服1颗，如此奢侈。虽然浪费了大量天灵丹药，却还是让我的灵力修为提升到了金丹大成的顶端。除此之外，那虚剑术的第8式，我也终于掌握参透了。可惜了，这1个月的苦修，依旧无法让我将3种剑意结合，否则就更加完美了。不过，纵然没有将3种剑意结合，可我的实力比之1个月之前依然提升了很多。现在的我，要是再跟那百里晨斗上，我有绝对的把握把他给击败了。1个月的期限也到了，那选拔战也要开始了。你们3个终于来了，就等你们了。怎么就你们几个呀？白公主他们呢？公主他们早就动身去那选拔战现场了，可没搭理我们。好了，坐上施救，赶紧动身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一届的选拔战竟然在皇城百里之外进行。皇城之外？那人是欧阳昊天是吧？啊，对，是的。地龙榜排名第3的欧阳昊天，在他旁边的是他弟弟欧阳皓月。地龙榜第3，据说那可是连阴阳虚境强者都可以轻易杀死的。这次选拔战的15个名额，肯定有他一个。哎，你看，那是穆氏一族的穆莹莹，他也来了。原地龙榜排名第3啊，现在是第4了。虽然排名降了，可实力却不容小觑啊。大哥，你看到没有？很多人都在注意着你呢。不用在意他们。这次的选拔战15个名额，我肯定会得到1个。至于你，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想办法帮你争取1个名额。多谢大哥。大哥，还有一事，就是关于那剑无双的。我知道。放心吧，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区区一个剑无双，没资格当我的对手。别说他了，就连那百里晨这一次，我也会将他踩在脚下。整个地龙榜，如今唯一有资格做我对手的，只有1个人。谁？血云。他来了。
血云，是血云，地龙榜第一，阴阳虚境下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毫无疑问，这次15个名额必有他一个。师兄，那人便是血云。是他，地龙榜第一，不折不扣的大怪物。大怪物，比师兄你还厉害。师妹，你太高估我了。我很清楚我的能耐，虽然我在地龙榜上也排在第41位，可在这血云面前却不值一提，甚至我能否在他手中走过一招都不知道。林峰，你也别太谦逊。血云虽强，可你的实力却是连我天元剑宗的几位太上长老都赞赏有加的，也不会太差。再说了，如果实在不想面对着血云，待会儿选拔战开始后，你绕开他，别跟他正面碰撞就是了。我知道了。哎，是龙宫，龙宫弟子来了，被称之为满门妖孽的龙宫啊！人还真多啊！每次选拔战开始，人都很多的。走吧，我们下去。哎，那是百里尘，地龙榜第2的百里尘。擎苍，蛮王擎苍，号称蛮王啊！那个背剑的年轻男子是不是剑无双啊？剑无双也来了，地龙榜排名第10，不过他的排名好像有点水分吧？嘿，还真是。我估计在场有不少地龙榜上的强者对他的排名都不服气，看着吧，等会儿选拔战开始后，保管有很多人会盯上他。那他岂不是会非常惨啊？谁说不是呢？剑无双，血色必杀令目标，哼，就是他，让我血雨楼接连2次刺杀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也是因为他，让我血雨楼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看上去也没有3头6臂呀。师尊亲自吩咐，让我在这次选拔战上务必将他杀死。哼，既然早晚要遇到，提前跟他打个招呼吧。剑无双，周围的那些人可都在议论你呢，都说你没资格名列地龙榜第10。是血雨楼吗？你说啊，这剑无双这次能不能得到那其中一个名额啊？什么？赶紧逃！这是什么玩意儿？快跑！是他们，是血云，另一个是剑无双，是他们2个。刚刚那场风暴是他们弄出来的。不错嘛。想走哪儿那么容易？虚剑室第8室。你们几个在做什么？2个地龙榜排名前10的，一个很明显真正实力不止第10，另一个更是无可争议的地龙榜第1，他们2个好端端的厮杀个什么呀？哎，真是好强，实在是太强了。同样是地龙榜上的强者，可跟这2人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太厉害了，太可怕了。那血云也就罢了，他是公认的地龙榜第1，他的实力毋庸置疑，可那剑无双为何实力也这么强啊？剑无双吗？实力很强啊。血云那就是一个大怪物，我连跟他交手的勇气都没有，而那剑无双竟然可以跟血云激战成这样。虽然血云并没有施展全力，可已经非常了得了。大哥，那剑无双的实力的确不错，就算跟我比起来，估计也差不了多远。不过若是正面交战，我绝对可以击败他。太强了，这2个人实力都太强了。是他。剑无双，是剑无双，就连凌风师兄都没把握接下一招的人，这剑无双竟然能够跟其正面一战，而且丝毫不落下风。哈哈，不过是打个招呼，用不着这么大阵仗吧？哼，
你们血雨楼打招呼的方式还真是特别。剑无双，在1个多月前我都不曾听说过你，但现在你在我血雨楼名气可大了。1个多月前，你独自一人突袭清水据点，将据点内过百名杀手全部杀死，就连据点中2个紫面杀手在你手中也是一死一逃，手段当真是不凡呢。独自一人杀向清水据点，杀死过百名血雨楼的杀手，连紫面杀手在他手中也是一死一逃。紫面杀手，那岂不是阴阳虚境的超级强者？这剑无双竟然还有这般骇人的战绩！哇，跟你们血雨楼比起来，我这手段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两位若是有什么仇怨，大可以在接下来的选拔战中解决。而现在还请2位就此罢手，否则就算2位实力通天，我护龙军也必将2位拿下。选拔战上，我会来找你。我等着你。这届的小家伙们脾气倒是不小啊。血雨楼的血云，另一个是龙宫的剑无双，他们2个会斗上也很正常。毕竟谁都知道剑无双跟血雨楼之间的恩怨，不是吗？的确，就像是针尖对麦芒，他们2人的对决，就连我都有些期待。黑白2位公主，还有灰衣先生，你们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毕竟那可是你们麾下的弟子啊。哼，有什么好说的？这剑无双是我血雨楼血色必杀令的目标，不管怎样，他都得死。哼，好大的口气，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看来是2年前给你血雨楼的教训还不够啊。2年前，若非是暗中还有另外2股势力插手，就凭你龙宫，能够将我血雨楼逼到那种程度，真是可笑。哦，嘴倒是挺硬。嘴硬的是你，看着吧，这次选拔战，你龙宫的这位绝世天才就要没了。那小子好好的参加选拔战就是了，怎么像个愣头青一样，跟他血云对上？若是他在选拔战避开血云，以他的实力，得到1个名额是板上钉钉的。可一旦跟血云正面碰撞，别说得到名额了，他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哟，哈哈，挺热闹的嘛。拜见陛下。哎，无需那般客气，该做的都做吧。刚刚那2个小家伙的碰撞我也看到了，2人实力都很不错。哎，特别是那血云，他的实力非同小可呀。在刚刚的碰撞当中，他根本没有施展全力。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也很是难得，毕竟他如今也才是金丹大成之境。若是再给他几年时间，等他达到金丹圆满顶峰，那他完全可以跟血云一战。哎呀，可惜了，最优秀的2个小家伙却势同水火，要拼个你死我活。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剑无双，这下子你可是把我们所有人的风头都给抢了呀！哼，是他先动手的。哎呀，我知道，不过对这血云，你可得小心了。那家伙很可怕。可怕？是很可怕。3年前，我跟擎苍联手跟他激战，结果都只斗得了个平手。而3年前他才金丹大成，甚至还只是刚跨入金丹大成不久，连金丹大成顶端都没有达到。可现在他的灵力修为已然达到了金丹圆满的极致，光是灵力修为上他就提升了太多，更别说以他的天赋，这3年来在天地意境的感悟上肯定也有了巨大的提升。总之啊，这家伙现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怪物，即便是我现在怕都没有资格当他的对手。
我也有种感觉。虽然从3年前到现在，我没有再跟他交过手，可现在仅仅只是看到他，我便有种感觉，他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远远无法触及的地步。杨虚静，参加这次选拔战的68名先天金丹，都仔细听好了。这次选拔战的地点就在你们旁边的天云山脉。天云山脉由15座连绵的巨峰接连而成，而此刻在那15座巨峰之内，共有15头灵兽，每座巨峰都有1头。而这次选拔战的目标很简单，你们只需斩杀那15头灵兽中的任何1头，得到他们的内丹。选拔战一共持续7天，7天后将内丹交给我的15人，便算通过选拔战。诛杀灵兽，得到内丹，哼，持续7天时间，无非就是想让我们在这厮杀争斗7天罢了。68名先天金丹参加选拔战，7天下来淘汰掉只剩15人。在选拔战持续的7天内，除非弃权放弃争夺，否则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天云山脉的范围。另外，选拔战上不计生死，也就是说，你若是实力差，还要不自量力去争夺那内丹，被别人杀死，那也只能怪你自己咎由自取。同样的，只要你有实力，在选拔战上为了内丹争夺，也可以尽情将对手杀光。事后被你杀死的那些人的宗门或者背后的强者，若是敢以这个原因报复你，自有我金龙殿强者出面替你解决。也就是说，选拔战上，任何人都可以彻底放开手脚来。但有一条，选拔战上禁止吞服短时间内提升灵力修为或者使自身实力暴增的丹药，违者一律处死。至于其他的手段，没有忌讳，皆可施展。现在是正午时分，7天后的这个时间段，将内丹交给我，便算是通过选拔战，可以在2个月后去参加那极东狩猎。而现在，所有人进入天云山脉。剑无双，祝你们好运了。好运。老二、老四，你们2个呢？我单独一人夺得1颗内丹不成问题。我也想靠自己的实力，好好在这选拔战上历练一下。那好，我们3个也先分开，都小心一点。若是实在得不到内丹也没什么，总比丢掉性命强啊。哼，我跟老四面对的只是那些普通的地龙榜强者，而你面对的可是血云，你自己才得多加小心才是，别在阴沟里翻船了。老三，你也多加小心。放心吧。哎，老四，问你个事儿，就选这座了。阴阳虚境，果然是阴阳虚境层次的灵兽，看这气息，应当只是普通阴阳虚境层次的灵兽。第1头灵兽已经被发现了，不知道那内丹最后会被谁得到。哈哈，灵兽在那儿。踏云魔豹，以他们的实力，要杀死这头踏云魔豹应当非常轻松才对。可4人都不急着出手，显然都有所忌惮。剑无双，这头踏云魔豹是我们先发现的，要争也是我们4个争，你还是去别处吧。哼，这里是选拔战，就算内丹到了你们手里，我都可以去抢，更别说现在这头踏云魔豹都还没死，就想让我走。既然你自己不愿意走，那我便只能请你离开了。不愧是能够在地龙榜上排名第8的，实力的确不错。什么？太强了！我跟他正面交手，竟然瞬间被击溃。凌雪儿，你若再碍事儿，我担保你活不过明天。什么？怎么回事？这头踏云魔豹，3文，竟然是3
3文的踏云魔豹。天云山脉当中15头灵兽，我原本以为都是最普通的阴阳虚境层次的灵兽，可是现在看来，并非是这样的。这15头灵兽当中，也有非常强横可怕的灵兽存在，比如这头3文踏云魔豹。这群小子还真以为这15头灵兽很容易解决吗？他们还是太小看这选拔战的残酷程度了。15头灵兽表面看上去的时候的确都只是普通阴阳虚境层次，可其中却有3头非同一般的灵兽。这3头灵兽都拥有近乎阴虚大成的实力，想要对付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这头3文踏云魔豹仅仅是第1头罢了，还有另外2头近乎阴虚大成的灵兽，马上就要跟这些小家伙碰上了。来，替这些小家伙们默哀吧。阴阳虚境的3文踏云魔豹，我就算全力以赴，恐怕也只能勉强跟他斗上一斗，不可能杀死他。剑无双，你不是嫌我碍事儿的吗？那好，我现在便离开，这头踏云魔豹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好好疼爱它，别让我失望哦。剑种2年苦修，我的实力提升很大，可从剑种出来到现在，我却从未全力以赴的激战过。而这头3文踏云魔豹，来吧，人类！力量碰撞上，我占优势。这踏云魔豹速度很快，而且身形很灵活。这人类，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他在干嘛？跟踏云魔豹战上了？哼，愚蠢，蠢的可以。3文踏云魔豹，又岂是那么容易好杀的？他有时间跟这头踏云魔豹厮杀，倒不如离开那座飓风，去猎杀其他的灵兽，那样要简单多了。确实，傻乎乎的跟踏云魔豹激战太蠢了。像那凌雪儿就很聪明，知道踏云魔豹不好惹，便直接选择离开，去另一座飓风。那座飓风上的灵兽实力很一般，他又是那座飓风上实力最强的人，得到内丹的机会很大。他连血云都丝毫不惧，又岂会惧这区区一头踏云魔豹？真是个傻小子，愣头青。那小子他在做什么？去猎杀其他的灵兽不是更好？这小家伙在历练，用3文踏云魔豹在历练。痛快，痛快！好久没有这般痛快过了。虽然对手只是一头灵兽，却依然让我整个身心都变得舒坦下来。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该结束了。果然，对付这种擅长速度、身形灵活的灵兽，使用滴水剑意是最合适不过的。滴水剑意，那小子竟然还领悟了滴水剑意，而且剑意感悟还极高。他之前便展露出大地剑意、疾风剑意、烈火剑意，且疾风跟烈火2种剑意还彼此结合，可没想到他竟然还领悟了滴水剑意，同时领悟4种剑意。这小子同时领悟4种剑意，胆子还真够大的。滴水剑意领悟这般高，配合烽火剑意，他老早便可以将那头踏云魔豹诛杀，可结果他却一直拖到现在。是他们2个，欧阳皓月，还有他大哥欧阳昊天。3文踏云魔豹，接近阴虚大成的战力，你独自一人竟然能够将其杀死，哼，实力倒真是不凡呢。有事吗？原本以你的实力，内丹到了你手中，我是没有兴趣去抢的。可谁叫你之前跟我二弟有着一些恩怨呢？弟弟被人欺负了，我这个当大哥的，可不能当作没看见呢。剑无双，1个多月前我便说过，那日所受的屈辱会加倍奉还的。如今，奉还的日子便到了。哼，
凤环，就凭你们2个呀？不是我们2个，单我一个就足够了。那就试试吧。哼哼，不会让你失望的。滴水剑液，大地意境。哼，欧阳昊天，别告诉我，这么自信的你，只有这点实力。的确，仅仅我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对能够单独击杀3文踏云魔豹的你，怕是没多大威胁。既然如此，又是这一枪，啊！力量竟然一下子暴增了这么多。这股气息，半步阴阳。看出来了吗？若非是因为极东狩猎即将举行，早在半年前我便突破阴阳虚境了。可就因为极东狩猎，我生生将自己的境界给压制下来。剑无双，你或许还不明白，明明可以突破达到更高层次，却生生压制修为这种痛苦吧。我付出了这么多，只为了能够在极东狩猎上表现得更出色，而你将成为我的第一块垫脚石。杀了你，我下一个目标便是那血云。半步阴阳，竟然是半步阴阳之境！欧阳氏族的这个小家伙竟然如此了得！欧阳兄，这次你们欧阳氏族可是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小家伙呀，恭喜了！半步阴阳境的灵力修为，又将大地跟滴水2种意境结合，这等实力，在这次选拔战的众多金丹强者当中，也就那血云或许有可能是凌驾于他之上的了。选拔战的15个名额，肯定有这小家伙一个。在那极东狩猎上，他的表现应当也会非常出色，甚至还有可能被那些古老宗门给看上。到时候，你们整个欧阳氏族都将拥有莫大的好处啊！说的是啊。我金丹大成的灵力修为，即便有着无上金丹对力量爆发提升100倍，可也能媲美金丹圆满的极致，跟半步阴阳比起来，还是差距不小的。既然力量拼不过，那就靠意境感悟跟他斗。死吧！这一枪，滴水意境，竟然可以这么用！小子，你还不死？什么？欧阳昊天，我得感谢你。若非是因为你，我绝不可能这么快就突破。看，那2个小家伙又站上了。又激战起来了。不过很明显啊，那剑无双完全被压制了呀。被压制也很正常。选拔战上所有人，恐怕也就血云能够比这欧阳昊天强上一筹，其他人没谁能比得上他。像那地龙榜第2的百里尘就比不上，至于这剑无双，当然就更不行了。这小子还真是个愣头青，之前跟那3只踏云魔豹斗上，那是他实力强，选择激战倒是可以理解。可现在明显实力存在差距，他竟然还傻乎乎的再去跟欧阳昊天厮杀，他还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呀。哼，这小子有点傻呀。那小子在搞什么？还不逃？他明显不是那欧阳昊天的对手。突破，突破了一样得死。这一剑，从选拔战开始到现在，我还是第一次用。你能死在这一剑下，也算是不错。3种剑意结合，3种剑意。的确，刚刚那一剑的确包含了3种剑意，且都完美结合在了一起。竟然能将3种剑意完美结合，难怪实力一下子提升那么多。一个先天金丹能够将2种意境结合，便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这次选拔战达到2种意境结合的都不超过5位，而3种意境结合则是更加妖孽。这小家伙今年多大了？回陛下，剑无双今年刚好19岁。才19岁，还不到20，前途无量。这小家伙前途无量啊！
这小家伙的确前途无量，只要给他时间成长下去，我龙宫必能多出一位顶尖强者，将来名列天龙榜都不成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位绝世天才，却3番5次遭到血雨楼的暗杀。暗杀？陛下，暗杀剑无双的命令是楼主大人亲自下达的，而且还是血色必杀令。若是陛下有质疑或是不满的，大可以直接去询问我家楼主大人。此事先不提了。大哥，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大哥已经死了，接下来便是你了。也不知道老二跟老四如何了。内丹已经得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便要好生准备跟那血云一战。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开始吧。这股剑意，好可怕的剑意！单是这剑意，便让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惊惧，太强了。现在天云山脉内还活着人当中，能够爆发出这等剑意的只有剑无双一人了。开始了。剑无双跟血云，这一战很令人期待啊。若是之前这剑无双跟血云对上，绝对没有丝毫机会，可现在却不同了。3种剑意结合，他绝对有资格跟血云一战，甚至胜负难料。是巅峰之战，这才是我天宗王朝最强天才之战呢。唉，可惜跟血云交手的却不是我。老三，看，是剑无双还有血云。哈，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这2个怪物总算要碰上了。巅峰一战，这是我天宗王朝最巅峰的2位天才之战，这一战必然载入生死武斗场的千年纪事当中。我在这儿等候这么多天，就是为了这旷世一战。这一战也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啊。师兄，如果我当时能够留一丝余地。他们在哪儿？短短几天时间，你的进步挺大的嘛。哼，没有足够的依仗，我又岂会愚蠢的直接跟你交手呢？看来是有极大信心喽。那接下来，你便试试我这一刀吧。黑暗沉沦。他们真的只是先天金丹？真的吗？怪物，这2个人当真是怪物。他感悟的意境，对，就是黑暗不变不弃自然。疾风意境跟黑暗意境结合，2种意境的感悟都极高，怪不得实力这么强。天地意境，地火水风仅仅只是4种常规意境，除这4种意境之外，还有很多无比罕见，可以称之为偏门的意境。而这血云领悟的，便是这些偏门意境当中的黑暗意境。偏门意境领悟起来可远比那4种常规意境要艰难得多呀，但威能却更是要强啊。黑暗意境化身黑暗吞噬一切，就比4种常规意境要强上许多了。而这血云却是将黑暗意境跟疾风意境结合在一起，着实可怕。死！滚开！真没想到，在这天宗王朝内，竟然有先天金丹能够跟我斗到这个份上，而且你还只是一个金丹大成，灵力修为上比我都要弱很多。可惜了，如果再过个1-2年，等你灵力修为突破达到金丹圆满，那时我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现在，你终归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中了。哼，还真是有自信呢，谁生谁死还不一定。是吗？剑无双，接下来这一刀，你看好了。这是我得到那门刀诀修习以来，第一次在人面前施展出来。纵然是3年前那百里尘跟擎苍联手，也没有逼得我施展出这一刀。而现在，你有资格见识这一刀。此
此招名为立地。这为师，好可怕！唯心，唯我，唯我独尊。这无我剑诀第2式，唯我是我刚刚悟出，就拿你试一试这招的威力。不好！快拦下这股冲击波！他们2个刚刚施展的，应当是本源剑诀刀诀吧？这2个小家伙竟然还要再战！战吧！他们还在战，竟然拼成这样！2个疯子，他们2个都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怪物！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是不是很好奇，很疑惑？为何厮杀了那么久，我的战力依旧如此充沛？你区一个金丹大成，灵力怎么会这般浑厚？这个问题曾经不止一个人问过，而我的回答很简单，那是因为我修炼的功法远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要可怕的多。我虽然只是金丹大成，可论灵力的浑厚程度，却比你这金丹圆满极致还要多。现在你的灵力最少已经消耗80%，而我却连30%都不到，很快你便没有了再战之力了，所以你完了。你想杀我？我承认这一战是我败了，可败归败，我若想逃，谁又能阻我？逃！血云逃了啊！逃？你以为我动手前就没有想过这一点吗？你说的没错，以你的实力，一心想逃，我根本拦不住你。不过我拦不住，不代表别人拦不住。老四，啊！就凭你也想拦我？去死吧！怎么可能？什么情况啊？怎么可能啊？那女的是谁啊？竟然能够逼退血云！血云，我说过，你完了，你死定了。逃不掉，继续跟着剑无双拼杀，待我灵力耗尽时，我也必死无疑。救我！辉一，快来救我！糟糕！辉一先生，你想做什么？血云是我血雨楼第1天才，更是我家楼主大人的亲传弟子，不容有失。哦，所以你就打算出手去救？辉一，你想违背选拔战的规矩吗？血云是你血雨楼的天才，那参加这次选拔战且陨落的很多金丹强者，难道就不是在场各方势力宗门内的顶尖天才？像我龙宫10名天才参加选拔战，到现在死去的足足有5位，连擎苍也死了。像欧阳族长，他欧阳氏族2位顶尖强者欧阳昊天跟欧阳皓月都死在了选拔战上，都是顶尖天才，谁人不心痛？可不管是我龙宫还是欧阳族长，包括在场各方势力的顶尖强者，又有谁出过手？辉一，陛下，血云是我家楼主大人的亲传弟子，更是我血雨楼下一代楼主，在我血雨楼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还请陛下恩准，让我出手相救。哼，血云是你血雨楼的下一代楼主，我还说剑无双是我龙宫的下一任公主呢。可2年前，你血雨楼还不是照样去暗杀他？辉一，选拔战的规矩早就定下，任何人都不得违背，也不得有特权。血云纵然在你血雨楼内身份特殊，可既然他选择参加选拔战，那你血雨楼便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可是陛下，好了，
选拔战继续，在真正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得插手，否则就休怪我翻脸无情了。雪云，是死是活，只能看你造化了。辉一，辉一，就算要死，我要拉你做垫背的。那是赤血丹，去死吧，杂碎！不好，对，杀了他，就算是死，也要给我杀了他。没死。选拔战开始前，我便说过，选拔战上任何手段计谋都可以使用，唯独那种短时间内提升灵力修为或者使自身实力暴增的丹药，禁止吞服，违者一律处死。血云在选拔战上吞服赤血丹，已然触犯了规矩，所以他死了。小子，你没事吧？还好，暂时死不了。这人应该便是天宗王朝那位帝君吧？果然实力好强啊！小家伙们，恭喜你们通过了选拔战，2个月之后可以代表我天宗王朝去参加整个西北的盛事极东狩猎。而接下来的2个月，你们也务必要更加努力的去提升实力，去变得更强。等到那极东狩猎开始之时，期望你们能有更加惊人的表现。另外，有件事情我得说清楚，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希望有人对这群小家伙做出任何不利的事情来，否则……行了，都散了吧。地龙榜第一，龙宫弟子剑无双。哎呦喂，老三，这下你可了不得了，地龙榜第一啊！意料之中。新的地龙榜变化还真是够大的。哎，不仅是老三啊，还有老二跟老四，你们2个也都很厉害啊，竟然都排在前10了。在地龙榜上，我跟老四都只是配角罢了，真正了得的是老三，地龙榜第一，而且论真正实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强大太多太多了。的确。那接下来的2个月，你们2个就得多多努力了，毕竟那极东狩猎可非同小可，远比你们刚刚经历的选拔战还要残酷得多，而且到时候你们要面临的对手也不同。说得对，极东狩猎可不比这次选拔战，我们几个在天宗王朝都是站在最顶峰的天才，可在极东狩猎上却未必。别的王朝我不知道，可那2个大型王朝之一的大禹王朝我是知道的。那大禹王朝的天才，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在我们天宗王朝之上。在大禹王朝内，也有着一份记录金丹天才强者的榜单，可那份榜单前50名放在天宗王朝内，绝对有着地龙榜前10甚至前5的战力。哦，老二，你怎么会对大禹王朝这么清楚呢？不管怎么样，咱们全力以赴便是。公主大人，金龙殿发来绝密信函。绝密？还有2个月便是那极东狩猎开始，那小家伙应当竭尽全力去提升实力，准备参加才对。可没想到途中竟然会遭遇这样的变故。你觉得这件事，我们是通知那小家伙，还是瞒着他，等极东狩猎结束后再告诉他？通知他吧，至于该如何选择，就看他自己的了。那好，我跟那小家伙关系比较好，我去通知他。剑无双，白公主，你跟我来，我有事跟你说。这是金龙殿刚传来的绝密信函，你看下。已查到剑南天被关押之地，天南行首，九环山。父亲，
是父亲的下落。九环山，父亲被关押在九环山。剑无双，你先别激动。白公主，我刚接到这封绝密信函，便立即来找你。我知道现在的你，既然知道了你父亲的下落，内心肯定是很难平复下来，而且恐怕会立即开始想办法去营救你父亲。这些我都理解。不过，在营救你父亲之前，你却必须将对方的实力全部摸清楚了，有把握了再动手，别到时候你父亲没有救到，反而把你自己的性命给搭上了。公主大人说的没错，父亲大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绝不能鲁莽。你冷静下来了就好。你父亲被关押的那九环山内，存在着一方强大宗门，这方宗门名为九黄门。九黄门？你父亲既然是被关押在九环山，那肯定就是在这九黄门当中。我查过你的资料，知道你曾经跟天焰行省5大宗门之一的天元剑宗打过交道，而天元剑宗虽然也存在几名阴虚境强者，但实力都很一般，所以在天宗王朝内勉强只能算是一流宗门。而九黄门即便在天宗王朝都属于顶尖的一流宗门，比之天元剑宗还要强横不少。据我所知，这九黄门内光是阴虚境的强者便足足有8位，8名阴虚境当中有3位阴虚小成，2位阴虚大成，2位阴虚圆满，还有1位是一直在九黄门内闭关的一位太上长老，其修为已然到达了阴虚巅峰。除了九黄门已知的8名阴虚境强者之外，那血雨楼既然将你父亲关押在九黄门，就说明九黄门跟血雨楼关系匪浅，甚至有可能九黄门早就归顺血雨楼了，因此那九黄门内说不定还藏着血雨楼的杀手强者。是，很有可能。九黄门内应当不存在阳虚境强者吧？阳虚境？阳虚境在整个天朝王宗数量都不多，一位阳虚境强者对任何一方势力宗门都无比重要。而血雨楼虽然实力惊人，但光为了看守一人，哪怕这人无比重要，也不至于动用阳虚境强者。那就好，最起码我还有一些希望。剑无双，有件事我得先告诉你，我龙宫跟血雨楼已经停战了，所以是不可能没有任何缘由再去对付血雨楼的。所以你若是去营救你父亲的话，我龙宫强者是无法出面帮你的。这点我明白。当然，我们龙宫虽然无法出面，但金龙殿却可以。金龙殿？金龙殿强者如云，而对那些金龙卫、金龙使们也没多大的约束力。这些金龙卫、金龙使要去做什么，做了什么，跟我龙宫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可以帮你找几位信得过的金龙使，让他们出面帮你。那就有劳公主大人了。你尽管放心吧，我会亲自给你挑选几位金龙使，保管不会让你失望的。多谢。哎，老三，你怎么了？王元老大，老二老四，我有事找你们帮忙。嗨，咱们兄弟有事尽管说。我想去救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父亲。啊？九黄门强者如云，仅仅凭我们几个想要去里边救人，根本不可能。当然不可能，就只我们几个了。我已经拜托白公主了，她会替我请几位信得过的且实力不俗的金龙使来，跟我们一起动手的。金龙使？那还差不多。这个忙我帮了。老三，之前你帮我去争夺黑水莲花，险些丧命。如果你有事情，不管是什么，我绝不会有任何推辞。别看我呀，你们3个那都是地龙榜前10的，寻常的阴虚境强者你们都可以斩杀，你们可以去救人。我到现在才只是金丹小成啊，而且实力一般。九黄门内随便挑选出一个强者，那都足以轻易杀死我。我去就是找死啊！哎呦！哎呀，无双小兄弟，叶大人，
哎呀，无双小兄弟，咱们又见面了啊！这个上次见面还是2年多以前吧？哎，说起那次呀，我还真是得多谢你。若非是因为你呀，我家那个丫头恐怕就很难活过命来了。这件事就不用提了。怎么能不提呢？那可是关系我女儿的性命啊！我叶如风呢，一向都是知恩图报的。你救了我女儿，这是一份大人情，我当然得还你。所以这一次呀，我听白公主说你有事情需要帮忙，我二话不说便直接赶了过来。那可多谢叶大人了。哎，还叫什么叶大人？你若是不介意的话，直接叫我叶大哥就是了。叶大哥。哎，这才对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水明浩，也是金龙殿的金龙使。水先生，地龙榜排名第1，整个天宗王朝公认的第1天才剑无双。选拔战后，整个天宗王朝各处都在议论你，我的耳朵都听出茧来了。而今日，总算是亲眼见到本尊了。啊，这几位，诸位，这次要你们做的事情，请容我先卖个关子，等到了目的地，我再跟诸位仔细诉说。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先出发吧。那是九黄门。诸位，这九黄门便是咱们此行的目的。据金龙殿得到的可靠情报，在这九黄门内关押了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我的父亲。哦，我需要7位做的就是助我将我父亲救出来。当然，这九黄门实力很强，不仅自身实力强，此外还跟血雨楼有着极大关系，所以这九黄门内说不定还隐藏着血雨楼的顶尖强者。血雨楼？诸位，我知道你们都非常忌惮，不愿意轻易招惹血雨楼，所以我也不会勉强诸位的。诸位要是现在有心生退意的，大可以现在就离开。当然，但凡是留下来帮我救我父亲的，待事成之后，便算我剑无双欠诸位一个大人情。今后只要是能效劳的，我必当竭尽全力。无双小友大可放心，我等既然是受邀而来，便绝不会半途而废。对，既然来了，又怎么会轻易退却？血雨楼是很了得，可我们这些金龙使也不是那般好惹的。既然如此，那咱们便商议一下，具体该如何动手吧。九黄门内那名常年闭关的太上长老实力最强，不过他因为一直在闭关的原因，反应上肯定要慢一拍。我们先去偷袭，最好趁他们没有反应过来，先斩杀他们1-2位阴虚境强者。叶老哥、水先生，你们2位实力最强，就先隐藏在暗中，等我们偷袭一得手，九黄门那位太上长老出现时，叶老哥你出面把他给拦下即可。至于水先生，则继续待在暗中，以防万一。毕竟血雨楼说不定也有强者藏在暗中，咱们也得留一手啊。明白。该死的，这一剑我都钻研了半个多月了，结果一点进展都没有。老家伙，你之前当真有用心指点我，而不是在故意耍我。是你太蠢而已。我太蠢？老家伙，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我告诉你，老老实实全心全意的指点我的剑术，你若是敢有一丝怠慢，哼，我担保你今后的日子绝不会好过。长风，父亲，怎么了？父亲，我之前钻研的一式剑术一直无法彻底掌握，而这老家伙虽然也指点了我，我按照他的指点一直修行下去，半个多月了，却一点进展都没有。这老东西明显是在故意耍我。哦，剑南天先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指点了他，可他太蠢，没有领悟。混蛋！剑南天，注意你的态度。我儿要你做什么，你便只能做什么，不得有丝毫埋怨，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尝尝那化骨散之苦。哼，
长风啊，天宗王朝的选拔战刚结束不久，那地龙榜上的排名也出现极大的变动。我特意拿了一份榜单来给你瞧瞧。哦，地龙榜第一，剑无双。地龙榜第一不是那个大怪物血云吗？怎么变成剑无双了？剑无双？那血云已经死了，被剑无双杀的。后边他跟血云的一战的介绍，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厉害啊！竟然可以将血云逼得吞服赤血丹，这剑无双真是了得，而且也是剑道强者。可惜我九皇门并没有真正擅长剑道的顶尖强者，唯一剑道上了得的也就是这个老东西了。可这老东西却不是真心实意的教我，否则以我的天赋何愁无法登上地龙榜。别说地龙榜了，就算取代这剑无双成为地龙榜第一，也不是不可能啊。剑南天，听说那剑无双小小年纪便已然结合了3种剑意，这天赋你觉得如何？结合3种剑意，还凑合吧。3剑意结合，地龙榜第一，那小子还不错嘛。凑合，也对。这剑无双虽然天赋了得，但跟当初的你比起来，的确还是要差上一筹。多年前秦岭一战，你一剑之下便同时灭杀3位血雨楼的紫面杀手，其中还有1名阴虚境大成的紫面杀手，而当时的你似乎只有金丹圆满罢了。论实力，怕是比这剑无双还要强。不过可惜啊，如此卓绝的人物，如今丹田却被轰碎，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现在的你，除了偶尔能勉强教一些小家伙的剑术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不知是哪几位朋友降临我九皇门呢？屈门主，我等来自金龙殿，有点小事想找九皇门帮忙，还望屈门主你能行个方便。金龙使，哈哈，原来是这样。诸位遇到了麻烦，能来找我九皇门帮忙，我九皇门自然乐意之至，就是不知道需要我们做什么。这事说来话长，若屈门主不介意的话，我们下去细谈如何？那好，几位请跟我来吧。几位，想必是接受了金龙殿的任务吧？动手！什么？不好！还是你们厉害啊！继续杀！上！你们，抱歉了，屈门主，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怎么回事？竟然有大批强者直接杀到我九皇门来了！门内发生变故，长风，你就待在这里，哪儿都不要去。阴虚境，有一群阴虚境强者竟然直接杀到我九皇门内来了。我九皇门可是天宗王朝的一流宗门呐，在整个天宗王朝内，谁有胆量跟魄力直接杀到我九皇门内的？我九皇门这段时间并没有招惹什么大敌，不应该会被别的势力打上门来才对，除非是……老东西，那群强者莫非是为你而来的？哼，肯定是为你而来的。不过可惜啊，他们是救不了你的。先不说我九皇门强者众多，光是这间庭院，哼，这间庭院就是一间巨大的且坚不可摧的囚牢。从你被关押于这间庭院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救不了你。哼，竟敢直接杀入我九皇门，好大的胆子！
太上长老，太上长老出面了。有太上长老亲自出面，这群入侵者又算得了什么？杀光他们！哎呀，莫老头，你竟然还没死啊！啊！叶如风，我九黄门应当并没有得罪金龙殿，是没有得罪，可我们这次是受人之托，要阻我，你说呢？或许正面厮杀，我未必是你的对手，不过有我在，你休想腾出手来。那便试试。区区一个先天金丹也敢跟我交手？什么？什么？小心点！你面对的这个小子，应当便是这次选拔战上大放异彩的剑无双，在地龙榜之中可以排名第一的。地龙榜第一？地龙榜第一又如何？哼，区区一个金丹大成，我就不信我杀不了他。扶我剑诀第二式，唯我是。阴虚大成，这个蠢货！鬼虎先生，你们若是再不出手，我九黄门可就真的完了。鬼虎，剑无双，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日你就别想活着回去了。6名紫面杀手，5人达到阴虚圆满，还有1位更是阴虚巅峰。剑无双，还有这几位金龙使，今日你们一个都走不掉。杀！竟然还藏着一位强者，不过也仅仅只是一名阴虚巅峰而已。走，快走！剑无双，敌人的实力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应该立即撤退。6名紫面杀手，1名阴虚巅峰，5名阴虚圆满，以我现在金丹大成顶峰的灵力修为，若是施展夺灵秘术，应当足以让灵力修为提升到一般的阴虚小成之境，配合无上金丹，力量爆发足以媲美阴虚圆满，再加上我对剑意的感悟，匹敌甚至横扫一般的阴虚巅峰，应当不成问题。夺灵秘术，啊？什么？紫袍？哈哈，无双公子，我叫丹九，我家主人特意吩咐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丹九，少主人？哦，王元老大。不管怎么说，王元老大，这份人情我记住了。原以为以老三他们的阵容，九黄门一战应当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没想到那血雨楼竟然安排了这么多阴虚境强者待在这里。少主人，门主可是亲自吩咐过，让您不要去对付血雨楼的。我可没有对付血雨楼，我只是让丹九他们拦住那几个血雨楼的强者罢了，又没叫他们下杀手，这可不算违背父亲大人的命令。再说了，不就区区一个血雨楼吗？就算真灭了又能如何？难不成还能翻天啊？又是你们！哈哈哈，血雨楼已经有2年没打过交道了。你们放心，我们这次出面可没有跟你们厮杀的打算，我接到的命令只是将你们拦住而已。所以你们6个最好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不要动，不然我手下的这些人也不介意跟你们好好玩玩。当然了，一旦真交起手来，我可不敢保证他们会手下留情。快向会议大人求救！半生虫求救？呵！无双公子、杨公子、素柔小姐，血雨楼的这些杀手自然由我的人拦住。现在你们3位便跟我一同去找你们要救的人吧。多谢。不用客气，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罢了。剑无双，你到这儿来
是想救你父亲吧？可惜你注定将要失望了。你父亲的确在九黄门，可惜你救不走。你救不走的，你注定只能无功而返。九黄门毕竟是一方一流宗门，太大了，要一间一间的庭院去找，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且不说这九黄门内八成还藏着一些密室。哎，丹九先生，劳烦你抓一名九黄门的高层强者。啊，就是。那里正好有一个。什么？我问你，我父亲在哪儿？你父亲？我父亲是剑南天，他被关在你们九黄门内，你好歹也是九黄门的一位阴虚强者，算是绝对的高层，肯定知道。你老实告诉我，或许我还能留你一命，要不然……我知道你父亲在哪儿，我带你去，我现在便带你去。带路。父亲，你来了，过来坐。父亲，你的气息……没什么，只是丹田破碎了而已。混蛋！放宽心，丹田被毁，失去灵力，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活罢了。来，陪我喝一杯。不错，7年未见，你长大了。哎，我听说你现在名列地龙榜第1。是。你的剑魂彻底觉醒了？对。那祖地你也去过了？我在祖地的剑种当中待了2年，可惜我实力不够，没资格接受祖地内的考验。很正常。祖地的考验一般都是达到阴虚境才有资格接受的。我当初也是因为实力要远强于同阶，所以才能在金丹圆满顶端便能去接受考验。对了，父亲，我见到小姨了。吴越，3年前我也见过她，她现在还好吗？她已经死了。吴越也去了。双儿，知道你身上背负的血海深仇吗？知道。知道就行。你要记住，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无双公子，刚刚血雨楼的几名杀手已经用半生虫救援了，用不了多久，血雨楼的大批强者便会杀到，所以我们还是尽早离开的好。对，父亲，咱们赶紧走吧。走？你们走吧，我就算了。啊，父亲，并非是我不愿意离开，而是因为我走不了。啊，这是锁灵法阵。哦，对，就是锁灵法阵，所以我走不了。没想到这血雨楼对剑南天先生你竟然这般重视，不仅派遣了这么多阴虚强者在这看守，甚至还对你用了锁灵法阵。什么锁灵法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无双公子，这一次你怕是无法带你父亲离开了。这座庭院看似普通，可实际上是在一座锁灵法阵之内。这锁灵法阵便是为了关押那些拥有特殊地位的人而用的。锁灵法阵只需一滴鲜血便会开启，一旦开启，这法阵便会限制这滴鲜血的主人，除非是法阵被击溃，否则被锁灵法阵困住的人绝对无法离开这法阵的范围之内。
其实说白了，也就跟那些困人的法阵一样，可不同的是，别的困人法阵一旦开启，任何人都无法进出，但锁灵法阵却只针对一个人。像我们，像九黄门的那些强者，包括血雨楼的强者，都可以随意进出这锁灵法阵之内。可唯独是你父亲，血雨楼是用你父亲的鲜血催发的锁灵法阵，所以你父亲受到了法阵的限制，根本无法离开。是这样，丹九先生，你刚刚说这锁灵法阵是可以击溃的，如何击溃啊？锁灵法阵的确可以击溃，可要击溃法阵，对实力的要求太高了。一般情况下，只有达到传说中的那一步超绝强者，方才可以击溃锁灵法阵。传说中的那一步，那是超凡入圣。怎么会这样呢？怪不得之前血雨楼那位杀手说无双公子这一行注定无功而返，原来是这样。老三，双儿，今日能够见到你，我很欣慰，你的成长我也很满意。但你真要救我的话，你现在的实力还不够。等你今后有一天突破达到传说中的那一步后，再来救我吧。剑无双，这次你带人杀入我九黄门，的确，我九黄门加上血雨楼的强者都奈何不了你，可你想要救你的父亲，却是做梦！混蛋！这两个人交给我吧。父亲，他想做什么？剑南天，你要做什么？马青海，你不是一直想要我教你儿子剑术吗？啊！马长风，我现在便教你一剑，你看好了。这一剑太变态了！原来无双公子才19岁，并能达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可怕了，属于怪物级别的存在了。可没想到他的父亲竟然比他更变态。丹田都被毁了，仅靠剑术剑道感悟，便能一剑灭杀阴虚小城。我的天哪！这便是我父亲，我从小崇拜的父亲。我结合了3种剑意，在别人看来是非常逆天的，可跟父亲比起来，恐怕根本不算什么。去吧，好好提升实力。你现在还差得远。用不了多久，我会再次来救父亲的，到时再与父亲好好喝一杯。去吧，走。吴梦，你看到了吗？咱们的儿子，他长大了。我说过你这次注定救不了你父亲的，现在如何？我父亲的丹田是谁毁掉的？丹田？当然是我亲手毁掉的。没办法，当初抓住你父亲时，你父亲已然突破达到阴虚之境，最重要的是对剑意的感悟实在太高了，论实力可比现在的你要强太多了。若是不将他丹田毁掉，恐怕连我都不敢轻易接近他，所以只能如此了。你叫鬼虎是吧？对。下次见面时，我必杀你。我们走。邵主任，血雨楼的会议已经亲自赶了过来，不用半刻钟便能赶到这儿。这么快？耽误，你去拦下他们，我去找老三。是。小刁，走。老三。王云老大。啊，你父亲呢？难道不在这九黄门内？哦，邵主任，无双公子的父亲的确是在这九黄门内。
可却陷入了锁灵法阵之内，所以锁灵法阵。血雨楼的强者立马要赶来了，咱们先离开吧。是得马上离开了。这剑南天对我血雨楼非常重要。当初楼主大人为了以防万一，特意花费了莫大代价，弄到了一座锁灵法阵用来关押他。现在看来，还是楼主大人有先见之明啊。这次有劳诸位出手相助了，虽然最后没有将我父亲救出来，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份人情我剑无双记下了。无双兄弟，这次其实我们也没帮到什么。对，我们对付的仅仅只是那些九皇门的强者罢了，而且到最后也没能将你父亲救出。既然事情已了，那我等便先行告辞了。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没想到血雨楼对你父亲竟会这般重视，不仅暗中派遣了足足6位实力强横的紫面杀手在那看守，甚至还对你父亲动用了锁灵法阵。我也没想到，这下麻烦大了。锁灵法阵只有传说中已经超凡入圣的那等超级强者才能够破去，而整个天宗王朝真正达到那一步的也只有一人。我修炼大天造化诀，今后倒是希望能达到传说中那一步，可也仅仅只是希望罢了，而且需要的时间肯定也将非常之长。剑无双，其实你现在想要救你父亲的话，或许还有一个办法。啊？你别忘了，2个月后那极东狩猎便会真正开始的，而极东狩猎是西北12王朝共同参与，到时候会有不少古老宗门强者前来的。你只要在极东狩猎上表现出色，被那些古老宗门看中，那些古老宗门内超凡入圣的超然存在肯定是有的。你只要成为那些古老宗门核心弟子，便会有机会接触那些超然存在。如果运气好，被其中一位超然存在收为亲传弟子，那你这个做弟子的请求师尊帮忙救你父亲，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说得对，那些古老宗门肯定有超凡入圣那一层次的绝世强者，只要我在极东狩猎上表现出色的话，就有机会拜入那些古老宗门，甚至那些超绝强者的门下。你能想通就好，距离那极东狩猎还有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你好好准备下吧。极东狩猎可不比选拔赛，你虽然天赋无双，但也仅仅局限于天宗王朝，到了极东狩猎上还有其他足足11个王朝的绝世天才，到时候你都会跟他们碰面的。我明白了，2个月，我还有2个月时间，这2个月我必须最大程度上去提升我的实力。这里便是极东平原吗？百里尘，听说你突破了，恭喜你了。运气好，侥幸突破而已。以你对意境的感悟，已达到半步阴阳境，其真正的实力怕是跟剑无双比起来，应当也差不了太多吧？哎，你可别恭维我啊！我自己的实力我很清楚，虽然比之前的确要强上不少，可跟剑无双这个怪物比起来，却还差得远呢。见过大人。距离极东狩猎还有1个时辰。我先告诉你们这次狩猎的规矩。极东狩猎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是狩猎，第2阶段则是登天谷积分掠夺战。我先跟你们说说这第1阶段的狩猎。既然是狩猎，自然是让你们充当猎人。不过你们这次要猎杀的并非是灵兽，而是人类武者。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片辽阔的平原，面积辽阔，处于12王朝的相交地带。纵横12王朝，就是因为极东平原同时连接了12个王朝，所以过往的武者商会数量极多。12王朝当中的一些商货贸易，很多都得经过极东平原，有大量的商货交流贸易，
这就吸引了大量的亡命之徒。这些亡命之徒在极东平原内组成了大量的盗匪团伙，经常组织劫掠过往的商队。极东平原内盗匪猖獗，同时还有不少在12王朝内犯了重罪，被12王朝通缉的犯人，也都逃到了这极东平原当中。而你们这次要猎杀的，便是这群12王朝的通缉犯。通缉犯？极东平原很大，而从12王朝逃逸到这里沦为盗匪的通缉犯数量也很多。且这些通缉犯都有一个特征，便是他们的手臂上都会带着一枚刻有杀字的臂章。杀字臂章？那杀字臂章便是通缉令，代表他们的身份。这群通缉犯若是在12王朝内，自然不敢将臂章光明正大地戴在手臂上。可在极东平原内就不同了，极东平原混乱无比，盗匪猖獗，各种各样的罪大恶极之辈应有尽有。而那些通缉犯在这里却是以自己被通缉为荣，像很多通缉犯在那些强盗团伙当中地位一般都很高。是这样啊。这次狩猎你们有5天时间，这5天内你们可以尽情施展一切浑身解数，去诛杀这些通缉犯，抢夺他们的臂章。5天之后，按照你们得到臂章的数量跟层次，决定是否能够进行第2阶段的积分掠夺战。请问大人，不知道我们要得到多少臂章才算达到要求？杀字臂章根据这些通缉犯的实力跟犯下的罪过，分为了不同的几个层次，有黑铁臂章、白银臂章、紫金臂章以及雪域臂章。不同层次的臂章代表不同的积分，比如得到1枚白银臂章的积分，就比得上你得到数枚黑铁臂章的积分。至于达到要求需要到底多少臂章，抱歉，无法透露。无法透露？是不能透露。12王朝根本没打算将要求告知你们，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让你们所有人都没底。这样的话，你们所有人便都会为了得到更多的臂章而竭尽全力的去杀戮。明白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们，这第1阶段的狩猎是个人战，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必须单独行动，不能彼此联手，而且你们得到的臂章也只能给自己，不能转送别人。从极东狩猎一开始，整个极东平原便在12王朝各强者的监视之下，所以但凡你们当中有谁将臂章赠送给别人的，2个人立即被淘汰。规矩就是这些，明白了吗？有什么问题现在赶紧问。大人，不知在我们狩猎这5天时间里，有没有可能会碰上其他王朝的顶尖天才？按说是不会的，极东平原无比辽阔，而12王朝的天才强者都是从各自王朝方向出发，方向不同，碰到的几率自然很少。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王朝的一些天才故意绕开他们的方向，专门来找你们的麻烦。那第2阶段的登天谷积分战内容又是什么？登天谷积分战，等你们达到了第1阶段的要求后，自然便知道了。现在告诉你们也没用。时间到了，极东狩猎这一刻已经开始了。记住了，你们是我天宗王朝这一届最优秀的天才弟子，为了你们自己，也为了天宗王朝好好表现。去吧。老2老4都小心点。诸位，大家好运。好运好运。这里应当已经靠近极东平原的腹地，平原内的盗匪应当都聚在这儿。盗匪啊，也不知我什么时候能遇上。哎呦，我跟你们说啊，咱们2当家的婆娘长得那个水灵啊，那眼睛跟花似的，还有那小蛮腰，
我待在咱们山头那么久，一共见过那婆娘2次，每次见到我都忍不住流口水。哎呀，当然了，二当家的婆娘漂亮归漂亮，可跟白娘子比起来，还是要差上很多的。这便是极东平原公认的第一角色白娘子。哎，听说那白娘子实力也很强，还是一伙盗匪的首领呢。对，就是这白娘子。哎呀，我曾经有幸见过那白娘子一面，仅仅是见了一眼，我便彻底爱上她了。我甚至发誓，今生非这白娘子不娶。啊，有这么夸张吗？那白娘子真有这么漂亮？我也见过白娘子一面，真的是天姿国色，我都想娶她当老婆了。哎呦，滚！白娘子是老子的。常大哥，有人来了。哦，有多少人？是商队吗？不是商队，只有一个人，是一名金丹大成。只是一个金丹大成。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不容易碰到个人也不能放过。哎，走，赶紧过去，别让他跑了啊！嘿，还真是一个人。区一个金丹大成，独自一人就敢到这极东平原来，还真是不知死活呀！兄弟们，走，咱去教教他该怎么做人。小子，站住！第一批盗匪上门了，不过这些人实力也太弱，连一个通缉犯都没有。杀死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但从他们口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哎，小子，你是哪个山头的？不说话啊！看样子是没山头的了。小子，你听着，老子现在给你2条路选择。第一条是老子杀了你，抢走你的乾坤戒，等下辈子再好好去做人。这第二吧，便是跟老子回去见大当家，看你这白白嫩嫩的样子，大当家见了，说不定会将你留在身边，当个端茶送水的。就算首领干不上，留在我们紫火帮内，平日里给我们这些兄弟捶捶腿，那也不错啊。小子，就这2条路，选吧。哼，端茶送水，捶捶腿，找死！就一个人还敢主动对我们出手，还真是不知死活！兄弟们，杀了他！杀！这一剑。胖子，你刚才说要教我做人。大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该死，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望大人您高抬贵手，饶小的一命。大人呐，闭嘴！我问你点事儿，你如实回答就行。必须肯定的，不管大人问什么，只要我知道的，我发誓绝不敢有丝毫隐瞒，只求大人您能放我一条命。你刚刚跟我提到了大当家的，也提到了紫火帮，这样看来，你应该是紫火帮的其中一员了。你们这紫火帮整体实力怎么样？啊，这整体实力，大人，我所在的紫火帮所有帮众加起来有数百人，不少都是先天金丹武者，而我们紫火帮有2位当家，都是阴虚小成强者。在整个极东平原内，我们紫火帮也算是比较有名气的大帮派了。帮派？哼，是盗匪团伙吧？我问你，你们紫火帮当中可有被周边12王朝通缉的通缉犯？通缉犯有。我们紫火帮的2当家便是一位通缉犯，而且还是白银级别的通缉犯。除此之外，我们紫火帮还有另外4位黑铁级别的通缉犯，他们整天带着通缉臂章，很容易区分的。一个白银，一个黑铁吗？带我去你们紫火帮老巢。现在去？你一个人？要你带路就带路，少废话。
王胖子搞什么鬼啊？紫火帮的二当家对吧？你手里的臂章我要。切，区区一个金丹大成，竟然妄图杀我！哪儿来的不知死活的蠢货？赶紧打发掉！呀，这家伙，一个金丹大成，独自一人，还真敢直接杀到紫火帮的老巢来，而且他话都不怎么多说，就直接动手要杀二当家。哟，他敢不敢再霸气点啊？什么？老二，小心！这是老二，该死！滚！踏空而行，白银臂章，哼，还有4人。哼，胖子，你不走，难道不怕你被生吞活剥了吗？大人，大人，不，好，老大，等等我，哎呦，胖子，你叫什么呀？我叫唐无极。你来自哪儿啊？天宗王朝。天宗王朝？我也来自天宗王朝的，不过你好歹也是一个金丹圆满，放到天宗王朝也算一方强者，怎么会到这极东平原来沦为盗匪呢？哎，我也是被逼无奈。我在天宗王朝内有一方大敌一直在追杀我，所以我只能选择离开了。我原本打算是去周边其他王朝的，结果刚来到极东平原，便碰到紫火帮盗匪。还好我嘴皮子利落，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这才侥幸的捡回一条命来。而之后我就留在紫火帮内了。这样啊？你说你在天宗王朝有一方大敌是谁啊？或者说是哪方势力？是九黄门。九黄门，还真是够巧的。唐无极，你在这极东平原内也待了快3年了，对这极东平原内那些盗匪团伙应当非常了解吧？那当然，我可是听雨阁的少主人，我听雨阁最擅长的就是搜集情报。我这个少主人也是经过严格培训的，虽然我实力不强，但是我在情报搜集方面，整个极东平原诸多盗匪当中，没人比我更擅长的。那好，既然如此，那这几天你便跟在我身边吧。明天便是狩猎的最后一天了，也不知道我现在得到那些臂章是否足够。唐无极，老大有什么吩咐？哎，你今天说过，就在我们附近有一伙盗匪，为首那位当家的是一名通缉犯，而且还是一名血狱级别的通缉犯，是不是真的？千真万确。我是听紫火帮大当家亲口说的，这人叫古长生。这古长生行事非常高调，经常举行宴会，宴请一些有名气的盗匪前去参加。像紫火帮大当家便曾经去过，知道这古长生便是一位血狱级别的通缉犯。血狱级别的通缉犯一般都是阴虚大成的顶端，少数达到阴虚圆满。这古长生是哪一步啊？阴虚大成顶端。那好，咱们明天的目标便是这古长生。好。来，白娘子，难得一见，老夫敬你一杯。古大当家客气，应当是我敬你才对。古长生在哪儿啊？我们家老大有话让我传给他。哦，在那儿啊。我说古长生，我老大叫我传话给你，说他对你的人头很感兴趣，所以约你在10里外的平原上一战。他现在已经在那儿等着你了啊！你若是贪生怕死，大可别去。哼，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老大来了，古长生来了。胖子，
你老大呢？哼，我老大就在这儿。你敢耍我？顾长生，他没耍你，找你的的确是我，而我对你的项上人头也的确感兴趣。找死！这个金丹，什么？无我剑诀，唯心事。哼，太自负，太小看我了。有了这枚血玉臂章，我的臂章应该已经达到要求了吧？唐无极，走吧。啊！疾风、烈火、滴水三剑一结合，仅仅一个金丹大成，便诛杀了一名金丹大成的顶端强者。如此妖孽，应当是那12王朝参加这次极冬狩猎的天才吧？唐无极，这几天我诛杀了不少阴虚强者。这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财物，都给你吧。老大，你这是要……我接下来还有事情要做，不方便带上你。你拿着这些财物回天宗王朝吧，不用担心那九黄门。现在九黄门刚刚遭到重创，怕是没有功夫来追杀你了。好。天宗王朝，剑无双。5天时间已到。你的狩猎已经结束，现在跟我走吧。好。你天宗王朝众天才的聚集点就在那儿，下去吧。老三，老四，这几天狩猎，你得了多少臂章了？有没有把握达到这第1阶段的要求啊？不知道，我得到的臂章不多。你们先到的都在这里等着。等你们天宗王朝的天才全部到齐之后，我再来给你们公布达到要求所需的臂章数量。人都到齐了，现在我来给你们公布通过这第1阶段所需的要求。我实力比他们要强上一些，加上有唐无极给我的详细情报。我对那些盗匪团伙的实力都非常了解，所以我这5天里才没有碰到什么危险。可是其他人，将你们得到的臂章都拿出来吧。这次狩猎采用积分制，臂章分为黑铁、白银、紫金、血玉4种，不同层次的臂章算作不同的积分。一枚黑铁臂章等于1积分，白银臂章等于10积分，紫金臂章100积分，血玉臂章1000积分。而通过这第1阶段的要求，便是100积分。现在一个一个上前，将你们得到的臂章交给我。臂章倒是得的不少，可惜有18枚都只是黑铁臂章，连白银臂章都仅只有2枚。你最后得到的积分仅只有38，第2阶段的积分掠夺战你没有资格参与了。积分84，比刚刚的那个倒是要强上不少。可惜了，依旧是没有资格参加第2阶段的比拼。积分61，没资格。积分21，废物。哦，积分124。哎呀，总算是出现了一个能参加第2轮掠夺战的。不过，仅这点积分，在第2轮比拼的诸多天才当中，也是最垫底的呀。去了，恐怕也只能送死。杨再轩，你竟然得到了2枚紫金臂章！血玉臂章，一共1388积分。小子，不错嘛！这么多积分，
比百里尘都要多出足足1000分来了。居然可以杀死血域臂章的拥有者，真他娘是个怪物！好了，所有人得到的积分我已经都记录好了。现在那些没资格参加第2阶段掠夺战的人，你们可以离开了。你们6个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已经是很难得了。而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关于第2阶段比拼的规则。第2阶段的比拼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积分掠夺。你们在狩猎当中得到的这些代表积分的臂章，我都已经还给了你们，而你们接下来有足足10天的时间，可以前往这登天谷内与其他王朝的天才强者厮杀，掠夺他们身上的臂章。10天之后，按照你们身上的积分数量定排名，到最后积分排名前10的天才便可以得到12王朝的赐予，排名越高，得到的赐予也就越多。登天谷内的积分掠夺，明日才会真正开始，将会持续足足10天的时间。而今晚你们可以留在这里，好好的准备一番。诸位国君，12王朝所有天才都已经到达登天谷入口，他们通过这5天的狩猎得到的积分也已经统计出来了，这是榜单。来了，快给我们看看！来，赶紧瞧瞧！积分榜第1，果然是我天仙王朝的孟无天呢。哼，凌血雨那小子也太不争气了。你别得意，这只是第1阶段的狩猎所得到的积分，而这第1阶段的狩猎仅仅只是开胃菜而言，重头戏是接下来进行的积分掠夺战。孟无天现在的积分的确排在第1名，可积分掠夺战之后，他能否排在第1位，那就未必了。哦，或许吧。果然呐，那排名靠前的几位都是来自2大型王朝的。哼，咱们这些中型王朝的天才能够在积分榜前20出现，便已经算不错的了。哎，你们看，排名前10的人当中，竟有一个来自天宗王朝。哦，什么？哎呀，好，这小家伙做得好啊！我流云王朝好歹也是一个中型王朝，这一届也没人能够排在积分榜前10，而天宗王朝区一个小型王朝，竟然有人冲进了前10。对了，明日登天谷掠夺战开始，到时候那些古老宗门的强者也都会来。这次到来的古老宗门有不少，光是我知道的便已有6个了。这6个古老宗门当中，还有一个是大荒剑宗呢。大荒剑宗，南阳8大宗门之一。这次极东狩猎，竟然连大荒剑宗的强者都被吸引过来了。大荒剑宗，以练剑为主的顶尖宗门。剑无双那小子，刚好也是剑道武者，而且以他在剑道上的天赋，说不定有机会被大荒剑宗的强者看中呢。好了，这场宴会便到此为止吧。还有1晚上的时间，你们可以去见见你们王朝的那些天才，将积分榜给他们瞧瞧。另外，该叮嘱的也叮嘱，明日开始，一切就该看他们自己的了。风雨天，恭喜你了。风兄，能够在进入登天谷之前突破，你这运气好的没话说呀。连我都有些羡慕。运气是挺好的。拜见陛下。见过天宗国君。啊，
我有些事情要跟这群小家伙们说，你先回避一下。你们6个都很不错，不过这登天谷的掠夺战却不比之前第1阶段的狩猎。第1阶段的狩猎，你们面对的只是那些通缉犯而言，那些通缉犯实力虽然强，可对你们来说并非算得上是真正的威胁。可登天谷内的掠夺战，你们却是跟其他11大王朝的天才较量，这些王朝的天才每一个都不会比你们弱，甚至比你们要强的也比比皆是。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积分榜，你们仔细看看。排名第1的孟无天竟然得到了6877积分。血域级别的通缉犯，他最少杀死了6位，紫金级别的肯定也杀了不少。那2个人是如何在短短5天时间内杀死这么多位血域级别的杀手？可怕！我原本以为剑无双跟血云已经够可怕的了，可显然这2大大型王朝的绝世天才，比起剑无双跟血云来，还要可怕的多。6877积分，我的天，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快，剑无双，看看你的排名在哪儿。积分榜第9，天宗王朝剑无双，积分1388。第9？你这般变态，竟然也只排在第9？看了这份榜单，感觉如何？压力很大。我之前以为自己突破达到了半步阴阳后，实力大涨，在12王朝诸多天才当中，怎么说也能排进前10，却没想到现在却排在20多名往后了。剑无双，你呢？仅仅这份狩猎积分榜单说明不了什么。说的没错，这份一开始的积分榜单仅仅只是为了让你们对各自王朝那些天才的实力有所了解而已，除此之外一点用处都没有。即便是争夺到最后重新排定的第2份积分榜单，用处也不会太大。毕竟那些前来观战的古老宗门的强者们，他们大多数看的不是你现在展露的实力有多强，而是看你的潜力。你们只需要在登天谷内将自己的天赋潜力完美的展现出来，至于是否能够最终排入积分榜前10，这都无关紧要。只要天赋潜力高，那些古老宗门的强者自然会来找你。明日前来观战的古老宗门会有不少，而且其中还有一方顶尖宗门，名为大荒剑宗。大荒剑宗？剑无双，以你的天赋，只要在登天谷掠夺战当中表现得好一点，说不定便会被大荒剑宗的强者给看中。明白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登天谷的积分掠夺战是一个个王朝组成的小队前去争夺的。12王朝按道理来说便会有12支小队，但那2个大型王朝参加掠夺战的天才数量较多，整体实力又强，所以他们应当会分开。2个大型王朝应该会有4个小队，全部加起来参加掠夺战的小队应该会有14支，而你们6人自然也是一个小队的。不过既然是小队，就得有一位队长，这个队长得由你们自己推选。这还需要推选什么呀？强者为尊。我们6人当中，剑无双实力最强，队长自然就是他了。我没意见。我赞同。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剑无双，接下来的半个月就看你的了。我再叮嘱你们一句，明天你们出发之时，会每人给你们1枚令牌的。在接下来的登天谷掠夺战上，若是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便立即捏碎令牌，这就等于弃权。用不了多久，便会有人接你们离开登天谷。不管怎么说，保住性命才是第1位。是。好了，接下来便看你们自己的了。祝你们好运。这是代表你们身份的令牌，每人1枚。进入登天谷之后，你们必须一直将这块令牌带在身上，而且是显眼的地方，
以便于其他王朝的天才认出你们来。还这样？时间到了，进去吧。灵天先生，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你亲自到来了。灵天先生，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灵天兄，没想到你大荒剑宗也对这极东狩猎感兴趣啊！哼，区区一个西北巴掌大的地方，在整个南洋大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小地方又能诞生出什么天才？宗主大人竟然令我来这儿，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开始了。哎呀，马上就要跟其他王朝的天才碰面了，也不知道咱们第一个碰到的会是哪个王朝。咱们虽然只是小型王朝，可是这一次我们6个人的整体实力比前几届都要强多了。只要不碰到那2个大型王朝的小队，其他王朝咱们都不必惧怕。就算是那2个大型王朝，那2个大型王朝的实力太强，积分榜前30有一半是他们的人。另外，他们通过第1阶段狩猎达到积分要求的人也有很多。可就是因为人多，所以若是全部联手行动，那对其他王朝小队而言就太不公平了。再加上他们那么多人一起行动的话，得到了积分也很难分配，所以他们肯定会分开，一个王朝分成2支小队或者更多。而以咱们的实力，碰到他们分开的1支小队，同样有机会斗上一斗的。虽然咱们整体战力不错，但其他王朝那些天才恐怕依然会将咱们当成小型王朝对待。哼，敢小瞧我们，那便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对咱们的第1战已经非常期待了。咱们的第1战对手来了，是他们。流云王朝是一个中型王朝，是天宗王朝4个小型王朝之一。咱们的运气看来不错嘛，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小型王朝。小型王朝给咱们送积分的呀。他们当中也只有一个叫剑无双的，名列积分榜第9，比较难缠一点。他就是剑无双。哼，积分榜第9，排名是高，不过那第1阶段的狩猎存着太多的变故。他得到的积分虽然高，可并不代表他的实力就比我强。动手吧！登天谷第1战，上！死！这人论战力，怕还要在百里尘之上。小子，去死吧！如何？不怎么样。跟我交手的那人，虽然是半步阴阳之境，但意境感悟却不高。我刚刚没尽全力，都能够跟他拼个旗鼓相当。一旦全力以赴，击杀他不成问题。我虽然同时对上2人，可那2人实力对意境感悟都很一般，也没有到半步阴阳之境。就算以1敌2，我都有极大把握。我对上2人可以保持不败。我可以正面抗衡一位，且可以占上风。我也可以抗衡一位。这是咱们在登天谷内的第1战，这一战我们必须干净利落的解决掉他们，让那些古老宗门强者们好好看看。干掉他们，打残他们！杀吧！什么？哼，半步阴阳结合2种常规意境，论真正战力，也就比我杀死的欧阳昊天要略微强上一筹，可跟血云比要差太远。无我剑诀唯心是。怎么可能？他们的实力提升了？不是提升了，是他们刚才故意隐藏着实力。不好，逃！快逃！这天宗王朝真的只是一个小型王朝吗？死！留下吧！哎呀，做得好，做得好啊！一个小型王朝竟然将一个中型王朝正面击溃了。流云王朝的那些天才这般不争气。不是流云王朝的天才不争气，而是天宗王朝这一届那些天才的水准非同一般呢。是啊，刚刚那一战大家都看到了，天宗王朝的6名天才
竟有4个拥有积分榜前30的战力，还有那剑无双，更是积分榜排名第9。这般实力，其他王朝的天才若是再将他们当成一个普通的小型王朝对待，那就真是愚蠢至极了。将那些小家伙的信息资料拿过来，给我瞧瞧。天宗王朝仅仅只是一个小型王朝，可这一届的天才水准都不错嘛。是啊，特别是为首的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仅仅是金丹大成，可实力却如此强横，而且还这么年轻，到现在都不足20岁。哦，不足20岁，却同时将疾风、烈火、滴水3种剑意结合，当真不错呀。大人，这是天宗王朝那些天才的资料。放着吧。凌天先生，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还不错呀，而且正好是剑道武者，难道凌天先生对他不感兴趣吗？剑无双？哼，结合3种剑意又如何？他感悟的3种意境都只是常规意境，连一种偏门独特的意境都不曾感悟，又算得了什么？这样的废物，我大荒剑宗还瞧不上。你们谁若是觉得那小家伙不错，大可收他为弟子就是。已经5天了，登天谷争夺战刚开始的5天，12王朝小队因为一开始数量多，所以遭遇起来更容易，激战也最为疯狂。可经过这5天之后，那些实力弱的王朝小队几乎都已经被击败了，还剩下的小队数量并不多。但凡能够在5天厮杀当中留下来的小队，战力都非常了得。接下来还有几天时间，咱们得更加小心了。虽然因为小队数量少，咱们与其他小队碰上的几率不如之前的5天，可一旦碰上，必然将是苦战。你们看，帝西，这届极东狩猎，你天宗王朝这些小家伙表现得不错，不过看样子也只能到这一步了啊！大禹王朝终于跟大兴王朝碰面了呀！还好，这只是大禹王朝的其中一支小队。天宗王朝啊，区区一个小型王朝，竟然能够走到这一步，不错嘛。不过既然碰到了咱们，那他们这次狩猎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他们小队只有6个人，咱们怎么分啊？还能怎么分？看各自的速度呗。谁出手慢找不到对手的话，那也只能怪他自己了。哦，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动手吧。这只是大禹王朝的其中一支小队，积分榜前30的有4位，最强的便是那古岩。以咱们的实力，完全有希望跟他们一拼的。古岩交给我，剩下的那3个排名前30的，老二，你对付一个。好，我虽然不能保证击败他，可他想要击败我，也绝对没那么简单。老四，以你的能耐，勉强与其中一人纠缠，应当不成问题吧？我绝对可以做到让他短时间内无法脱身。那好，还剩最后一个，就交给百里晨你了。没问题。至于剩下3个都没有排入积分榜前30的，风雨天、穆莹莹，你们2个人联手，应当也能应付。可以，可以。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动手吧。这些小型王朝的人竟然还敢主动朝我们杀过来，哼，那便宰了他们。剑无双交给我，其他人放手去杀。开天！我竭尽全力施展唯我式，竟然依旧不是他的对手。雷霆，对，他的巨斧当中蕴含着雷霆之力。他应当感悟了雷霆意境，同时又感悟了烈火意境，2种意境结合在一起，令他的攻击威能异常狂暴可怕。硬碰硬，我不是他的对手，那便靠速度，靠身体的灵活跟他纠缠。这小子还真够灵活的。撤！退去了。咱们正面击退了一支来自大禹王朝的小队。连大禹王朝的小队都没法奈何我们，
别大意啊，毕竟这只是大禹王朝其中一支小队，而且应当还是比较弱的一支。至于另外一支小队，实力应当更强。毕竟那积分榜上排名第2的凌血雨，咱们刚刚就没碰上，想来是在另外那支小队当中。半步阴阳，又突破一个。老二，恭喜你。老二，你现在的实力怕是不比我弱了吧？跟你比还是差点儿，但斗上一斗，应当不成问题。不管怎么说吧，老二你的实力突破，我们小队的整体战力便再次提升了。真丢脸！我们可是来自大禹王朝的天才，可结果我们组成的小队竟然连一支来自小型王朝的小队都奈何不了。刚刚那人，楚东，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刚刚跟我交手那个人非常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样子。哦，你来自大禹王朝，而刚刚那人却是来自一个天宗王朝的，距离如此之远，差距也如此之大，你怎么会见过？我想起来了，是他，竟然是他！他是谁？我们大禹王朝悬赏排名第1人，杨王之子杨天。什么？楚东，你确定你没有看错？跟你交手的那个人真是杨天？我在几年前曾经见过杨天一面，当然不会看错。悬赏榜第1的杨天，杀了他！不管怎么样，都得杀了他！他必须死！杨天必须要杀。不过现在，那杨天在天宗王朝的小队当中，光凭我们几个要去杀他，难度不小。单凭我们小队，不可能杀死杨天。小萧，你立即联系另外一支小队，让他们跟我们会合。顾言，让潇潇召我们过来做什么？凌雪雨呢？那家伙喜欢独来独往，在3天前便与我们分开了。他不在正好，接下来的那份机缘就没他的份了。机缘？是这样。什么？杨天？对，就是杨天，也是我们的机缘。那天宗王朝小队战力不弱，光凭我这一支小队奈何不了他们，所以我才找你。那天宗王朝小队战力不弱，光凭我这一支小队奈何不了他们，所以我才找你。我们2支小队联手去将那杨天给杀了。好，小萧，你可能追踪到那天宗王朝小队的位置？可以，我刚刚在跟他们交手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气味。跟着他，我们杀过去。不好，又是大禹王朝，这么多人，是2个小队，他们2个小队联手了。天宗王朝的这支小队要完蛋了。一个小型王朝小队能走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但也是极限了。大禹王朝竟然2支小队联合去对付天宗王朝这6个小家伙啊！赶紧逃！哈哈哈哈！逃得掉吗？顾言，他们当中哪个是杨天？是那个。是他，杀了他！啊！这么多人杀向老二，给我滚！就凭你？老二小心！这黄天觉，杨天，果然是你！哼，他们要找的人是我。老三，你带着他们赶紧走。我们走，你留下。说什么傻话！你们一个都走不了！杀！哼！哎呀，好厉害的小家伙！以1敌6，竟然都不落下风。他身上那层金色灵力似乎是黄天之气。是黄天之气，
大禹王朝皇室无上功法黄天诀独有的黄天之气。那小家伙之前一直隐藏着实力，他呀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功法，看来他的来历非同一般呐。是他，杨天，那个叛逆。该死，得施展夺灵秘术拼一拼了。什么？是他，这个女人。什么鬼东西？赶紧走！老四，走！竟然被他们投了！没办法，没想到这支来自小星王朝的小队，实力这般了得。那剑无双跟杨载勋二人便已经够难缠的了，没想到他们当中还隐藏着一个如此恐怖的女人。哼，他们也只是暂时逃掉而已。小萧，你那边怎么样了？刚刚那个女人施展的手段非常难得，我竭尽全力也只能自保，而血甲虫则被其中一根尖刺给灭杀了，我只能再次孵化一条，需要1个时辰。仅仅1个时辰，他们跑不了多远，我们就在这儿等上1个时辰便是了。好。都到齐了呀。凌血雨，血剑。顾岩、张空，你们2个历来不和，这次登天谷掠夺战，你们2个也各自带着一支小队分头行动，而现在你们2人却聚集在一起。说吧，发生什么事了？杨天？你们说的是悬赏榜第1的杨天？怪不得你们2个竟然会选择联手了，原来是这样。不过看你们的样子，似乎并没有在那支天宗王朝小队手中占到多大的好处啊。哼，堂堂大禹王朝，2支小队联手都无法奈何一支来自小型王朝的小队，传出去还真够丢人现眼的。不过这样也好，给了我出手的机会。刚刚那个女子爆发的那股气息，莫非是那个地方的？看样子是的。只有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才会有这等特殊的手段。而且从他迸发出来的气息强度来看，他在那个地方的地位，应当还不低。那个地方来的，来参加我们西北12王朝的极东狩猎做什么？谁知道呢？这一届天宗王朝弟子的水准，倒真是不错呀。一个人身怀黄天诀，可以驱动黄天之气，而另一个更是来自那个地方。这2个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绝世天才。与他们2个相比，他们小队的队长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在这登天谷掠夺战上的表现反倒是一般的很。对，这场掠夺战都进行1大半了，可这个剑无双实力上几乎没有丝毫的精进。这之前呐，我还挺看好这个剑无双的，毕竟他很年轻。可现在嘛，他跟他们小队那另外2个天才比起来，差太远了。说的是，说的是啊。凌天先生，还是你有眼光啊。对呀，凌天先生可是一开始就瞧不上那剑无双的。掠夺战都过去大半天了，其他天才或多或少都取得了不少进步。就像他所在的小队，其他人在接连几天的厮杀当中，不管是意境或者是修为上，都有了些许的提升。而他自始至终实力都是那个样儿，在接连几天的激战下，却连一点进步都没有，这也算是天才？哼，可笑！在我大荒剑宗内，哪怕是一个专门负责扫地的外门弟子，天赋怕都要比他强。那小家伙还勉勉强强，同时感悟3种剑意，且其中1种还是非常难得的光明剑意。3种剑意结合在他这个年纪，也算不错了。在我大荒剑宗内，
也勉强有资格成为一名核心弟子了。老四，刚才多谢你了，要不是你出手，我们想要在大禹王朝2支小队的围攻下想要全身而退，恐怕没什么希望。没什么，老三，我相信就算我不出手，你也会带领我们走出刚刚的困境的。诸位，这几日全靠大家同心协力，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而我这个当队长的，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什么领导作用，虽然很汗颜，但是我却还有个不情之请。诸位，我需要你们替我护法。护法？老三，你要突破了。刚刚跟古岩一战，有了一些感悟，感觉上是要突破。太好了！剑无双，你要突破了！终于要突破了吗？诸位，一句话，替我护法，待我突破之后，我会带领你们横扫西北诸王朝，一起创造一个全新的神话。成了。终于好了吗？带路吧。血甲虫，看来大禹王朝是彻底盯上天宗王朝的那几个小家伙了。竟然有人饲养血甲虫，那可是需要从小用自己的鲜血去饲养的呀。大禹王朝的这群天才里边，还真是什么人都有。有血甲虫引路，大禹王朝的人马上就能再次跟天宗王朝的这支小队碰面了。哼，而这一次，天宗王朝将再无一丝挣扎的余地。的确，毕竟这次连凌血羽都亲自出面了。就算天宗王朝有来自那个地方的一名天才，可他在凌血羽面前，顶多也就能自保而已。凌血羽，积分榜排名第2的妖孽，他跟排名第1的孟无天就是2个怪物，他们2个远比其他天才要强大太多太多了。看，那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马上大禹王朝的天才就要杀过来了。而他却坐在那里，看样子似乎是有所领悟的样子。哦，还真是。到现在才有所领悟吗？哼，已经晚了。马上大禹王朝的天才便要跟他们遭遇了。这个时候，哪怕他实力得到了突破，又能改变什么呢？就是。一个来自小型王朝的废物罢了。天宗王朝的诸位，咱们又见面了。凌血羽，是他。积分榜排名第2的怪物。怎么办？我们逃吗？不能逃，老三正处于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打搅到他，否则不仅他突破不了，甚至有可能因为中途被打断而走火入魔。逃是不能逃的，看来只有拼死一战了。没得说，只能一战。黄天觉，杨天我来杀，其他人就交给你们了。挡住他们，别让他们靠近老三。又是这一招，这女人还真难缠。小心，这些长矛威能比之前那些尖刺还要强。这洪流的力量已经大幅削弱了，这女人要撑不住了，都给我出手，将这洪流给我击溃！不能让他们靠近老三，任何人都不可以。老三，老二被人斩断了一臂，你们所有人都得死。老三，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啊！踏空而行，阴阳虚境？不对，他没有跨入阴阳虚境，只是金丹圆满。一个先天金丹竟然可以踏空而行？老二的手臂是你斩断的？是我，
你想怎样？是你就想，你斩断老二一条手臂，我便将你的双臂尽皆斩断还给他，不算过分。怎么可能？我的丹田。老二，这个人是千刀万剐还是凌迟处死，全凭你做主。大禹王朝，西北12王朝中2大大型王朝之一。我很好奇，若是你们大禹王朝这次参加极东狩猎的天才全部死在这登天谷内，那将会是一番何等场景啊！无我剑诀第一式唯心式。看了这么久，也该露面了吧？灭仙王朝的，哼！大禹王朝的天才都已经死了，而我也不介意将你们灭仙王朝也从这次积分战当中抹除。阁下，我们纯粹只是路过这里，且我灭仙王朝跟你们小队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摩擦，不至于要赶尽杀绝吧？你说的对，我是没有必要斩尽杀绝，所以将你们所有人的臂章拿出来交给我，我放你们离开。交出臂章？这剑无双，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很强，起码比起我要强得多。不过连战都不战一场，就直接将积分交出来换取性命，这可不是我的风格。不管怎么说，也得跟你交手，真正败在你手中，我才心服口服。你战吧！你输了。输了。我得到的那些臂章，全部都在这乾坤界里。这是我们得到的臂章，全在这里了，都给你，都给你。将所有臂章全部留下，你们可以走了。这怎么可能啊？剑无双怎么会这么强？一剑杀死大禹王朝14名天才，天哪！这不可能！那小子突破了，可就算他突破，实力怎么会一下子提升到那种份上？这小子，他是怎么做到的？原以为孟无天跟凌血雨已经非常妖孽了，没想到这剑无双竟然比他们2个还要可怕得多，简直就不是一个层次的。这样的绝世天才。凌天先生，我记得你刚刚说对那剑无双一点兴趣也没有啊，还说我们若是谁看中那小家伙的话，大可直接收他为弟子啊。凌天先生可是出自大荒剑宗的，大荒剑宗作为南洋8大顶尖宗门之一，眼界可高得很，又岂会看上那小家伙？对，凌天先生自然是看不上的，而我们这几个宗门倒是不介意收这剑无双为弟子啊。凌天先生说过的话可是要算数哦。就是。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是。这剑无双或许是有点天赋，可我大荒剑宗内天才无数，比他优秀的都有很多，也不差他一个。既然你们都那么想要收他为弟子，那给你们便是了，多大点事儿啊！这下有意思了，2大大型王朝的臂章都落入天宗王朝小队手中，这么多臂章代表的积分，不出意外，等掠夺战役结束，重新制定的那份积分榜，从积分榜第1到第6，都将是天宗王朝的。一个小型王朝包揽积分榜前6名，好，哈哈哈！好小子，还真是给我长脸呢啊！哎，那是什么？什么
怎么回事？那些是什么人？黑袍，紫面，是血雨楼。混账，竟敢搅乱极东狩猎！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守卫在登天谷之外的那些强者是干什么吃的？12王朝，还有来自那些古老宗门的诸位，初次见面，在下血雨楼灰衣。血雨楼，闯入登天谷的那些人，是你安排的？是，灰衣，你血雨楼的胆子可真是不小啊！为了杀剑无双，竟然直接搅乱极东狩猎。哈哈哈哈！我血雨楼的胆量一直都不小。诸位，接下来还请大家静静等候，等我血雨楼办完了事情，你们这极东狩猎自然可以继续进行。你在这儿说这话的时候，最好想清楚，你在跟谁说话。哦，这位应当是灭仙王朝的国君吧？哎呀，果真是实力不凡呐！我血雨楼胆量再大，却也不是愣青头。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又怎敢来这极东狩猎上杀人了？是。现在，诸位应当明白我灰衣为何敢说这话了吧？那小子也值得自豪了，竟然有资格被那股恐怖力量给盯上。帝西陛下，你呢？你若是想天宗王朝就此成为历史，大可出手去救那个小家伙。哼，算你识趣。老二，如果我能早一点突破，我断掉的仅仅是左臂，不打紧。如果是断臂的话，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不能恢复。啊？你们也知道，我是来自穆氏一族。我穆氏一族在炼丹上颇为擅长，而我曾经便听族内的一位长老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可以令肢体重生的丹药，名为紫火素体丹。紫火素体丹？这种丹药是可以令断肢重生的。想要恢复杨再轩的断臂，自然也不成问题。只不过，紫火素体丹的层次极高，我穆氏一族也仅仅只是听说过，可族内根本无人能够炼制出来。紫火素体丹，我也知道，只要得到那丹药，修复老二的手臂不成问题。不过那丹药太难炼制，整个南洋大陆都没几个人能将那种丹药炼制出来，所以很难得到。很难得到，可只要有就够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大禹王朝的天才尽皆被灭杀了，而灭杀王朝那些天才的臂章也被我弄到手了。这些臂章我们6个平分吧。2个大兴王朝所有天才的臂章啊，这得多少积分啊？这么多积分，就算我们6个平分，不出意外，等掠夺战结束后，那重新制定的积分榜上，我们会将那第1到第6的名额全部占据吧。这下子，我们天宗王朝可是扬名整个西北了。这种感觉，血雨楼残影，8位阴虚圆满，4位阴虚巅峰。血雨楼可还真是看得起我呀。剑无双，这才多久没见呢？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又提升了。你是鬼虎？血雨楼的人，竟然敢到登天谷内杀我？怎么，是不是很好奇？到现在也没有人出面来救你啊？你就别想了。我血雨楼既然敢到这极东狩猎途中来杀你，自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没人救得了你，你必死无疑。哼，
就凭你们想杀我？难道还不够吗？动手！你们照顾好自己。老三，死！给我滚！你们的速度太慢了。这小子一剑逼退2名阴虚巅峰，攻击未能强得离谱，可防御方面竟然也这般了得。我10人同时出手，竟然被他全部抵挡了下来。哼，他挡得了第1波攻击，却未必挡得了第2波。出手，斩杀了他！嘿，8名阴虚圆满，4位阴虚巅峰，如此强横的阵容联手围杀他一个，竟然都奈何不了他。他竟然强成这样！这小子真的还只是一个先天金丹，一个先天金丹实力怎么可能会强到这种地步？这妖孽的有些过分吧？这些蠢货到底在干什么？赶紧动手，杀了他！都别磨蹭了，全力出手。另外有紫凝丹的，立即吞服。紫凝丹吗？看来是要全力以赴了呀。正好，我也不想再拖下去了。我结合4种建议以后，不仅实力大涨，此外我还多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特殊力量我之前从未接触过，而今日便用你们这些血雨楼的紫面杀手来试试它的威能吧。天哪，这么强！血雨楼的人都该死。那剑术当中蕴含那股特殊力量，莫非是本源？本源，剑道本源，本源之力，他竟然领悟到了剑道本源！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本源，居然是本源！12王朝的诸位大人，我需要一个交代。剑无双，今日之事是我12王朝对不住你，可我们也无可奈何。你要的交代，我们给不了。我只能说，这次欲要动手灭杀你的那股力量，远远超出了我12王朝的承受范围。我12王朝在那股力量面前就跟蚂蚁一样，只要那股力量愿意，可以轻易将我们12王朝捏死。那股力量要杀你，我们无法阻止。血雨楼背后果然有了一股更加可怕的力量。看样子，这世界上惦记我剑无双性命的人并不少啊。哼，你才知道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便是血雨楼那位灰衣大人吧？大人不敢当，剑无双，真没想到这才多久，你的实力竟已经提升到这种地步了。这次我血雨楼精锐尽出，可在你的手中竟是不堪一击。早知你今日会达到这种地步，当初我便不应该对你有任何一丝的小觑，早该亲自出面，不惜一切杀了你。哼，现在后悔已经晚了。不晚不晚，现在出手也是一样的。很好，我倒要看看阳虚境强者到底能有多强。混蛋，我早该想到，以血雨楼背后那股力量的强势程度，绝对不会就此放过老三的。果然，血雨楼动手了，而且还是选择在极东狩猎上直接动手。不过幸得出手的只是血雨楼的杀手，那股力量的强者并未真正参与进来，如此倒还有机会。希望老三能够撑住了。也不知那圣皇宫发什么疯，竟然会去对付老三。再怎么说，老三现在也仅仅是一个先天金丹呢，而且祖祖辈辈都出生在天宗王朝的剑侯府，怎么会招惹到圣皇宫的头上？
给我死！灭星！死吧！死吧！竟然被躲过去了。这便是阳虚境强者的真实实力吗？果然，论实力，要比那些阴虚巅峰要强大多了。不过，仅仅这种实力就想杀我，你还不够资格。辉呀，刚刚你说想杀我，本源，一定是本源。传说之中的本源竟是这般的可怕，怎么办？这小子如今战力了得，完全可以跟我正面厮杀，光凭我一人，绝不可能杀得死他。除非，诸位，有谁愿意出手，助我杀了此子？事后我血雨楼必将记住这一份人情。哼，自己没能耐，杀不了剑无双，竟然还奢望我们出手去帮他，这灰衣想的倒是真够美的呀！我们跟那剑无双无仇无怨，我可拉不下脸来去对付这个小家伙。这剑无双天赋古今无双，连我都敬佩不已。就冲这一点，我就不会主动出手对付他。剑无双，哈，虽说这次极东狩猎上，这小子将我大禹王朝所有天才全部斩杀，等于狠狠扇了我大禹王朝一巴掌。不过，极东狩猎本就是12王朝天才之间的顶尖较量，我大禹王朝的天才被他杀死，也只能怪他们自己技不如人，怪不得别人。所以，这口气，我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吞。至于现在要我出手对付这小家伙，我还拉不下那个脸。诸位，你们应当想清楚，并非是我血雨楼要杀这剑无双，而是那股力量想要他死。谁若是能助我杀了他，那也等于帮了那股力量一个大忙。这可是跟那股力量拉上关系的绝佳时机呀！诸位莫非就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我大荒剑宗这些年在南洋大陆的整体地位已经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宗内的天才弟子跟诞生的强者也越来越少，奄奄已经居于8大顶尖宗门之末，甚至还有不少宗门都已经盯上我大荒剑宗顶尖宗门的位置。这个时候，我若是能够跟那圣皇宫拉上一点关系，借着圣皇宫的大旗，我大荒剑宗不仅可以保住顶尖宗门的位置，甚至整体实力还能更上一层楼。而我也等于是给宗门立下了大功，这份功劳之大，怕是绝无仅有。到时候，我这位执法长老绝对可以成为宗内的最高层之一，甚至数十年后，新一届宗主的选举名额当中，或许还会有我的一个。回忆先生对吧？大荒剑宗莫凌天，愿助你一臂之力。凌天先生，以您的身份，竟然出面对付一个金丹层次的小家伙，未免也太过分了一点。凌天先生，请你注意身份。莫凌天，你好歹也是大荒剑宗的执法长老，堂堂南洋8大宗门之一的大荒剑宗，莫非就是这样以大欺小的吗？无耻！无耻啊！无耻之有！这些蠢货！哼，在巨大利益面前，偶尔厚颜无耻又如何？只要能跟圣皇宫拉上关系，让我立下大功，这又算得了什么？大荒剑宗，大荒剑宗的莫凌天是吧？不错，小子，你应该叫我凌天大人，
没大没小，你家大人就是这样教你的？哼，我家大人可没教过我像你这般不知廉耻。原本我之前还一心想要加入大荒剑宗的，可是现在看来，大荒剑宗的强者都是这般不知廉耻之辈，这样的宗门不入也罢。哼，可笑！我大荒剑宗天才无数，你又算得了什么？凌天先生，不用跟他说这么多，直接出手杀了他。放心，有我出手，他必死无疑。阳虚巅峰，莫凌天，今天这个梁子既然已经结下了，那就不要停了。今日我或许奈何不了你，可是来日方长。还来日方长？你还是先想想，你有没有命活过今天再说吧。哼，想逃？秘术，夺灵，仅仅只是阴虚小成吗？看来，仅仅只是夺灵秘术的第一卷，对我的帮助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虽然只是提升了一个境界，也总比没有提升的好。死！什么？我这一剑竟然没能直接杀死他，他的实力又提升了。阴虚巅峰果然了得，我绝非他的对手。小子，还想逃？什么？不好！啊！再怎么说，也仅仅只是一个先天金丹，我还就不信他还真能翻了天了。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不用死，唯独你必须得死。小子，去死！该死！小子，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虚无之上，无遮无拦，以他的速度要追杀我很容易，可只要逃到密林之内，借助树木的遮掩，或许还有逃掉的机会。嗯，这个人什么？本源？你是老三，王源老大。我来的不晚吧？不晚，正是时候。来，到吊上来。那些血雨楼的杀手不是冲你来了吗？人呢？血雨楼的人都被我杀了，现在还剩下这人，是大荒剑宗的。大荒剑宗？我乃大荒剑宗执法长老莫凌天，你们是谁？竟敢伤我！好大的胆子！伤你？别说伤你了，老子还敢杀你呢！单一，给我宰了他！是。我是大荒剑宗的执法长老，你们敢杀我？杀了我，你们一个也逃不掉！王源老大，怎么了？这个人留给我。你现在能杀死他？我现在当然杀不死他了，但是将来可以。你确定？嗯。那好，就暂且饶他一条狗命。不过虽然不杀死他，可也得给他一个教训。单一，你们，我们如何？你刚刚说杀了你，我们一个都跑不掉。哼，这句话就算换成你是大荒剑宗的那位宗主，都没胆量敢说。你区区一个执法长老，我丹门少主人就算杀了你，又能如何？你大荒剑宗敢放一个屁？丹门，竟然是丹门的人，可以跟圣皇宫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那个丹门。这莫凌天竟然提到丹门这块铁板之上了，这个人便是丹门少主。莫凌天，我剑无双，历来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的。今日之事，12王朝还有其他那些古老宗门的强者，虽然待我不公，可他们都是身不由己，我也能理解，所以我不曾怨恨他们。可你却不同。我还是那句话，来日方长，今日的梁子既然已经结下了，那就不要听了。王源老大，我们走吧。好，我先去带上老二跟老四。丹门。哦，对了，接下来的掠夺战该怎么办呢？都这样了，还能怎么办呀？这掠夺战肯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结束吧，这一届的极东狩猎到此为止。至于最后的那份积分榜，就按照现在那些小家伙拥有的积分重新排名。好，我赞同，就这样办吧。王源老大，你给我吞服的丹药，药效还真是不错啊。那是，你也不瞧瞧我是谁，我拿出的丹药又岂是凡品？可惜，你跟老四受的伤都非同一般，不然吞服我给你们的那枚丹药，用不了半天，你们绝对可以活蹦乱跳的。而现在看你们的样子，要想彻底恢复，起码也还有个2、3天才行。至于老二你，可惜，那可以令肢体重生的紫火素体丹，我现在还炼制不出，不然肯定给你一颗。不过你放心，我现在虽然给不了你，但等我回到丹门后，我想办法找我父亲要一颗便是。对了，老二，你跟那大禹王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何大禹王朝那些天才会疯狂想要杀死你啊？这是……老二，这事儿你不愿意说，那就我来说吧。我知道这件事，老二本就来自大禹王朝，而且在大禹王朝身份有些特殊，他是杨王之子，而杨王乃是现大禹王朝国君的亲弟弟。数年前，杨王跟大禹王朝现任国君2人夺嫡，最终杨王败了，被现任国君当场斩杀，而老二也被悬赏通缉，在大禹王朝的悬赏榜中更是名列第1。这次极东狩猎，大禹王朝那些天才之所以会找上老二，就是冲着那悬赏榜的悬赏而来的。是这样，生在王朝，像夺嫡这样的事情本就很难避免。老二被悬赏也很无奈，不过大禹王朝那位现任国君其实也算是比较仁厚的，毕竟他只在大禹王朝内部悬赏，意图只是将老二赶出大禹王朝，可他并没有派人在西北其他诸多王朝大肆通缉追杀老二。老二的事情还好，不算太麻烦，真正麻烦的人是老三你。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毕竟盯上你的是那个地方。啊？哪个地方？王源老大，你说那个地方指的便是这令牌的主人吧？对，就是他，南阳无可争议的霸主之一，圣皇宫。圣皇宫？老三呐，你出生在天宗王朝一个小型王朝内，甚至恐怕都不曾离开过天宗王朝。你的眼界太小，对这南洋大陆根本就不了解。我现在便跟你仔细说说。南洋大陆浩瀚无垠，疆域极其辽阔。在这广袤疆域当中，虽然存在着万千王朝，但真正强横了得的，却是那些古老宗门。而同样是古老宗门，那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像这极东狩猎上，就来了不少的宗门，可其中大部分的都只是那些不入流的宗门，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是很强大，但在整个南洋大陆上依旧上不了台面。唯一能够上得了台面的，或许也就那大荒剑宗了。老三，我现在便跟你讲讲这南洋大陆的整体格局。说到整体格局，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宫、一门、三谷、四殿、八大宗、万千王朝。
那万钱王朝就不用多说了，指的自然是南洋大陆的诸多王朝。而三谷四殿八大宗，其中八大宗便指的是那顶尖的八大宗门，像大荒剑宗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近些年大荒剑宗越来越不长进了，强者越来越少，估计用不了多久便会被其他的宗门取而代之。三谷四殿这七大势力都比八大宗门要强上不少，其中三谷更为了得，像咱们老四便是来自这三谷当中的冰冥谷。至于那一宫一门，圣皇宫跟丹门，不错，圣皇宫跟丹门是如今南洋大陆最强势的两个大霸主。麾下光是附庸的王朝跟大小宗门便数不胜数，控制的疆域无尽，而盯上你的便是两大霸主之一的圣皇宫。老三，当初你被那血雨楼强者追杀逼得跳入那无底深渊时，我大怒之下便欲覆灭血雨楼为你报仇。前2个月原本进行的好好的，可2个月后我父亲却是亲自命令我停止一切针对血雨楼的报复。当时我便觉得奇怪，直到后来我才终于明白，原来这血雨楼的背后站着的是圣皇宫，而且一直以来想要置你于死地的也是那圣皇宫。我当时就惊呆了。老三，你得有多大的能耐才会被那圣皇宫盯上？我至今都想不明白，那圣皇宫为何一定要置你于死地啊？我查过你的资料，知道你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切过程，甚至还查过你父母的资料，可是一切都清清楚楚。不管是你还是你父亲，都从未主动招惹过圣皇宫。可圣皇宫就是要杀死你们。你父亲当初就是被圣皇宫给盯上了，甚至为了抓你父亲，还派遣了一些强者在血雨楼的协助下覆灭了当初的姬氏一族。如此迫切的欲要置你们父子俩为死地，肯定有着极大的缘由在内。这个，你若是不愿意说，那就算了。倒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我自己都不非常清楚。你自己都不知道圣皇宫为何盯上你？什么人？超凡入圣。这人超凡入圣，这便是传说中超凡入圣的超级强者。老家伙，你是谁啊？老夫九尊。九尊？你就是九尊前辈？你听说过我？我曾听我父亲多次提到过九尊前辈你，而且我父亲也说过，他跟你交情不浅，你甚至还找我父亲帮忙炼制过丹药。这倒是事实。老夫行走天下，好友不多，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不知九尊前辈到这儿来，所谓何事？老夫到这儿来不是找你的，而是为了他。我？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呀？晚辈杨在轩。杨在轩。老夫生性逍遥，无拘无束，一直以来都是一人一酒一刀行走天下。而刚刚我路过那登天谷，看到了你，你天资不错，且刀法与老夫如出一辙，所以老夫有意收你为亲传弟子，不知你可愿意啊？啊！老二，你还犹豫什么啊？还不赶快答应啊！九尊前辈可是连我父亲都非常尊敬的一位顶尖强者，他可是站在整个南洋大陆金字塔之巅的。而且九尊前辈为人也一直光明磊落，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他要收你为亲传弟子，这就等于天上掉馅饼，你赶紧接住啊！老二，前辈，
实不相瞒，晚辈的本名叫杨天，在大禹王朝悬赏榜中排名第一。晚辈若是拜入前辈门下，怕是会连累前辈与那大禹王朝交恶。另外，晚辈还断了一臂。老夫还以为你有多大的顾虑呢，原来仅仅只是这样啊！小家伙儿，你听着，你可以放心拜入老夫门下。至于那大禹王朝，不用去理会，借他们两个胆子，他们也没胆量敢来招惹老夫。而今后，等你实力有成之后，你若是想报复大禹王朝，也尽管放手去做便是，老夫不会阻拦。至于断臂，一枚紫火素体丹而已，老夫现在虽然没有，可以老夫的面子去丹门讨要一颗，丹门不会不给。弟子杨在轩，拜见师尊。哎呀，起来吧。既然拜入老夫门下，那你就得跟着老夫四处漂泊闯荡了。你可愿意啊？弟子愿意。那好。现在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的，尽快处理下。若是都交代好了，便跟老夫离开吧。弟子没什么需要交代的，现在便可离开。那你现在便跟我走吧。我先走了，等下次回来时，我们4个再聚。去吧。老二，恭喜你了。恭喜你了。刚刚还跟我们聊天来着，没想到一转眼他已经拜入九尊门下。老二的运气倒是不错啊。何止不错啊，那九尊前辈可是连我父亲都敬佩的顶尖强者。南洋大陆渴望拜入他门下的天才数不胜数，他能够看上老二，老二做梦都要笑醒了。老三，其实你的天赋比老二还要高，只要愿意，想要拜入超凡入圣强者的门下，也不是不可能。哎，要不要我给你介绍1-2位？我丹门内超凡入圣的强者还是有几位的啊。不急，我暂且先看看吧。对了，老三、老四，接下来你们2个都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回冰冥谷了。我这次出来已经很久了，公子已经不止1次催我回去了。公子？冰冥谷的叶晨啊，那家伙的口碑似乎挺好，可是我却一直觉得那家伙非常虚伪。公子他人很好的。老三，你呢？要不你跟我回丹门吧。圣皇宫虽然强，可我丹门还是能够庇护你的。庇护？以后有机会我去丹门走上一趟，但是现在还是算了。我现在倒是想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啊？10万大山。好，我送你过去。好。老三，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回丹门了。你今后若是有事找我，可以去我之前带你去关押凌云的地方，那是我丹门的一个联络点，他们可以联系到我的。好，那我就先走了啊。以前我以为我的敌人只有血雨楼，可现在才知道，血雨楼不过是一条恶狗罢了，在背后牵着他的是圣皇宫，才是庞然大物。说到底，还是我现在实力太弱。原本参加极东狩猎是想拜入那些古老宗门门下，可那些古老宗门知道圣皇宫要杀我以后，怕是不会有任何一方接纳我的。至于丹门，丹门倒是可以和圣皇宫分庭抗礼，可是我要进入丹门，必须得麻烦王元老大。就算进入丹门，也只是寄人篱下，今后一辈子只能躲在丹门内，那绝非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只能靠自己。而如今唯一可以让我有机会实力暴涨的，便是祖地。这无底深渊传的那般可怕，可实际上，从跳入深渊到这地底，
除了那些冷风之外，我都没有碰到任何危险。任何一名阴虚强者都可以轻易跳下来。哼，那是因为你有三杀剑，所以在进入无底深渊的过程中，才没有碰到其他的威胁。其他人，就算是一名阳虚境，想要来到这底部都非常艰难。且就算真的来到了这里，我们也会立即出手，将其杀灭。见过二位。小子，你又来了。我记得你上次离开时，我便跟你说过，让你突破达到阴阳虚境后再来这儿。可你现在仅仅是金丹圆满，到这儿来做什么？我到这儿自然是为了接受祖地的考验的。接受考验？就凭你？小子，你难道不知道祖地的3重考验，哪怕只是最简单的第1重考验，那也要达到阴阳虚境的强者方才有资格接受的吧？我知道，可我也知道，我父亲当初便是以金丹圆满的境界接受了考验，而且还通过。你父亲是你父亲，他天资卓绝，金丹圆满时战力超群，所以我们才破例让他在金丹圆满层次便接受考验。而你认为你能够跟你父亲相比啊？能。魔13，你说你能比得上你父亲，光是嘴上说说是没用的。这尊魔魁是祖地拥有的诸多魔魁当中实力最低微的一尊。你只需击败他，我便认同你的实力，让你接受祖地的考验。若是连这尊魔魁都击败不了，那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滚回上边去吧。哼，击败他们，试试吧。好强的力量啊！感觉怕是比阴虚巅峰强者还要强上不止1筹。就算是阳虚境小城的强者比起来，估计也差不了多少。小子，魔13虽然是祖地诸多魔魁当中实力最低的一尊，可也是阴虚巅峰层次的魔魁。且身为魔魁，虽然不曾懂得施展任何技巧剑意，可他的力量、速度、防御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出普通的阴虚巅峰人类强者，就算跟阳虚境的人类强者比起来，也差不了太多。当初你父亲来到祖地，也跟着魔13交手，当时你父亲灵力修为已然达到了金丹圆满的极致，且黑暗、光明、雷霆3种特殊意境结合，战力滔天，剑术更是强横无比，却依旧花费了不下于20个呼吸才将他击败。而你莫说击败他了，只要能够在他手中支撑20个呼吸，就已经不错了。20个呼吸？没用的，这尊魔魁是用特殊材质炼制而成的，且体表穿着的墨绿色战甲也无比坚韧，就算是寻常的阴虚巅峰都很难伤到的。至于你，怎么可能？本源？怪不得如此自信，敢跟你父亲相比。原来你竟然领悟了本源。你领悟的本源同时包含地火水风4种，应该是结合这4种意境所形成的世界本源。世界本源？好了，你能够在先天金丹层次便领悟本源，就注定你的战力比你父亲更强。我承认，你有资格接受祖地的考验。小子，虽然你有资格去接受考验，可我还是得提醒你，祖地的考验非同小可，你若是通过了还好，可一旦无法通过，那必然是会死在考验当中的，所以你得有所准备。不通过就是死吗？当初父亲也知道这一点，却义无反顾地选择接受考验。父亲对他的实力充满自信，而现在的我，论实力，比当初的父亲还要强。开始吧。好，你跟我来。祖地的第1重考验，就在这宫殿内，进去吧。这祖地的考验到底是什么呢？小子，你准备好了？考验要来了。杀！该死，该死！血雨楼的人都得死，都该死！血雨楼都得死！啊！杀！杀！杀！
小子，感觉如何呀？刚刚那个，便是祖地的第一重考验吗？你想的倒是挺美。如果第一重考验就只有如此的话，那我也不会让你达到阴虚境后再来了。你刚刚所经历的，不过是这第一重考验的第一步，仅仅是开胃菜罢了。如果连这一步都过不了，你根本没资格去接受真正的考验。哼，你跟你父亲的脾气倒是一样啊，都挺执着，挺倔强的。这才是祖地真正的考验。进去吧。这小子已经陷入杀戮幻域当中了。陷入杀戮幻域当中，这小家伙所看到的都是幻境，也不知道他能否区分开来。区分开来又如何？即便明知道是幻境，可幻境当中遭遇的一切却都非常真实。而他要在那幻境当中待很长的时间，随时都有可能迷失自我。且最重要的是，这杀戮幻境考验可并非是他能否区分幻境与现实。这小家伙天赋虽然不错，但想要通过考验，恐怕也不是那般容易的。而到最后，他若是无法突破考验的话，那我们也只能按照祖地的规矩，出手将他抹杀掉了。这小家伙好歹也领悟了本源，通过考验的机会应当不小。但愿吧。这里是，这是幻境吗？哟，外乡人，你好啊！还背着剑，看样子也是一名好汉呢。也不知道跟咱们村里那些好汉比起来，是否会更强一些？这外乡人好生英俊啊！嘿，小子，嘿嘿嘿，咱们村里啊，难得进来一位外乡人，来来来，喝一杯。明明是幻境，感觉却如此真实。哼，大哥哥，你是外乡人吗？真是外乡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外乡人呢。虎子，哎，娘，哎呀，这位小兄弟，你是外乡人吧？是。咱们村里好久没来过外乡人了。来来来，到我店里坐坐，我给你煮碗面吃。这个地方，如果在现实当中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倒是也不错啊。这祖地的第一重考验到底是什么呢？大哥哥，啊！我的灵力，这些人都疯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死！去死吧！杀了他！糟了！死！他已经彻底陷入杀戮幻域当中了。杀戮幻域，无尽杀戮。他在幻境当中碰到的所有人都会疯狂的不顾一切要杀死他，最终逼迫他自己也只能不断杀戮下去。而杀的越多，他身上的杀意会越来越浓郁，最后则会杀得麻木。当他杀得麻木后，他的心态便会发生变化，就看他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本心一直坚持下去了。之前让我感受到这片村庄的祥和热情，随后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发狂似的要杀我，也不知道这祖地的第一重考验到底是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武者，老夫无心，是这方世界的守护者。阁下，你一个外来者闯入这方世界也就罢了，为何还要在这方世界大开杀戒？你来到这方世界才多久，又杀了多少人？你为何要杀他们？凭什么杀死他们？你可知，他们都只是普通人，其中还有老人小孩，可结果都死在你的手中。你是觉得杀死他们很有快感，还是你本身更喜欢热衷于杀戮呢？说，为什么？为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要杀我，所以我便杀死了他们。你若杀我，我也会杀你。这便是我一直遵从的杀法之道。
什么杀伐之道？依老夫看，你分明就是杀戮成性。老夫今日说什么也要将你这个大魔头斩于刀下。魔头，去死吧！死！灵力用不了，我领悟的世界本源也用不了，现在就连剑意也都要用不了了吗？恶魔，下地狱去吧！谁杀我，我便杀谁！死！小子，恭喜你啊，掌握杀戮本源，跨入杀伐之道。杀戮本源，这祖地的考验，便是领悟出了杀戮本源吗？对，祖地的第一重考验一共可以分为3步，可这3步都是围绕杀戮本源进行的。杀戮本源是一种极端暴力，非常难以驾驭的本源。一个武者就算运气好领悟了杀戮本源，可若是自身心智不够坚定，很有可能被杀戮本源直接占据身心，沦为一个只知道杀戮的疯魔。所以考验的第一步便是考验你的驾驭能力，这才有了一开始你所经历的那6道杀字吼声。考验的第2步则是考验你的心态。杀戮本源虽以杀戮为主，可杀戮却要遵从本心，就算要杀，也要杀得理所当然，问心无愧。所以你才会在杀戮幻域当中经历了那么多杀戮，而杀戮了那么多普通人之后，你却依旧能够坚持本心，坚持自己的杀伐之道，不曾被幻境中的万千杀戮所迷惑。所以这第2步你也通过了，于是你才能走到那幻境的终点，回头崖。之后才有了最重要的第3步。第3步考验的却是悟性。杀戮本源本就是在漫天杀戮当中渐渐领悟的。考验的第2步除了考验之外，也是在给你慢慢积蓄身上的杀伐之意，直到最后第3步，你跟幻境世界的守护者正面交战，最终这股杀伐之意骤然爆发。爆发之时，也是你领悟杀戮本源最佳的时机，而结果你也成功了。当初我父亲通过的考验也是这种。对，他跟你一样，也在这杀戮幻域当中感悟了杀戮本源。不过他感悟杀戮本源用了4个月的时间，而你只用了3个月。在一定程度上，你比你父亲还要厉害一些。3个月？我在那幻境当中待了3个月了。小子，你既然能够通过祖地的第1重考验，那从今天开始，你也勉强算是剑祖一脉的弟子了。剑祖一脉？先出去再说吧。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剑无双。剑无双。我叫金灵，这是我2弟木山。相信你也看出来了，我2人并非人类，我2人实际上都是战魁。果然，也不知道他2人的实力怎么样。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有很多疑问，尽管问吧。你现在也算是剑祖一脉的弟子，也有资格知道一些事情了。我想知道，这祖地到底是什么，跟我之间又有什么关联？祖地乃是剑祖目的，至于你跟祖地的关联也简单，因为你是剑祖一脉的后裔。剑祖后裔？你的确是剑祖后裔，这个身份从你的3杀剑还有你觉醒的剑魂便可以体现出来，不用怀疑。在很多年前，在这天地间，有着一位惊世骇俗的可怕存在，这位存在便是剑祖，剑道之祖，在剑道感悟上乃是公认天地第1人。剑祖创建了剑祖一脉，也是一方超然势力，巅峰时期的剑祖一脉实力之强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不过就在1000年前，也不知因何原因，剑祖突兀陨落。剑祖陨落后，剑祖一脉也瞬间崩溃，被另一方超然势力连根拔起，剑祖一脉的强者弟子也遭到肆意屠戮。
最终仅仅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人逃到了这里。这部分人无力令剑祖一脉再次崛起，最终只能逐渐没落，渐渐的到了最后，便有了剑侯府的出现。所以剑侯府的前身便是剑祖一脉，剑侯府的弟子都是剑祖一脉的后裔。是这样，剑魂到底又是什么的？为何我自从觉醒剑魂以后，便一直被人暗杀呢？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剑魂，剑道之魂，只有那些生来在剑道上有着惊人天赋的天才，才有可能觉醒。就算是巅峰时期的剑祖一脉，一个时代数十年下来，一般也只有2-3位天才是觉醒了剑魂的。而你跟你父亲在剑祖一脉没落成这样后，还能先后觉醒剑魂，这堪称是个奇迹。至于被人暗杀，那是因为当初覆灭剑祖一脉的那方超然势力早知道剑侯府的存在，不过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即便是那方超然势力也无法彻底灭了剑侯府，令剑祖一脉彻底断绝。虽然无法彻底覆灭，却能阻碍剑祖一脉再度崛起。所以那方超然势力一直派人盯着剑侯府，剑侯府内那些普通的弟子也就罢了，哪怕偶尔诞生1-2个天才，那方超然势力也不会放在心上。可剑魂，能够觉醒剑魂的，在巅峰时期的剑祖一脉都是最顶尖的超级天才。这等天才只要中途不陨落，将来的成就都不会太低。妖孽一些的完全可以成为1等1的强者。只有这样的天才才会被那方超然势力所重视，甚至是忌惮。所以但凡剑侯府出现觉醒剑魂的超级天才，那方超然势力便会立即出手，将这潜在威胁抹除掉。所以就出现了你跟你父亲都被暗杀的这一幕。竟然是这样，你刚刚说那方超然势力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从而无法彻底将剑侯府覆灭。这些特殊原因是什么呀？还有，这方超然势力到底是谁啊？圣皇宫吗？你现在问的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你的权限范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祖地3重考验代表的是3种身份，也代表3种不同权限。通过第1重考验，你仅仅只能算是剑祖一脉的普通弟子。只是普通弟子的权限能够知道的只是关于剑祖一脉的一些基本的问题，而你刚刚所问的那些问题都属于核心弟子才有资格知道的。核心弟子需要通过第2重考验，可以你现在的境界根本没资格去接受第2重考验。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要问的吗？没有了。没有就好，你现在实力还太弱，就算知道太多也没什么用处。你现在要做的便是竭尽全力去提升你的实力。这次你通过祖地的第1重考验，按照祖地的规矩，你一共可以得到3份机缘。3份机缘？3份机缘，第1份是你可以随意提出3样东西，这3样东西可以是天才地宝，可以是功法秘籍，也可以是奇珍丹药，不过却都是在你普通弟子的权限范围之内。说吧，你都需要什么？我已经想好了，我需要一种可以重新修复丹田、恢复实力的宝物。修复丹田？我父亲丹田被人毁掉了。是这样，修复丹田的宝物在祖地的诸多宝物当中一共有2种，一种是七彩夺灵藤，还有一种是1转赤炎丹。这2者都可以令破碎的丹田重新修复，但效果却有极大的差距。七彩夺灵藤是一种天才地宝，无比罕见珍贵。它不仅可以修复人的丹田，而且修复后还可以令丹田变得更加浩瀚广阔。不管是转化灵力，还是对灵力的储存，都会有大幅度提升。像你父亲，丹田被毁，可若是有了七彩夺灵藤，便可重新修复丹田。但灵力，他却必须要靠自己重新去积累。也就是说，他得从0道开始，
重新开始修炼。不过重新修炼速度肯定极快，用不了多久他便会到达之前的境界，今后也完全有机会去冲击更高层次。而一转赤炎丹就比较极端了。一转赤炎丹也可以令你父亲丹田修复，且修复之后不仅可以立即恢复你父亲的实力，同时一转赤炎丹还可以大幅度压榨你父亲的潜力，令你父亲的实力直接暴涨，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可这种对潜力的压榨有利也有弊，你父亲实力暴涨后，今后境界将寸步难行，想要稍微提升一步都将成奢望。这两种宝物，其中七彩夺灵藤价值更高，以你的权限还无法得到，所以你只能选择一转赤炎丹。那就一转赤炎丹吧，有总比没有好啊。等以后救出父亲，我便将一转赤炎丹交给他，至于是否吞服，就看父亲自己如何选择了。剩下的2件东西你需要什么？我分别需要一门适合世界本源、杀戮本源的剑诀。适合世界本源施展的剑诀倒是简单，我之前给你的无我剑诀本就是一门本源剑诀，且针对的就是世界本源，而你得到的只是无我剑诀的上半卷。如今我将下半卷给你，如何？可以。至于适合杀戮本源施展的剑诀，怎么了？莫非没有？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太多了？小子，你应当知道，剑祖一脉主攻剑道，而剑道乃是杀伐之道，剑道武者领悟杀戮本源，才可以将剑道的杀伐能力彻底展现出来。所以我剑祖一脉巅峰时期，大量强者所领悟的都是杀戮本源。像剑祖最擅长的也是杀戮本源，剑祖一脉领悟杀戮本源的强者极多，这就导致适合杀戮本源施展的剑诀也比其他本源要更多些。光以你现在的权限，能够得到的适合杀戮本源施展的剑诀就有不下数百门。这样吧，我给你一份剑诀清单，你自己慢慢去挑选吧。我决定了，将选择这血空剑诀。血空剑诀，3份机缘，第1份机缘已经给你，而第2份机缘是让你在暴雨宫内待上1个月。跟我来吧。暴雨宫？这山洞莫非就是暴雨宫？对，别小看这山洞啊，内部别有洞天，你进去试试看就知道了。记住，你只有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能够进步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感觉如何？很不错，可惜时间太短了。实力上应当进步不小吧？不小，暴雨宫1个月，令我对本源的领悟还有剑术上都有了巨大提升。暴雨宫是你的第2份机缘，而接下来你还有第3份机缘，紫金湖。紫金湖？木山，你带他去吧。是，大姐。这里便是紫金湖了。这紫金湖全都是由紫晶灵液构成的。紫晶灵液？恐怕将整个天宗王朝的所有紫晶灵液全部集中起来，都远远抵不上这片湖泊的1/10吧。剑无双，你可以在这紫晶湖中修炼2个月。这2个月的时间里，你可以竭尽所能吸收这紫晶湖当中的紫晶灵液。2个月后，希望你的境界能够有大幅度提升。2个月？我可以尽情在这里修炼2个月？如此大的湖泊，2个月时间，就看我能吸收多少吧。已经将他送到紫晶湖内去了。2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也不知道他在这2个月的时间内，灵力修为能够提升多少。他已经是金丹圆满，虽然刚突破不久，但2个月时间尽情吸收紫晶灵液，再不济那也能够突破阴虚小成了。甚至如果运气好点，说不定能够一举直接突破到阴虚大成。阴虚大成？我记得当初剑南天也是在紫金湖2个月的修炼当中突破达到阴虚小成的。
而且还达到了阴虚小成的顶端，差一点就突破达到了阴虚大成了。这小家伙比他父亲还要了得一些，突破阴虚大成希望很大。2个月时间到了，我们去看看那小家伙现在如何了吧。呵呵，我敢打赌，他肯定突破到了阴虚大成。阴虚大成，或许吧，但也未必。这是短短2个月，他怎么可能吸收如此多的紫精灵液？这不可能啊！怎么会少这么多？这小子的实力，阴虚巅峰，竟然达到了阴虚巅峰！短短2个月，他竟然从金丹圆满接连突破了4个境界，达到了阴虚巅峰。阴虚巅峰，若是再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便有足够把握积蓄足够的灵力，强行突破达到阳虚境。现在的我已是阴虚巅峰了，而且还是阴虚巅峰的顶端，灵力比之前的金丹圆满要强太多太多，我也该知足了。小子，我很好奇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若非是有大秘密，你绝不可能在短短2个月时间便吸收掉那般浩瀚的紫精灵液，也不可能在2个月时间里灵力修为提升到这个地步。算了，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我也懒得去寻根问底了。第3份机缘也已经给你了，现在你可以离开祖地了。现在就离开？莫非现在的我还不能接受那第2道考验吗？第2重考验？小子，不是我瞧不起你，你虽然经过紫金湖2个月的修炼，灵力修为暴涨很多，可想要接受第2重考验，你还不够资格。祖地的第2重考验是针对超凡入圣那一层次的强者的，且第2重考验跟第1重考验不同。第1重考验比较轻松，所以你虽然只是金丹圆满，可只要足够逆天，同样有机会通过。可第2重考验没有超凡入圣，根本没有一丝通过的希望。仅仅是第2重考验便需要超凡入圣的强者才有资格接受，那第3重呢？小子，你准备好离开吧。不过在离开前，将3杀剑给我留下。3杀剑？果然，明明有这一柄绝世杀剑在你手中，可你却根本不懂得将它的威能激发出来。绝世杀剑？小子，你在这等我一下，待会儿我再将3杀剑交给你。好。3杀剑感觉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能够作为进入祖地的信物凭证，这3杀剑又岂是一般了？只是因为之前数年的沉寂，这3杀剑的剑灵早已经沉睡，而我刚刚只是将它重新唤醒罢了。剑灵？小子，你连剑灵都不知道，还真是孤陋寡闻呢。也对，剑祖一脉没落成这样，眼界自然也变低了。你听着，3杀剑并非是一件普通的兵器，而是一柄神兵，细分3品，3品为凡，2品为灵，1品为尊，每一品又分为低阶、中阶、高阶3个层次。你手中这柄3杀剑，巅峰时期乃是一柄2品高阶神兵。2品神兵都是有灵的，不过在数年前，想必是你父亲跟强者厮杀，导致3杀剑剑灵受损，陷入了沉睡。这柄杀剑的威能才会被一直埋没。而如今我已经唤醒了剑灵，这3杀剑的威能也恢复了不少，不过剑灵依旧未曾彻底恢复。所以现在的3杀剑已经削弱到3品高阶层次。原来如此。那我要如何才能令它恢复巅峰威能？我说过，3杀剑乃是一柄杀伐之剑，它喜好杀戮。你想要恢复它的威能，便是尽可能的去杀戮，杀得越多，杀的人实力越强，
三杀剑恢复的也就越快。甚至今后等三杀剑恢复到巅峰后，你一直杀戮下去，还可以提升三杀剑的品阶。我明白了。其实并不只有神兵划分为3品，那些本源秘籍同样也是如此划分的。本源秘籍也分为3品，同样每一品都分为低阶、中阶、高阶3个层次。像你先后得到的2本本源剑诀，那无我剑诀跟血空剑诀，这2门剑诀当中，无我剑诀是3品中阶秘籍，血空剑诀则是3品高阶秘籍。无我剑诀跟血空剑诀在我看来是威能非常了得的，特别是血空剑诀，可竟然都只是3品剑诀，那2品剑诀甚至是那最高层次的1品剑诀，威能又将如何？对秘籍而言，能够上3品威能都非同凡响，毕竟大部分的本源秘籍都是不入流的货色，你得到的无我剑诀跟血空剑诀其实已经不错了，起码对现在的你而言足够用的。至于2品以上的剑诀秘籍，就算是超凡入圣的强者都未必拥有。当然，你今后若是超凡入圣再次来到祖地，通过第2重考验，到时候你得到的机缘好处将会更大，2品剑诀秘籍你自然也可以得到。好了，该告诉你的也都告诉你了，你可以离开了。等今后超凡入圣再来这儿吧。多谢2位。半年时间，我从极东狩猎归来后便直接去了祖地，也不知道这半年时间天宗王朝如何了。不着急，我修炼大天造化诀，跨入阴阳虚境是斩阴破阳，也不知道是如何斩法。阴阳分身成了，可怕的能力啊，可怕的大天造化诀。从今天开始，阴阳分身便专心参悟杀戮本源，而我的本尊则参悟世界本源，分工合作。我现在是阴虚巅峰，灵力爆发是同阶的10倍，那么我的灵力爆发便相当于阳虚小成顶端，甚至还要更强些。当然也可以勉强媲美阳虚大成。先回天宗王朝吧。九黄门的人还真够顽强的呀。小姑娘，乖乖跟我们走吧，抓了你我就不信听雨阁那胖子还不就范。什么人？找死！哪来的小子，敢管我九黄门的事？什么？我刚刚听这些人说你来自听雨楼。是。那我问你，你跟听雨楼的唐无极是什么关系？唐无极？他是我哥，如今正是听雨阁的阁主。你是唐无极的妹妹？哼，这下有意思了。诸位，这次九黄门来势汹汹，咱们必须全力去应付，否则哪怕稍有不慎，我听雨阁恐怕就得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阁主，依我看，咱们还是答应欧阳氏族的要求，有欧阳氏族给我们撑腰，我们完全不用担心那九黄门。答应欧阳氏的要求？不可能。如果仅仅只是归顺或者依附，那还可以考虑，可要我听雨阁划入欧阳氏的暗堂，那根本不可能。哪怕是我听雨阁就此烟消云散，我也绝不会答应欧阳氏族开出的条件。阁主，雪儿小姐回来了，而且小姐说有位大人要找你。之前小姐在黑暗之森闯荡时，遭遇九黄门强者的袭击，是那位大人救了小姐。九黄门真够卑鄙的，竟然还派人去抓我妹妹。让雪儿跟救她的那名强者进来吧。是。雪儿。哥，这次路上我可是差点就落入九黄门的手中了，是这位大人救了我，你得替我好好感谢他。
是吗？你是老大？唐无极，好久不见。老大，真的是你啊！哎呦，老大，咱们都半年多没见面了，我做梦都想着你呢。你可别恶心我。唐无极，看你的样子，似乎混得还不错呢。哎呀，这还不是多亏老大你吗？当初在吉东平原分别之后，老大你不是给了我一些钱财吗？那些钱财数量太多了，比我听雨阁曾经积累的财富还要多得多。我拿着那笔钱财回到了天宗王朝，回到了天南行省，立即便召集听雨阁曾经的旧部，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便重新创建了听雨阁。随后我又花费不俗的代价邀请了几位阴虚境的客卿啊，便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几位。有了几位客卿的帮助，我听雨阁迅速崛起，在短短2个月时间里，在这天南行省便已经占得一席之地。而之后我更是想办法跟7大顶尖氏族的欧阳氏族搭上了关系。有着欧阳氏族为靠山，我听雨阁发展的自然越来越迅速。看起来很不错，可为何我刚刚见到你们的样子，似乎一个个都很忧愁？我听雨阁是崛起了，可当初将我听雨阁覆灭的九黄门也第一时间便盯上了我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我听雨阁跟九黄门没少发生过交锋碰撞。因为有欧阳氏族在背后支持的关系，倒也一直跟九黄门斗得个旗鼓相当。可就在昨天，那九黄门也不知道发什么疯，竟然传出话来，说3天之后要让听雨阁内寸草不生。原本九黄门来就来了，我听雨阁有欧阳氏做后盾，也丝毫不惧。可谁曾想，就在九黄门传出这句话之后，那欧阳氏族却翻脸了。欧阳氏族说了，除非是我听雨阁答应跟他们暗堂合并，否则等九黄门强者杀来时，他们欧阳氏族不会出手。说是合并，可实际上就是想要一口吞了我听雨阁。是这样吗？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之，我绝不会答应欧阳氏族的条件。哎呀，阁主，明白了。唐无极，那欧阳氏族你不用去理会，九黄门来势不小，就算欧阳氏族出面，也不可能挡住他们的。不过你放心吧，我正好跟九黄门也有点仇，想要找他们算账来着，我会帮你的。老大，你帮我？放心吧，有我帮你，那九黄门绝对奈何不了你听雨阁的。哼，好大的口气！小子，我虽然不知道你跟阁主到底有什么关系，可你现在摆明了是要让听雨阁去送死。你小小年纪哪里知道九黄门的强横？别的不说，光是阴虚境的强者九黄门现在便有不下于5位，且据说他们的太上长老更是在不久前突破到达了阳虚境。如此强横的实力足以横扫听雨阁。在这生死关头，我听雨阁要做的便是想方设法拉欧阳氏族这尊靠山，有欧阳氏族给我们撑腰，方才能确保听雨阁无恙。尽管欧阳氏族提出的条件苛刻了一点，可合并到欧阳氏族暗堂当中，对我听雨阁而言未必见得就是坏事啊。而你现在竟然劝阁主放弃欧阳氏族，完全彻底的相信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能有多大能耐？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只要有你在，九黄门就奈何不了听雨阁，真是可笑，可笑！老大，有人来了。欧阳先生，唐阁主，考虑的怎么样了？欧阳先生，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要我听雨阁依附于你欧阳氏族，这没问题。可若是要我听雨阁合并到你欧阳氏族的暗堂当中，
却绝不可能。唐无极，我看你是听雨阁的阁主，才叫你一声唐阁主，你可别给脸不要脸，依附我欧阳氏族。哼，我欧阳氏族作为天宗王朝7大氏族之一，无数势力宗门争破了头，都想依附到我们麾下，傍上我们这尊靠山，还需要你听雨阁？说实话，我欧阳氏族当初愿意给你听雨阁当靠山，就只是因为看中你听雨阁搜集情报的能力罢了。没有我欧阳氏族，你以为就凭你身上这几块肥肉，这听雨阁能够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达到这种地步？你给我听着，老老实实合并到暗堂之中，如此你听雨阁方才有一线生机，否则好一个欧阳氏族啊，堂堂天宗王朝7大顶尖氏族，原来就是这般趁人之危的。哪里来的小子？我跟唐无极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给我滚出去！回去告诉欧阳氏族那位族长，就说从今天开始，听雨阁跟欧阳氏族不再有任何关联。你欧阳氏族若是不服的话，大可以来找我，或者2天后九黄门强者杀来时可以一并出手，我也不介意到时候将你欧阳氏族一并给收拾了。滚吧！好一个听雨阁！等着，给我等着！2天之后，我倒要看看你听雨阁是如何跪在九黄门强者的脚下磕头求饶的。欧阳先生，完了，这下我听雨阁彻底完了。不仅没能得到欧阳氏族的帮助，现在还将欧阳氏族给狠狠得罪了。2天后九黄门强者杀来，我听雨阁如何抵挡啊？唐无极，你相信我吗？相信。这就足够了。果然父亲已经不在这儿了。那个人能够让九黄门强者如此恭维的，这人来头不小，不出意外的话，应当是血雨楼最高层的一位强者吧？是错觉吗？这老家伙竟然能够察觉到我的存在，实力不错。我九黄门自从上次被那剑无双袭杀之后，实力锐减，元气大伤，甚至连3宗4门的地位都摇摇欲坠。天南行省各方势力宗门都在等着我九黄门没落的机会，然后取而代之。可惜他们的希望终将破灭。今日一战，便是向各方势力证明我九黄门实力的关键，不容有失。所以这一战，务必要干净利落地灭掉听雨阁，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九黄门绝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招惹得起的。听清楚了吗？是。苦先生，待会儿就由你在暗中坐镇了。我只负责对付有可能出现的欧阳氏族的人，至于那什么听雨阁，就交给你们了。哈，没问题。区一个听雨阁，我九黄门还不曾放在眼里。出发！来了，这阵容倾巢而出啊！哼，九黄门这次倾巢而出，铁了心就是要覆灭听雨阁。我倒要看看，这听雨阁过了今日之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在这世界上。欧阳修，之前将你打成重伤的人是哪一个？那人不在听雨阁的这些强者当中，应该隐藏在附近，或者是离开了。你好歹也是一位阴虚大成，可那人随手便将你重伤，差距如此之大，那人最起码也是阴虚圆满，甚至阴虚巅峰。而且根据你的描述，他的样貌还非常年轻。
如此年轻、如此实力的强者，就连我都好奇得很呢。哼，我只是一开始小瞧了那小子，所以才会被他趁势击败。若是正面厮杀，他未必会是我的对手。哦，从今天开始，天宗王朝内不会再有听雨阁，给我杀！战！差距太大了，完全是一边倒啊，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这听雨阁之前有欧阳氏族作为靠山，才能勉强跟九黄门抗衡。可我听说，2天前不知是何原因，听雨阁跟欧阳氏族也闹翻了。没有欧阳氏族帮忙，光凭着听雨阁自身，如何能跟九黄门抗衡啊？九黄门不愧是天宗王朝顶尖的一流宗门，虽然在之前遭逢过一次重创，元气大伤，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旧不好惹呀。起码像听雨阁这等层次的势力，还没资格招惹九黄门。这九黄门还真是够谨慎的。到了现在，虽然麾下诸多强者都已经动手了，可那墨风却没动。除了这墨风之外，我2天前在九黄门内看到那个老家伙也不曾露面。不管了，听雨阁根本挡不住九黄门的攻势。我若是再不出手，听雨阁可就损失惨重。该死！怎么办？阁主，我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撤啊！是啊，阁主。你小心点，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了。老大，该死！什么？住手！快住手！小辈，尔敢！找死！哼，可笑！哼，就凭你还说我找死？那屈南能杀，而你，我同样也能杀。救我！苦先生，快救我！哼，自大。这个人是我听雨阁的，不是听雨阁的，但却是听雨阁请来的帮手。有希望了，咱们有希望了！啊，老大，老家伙，你在暗中藏了这么久了，总算舍得露面。老夫好歹只藏了一会儿功夫，可你呢？自从极东狩猎结束后，你便消失无踪。我血玉楼费尽心思搜寻你的踪迹，可这半年来，你却仿佛彻底消失了一般。直到今天，你才终于露面了。剑无双，你可让我血玉楼找得好苦啊！他说什么？他刚刚提到了谁？剑无双，这名用剑的年轻强者是剑无双，地龙榜第1的剑无双。那个，是我天宗王朝自创建以来无可争议的第1天才。那个神话传说，哎呀，他竟然是，剑无双，有意思。怪不得如此年轻，却能轻易将欧阳修击败了。看他现在的实力，比之半年前参加极东狩猎时应当更强。看样子，应当是突破达到阴虚境了吧？短短半年时间，你的实力竟然提升到这个地步了。就算是老夫刚刚亲自出手，一时间竟也没能奈何得了你。你的灵力修为阴虚巅峰，短短半年便从金丹圆满突破到了阴虚巅峰。剑无双，老夫之前一直听别人说你是我天宗王朝创建以来的第1天才，我一开始还嗤之以鼻，可现在看来，是老夫太小瞧你了。阴虚巅峰，竟然达到了阴虚巅峰，这怎么可能？天哪，这才半年呢！半年前，
他参加极冻狩猎，必然只能是先天金丹的。半年从金丹圆满，接连突破阴虚小成、阴虚大成、阴虚圆满，最终突破阴虚巅峰。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我就猜到你是血雨楼的人，但不知如何称呼。老夫苦牙。苦牙？没听说过。我血雨楼强者如云，你又岂能都听说过？你没听说过我，没关系。今日之后，你便永远无法将老夫忘却的，因为你会带着对老夫的怨恨去下黄泉。下黄泉？当初你血雨楼的灰衣也曾3番5次的暗杀我，可结果呢？到头来，连他自己都死在我的手中了。哼，老夫又岂是灰衣那蠢货所能比的？那蠢货一次又一次的给你机会，可是老夫却不会。特别是像你这样的绝顶天才，老夫更不会有丝毫的小觑。一出手，必然全力以赴将你斩杀。阳虚圆满，剑无双，准备受死吧！哎，在哪儿？好快！三兽灭绝，元灭！破！我这一招，你竟然可以正面扛下！三兽灭绝，虎灭！不错，不愧是天宗王朝有史以来第一天才。我这三兽灭绝，前2招竟然都没法奈何得了你。既然如此，那你便再接我第3招看看。三兽灭绝，龙灭！死了吗？能够死在我三兽灭绝最后一招龙灭之下，他也值得自豪了。竟然没死，不仅没死，甚至都没怎么受伤。这老家伙感悟的意境还真够特别的。可惜了，他虽然领悟了2种特殊意境，却没有真正结合在一起，不然就有资格让我这具杀戮分身全力一战。小家伙，这可是你苏醒后的第一战，你可别让我失望。哼，装神弄鬼！虽说刚才没有直接杀死你，但是无所谓，只是再多出一次手罢了。三兽灭绝，龙灭！血空剑诀第一式，一剑碎山河。这阳虚强者在天宗王朝的确是最顶尖的超级强者，可对现在的我而言，却依旧没有多大挑战性。苦先生竟然被杀了，不好！小家伙别急，我再给你一个。九皇门完了。为什么？就因为那剑无双？凭他一个人？就凭他。不久前九皇门本就因为剑无双遭逢重创，现在好不容易恢复些元气，结果却再次碰到了剑无双。这一次更狠，高层战力尽失，偌大的九皇门现在连一位阴虚强者都不再拥有，如何位列天南行省的3宗4门之列呢？看着吧，用不了多久，甚至根本不用这剑无双跟听雨阁出手，那九皇门便会烟消云散。原来当一个人的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单凭一己之力便能够将一方偌大宗门都踩在脚下。血雨楼的苦牙，这苦牙可是阴虚圆满，接近巅峰了，甚至距离天龙榜差距都不大。在我整个欧阳氏族，有资格跟这苦牙正面抗衡的不会超过3个，能够稳胜他的更是只有族长1人。而这剑无双爆发实力后却能将苦牙给斩杀了，而且只用了1剑。欧阳修，
我问你，之前你跟这剑无双发生矛盾时，他都说过什么？你一字不漏的给我说清楚。这剑无双说，从今往后，欧阳氏族跟听雨阁不会有任何关系。若我欧阳氏族不服气，大可以去找他。就说了这些？他还说了，要是我欧阳氏族愿意，大可今日跟九皇门一同出手。他不介意将我欧阳氏族也一并收拾了。还好，这剑无双虽然对我欧阳氏族没什么好感，但也不至于出手来对付我们。欧阳修，你听着，从今天开始，对待听雨阁的人给我客气点。这段时间天宗王朝本就不太平，你若是再给我欧阳氏族招惹强敌，哼，你就等着族内的处分吧。是。损失如何？哎呀，还好，虽说死了不少强者，但死掉的都只是一些先天金丹。我听雨阁几位阴虚层次的客卿，一个都不曾陨落，没有真正伤到元气。相比起损失，我听雨阁经此一战名声大振，特别是有老大你在，咱们今后取代九皇门，成为天宗王朝顶尖一流势力，都只是时间问题。嗨，你可别算着我啊，我只是暂时帮你一把，至于听雨阁今后能走到哪一步，我可管不着啊。大人，这是您要的关于血雨楼在天宗王朝内各个据点的资料，已经是最详细的资料了，是白公主亲自交代下来让我交给您的。白公主？血雨楼行事倒是越来越低调了。纵然以金龙殿的情报能力，在整个天宗王朝内也仅仅查到38个据点。大人，白公主特意交代过，让您行事务必小心点。我的三杀剑剑灵刚刚苏醒，威能还未恢复达到巅峰，需要大量杀戮，而杀戮便从那些血雨楼的据点开始吧。库雅死了，死在剑无双的手中。剑无双，当初本尊下达血色必杀令时，他还只是一个连化海都没有达到的小家伙。可我血雨楼对他接连数次暗杀，结果不仅没有将他杀死，反而将他的实力磨练得越来越强，到现在甚至可以直接斩杀我血雨楼的一位阳虚圆满强者。若是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岂不是翻手间就足以将我血雨楼给覆灭了？别说我血雨楼，恐怕到时候就算是圣皇宫都奈何不了他了吧。这剑无双必须得死，且绝不能再给他任何机会。所以这一次，本尊会亲自出手。什么？楼主，那剑无双进步是很快，实力也不错，但还不至于让楼主你亲自出手去处置吧？不至于。如果到了现在，你们还对这剑无双有着任何小觑心理，那你们可就真是蠢货了。根据我血雨楼得到的消息，那剑无双跟苦牙交战时，一开始是处于下风的，可那个时候他应当是隐藏了实力，而后来他实力一爆发，只用了一剑便摧枯拉朽般的斩杀了苦牙，一剑便斩杀了一位阳虚圆满强者，这是什么实力？就算你们两个亲自出手，难道就有把握将他彻底留下？别忘了，这剑无双身上底牌不少，甚至还有着一种短时间内能够令他实力暴增的底牌。可是楼主，那剑无双对我血雨楼也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狡猾。他在屠戮我们麾下的一些据点时，经常改变位置方向，加之实力又强，我们根本无法跟上他的脚步，也无法弄清楚他现在的具体位置啊。
要杀他，何须找他？让他自己送上门来就是了。原本那件事，我还想等到3个月后再开始的，但现在为了对付这剑无双，也只能略微提前一些了。那件事，那剑南天一直在我们的手中，且他现在对我血雨楼，还是对圣皇宫而言，都已经没多大用处了。既然如此，那便最后做一次废物利用，用它将那剑无双引出来。去吧，去传播消息吧。至于时间，就定在下月18，距离现在刚好1个月，而下个月正好是腊月。白雪飘飘，正是杀人祭天的好时机呀。本座血雨楼楼主绮罗生，原天龙榜排名第2，跨入阳虚巅峰数十载。半年前终超凡入圣，遂邀请各方势力宗门强者于下月18前来无心岛共同庆贺。剑南天？谁呀？哪个剑南天啊？我从来没听说过。血雨楼为何要在聚会当天处决他呀？这剑南天呐，曾经也是一位非常惊艳了得的超绝人物，可不知为何得罪了血雨楼，被血雨楼追杀。且剑南天跟曾经8大氏族之一的姬氏一族还有着一定关系。据说姬氏一族当初之所以被血雨楼灭掉，就是因为这剑南天，而且这剑南天是那剑无双的父亲。剑无双的父亲？这就难怪了。说什么处决呀？依我看，这分明就是血雨楼设下的陷阱，想要用剑南天逼迫剑无双出现在那天聚会上。血雨楼这一招啊，够狠的。陷阱，这根本就是陷阱。的确是陷阱。这么明显的陷阱，剑无双那小子肯定也看得出。不过他的性子我了解，他对他父亲感情也极深，哪怕明知道是陷阱，恐怕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踏进去。关乎他父亲的生死，任何人都拦不住他。该死，血雨楼这一招可真够卑鄙的。老大，这份邀请函摆明了就是个陷阱，一个诱杀你的陷阱，所以你可千万别冲动啊。我明白，大丈夫一生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人子，父亲沦为刀俎之肉，若我视若无睹，岂不是不孝？我剑无双顶天立地，岂能不孝？可是老大，不用说了，我已经拿定主意了，谁劝我都没用。下月18，下月就是腊月，距离现在刚好还有1个月的时间。1个月，这血雨楼倒是给了我一些准备的时间呢。唐无极，老大，有吩咐尽管说。你听雨阁最擅长的便是情报搜集，既然如此，那传播消息的速度自然也是很快的。我需要你帮我放话出去，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让天宗王朝所有人都知道，有问题吗？没问题。很好，这句话好好听着。腊月18，白雪茫茫，无心魔岛，魑魅魍魉，劈山开道，湖水断流，血染苍穹，剑指群妖。老天顺我，老天昌，老天逆我，叫他亡。但求一剑在手，笑傲亘古无双。应战了！这剑无双应战了！但求一剑在手，笑傲亘古无双。剑无双当真好魄力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剑无双人如其名，古今无双啊！我现在倒是对那腊月18的那一场聚会越来越期待了，好想去看呢。丹九先生，无双公子，我家少主将我留在这儿，便是为了方便于你的通讯。
不知公子今日到此，有何事？我有件事儿想要请王元老大帮忙。公子尽管说，我会将你的话转达给我家少主。我需要2枚无极纯阳丹。冲击阳虚境的无极纯阳丹，无极纯阳丹虽说等级极高，可在我丹门内却不算什么。以我家少主的身份，要弄2枚也不难。啊，我立即将消息传递给我家少主，估摸着数天之内，应当便会有回讯了。数天吧，行，那我便等数天。老天顺我老天昌，老天逆我叫他王。老三他呀，还真够霸气的。也就是说，下个月18，老三他会独自一人杀上无心岛了。看样子是这样。血雨楼在整个南洋大陆虽然算不得什么，但仅凭老三一人，想要跟整个血雨楼对抗，恐怕还是有些勉强。你立即去找三长老，让他给你2枚纯阳无极丹，送到天宗王朝去，就说是我要的。另外，你给丹九传讯，让他告诉老三，就说下个月的腊月18，我会前往天宗王朝，助他一臂之力。是。可惜了，我丹门跟圣皇宫现在的处境非常微妙，我也不能直接动用丹门的力量灭了血雨楼，只能依仗自己培养的这些丹神位了。而老二跟老四，老二的师尊九尊前不久才来找我父亲讨要了1枚紫火素体丹，而他则是跟着九尊前往那片疆域了，怕是无法赶回天宗王朝。不过老四应该会出面吧。公子，小柔，有事吗？我想回天宗王朝一趟。哦，是因为跟你结拜的那几个兄弟？是。去吧，将亲卫队也带上。多谢公子。没事，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事情办完后就回来，而接下来的数年时间，你一步也不得离开我的身边，必须全力助我。你可明白？是。老白，你确定你要这样做？确定。剑无双的小家伙，我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从他进入龙宫开始，我便一直非常看好他。他是我龙宫最妖孽的一位天才。腊月18的聚会，摆明了就是针对他的陷阱。我龙宫必须有人站出来帮他，如此，才算对得起他龙宫弟子的身份。可是，不用说了，我主意已定。拜见陛下。都起来吧，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陛下，想做，那便去做吧。啊，剑无双，毕竟是我龙宫的天才，因为一些缘由，我龙宫无力庇护他，但也不能因此就什么事情都不去做。属下明白了。无双公子，我家少主说了，下月那场聚会他会亲自到场，助你一臂之力。替我多谢王元老大。血雨楼强者如云，血雨楼楼主绮罗生更是已经突破超凡入圣的至高强者。凭我现在的实力，对上他根本就是送死。所以这1个月，我的实力必须再有巨大突破。阳虚境到了，阳虚境比起阴虚境起来要强大太多了。能够在那聚会开始之前突破达到阳虚境，这是运气。不过光凭这样还不够啊。半个月的时间，总算将夺灵秘书的第2卷给悟透了。距离腊月18还差几天，这最后的几天，我便想办法将3杀剑的品阶提升上去。下雪了，雪真美啊！如果能够沾上鲜血，这场雪将会更迷人。小家伙，今天便让我们2个好好大肆杀戮一番吧。凌风大哥，咱们天元剑宗怎么被安排在这里啊？
咱们天元剑宗在天焰行省的确算是大宗门，但在整个天宗王朝而言，却只能算是一般。能够被血雨楼邀请已经很不错了，被安排到角落里倒也正常。是这样。凌风，这次聚会可以说是天宗王朝最高层次的顶尖聚会，整个天宗王朝那些大型势力宗门的强者都来了。我待会儿给你一一介绍，让你长长见识。是。这次聚会我更期待的是那个剑无双，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哼，我对这位绝世天才可是一直好奇的很呐。哎，白手，听说你跟那个剑无双有点关系？是有点关系。我还真挺佩服那小家伙的。这次他若是能不死，你今后帮我引荐引荐他。血雨楼，这可是天宗王朝的霸主啊！而且听说他们的楼主，更是已经达到超凡入圣那等至高之境了。唉，希望那小家伙几人自有天相吧。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老三应当是已经到了附近，就是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啊。六长老，待会儿怕是要麻烦你了。老夫身份特殊，顶多只能帮那小家伙逃跑，可不会出手去帮他救他父亲。那待会儿便请六长老你在这静静等候了。若是事情进展顺利也就罢了，可一旦出现了危机或者是其他变故，还请六长老你立即出手，带老三离开。不管老三能否救下他父亲，最起码也得保住老三的性命。老夫明白了。血雨楼，没想到这血雨楼竟然还诞生了一位超凡入圣的至高强者，这下倒是麻烦了。这是血雨楼的左右二使，是这两个老怪物。听说他二人都活了上100岁了。这两个人可都是名列天龙榜的呀，一个排在14位，另一个却是排在第11位。哎呀，不愧是血雨楼啊！他便是血雨楼楼主吗？怎么回事啊？堂堂血雨楼楼主，可给我却仿佛像是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可一个普通人却能让我不由自主地看向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超凡入圣，超凡入圣！果然，这血雨楼楼主已经到达那一步了，恐怖如斯啊！诸位，欢迎诸位前来参加这次聚会。本座特意为诸位准备了一些薄酒，诸位可以尝尝看。诸位，请。血雨楼楼主，那些什么客套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这次到这里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纯粹想看看你有没有真的跨出那一步。现在看来你果真达到了，就是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传授一下你的突破心得。毕竟我困在这一步同样也已经很久很久了。生死武斗场雷馆主，心得倒是没什么问题。本座这次广邀各方强者到此，本就有这个打算。就算雷馆主你不提，本座也会将自己的一些心得公之于众。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件事得做。带上来吧。这人便是剑南天，那个剑无双的父亲。他就是剑南天啊，看上去似乎很一般呐。1个月前，我听到这剑南天的名字，知道这剑南天会在这次聚会上被血雨楼处决，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了，可没想到是个这样的人。哎呦，剑无双的父亲就这种货色，太一般了，放到大街上恐怕跟叫花子都没什么区别。就是，依我看呐，
这个人不简单，被我们这么多人盯着，甚至马上血雨楼便要处死他了。可他目中竟没有异样的情绪。淡漠，对，他太淡漠了，仿佛世间一切都与他不相干一般。不管是我们这些来自各方势力的强者，还是血雨楼的人，在他眼中似乎并没有任何区别，是淡漠。但换句话说，却是有点儿超然。少主，那个人便是你兄弟的父亲吗？怎么了？啊，没什么，只是觉得他的心境非同一般。我活到现在都200多年了，可在心境方面上恐怕也比不上他。可惜他的丹田被人毁掉了，不然以他的心境，今后完全有机会超凡入圣。哦，老三的父亲之前血雨楼一直是用锁灵法阵关押的，现在血雨楼将他父亲直接带到教场上去，也不曾动用夺灵法阵，是怕老三不来啊。诸位，这个人或许对你们大多数人而言并不熟悉，本座可以再次给他介绍一下。他叫剑南天，多年前在天宗王朝也有一定名气，不过后来他落在了我血雨楼的手里。我血雨楼当初为了抓他，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啊。另外，这个人还是这几年时间里在整个天宗王朝闹出极大动静，被誉为天宗王朝有史以来第一天才的剑无双的父亲。最近几年，整个天宗王朝都不太平，我血雨楼更是频频遭到挑衅，甚至有人在那大肆屠戮我血雨楼的据点，杀戮我血雨楼的强者。这个人是谁，想来不用本座说，大家也都应该知道。本座今日邀请各方强者来到这无心岛，除了给诸位讲解自己的一些感悟心得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想告诫那些近段时间来蠢蠢欲动，想要浑水摸鱼的那些势力宗门一件事：血雨楼还是那个血雨楼。作为天宗王朝的霸主，血雨楼绝不允许任何人挑衅。胆敢挑衅血雨楼的，不管是谁，都得死。挑衅血雨楼的都得死？我看不见得吧。来了，终于来了吗？终于来了！但求一剑在手，笑傲亘古无双。剑无双，剑无双！竟然还在山后边，那么远啊！哎，他在做什么？不知道啊。剑无双，一剑在手，天下无双的。哎呀，不愧是我天宗王朝历史上最强的绝世天才，太帅了！剑无双。剑无双，用我一臂换来一位如此惊世骇俗的超级天才，值。不管怎样，这一战一定要活下去。老三，老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丹门的人。丹门跟圣皇宫彼此约束，根本不可能派出顶尖强者插手此事，仅仅是一些阴阳虚境而已，又能如何？老三，冰冥谷，剑无双，我等前来助你。白公主，龙宫的那个白公主啊！白公主亲自出面，龙宫莫非是要插手此事吗？白灵，
龙宫难不成也不甘寂寞吗？齐楼主误会了，就在昨日，白灵还有元龙宫的4位店主同时宣布退出了龙宫，现在他们只能算是金龙殿的金龙使，跟我龙宫已经没有多大干系了。哦，丹门少主，冰明谷的人，还有金龙宫的白灵，哼，都到齐了。也好，省得本座一个个的去找你们。剑无双，3年前我被血雨楼追杀跳入无底深渊时便说过，他年若有归来日，必叫诸魔下黄泉。而今日便是血雨楼天翻地覆之日。就凭你们这些人，也敢说要血雨楼天翻地覆？哼，真是可笑！这么多人，这些都是紫面杀手，都是阴阳虚境的强者。对啊，这就是血雨楼的真正实力吗？这些人交给我们。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离开。走，快走，赶紧离开，可千万别被他们给波及到了。没错，快离开无心岛，快！莫凌天，剑无双，大荒剑宗，那是大荒剑宗的人，南洋大陆8大顶尖宗门之一的大荒剑宗，他们怎么会跟血雨楼的人在一起？光是血雨楼就已经非常难以对付了，现在竟然连大荒剑宗都搅进来了。剑无双，我们又见面了。是啊，当初在极东狩猎时，我便说过来日方长，没想到这么快便见面了。也罢，既然见面了，那便将你我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下来。是该了结，不过是我了结你。死吧！啊！你想杀我？什么？就你这样的货色，也配要我剑无双的命？凌天师兄，这才7个月时间，这小子的实力竟然提升到了这等境地。这小子有点古怪，我们3人联手，都用星光剑阵斩杀了他。星光剑阵，别小看他，赶紧动手！动手！无我剑诀第4式，剑阵，杀了他！不，哼，有点意思，你这般了得？我们3人联手施展星光剑阵，竟然都奈何不了他。他在阳虚小城而已，实力竟如此可怕。本源，他领悟了本源，而且还不止一种，而且他的力量也远比正常的阳虚小城要强，怕是跟阳虚圆满比起来都不成多让。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了得的阳虚小城。你们的剑阵的确是不错，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哼，换了一柄剑又能如何？别跟他浪费时间，直接用绝招上！死！什么？怎么可能？罗师弟，于师妹，这才短7个月，才7个月的时间，这小子的实力怎么可能会提升到这种地步？逃！齐楼主，救我！救我呀！大荒剑宗的人还真是废物，难怪连那8大顶尖宗门的位置都快要保不住了。终于坐不住了吧？超凡入圣啊！他终于要动手了。超凡入圣的至高强者到底有多强？你看着吧。超凡入圣，在本座面前不仅不恐惧，甚至还能有如此强烈的战意，胆量倒着实不小。
胆量不大，我只是想瞧瞧，传说中的超凡入圣的至高强者，到底有多强。凭你就想见识本座的真正实力，够资格吗？3指，3指之下，你若不死，才有资格见识本座的真正实力。哼，3指嘛，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看好了，这是第1指。无我剑诀第5式，血崩式。能够接下本座这一指倒是不错，不过本座这一指只用了3成力道，接下来第2指，本座会用6成力道。3成力道吗？小子，准备好了，本座这第2指要来了。还有一指，这最后一指我会用9成力量，你可得接好了。不管如何，都得尽力一拼呢。剑术倒是不错，可惜力量差距太大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浮云。死吧！好可怕呀！这就是超凡入圣至高强者的实力吗？不，他还没有尽力，他刚刚仅只用了9分力量，可结果……那剑无双死了吗？你且看。老四，区一个阳虚小城，能够让我动用9分力量，就算是死，你也值得自豪了。幸好我修炼的大天造化诀会不断改造我的身体，令我全身骨骼肌肉都远比同阶武者要坚韧强横得多，否则刚刚那一指恐怕我真难存活下来，只能靠最后那张底牌了。夺灵秘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漩涡，好恐怖的吞噬力量，好恐怖啊！施展最后的底牌了吗？哼，也仅只能令自身境界提升1个层次而言。就算你从阳虚小城提升到阳虚大城，又能如何？看周围，快看周围！那些树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阳虚巅峰，生之力太多了。我施展夺灵秘术的时间越长，对我的身体负荷也就越大。好强的气息，他的灵力修为竟然一下子提升了这么多。刚刚那一切就是他造成的，这到底是什么手段？不知道啊，好可怕的手段！阳虚巅峰，就算灵力修为提升了又如何？终归只是阳虚境罢了，在圣境面前，终归是蝼蚁罢了。接下来一指，本座会用全力。刚好，我也不想浪费时间。绮罗生，你可知我这一剑只用了7分力？什么？有一句话叫做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现在我便在你身上应验一下。接下来，我也让你瞧瞧我的10成力量。哇！可笑！那柄剑，神兵，剑无双，你区一个阳虚境的小家伙，竟然拥有神兵，而且看着神兵威能，恐怕还不仅是寻常的3品神兵。
不过你以为光凭这样就能够带着你父亲从这无心岛上全身而退的话，那就太天真了。萧南大人，该你出手了。竟然还有一人！圣皇宫的林萧南，是他？是这个老怪物。这老家伙可是塑造出圣体来了的，比那齐罗生要强太多了。混蛋！萧南大人，齐楼主，你虽然刚突破不久，可好歹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圣境的，结果连一个阳虚境的小家伙都奈何不了，甚至被这小家伙削断了半只手掌。这若是传出去，你这脸可丢大了。萧南大人，多余的废话就不要多说了，还是赶紧将这小子给斩杀了吧。年纪轻轻便强成这样，若继续放任他成长下去，今后对你们圣皇宫而言，恐怕也是一个巨大的祸患吧。用不着你提醒，老夫既然已经出面，这小子自然就跑不了。父亲，这是一转赤炎丹，可以恢复你破损的丹田，同时还可以令你实力大增。不过这丹药也会将人的潜力榨干掉，你吞服以后，今后的境界怕是再难以提升了。哦，给我半刻钟的时间。半刻钟嘛。老四，麻烦你替我附近护法，别让任何人打扰他。好。这两位圣境交给我吧。老三，你确定能够扛得住？试试吧。这剑是好剑，可惜在你小子手上却无异于暴殄天物，你根本没办法将这柄剑的威能真正的施展出来。小子，去死吧！笑！天哪，竟然以1敌2！那可是传说中超凡入圣的超级强者呀！他竟然1个打2个都不落下风，这怎么可能？这剑无双怎么会强成这样？剑无双人如其名，亘古无双啊！他今年应当才20岁吧？20岁便能削断一位圣境强者的半只手掌，20岁便能以一己之力同时抗衡圣境，不可思议！怪物，真正的怪物！我天宗王朝自创建到现在数百年，都从未有过的怪物啊！太厉害了！剑无双，好一个剑无双！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老夫活了这么久，从未见过像这样的绝世天才。我天元剑宗也是以剑道为主的宗门，可若是有朝一日门下能够出现这样一位天才，哪怕只要及得上这剑无双的一半，老夫纵死无憾呐。年仅20岁，便能独自一人同时抗衡2大圣境。纵然其中有一些特殊手段在内，可依旧算是不可思议了。少主的这位兄弟的确了不起啊！好厉害的小家伙！老祖，咱们难道就真这样看着？不然还能怎样？我倒是想出面去救他，不过我一旦出手，那可是跟圣皇宫对上。我天宗王朝不过是南洋大陆一个普通的小型王朝罢了，背后又没有什么靠山，拿什么去招惹圣皇宫？唉，我天宗王朝好不容易出现这样一位天才，结果却惹上了圣皇宫。这一战，恐怕就是这小家伙最后一战吧。最后一战？老祖，这剑无双不是还没有处于下风吗？他现在没有处于下风，但马上就会了。我看得出，这小家伙实力之所以一下子提升那么多，
是因为施展了一种特殊的手段，应当是一种功法，或者是一种独特的武技，吸收天地生生之力为己用。这种吸收有伤天和，对身体的损伤肯定也非常巨大，他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另外，跟他交战的林萧南到现在都没有用全力。什么？林萧南还保留着实力？当然，圣境强者又岂非是表面上这般简单？那绮罗生刚突破地境，所以才会被这小家伙这么简单便削断了手臂。可林萧南却不同，他突破圣境都有数十年了，甚至连圣体都塑造了出来，可比那绮罗生要强太多了。看，他用全力了！败了，纵然已经逆天，可最终还是败了。可惜呀。他在笑，都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他疯了！这半步圣境吗？剑南天，是他，竟然是他！他之前不是毁掉丹田了的吗？一转赤炎丹，还想彻底压榨我剑南天的潜力，可笑！半步圣境，足够了结眼前这一切了。双儿，借你三杀剑一用，超凡入圣，而且还已经塑造了圣体。空符，快用空符！不可能！一剑杀死超凡入圣，这怎么可能啊？假的，这绝对是假的！圣境强者怎么可能会这么容易被杀死啊？那真是超凡入圣的超级强者吗？可为何在这剑南天手中，就仿佛杀鸡一样就被他给杀了呀？玉境，玉境，的确是玉境。而且能够将一位圣境强者压迫得失去自我意识，这剑南天对玉的掌控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我都要高得多。妖孽呀！不管是这剑南天还是剑无双，他们两父子都是妖孽。一个年纪轻轻，仅仅20岁，便可以正面抗衡圣境强者，而另一个半圣修为，一剑斩杀了塑造出圣体的凌霄南。空符，对，我还有空符。这应当是刚刚那凌霄南所说的空符吧？这空符我也听说过，据说令符内蕴含着一条空间虫洞，一旦捏碎令符，这条空间虫洞催发，到时候圣皇宫的强者便可以立刻借助这空间虫洞赶到这里来。想的倒是挺好，不过有机会实现吗？给你。父亲，这三杀剑，你比我更适合这把剑。血雨楼的人看着还真是碍眼，全部杀了。没问题，交给我们了。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不会再有血雨楼了。这些人都是传说中阴阳虚境的超级强者。是啊，都是阴阳虚境。这么多人，随便一个都比咱们的府主要强得多。不过啊，这些强者现在却都在给咱们的无双族兄当护卫呢。无双族兄太了不起了。就是。老三，你这伤到底怎么回事？我给你吞服了数枚等级极好的疗伤圣丹，这都3天了，你的伤势竟然还不见好转。哼，我这伤是施展了一些特殊手段造成的，就算有你的丹药，没有10天半个月的也休想恢复过来。哎，对了，老四呢？
走了。将你送回剑侯府后，老四便带着他的人离开了，应该是赶回冰明谷了。哦，那么急吗？哼，老四自然是不急，可他背后的那名公子，恐怕早就急不可耐了。公子？王源老大，你之前也提到过老四背后那位公子，而且看你的样子，对那位公子还非常不满，到底怎么回事？我对他不满，那是因为我总觉得那家伙非常虚伪。那家伙将老四留在身边，恐怕不是什么好事。你们说的那个小姑娘，我看得出来，她的体质非常特别。一般来讲，越是特殊的体质，被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王源老大，你是丹门少主，是否可以想办法暗中保护老四？冰明谷虽然比不上我们丹门，但好歹也是一方大型宗门。老四待在冰明谷内，我丹门的强者连进入冰明谷的机会都没有，如何保护？不过我可以想办法一直盯着那叶晨，一旦发现他对老四不利，我会立即动手，大不了找个机会直接将这家伙给宰了，一了百了。父亲，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啊？我要去做一件事。什么事啊？这件事关系到你母亲。母亲？母亲她不是死了吗？是吴越告诉你，你母亲已经死了吧？是。哼，那就难怪了。当初姬氏一族受我牵连，遭受灭顶之灾，可当时姬吴越并不在场，并没有真正见到那场灾难，所以他才下意识地认为姬氏一族所有族人，包括你母亲，都被血雨楼斩杀了。可实际上，你母亲并没有死。啊？母亲？吴梦她的确还活着。当初那场灭顶之灾，姬氏一族众多强者族人都被直接灭杀，唯独你母亲并没有死，而是跟我一样被人抓了起来。抓他的是一名年轻男子。年轻男子？我永远都记得那个人。那个年轻男子一身金袍，看上去有些温文尔雅，而他的眉心还有着一道竖着的猩红印记。那道印记应当是一道剑痕。他的实力很强，当初的姬氏一族好歹也是天宗王朝8大顶尖氏族之一，而且还是排名靠前的。就算是血雨楼想要将姬氏一族彻底灭掉，肯定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跟代价。可结果就是这人出手，挥手之间便将姬氏一族的诸多高层尽皆屠尽，只留下了你母亲被他带走了。挥手之间便将姬氏一族诸多高层屠尽，如此实力，最起码也是圣境强者。他是谁啊？不知道。他的身份很特殊，就算是血雨楼的楼主似乎都不知晓他的真正身份。而在半年前，我再次见到了他。半年前？那次见面，他展露出的实力更让我觉得深不可测，而且他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夺走了我的剑魂。啊？剑魂？父亲，你的剑魂被人夺走了？那个人手段的确非凡，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就算是现在的我，恐怕也没资格真正去面对那个人。不过那个人的身份我却必须要弄清楚，另外还有你母亲的下落。我这一生无愧于天，无愧于地，唯独对你母亲，对姬氏一族充满了愧疚。不管如何，我都要想办法找到你母亲的所在。我明白了，父亲，
我陪你一起去。你？你还太稚嫩，实力也太弱了一点，根本帮不到我什么。可是，父亲，你想要跟我一起也可以，前提只要你能够在我手中接下3剑。双儿，你若是真的想帮我，便好好修炼吧，离开天宗王朝，去更加辽阔的天地闯荡。如此，雏鸟才能蜕变成雄鹰。而你的路还有很长呢。那圣皇宫，我便留给你了，你的第一步便是它。10年的时间，你若是能够在10年之内踏平圣皇宫，那才真正有资格能帮到我。10年内踏平圣皇宫吗？10年太长了，我只需要5年。5年？那我便拭目以待了。这个给你。这是一位顶尖强者留下来的关于本源感悟的一些心得，我很早以前在外闯荡时无意中得到的。他现在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对你作用应当不小。双儿，今后的一切还得看你自己。5年之后，希望你真能够踏平圣皇宫，我等着你。5年后，我一定会跟上你的步伐的。老三，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原本我现在最好的状态便是去寻找一个大宗门，去想方设法提升实力。不过，跟圣皇宫已经完全对立的关系，整个南洋大陆恐怕不会有几个宗门愿意接纳我的。丹门倒是有能耐庇护你，可丹门毕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我老爹。我上次也跟他提起过你的事儿，可他只是微微一笑，什么都没有说。老三，那些宗门你现在恐怕是很难进去了。不过我倒是知晓一个地方，你在那里历练，或许不会比你进入那些古老宗门当中修炼要差。啊？南洋第一王朝，东土大唐。第一王朝？大唐王朝乃是整个南洋大陆公认的第一王朝，疆域辽阔，是南洋大陆诸多大型王朝的10倍以上，且大唐王朝强者如云，论整体实力，比那些古老宗门要强横得多。南洋大陆势力分布虽然是一宫一门3谷4典8大宗万千王朝，可实际上大唐王朝的整体实力绝对要凌驾于3谷之上，就算是我丹门跟圣皇宫对大唐王朝都颇为忌惮。这么强？另外，大唐王朝还有另外2个名字：杀戮王朝、死亡国度。在南洋大陆的其他王朝内，虽然也一样讲究弱肉强食，可再怎么样，好歹也有着一些底线，且有些王朝制定了一些规矩制度。可在大唐王朝内，没有任何规矩，没有任何底线，有的就是实力强弱。只要你实力强，哪怕是在大唐王朝的皇宫内大肆杀戮，也没人管你。实力强，哪怕是疯狂的屠戮一座又一座的城邑，屠戮万千武者，只要你高兴都可以，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约束，纯粹只靠实力。所以说大唐王朝是一片修罗场，那也绝不为过。可越是这般疯狂杀戮的地方，对一些好战的武者的吸引力也就更大。南洋大陆每天都会有大批好战渴望杀戮的武者前往大唐王朝当中，同样的，大唐王朝内每天也会死掉太多太多的武者，所以才有了死亡国度的称呼。那里是杀戮者的天堂，仁慈者的地狱。大唐王朝内太疯狂，太恐怖，强者更是数不胜数，自然那里也是最适合历练的地方。像老二，他便被九尊带到大唐王朝去了。老二也去了，我决定了，就去东土大唐。老三，你要去东土大唐的话，途中会路过北岳，到了那里
我丹门正好有件事儿要找你帮忙，而且这个忙我相信你也不会推脱。说说看。南阳大陆格局如何你也知道，我丹门跟圣皇宫处境一直非常微妙，虽然不曾真正爆发大战，但明里暗里的较量却是必不可少的。而那大顶尖宗门之一的大荒剑宗，那大荒剑宗这些年弟子一直不争气，越来越没落，眼看着就要从8大顶尖宗门当中除了名了。可这段时间，这大荒剑宗却傍上了圣皇宫，而且似乎就是因为老三你的关系。我丹门可不愿意看到大荒剑宗成为圣皇宫的附属，所以只能用些手段将他除去了。1个月后我们便会动手，到时候也需要老三你帮忙。你不是要对付圣皇宫吗？灭掉大荒剑宗对你而言，纯当说点力气。这个忙我帮了，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呀？这里有枚令符，你拿着。1个月之内赶到北域的大罗天宗，去找大罗天宗的9长老凌寒。你将令符交给他，他自然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大罗天宗吗？可以。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呀？过几天，等我伤势恢复一些之后吧。行，只要1个月之内赶到那里就可以了。我待会儿命人给你一份南阳大陆的疆域地图，你应该用得着。是举重若轻，引动天地。马上就要回到宗门了，回去之后你老实一点。这次你在外面闯的祸虽然不大，可也给我大罗天宗带来了一些麻烦，处罚肯定会有，但应该不会太重。知道了，师姐。回到宗门后，我自然会去领罚的。你这一路上都说了很多遍了。师姐，你快看，那里有个人，在那演练剑术呢。这人年纪好像也不大，不过剑术嘛，倒是稀松平常的很，太慢了。我虽然不钻研剑术，可也看得出他剑术很一般。闭嘴！你懂什么？这人的剑术看上去的确很慢，可实际上每一剑都非常精妙，在剑术上的造诣恐怕不会低于我。什么？这里距离我大罗天宗的宗门不远，这人出现在这里，还在这儿演练剑术，难不成是冲我大罗天宗来的？是来拜师？师姐，这人的剑道修为真的不比你弱？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试试不就知道了。引动天地到底是如何个引动法？果然我之前一直是一只井底之蛙。在下大罗天宗君仪。叫我剑客吧。剑客？哼，我刚看阁下演练的剑术非凡，想必阁下在剑道上造诣极高，而刚好我也钻研剑道，所以想向阁下讨教几招，不知你可愿意？讨教？阁下尽管放心，我只讨教剑术，跟灵力修为并无半点关系，且点到即止。可以。既然如此，那便请了。阁下小心了。好快的剑术，看来我得全力以赴了。这是好诡异的手段。我施展了剑域，结果依旧输了，还输得这般彻底。他的剑术竟然这般了得。你刚刚剑气化为雾气那一招叫什么呀？剑如雾，是我大罗天宗内一门剑道秘籍剑域当中的一招。剑域？你刚刚说是大罗天宗的弟子，刚好我也有事儿要去大罗天宗一趟，不知二位可否替我引路？阁下要去大罗天宗，我大罗天宗自然欢迎之至，请吧。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君仪，这便是你说的那位在剑道上比你都要强不止一筹的剑客。是的，
剑客，这位是我大罗天宗的执法长老邱颖长老。执法长老，见过邱长老。不用多礼了，听军医说你剑术不错，而且看你年纪轻轻，是来拜师的吧？拜师啊？我不是。不是来拜师的？那你是来做什么的？啊，我受人之托，来找大罗天宗的九长老凌寒的，不知他现在可在大罗天宗之内啊？九长老，呵呵，小子，凌寒长老何等身份，又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就连我1年下来都未必能够见到他几次。啊，我是受人之托，而且凌寒长老也应当知道我会来才对。够了，小子，你年纪轻轻，毛都还没长齐呢，却如此大言不惭，还说什么邱长老知道你来的。邱长老何等身份，又岂会在意你这样一个小家伙？依我看，你分明就是存心来我大罗天宗内捣乱的。来人，将这小子给我轰出去！邱长老，哼，我没想到堂堂大罗天宗竟是这般待客之道，今天我算是领教了。既然如此，那我离开便是。啊，对了，这枚令符也给你们，好歹也证明我来过，只是不受你们大罗天宗待见罢了。我也对得起所托之人了。邱长老，这剑客说不定真是来找凌寒长老的，你都不问清楚就直接轰他走，未免太过霸道了点吧？军医，是你太重视这小子了，你也不想想他才多大，怎么可能会跟凌寒长老扯上关系？依我看，他分明便是听说了凌寒长老的名字，然后跑到这儿来，纯粹想拜凌寒长老为师而已。这样的人，我大罗天宗每年都会碰到不少。更何况凌寒长老以及我大罗天宗的诸多高层长老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一件大事，连我都没机会见到他，这小子又凭什么？哼！至于这枚令符，这令符，万丹令，他竟然拿的是万丹令！快，分头行动！你一定要给我找到那个人！哼，问都不问清楚，便直接把人轰了出来，还真是霸道的可以啊！我大罗天宗的人，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横行霸道了？邱颖，你最好祈祷那个人还未走远，我大罗天宗跟他之间还能有缓和的余地，否则，你这执法长老的位置就做到头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凌寒长老，那人在那儿。哼，还好，他在等我们，看来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剑客小友，老夫凌寒。大罗天宗好大的架子，还没有成为南洋8大顶尖宗门之一呢。宗门内的人就如此霸道，那以后不是要翻天了？是我大罗天宗招待不周了，怠慢小友，老夫亲自向小友赔罪。还不快滚过来！哦，剑客先生，刚刚是我冒犯了，我在这特向先生你赔罪，还望先生莫要介意。不敢，大罗天宗家大业大，甚至马上就能够取代大荒剑宗，成为南洋8大顶尖宗门之一了，又岂会在乎我一个小家伙的？邱颖，从今天开始，暂且免去你执法长老职务，且罚你到山门之前扫地3年。3年之内，但凡是前来我大罗天宗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前来拜师的普通金丹弟子，你都得恭恭敬敬地把人请到宗门之内来。若是你表现好，3年之后再考虑恢复你执法长老职务，听明白了吗？剑客小友，不知现在可否满意了？你这位大罗天宗的长老
还算是明白事理。哈哈哈哈！既然误会已经解除，那便请小友与我到宗内一叙吧。好，剑客小友，你便是丹门派来助我大罗天宗一臂之力的人吧？是，但不知需要我做什么呀？事情是这样的，小友想来也知道，我大罗天宗这次与丹门联手，便是为了将大荒剑宗彻底铲除掉。可这大荒剑宗毕竟是8大顶尖宗门之一，要铲除它，不仅需要绝对的实力，同时也还得有一个合理的借口才行。借口？丹门跟大罗天宗联手，直接灭掉大荒剑宗便可，还需要借口？哎呀，小友有所不知啊，大荒剑宗自身自然没有什么，可它却是8大顶尖宗门之一。南阳的8大顶尖宗门在暗地里其实也算是一个小团体，若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就完全靠实力与丹门联手铲除掉了大荒剑宗，那我大罗天宗不仅无法跻身于8大顶尖宗门之列，同时还会被其他7大宗门完全排斥。另外，大荒剑宗背后还有着圣皇宫，没有任何借口贸然对大荒剑宗出手，事后那圣皇宫也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是这样啊，那不知该如何挑起这个借口呢？借口不难找，相反还很容易。就在3天之后，大荒剑宗跟我大罗天宗还有北域不少的古老宗门便会举行一次弟子之间的比拼交流。这种交流每年都会有一次，很平常。我们这些宗门的弟子只要是30岁以下的都可以参加，而大荒剑宗这一届最优秀的一位天才弟子名为陈峰，正是大荒剑宗当代宗主之子。哦，大荒剑宗这一代宗主实力很强，平日里倒也很稳重，不过他有着一个软肋，这个软肋便是他的儿子陈峰。一旦陈峰死去，他绝对会发疯。所以你们想让我出手，在那弟子交流会上将陈峰给杀死？对，往届弟子交流，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弟子交战之时控制不住，被人直接杀死的事情，各方宗门也不会在意，毕竟嘛，切磋交流，有所死伤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在那弟子交流会上一失手杀死了陈峰，那也算不得过错。至于你的身份，也完全不需要担心，毕竟我大罗天宗弟子那么多，忽然冒出一个天才来也是十分正常的。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那陈峰的实力。那个陈峰天赋的确不弱，今年还不足30，可灵力修为却已然达到了阳虚巅峰。这等实力，在我大罗天宗内30岁以下弟子当中，也只有1人可以匹敌，但也仅仅只是匹敌罢了。想要杀死他，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才会求助于丹门呐。我明白了。那小友可是答应了？有一个条件。说说看。我之前在来的路上，跟你们大罗天宗的军仪交过手，发现他施展的一门叫做剑域的剑诀颇为奇妙。刚好我也是钻研剑道的，所以想要借这门剑诀一关，不知是否可以啊？剑域那门剑诀颇为特殊，论等级已经算是3品高阶的剑诀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跟一般的2品低阶剑诀相比，在我大罗天宗之内也属于极高层次的秘籍了。按道理这等层次的剑诀是不会轻易传给外人的，不过哈哈，剑客小友，你也算不得外人，只要你肯答应助我大罗天宗一臂之力，在那弟子交流会上灭杀了陈峰，区区一门3品剑诀又算得了什么？那就没问题了。哎，对了，看你的样子年纪似乎不大，不知今年多少岁呀？年纪的话，21岁了。才21岁，
那不知小友，你的灵力修为，阳虚小成？哼，怎么？林寒长老莫非是看不起在下的灵力修为吗？啊，哪里哪里，丹门既然推荐小友过来，自然不会无故放矢。那就好，小友，我带你去居住的地方吧。我大罗天宗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2天后的丹门圣境强者也会赶到，就只等那弟子交流会开始了。林寒长老，丹门派来的那名天才可曾到了？已经到了，不过什么？丹门派来的那位天才名为剑客，今年只有21岁，且最重要的是，他的灵力修为也只有阳虚小成的层次。阳虚小成？派个阳虚小成的人来，丹门这是在搞什么？哼，阳虚小成，我大罗天宗多的是，又岂用求助于丹门？阳虚小成再如何逆天，难道他还能杀死阳虚巅峰的强者？我大罗天宗为了这一天准备了那么久，好不容易只差这临门一脚了，绝不允许出现有任何变故。林寒长老，你立即想办法将那人的实力给我弄清楚，可以让宗门的一些天才强者去试探，明里暗里的试探都可以，弄清楚他的实力。若是他真的逆天也就罢了，可若是他实力不行，那我大罗天宗必须及早做出打算。是。夜色，你听着，你的任务便是想方设法使院落里边那个人施展出全部实力来。你可以直接跟他要战，他若是不答应，你可以逼他出手，但切记不要真的伤到他，明白了吗？明白了。哎，等下，怎么了？那是本源，引动天地，这是事。好诡异。夜色，你立刻去大厅，请宗主以及众位长老过来。什么？快去！是。那是引动天地本源，是本源领悟的第1层次。这小子他才多大呀，竟在本源领悟上达到了是这一层次，厉害呀！凌寒，这小家伙便是丹门请来的那位天才。对，就是他。不过21岁，这般年纪对本源的感悟竟然强成这样。我刚准备让夜色出面试探那小家伙的实力，结果就看到了这一幕，所以便立刻让你们过来。你做得对，本源感悟高成这样，就算他的灵力修为只有阴虚小成，可仗着本源的感悟，勉强抗衡阳虚巅峰不成问题。而他说不定身上还有其他的手段，真厮杀起来，说不定真能击杀阳虚巅峰啊！我刚刚还以为这小家伙只是寻常的阳虚小成了，可现在看来是我太武断了。想想也是啊，铲除大荒剑宗对丹门也有着不少的好处，丹门不可能不重视，怎么会随意派遣一个普通的阳虚小成过来呢？这小家伙虽然灵力修为低了点，但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强，还真不好说呀。对了，这小家伙答应替我大罗天宗出手时，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啊？有，他要剑玉。给他，现在就给他。3天后那弟子交流会才开始，他若是能在这3天时间内对这剑玉能有一定掌握，实力说不定还能够提升不少。到时候击杀那陈峰的把握也就更大了。是。举重若轻，引动天地。我之前一直疑惑到底是怎么个引动法，现在才知道，这引动天地实际上便是以自己感悟的本源去沟通那天地无尽本源之力，动用更多的本源力量。
不愧是剑魂啊！哼，当初覆灭剑祖一脉那方超级势力，对剑侯府的诸多普通弟子毫不在意，可一旦出现了觉醒剑魂的天才，便会立即出手将其灭杀。剑魂的确非同凡响。本源感悟达到这一层次，我的实力倒是又提升了不少。哈哈哈，剑客小友。林汉长老，都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剑客小友，不是想要我大罗天宗的剑玉吗？老夫特意送过来了。剑玉？哼，我还以为大罗天宗是想成事之后，再将这剑玉交给我呢。剑客小友，还有3天时间，这门剑诀你可以好生钻研一番，对你来说，说不定也还会有不少帮助。老夫今日就不打扰了，告辞。剑玉的确不错。哼，这大罗天宗之所以会在今晚将这剑玉交给我，怕是想让我在这3天之内将剑入物这一招掌握，3天之后跟那陈峰交手时把握也大一些吧。夜色师兄，这人是谁啊？他也是我大罗天宗的弟子，可为何我之前不曾见过？闭嘴，别多问。夜色，好久不见了呀。陈峰，是很久不见了。我们2个似乎也很久不曾交过手了。今日的交流战，你可别输得太惨喽。君怡，我们2个也好久不见了。我听说你之前一直在外历练，在历练的过程当中，甚至还跟一方中型王朝发生过冲突。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是哪个中型王朝敢对你不敬？告诉我，我立刻带人灭了他，给你出气。我跟那个中型王朝只是误会罢了，并没有真正发生冲突，所以你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是这样，那你以后小心点，若是遇到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我若是遇到麻烦，自会有宗门的师兄或是长辈出面，就不劳你费心了。臭婊子，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服从我的。他便是那陈峰吗？剑客小友，觉得这些宗门的天才如何？还可以吧。各位宗门的弟子都已经出面，就差我大罗天宗跟大荒剑宗了。差不多了，夜色。哎，夜色出场了。这场弟子交流战的高潮终于要来了。都过去大半天了，总算有点看头了。陈峰，出来吧。整个北域诸宗门的年轻一辈弟子当中，也就只有你是可以跟我一战的。陈峰，小心点，替我大荒剑宗争口气，击败这夜色。李长老尽管放心看好便是。还不错。这2个人任何一个都比我斩杀的莫凌天要强上不少，不过也强的有限。而且他们2个虽然在意境上感悟极高，但是都没有领悟本源。剑客小友，这陈峰的实力如何？对上他，你可曾有把握？杀他，我有把握。哦，哈哈，哈哈哈！夜色，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嘛。哼，算你走运。夜色师兄，你怎么会败给陈峰啊？你的绝招明明还没有施展出来。别多问。好好休息吧。剑客小友，接下来便交给你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小心点，这陈峰实力不简单。我刚刚虽然没有竭尽全力，可我感觉就算我真的全力以赴，想要击败他都并不容易。我可不是你。夜色败了。这陈峰不愧是大荒剑宗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实力当真不俗啊。我之前一直以为赢的会是夜色，可结果这夜色太不争气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感觉那夜色刚刚似乎并没有竭尽全力的样子。不知在场可还有哪位兄台愿意上场赐教啊？大罗天宗剑客，请赐教。剑客？
剑客是谁啊？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大罗天宗的。大罗天宗内有个叫剑客的弟子。这人是在逗我们吗？我看到了什么呀？一个阳虚小城。哼，哪儿来的蠢货呀？一个阳虚小城竟敢挑战陈封？大罗天宗莫非是无人了不成？竟然派一个阳虚小城的小家伙出手。凌寒长老，这是怎么回事啊？闭嘴，好好看着就是，别多问。大罗天宗的人，莫非都是像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之辈吗？废话就不用多说了，出手吧，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否则你没机会的。我没机会？哼，是你没机会了，无知的蠢货！既然你找死，那我便成全你。这陈封对付一个阳虚小城，竟然还有权力，不好，他这是要……他没想留手，想要置那小家伙于死地。哼，就算那小子这被杀死又如何？一个阳虚小城就敢挑战陈封，如此狂妄自大，死在陈封手中那也很正常。事后大罗天宗也不能多说什么，毕竟实在是他们的弟子太不自量力了一点。这陈封竟然对我动了杀机，哼，正好，反而省了我很多麻烦。什么？我成了！好胆，竟敢杀我大荒剑宗弟子！他疯了不成？1个月以前，在不施展夺灵秘术拼命的前提下，我仗着本源感悟跟剑术，便轻易碾压莫凌天3位阳虚巅峰联手施展的3人剑阵。那时候我的战力便已经不比那些感悟了本源的阳虚巅峰要弱，甚至还可能要略胜上一筹。而现在，我对本源的感悟达到了逝者一层次，实力再次暴涨。仅仅半圣层次的强者，还没有资格让我就此退去。半圣级别的强者，试试看吧。你以为凭借这点雕虫小技就能救得了你吗？无我剑诀第6式。怎么可能？哼，半圣强者不过如此吧。哼，大荒剑宗的人还真是霸道的很啊。圣境强者是大罗天宗4长老柳寒月。是他。哼，这大荒剑宗的人就是这样欺负小辈的？既然如此，那老夫今日说什么也要以大欺小的。刘长老，这……我的丹田，我的丹田！看在大荒剑宗的份上，老夫饶你一命。不过今日之事，大荒剑宗必须给我大罗天宗一个交代。交代？刘寒月，你大罗天宗的人杀我大荒剑宗弟子，且杀的还是我家宗主之子，现在又毁我丹田，还要我大荒剑宗给你们交代。哼，很好，等着吧，我大荒剑宗会给你们交代的。走。陈封被杀，连带他们的一位长老都被4长老你毁掉了丹田，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以大罗天宗历来霸道的行事风格，这件事情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啊！今日之事，可还要多谢剑客小友了。回来了，宗主，那陈封死了，还有大荒剑宗带队的那名半圣，也被4长老亲自出手毁掉了丹田。哦，剑客小友，我这里有一封来自丹门的信函，你看看吧。父子双妖孽，天地同争辉。剑客小友年纪轻轻，但一身实力，纵然是本宗都忍不住为之惊叹呐。一点微薄战绩，马马虎虎而已。大罗天宗的诸位，
我受丹门之邀而来，你们要我做的事情，我也已经做到。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就不讨了。剑客小友现在就要离开吗？如此，那便后会有期了。小友今后若是有什么事儿，大可传讯到我大罗天宗，能帮的，我大罗天宗肯定定当竭尽全力。宗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看。悬赏令，剑南天，来自天宗王朝，半圣修为，曾一剑斩杀我圣皇宫一位塑造出圣体的圣境强者剑无双。剑南天之子，阳虚小成修为，同时领悟世界杀戮两大本源，曾以一己之力同时抗衡两大圣境强者，短时间内不曾落败，属于南洋大陆最顶尖的超级天才。此二人皆与我圣皇宫有着不死不休之仇怨，南洋各方势力宗门中独行强者，但凡能斩杀其中之一者，我圣皇宫许诺3品高阶神兵一柄，宫内8大2品高阶本源秘籍，任其挑选一门。好可怕的两个人，竟然还是父子俩，一个半圣修为便一剑斩杀一位塑造出圣体的圣境强者，另一个仅仅阳虚小成修为，却能以一己之力同时抗衡两大圣境，简直是不可思议呀！悬赏令下边还有他们2个的画像，你们仔细看下。这是剑客，是他，厉害呀！好年轻的小子，看样子顶多20来岁吧，这般年纪就敢大摇大摆地走到魔星城来，胆子还真是不小啊。年纪如此就敢来大唐王朝闯荡的，一般只有3种。第一种是被一些强大势力追杀通缉，走投无路之下，只得来到这大唐王朝之内来挣扎，只为了寻求一线生机。第二种嘛，便是那些来自大型势力宗门的天才，拥有非凡的潜力天赋，特意来到这大唐王朝内历练闯荡的。而这第3种，便是那种骨子里生性好战无比的疯子，他们渴望杀戮，在杀戮当中成长。这小子不知道属于哪一种。不管属于哪一种，都有一定来历，而这样的小家伙身家一般都不少。该死，被他们抢先了。这2人是青灵、青海2兄弟，这2兄弟都是跨入阴虚小城的强者，而且他们在进入大唐王朝之前更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他2人同时出手，这小子死定了。青灵、青海2兄弟竟然死了！刚刚那一剑，你们有谁看清楚了吗？没有，我根本没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出剑的。刚刚那一剑，恐怕就算我都抵挡不住。看样子，我们这魔星城又来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不过这青灵、青海2兄弟可是饿狼帮的人，而且地位还不低。以饿狼帮的性子，怕是不会就此罢休吧。跟传说中的一样，大唐王朝的确是毫不存在任何底线规则，只要是看见弱者，一些人便会毫不犹豫地直接出手，抢夺乾坤戒，杀人。而且大唐王朝强者也太多了，在其他王朝难得一见的阴阳虚境，在这里随随便便都能见到一大堆。我刚来大唐王朝，得先想办法熟悉这里的环境。血月酒楼，整个城内唯独这一间酒楼开着，且还敢在门内挂着这样一副牌匾，这酒楼怕是来历不凡呢。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哎，要是在你这儿住一晚，需要多少紫金灵液？住一晚上10滴紫金灵液。这么贵啊？贵。我炫月楼哪怕是随便的一条凳子，那也值1滴紫金灵液的。而但凡是有人在酒楼内闹事，打坏了这些桌子凳子，那可是得100倍赔偿。
也就是说呀，打坏一条凳子就得赔偿100紫金灵液，桌子更贵，打坏了一张那得赔偿1000紫金灵液，再加上那壶酒碗之类的这类东西，那就更多了。所以说啊，在我血月楼里单单住一晚上根本算不得什么，若是在我血月楼里跟人激战一场，损坏诸多东西赔偿起来，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贵。大唐王朝这般混乱，会有人买你血月酒楼的账？一看客官你就是刚到大唐王朝，对大唐王朝根本不了解。没错，大唐王朝是杀伐滔天，几乎不存在任何底线。可归根究底啊，却依旧要取决于4个字：弱肉强食。我血月酒楼强，所有那些在酒楼内激战的人就得买账。当然，在大唐王朝内，一些连我血月酒楼都颇为忌惮的顶尖强者是可以不买血月酒楼的账的，比如血月榜上的那些人。这血月榜又是什么呀？血月榜是我血月楼搜集整个大唐王朝苍苍21府无数强者的资料，按照实力划分制定的一份名单，排名从低到高，一共有1000人。这1000人最弱的都是阳虚巅峰，而最强的则是圣境强者，他们都是大唐王朝真正站在顶端的强者。1000人，客官要是对那血月榜感兴趣，的话，大可以花些紫金灵液购买一份便是，也不贵，只要1000紫金灵液。好，给我一份。不愧是南阳第一王朝啊，强者太多了，圣境强者、万圣级别的强者，在南阳大陆上绝对属于最顶尖的存在。可结果在大唐王朝内，数量竟然会有这么多，这份血月榜还真是可怕啊！而这血月榜的排名，乃是这血月酒楼制定出来的，在大唐王朝能有绝对的权威性。这血月酒楼在大唐王朝也必定是最顶尖的一方势力。这血月榜的1000人，除了那些圣境、万圣之外，更多的都是阳虚巅峰。那些阳虚巅峰也个个实力不俗，任何一个怕是都比跟我交手过的莫凌天、陈峰要强。也不知道凭我现在的实力，能够在这血月榜当中排多少位。在下血魔帮董玉。有事儿？刚听闻阁下在街道一剑斩杀了青灵、青海2兄弟，知道阁下实力强横，所以我特来邀请阁下加入我血魔帮。哦，不知血魔帮的首领是哪一位？我家首领是血魔萧刚大人，在这魔心城周边疆域，无人不知。抱歉，我没兴趣。阁下，你可得想清楚了，你刚刚所杀的青灵、青海2兄弟，可是恶狼帮的人。以恶狼帮历来的行事风格，断然不会就此放过你的。我刚在进来时，便已经在外看到了恶狼帮的强者。你若是现在就跟着我一起离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你一出门就得死。这样啊，那我倒是想瞧瞧，究竟我会是个怎么样的死法。既然阁下已经打定主意，那告辞了。你应该答应他的，他说的没错，恶狼帮在这魔星城内实力极强，他们有6位首领，都是阳虚巅峰强者。就因为如此，他们行事才非常霸道。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肯定会杀你，所以最好的办法便是加入能够与其分庭抗礼的血魔帮，如此才能够活命。6大首领，6大阳虚巅峰，不知其中可有血月榜上的强者？那倒是没有。祝您好运。哼，在等着杀我呀？哼，给他机会他没把握，现在嘛，等着看这小子是如何死的吧。恶狼帮的手段，莫非就只有这点程度吗？还有吗？堂堂阳虚巅峰强者，还用偷袭的？什么？那是恶狼帮的老六。阳虚巅峰，你是恶狼帮的其中一名首领吗？你恶狼帮在这魔仙城或许是的确很了不起，不过很抱歉，你们惹错人了。你敢杀我？老大会替我报仇的。
饿狼帮老大，我会给他机会的。饿狼帮，哼，连一个血月榜强者都没有的帮派，虽然有着足足6位阳虚巅峰，可对我而言却很难构成威胁。不过，既然这饿狼帮主动招惹了我，那我也不介意，就将他彻底抹除掉。我刚到大唐王朝，这是第一次杀戮，便从这饿狼帮开始吧。一个阳虚小城，年纪轻轻，顶多20来岁，可结果却一次性斩杀我饿狼帮这么多强者，甚至连老六都死在他的手中。如此年轻，实力如此了得，应当是那些古老宗门麾下的天才弟子，而且绝对是最顶尖的天才。不过，不管他背景有多大，在这大唐王朝内都没有任何用处。敢杀老六，立刻去找！就算将整个魔星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小子，杀死他！是。不用找了，我便是你们要找的人。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饿狼帮了。好大的口气！给我宰了他！杀戮开始了。这么多人，连阳虚境巅峰都足足有5位，围杀一名阳虚小城，结果却被这名阳虚小城肆意屠戮，有点意思啊。就算换作是你我2人，面对那么多强者，也无法做到像他那般的从容。他的实力非同一般。是啊，这等强者，真想教授看看。两位看了这么久了，也该现身一见了吧？独自一人便踏平拥有数名阳虚巅峰强者坐镇的帮派，阁下实力不错嘛？勉勉强强，但不知有何指教。难得碰到一位足以登上血月榜的强者，我可不能就这么简单的放你离去，说什么也要战上一场才行。哦，好快！虽然还没有感悟海源，可他对雷霆意境的感悟却极高，且他修炼的功法，还有施展的手段都非常了得，还都是擅长雷霆之力施展的。论真正实力，绝不会比那些感悟了本源的阳虚巅峰要弱。这一战到此为止了，阁下，我2人并无恶意，只是我这位兄弟生性好战，所以才忍不住出手，但并未想过要与你分出生死。既然这样，2位可以离开了。阁下，你的实力非凡，1对1，我兄弟2人怕都不是你的对手。如此实力，在大唐王朝内名气应当不小，但不知阁下是血月榜中的哪一位啊？血月榜？我今天才到大唐王朝的，并没有被列入血月榜中。这样啊，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剑客。剑客。我叫北木，这是我兄弟冷阳，我2人都来自无心教。怪不得呢，原来都是血月榜上的强者。剑客，你的实力比我们2兄弟估计都要略强上一筹。如此实力，待在这一个小小的魔心城里，岂不埋没？依我看呢，你倒不如跟我们2兄弟一同回无心教。我无心教是天波府4大势力之一，且这段时间正跟另一大势力激战。去了那儿，你的天赋实力才有机会真正得以展现。无心教，剑客，如何？我答应了。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你们2位在这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便随你们离开。好。北木说的不错，仅仅一个魔心城，最强的势力，也仅仅只是一个饿狼帮。我独自一人便能轻易灭掉，根本无法施展开手脚。而无心教乃是天波府4大势力之一，大唐王朝麾下21府，平均每一府分摊下来，名列血月榜上的强者都有近50位。这50位血月榜强者，怕是有大半都集中在这4大势力当中，那里的强者才会更多一些。2位，我们出发吧。剑客兄弟，马上就要到无心城了，等见到老大，我跟北木会向老大推荐你成为我无心教的护法，以你的实力当护法，绰绰有余了。到了。北木护法，冷阳护法。老大，我们回来了。冷阳，
北木，老大，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剑客兄弟，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哎呦，这么年轻！老大，别看剑客兄弟年轻，可实力却当真了得。在来的路上，我跟北木便已经商量好了，一同举荐他成为我无心教第9位护法。哦，这位剑客小兄弟看起来年纪轻轻，应当也就20来岁左右，这般年纪，莫非就已经达到阳虚巅峰了？阳虚巅峰？没有，我现在还只是阳虚小成。这样，冷阳、北木，你们两个是在开玩笑吗？举荐一个阳虚小成的家伙当我无心教的护法，传出去，我无心教在这天波府岂不成了笑话？剑客兄弟境界是低了点儿，但实力却非凡。我跟北木两人联手，短时间内都无法奈何得了他。这份实力，莫非还无法名列血月榜？哼！那我问你，你跟北木联手跟这小子交战时，可曾动用了全部实力？你的万雷剑还有北木的3重黑光，可曾施展？那倒没有。那不就得了？你们连绝招都不曾施展，又如何断定这小子有资格跟你们媲美？可是，好啦，这位剑客小兄弟，既然是冷阳跟北木你们2位极力推荐的，实力自当不凡，在我无心教内绝不可能会被埋没。这样吧，刚好乌鸠的血风队还欠缺一些人手，就先让这位小兄弟待在血风队吧。老大，不用多说了，剑客小兄弟，不知可否愿意？愿意。那好，乌鸠，这位小兄弟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小子，跟我走吧。剑客兄弟，你尽管放心，以你的实力，不管是在哪儿，都不会被埋没的。小子，有件事儿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不管你跟那冷阳、北木是什么关系，现在你是我手底下的人，我的话你必须绝对服从，哪怕我叫你去送死，你也得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若是胆敢有一丝迟疑，我会立即出手宰了你。泰山，无咎护法，无咎护法。你们第9小队之前死掉了一个人，现在我给你们补充一个，就是我身边这小子，他叫剑客，他刚来我无心教，什么都不懂，我立下的那些规矩，你们好好教教他。剑客是吧？我叫泰山。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了。我叫鼓槌，我是魔影。好，咱们下去聊吧。剑客，你刚加入无心教，对教内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吧？对咱们血风队可曾了解？不了解。我来跟你说说啊。关于大唐王朝内部的环境就不多说了，杀戮太多，大多的势力帮派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的吞并厮杀，相比起外界要疯狂太多了。咱们无心教乃是天波府4大势力之一，在整个大唐王朝也属于极其强横的势力了。咱们的老大呀，也就是咱们的教主，半圣级别的强者，在血月榜上都排在第118位。除此之外还有8大护法，这8大护法也都是名列血月榜的顶尖强者。而之后便是教内的诸多阳虚巅峰强者了。教内的阳虚巅峰数量很多吗？多，当然多。作为天波府4大势力之一，很多强者都乐意加入，自然也包括许多阳虚巅峰了。我虽然不清楚咱们教内到底有多少阳虚巅峰强者，可据我估计最起码是超过200位的。200名阳虚巅峰，这还只是我的保守估计。别的不说，单单咱们这血风队是无心教最精锐的一股力量，也是无心教的王牌。血风队一共有100人，而进入血风队的最低要求便是具备阳虚巅峰战力。100人的血风队一共有10个小队，每个小队10名成员。
而你现在所处的便是第9小队，我是第9小队的队长，他们几个都是你的队友。刚刚那乌鸠护法带我来这儿时，说他立下了一些规矩，什么规矩？规矩？我们的旋风队就归这乌鸠管控，都听他的。而他立下的那些规矩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能对他的话有任何质疑，对他的命令也不得有丝毫迟疑，不然下场会很惨。哦，我在这旋风队待了1年多，我就曾经亲眼看到，有一名旋风小队的队长接到这乌鸠的命令后，有了片刻的迟疑，仅只有片刻，结果这乌鸠便直接出手将其斩杀了。另外我还听说，这乌鸠还曾命令旋风队的人暗中铲除过教内一些异己，像教内曾经有一位实力非常了得的护法，就因为跟这乌鸠作对，这乌鸠便暗中带领了2支旋风小队，将那名护法给围杀了。事后很多人猜到是他动手，可没有丝毫证据。加之那位护法已经身死，也就不了了之了。对他的命令稍一次迟疑便直接灭杀，甚至还利用旋风队铲除异己。这位乌鸠护法倒真是够霸道的。谁说不是呢？这也就是他立下的规矩了。不过说到底还是强者为尊，你若是实力强，比这乌鸠还了得，那就算违背了他的命令又能如何啊？对了，剑客，看你年纪轻轻就能够来到旋风队，实力应当不弱吧？还是差上一些。剑客，从一大早上修炼到现在，也不曾休息一会儿，你这修炼未免也太刻苦了吧？你懂什么？如果修炼不刻苦，剑客又岂能这般年轻便拥有那般实力啊？出来，都出来！队长，怎么了？刚得到的消息，就在昨晚，咱们教内的一位护法大人被杀了。什么？死的是哪位护法？是苏郎护法。苏郎护法本是在外执行任务的，也不知道为何走漏了风声，让万魔岛知道了他所在的位置。昨夜万魔岛3位魔王联手将他斩杀了。苏郎护法昨夜被杀，消息今日传到了教内，教主还有其他几大护法尽皆震怒，绝对会想办法狠狠地报复万魔岛，而且很有可能会用到我们旋风队，所以我们得做好准备才行。总算有出手的机会了吗？上次出手还是半个月前。让厮杀来得更惨烈些吧。旋风队集结，出动3位护法，外加整个旋风队100名阳虚巅峰强者，也不知是要去做什么。难道是要去跟那万魔岛正面厮杀？正面厮杀应当不可能。咱们旋风队是无心教的王牌，若非是最终决战，应该是不会全部出动。哼，管他做什么，待会儿看那3位护法的，他们要我们做什么便做什么便是。出发。那是金翼城，金翼城不是异邦的地盘吗？咱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异邦？什么？异邦？都听着！就在昨日，苏郎护法被万魔岛的强者围杀身死，而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正是异邦的人将苏郎护法所在的位置告知万魔岛的，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便是将异邦连根拔起，将异邦的2大首领全部斩杀。是这样。现在都听着，第1小队到第6小队，跟着我直接杀入异邦老巢。至于剩下4支小队，则分别守住金翼城的4面城门。第7小队守东门，第8小队守西门，第9小队守南门，第10小队守北门。不管是谁想要在这个时间段逃离金翼城的，一律杀无赦。出发！混蛋！他们在城内大杀特杀，而咱们守在这里，怕是连口汤都喝不到。没办法，乌鸠护法亲自下达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违背。别着急，现在交战才刚开始，那异邦勉强还能抵抗一阵，可他们支撑不了多久的。到时候异邦的众多强者肯定会疯狂逃窜的，咱们这些在城外守候的人也未必没有用武之地。
话是这样说，可哪比得上那6支在城内大肆杀戮的小队痛快？好了，别多说了，安心等着吧。就算这次咱们没怎么出手，还可以有下次，等下次机会吧。逃！朝北门逃！快！一帮的强者都往北门逃去了，跟咱们守候的方向截然相反。看样子，咱们小队连一丝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喽。看样子也不是一点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还是给咱们留了一个啊！这个人，竟然是他，一帮首领沈天宇。什么？什么？还真是他，够狡猾的呀！明面上让一帮所有强者往北门逃，而他自己却独自一个人悄悄朝南门逃了过来。我无心将那3位护法大人恐怕都没有发现。队长，我们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动手，拦下他！原以为昨日之事我一帮做的已经够隐秘了，却没想到还是让无心教查到了。唉，早知道昨日就不该为了那些利益将那苏郎的所在告知万魔岛了，我一帮也不会完蛋。哼，无心教还真够谨慎的，竟然在城外也安排了人。不过仅仅只是一支普通的血风小队，可还拦不住我。哼！拦住他！给我滚！一群废物，还想拦我？还有一只苍蝇。沈天宇，血月榜排名第489位，领悟疾风本源，曾与一位半圣正面激战过，虽然落败，却与那位半圣激战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人才有资格让我全力出手。高手，真正的强者，你是谁？剑客，没听说过。今日你便知道了。哼，口气倒是真不小，敢阻我，那便死。这个人交给我。他们在哪儿？这速度！他只是一个阳虚小城，竟然跟得上我的速度，不能再跟他浪费时间了，否则等无心教那3位护法反应过来，我就麻烦大了。小子，决一死战吧！哼，正有此意，剑如雾。什么鬼东西？剑刀斩，死！无我剑诀第6式。我竟然败了！没想到我沈天宇竟然会死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杀了你就不是无名小卒了。血月榜排名500以内的顶尖强者，实力真是不俗啊。若非是因为顾及无心教的护法赶来，只能跟我正面碰撞的话，凭他的速度，我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杀死他。沈天宇死了？剑客，你……哇，这可是沈天宇啊，在血月榜上都排名靠前，在我心中无心教的几位护法当中，排名比他要高的只有1位。且他曾经还跟一位半圣强者交过手，虽然落败，却可以跟一位半圣厮杀很久，而且也没有身死。可现在他却被剑客你一人独自给斩杀了，这份实力……无咎护法，这是沈天宇。沈天宇是你们杀的？这沈天宇太过自信了，而且一开始也没有察觉我们小队埋伏在周边，被我们抓住机会，我们小队齐心协力才将其斩杀的。不过依旧花费了不少功夫。哦，这沈天宇竟然连我麾下一支血风小队都抵挡不了，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你们小队做得不错，等会儿自行回无心城吧。凭什么？剑客这么辛辛苦苦才将沈天宇给杀死，可这乌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将我们给打发了，而他却将沈天宇的尸体还有他的乾坤戒都带走了。剑客，你就这么放任他将沈天宇的乾坤戒夺走？
不过是一些紫晶灵液罢了。就算得到了，估计待会儿也会上交给教内的，咱们又得不到多少。只要这乌鸠将咱们的功劳禀报上去，咱们那位教主应当也不会亏待我们。走吧，先回无心教吧。嘿嘿，咱们小队因为剑客兄弟的关系，这次怕是可以大出风头了。血月榜顶尖强者，而且还是排名500名以内的，剑客兄弟一人就斩杀了他，那新的血月榜排名恐怕就会有剑客兄弟的名字，咱们小队肯定也跟着沾光。我现在倒是很好奇，教主会给咱们什么赏赐？咱们被那巫就给阴了，他带着沈天宇的尸体去见教主，却根本没有提到咱们小队，而是说他独自一人费尽千辛万苦斩杀了沈天宇。什么？连提都不曾提到我们？哼，他斩杀的沈天宇，真是可笑！他独自一人能够杀死沈天宇？混蛋，居然冒领剑客兄弟的功劳，这乌鸠真够无耻的。剑客，这所谓的功劳还有那赏赐，他领就领，我并不在意。不过如此肆无忌惮地领取我的功劳，提都不提一句，他还真把我当成傻子了。脸，血锋队集合。是乌鸠的声音。走，先去瞧瞧。今日覆灭一帮，大胜而归，大家也出力不少。这里有几坛天心酒，算是犒劳大家的，大家可以多喝点儿。天心酒，传说中的天心酒。那天心酒据说一小壶就价值上千紫晶灵液，这么大的坛子，一坛怕就有10壶了。也就是说，这一坛酒便价值1万紫晶灵液。他白白得了这么大一个功劳，先不说那沈天宇的乾坤戒，他肯定留下了不少紫晶灵液。光是这次教主给的赏赐，那也是无比巨大的。而现在他却拿着几坛酒，想将我们彻底打发了。哼，这乌鸠想的可真够美的。乌鸠护法，有事吗？听闻乌鸠护法一身暴力枪法，所向披靡，曾以一己之力在斩查时间内斩杀11位阳虚巅峰，一战成名，从而名列血月榜。不知可敢跟在下切磋比试一番？剑客还真够狠啊！哼，就凭你，也想跟我交战？不自量力的蠢货！要交战可以，不过我跟人交战从来就不知道留手，一不小心，说不定就将你给杀了。只要能跟乌鸠护法这样的顶尖强者交手，纵死又何妨？很好，硬仗啊，硬仗！乌鸠护法答应了。这小子这样挑战，乌鸠护法想不答应都难。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怎么想的，竟然敢挑战乌鸠护法，这是找死啊！乌鸠护法老早便登上血月榜，且在血月榜中排名还比较靠前。今日覆灭一帮，那一帮首领沈天宇最后也是死在乌鸠护法手里的，且还是乌鸠护法一人斩杀的。乌鸠护法的实力何等恐怖啊！就算跟半圣比起来，恐怕都差不了多少吧。话说这个卑贱的小子是谁啊？如此不自量力。没见过呀，应当是刚加入咱们血锋队的吧？哎，这人我知道，他叫剑客，是北木冷阳2位护法在外完成任务时带回来的。且说北木冷阳2位护法之前还想举荐他也成为护法的呢，不过好像是因为他的境界修为太低，所以才没能当成护法。哼，这些人怕是还不知道，真正独自出手斩杀沈天宇的不是乌鸠，而是剑客吧。哼，这乌鸠还真敢接战，等着吧，待会儿有他哭的时候。剑客，好好蹂躏他。剑客，你刚来大唐王朝不久，见过的强者也屈指可数，而真正交战的恐怕没有几个。你根本不知道血月榜上强者的厉害之处，今日我便让你见识见识。哼，我倒是期待的很。可惜了，今日之后我血锋队又少一个人了。快，太快了！这便是血月榜上强者的实力啊！同样是阳虚巅峰，可咱们跟乌鸠护法比起来，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这小子竟然如此简单就挡住了我这一枪。也对，之前北木跟冷阳举荐他成为教内护法时便说过，他们两个联手短时间内都没法奈何这小子。虽然这是因为北木跟冷阳都没有竭尽全力，可依旧说明这小子战力比普通阳虚巅峰要强得多。看来要杀这小子，我也得稍微拿出点实力出来了。好日，阴雷爆，小子，去死吧！好强啊，太强太强了吧！哼，自不量力的蠢货，到了阎王那儿可别埋怨我。竟然没死！不仅没死，他甚至都没有受伤，完好无损，一点伤痕都没有。乌鸠护法，你之前说的那般信誓旦旦，我还以为你的实力真有那么强，可现在看来却不过如此罢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也难怪乌鸠护法你在血月榜上的排名是在第600多位了。说实话，你跟沈天宇比起来差远了。这小子挡不住了。乌鸠护法，你要干什么？没什么，乌鸠护法，我对这无心教的护法职位还有那些紫晶灵液都不感兴趣，可并不代表我就好欺负，惹急了我，后果你懂的。你虽然是血月榜上的强者，实力非凡，可毕竟不是钢筋铁骨，若是被刀抹了脖子，一样会死的。对了，乌鸠护法，你从我这儿借的东西是不是该还给我了？什么东西？沈天宇的尸体啊，我让乌鸠护法你将沈天宇的尸体带走，只是暂时借给你而已，可我没说不让你还呢。那沈天宇原来根本就不是乌鸠所杀的。哼，我之前就一直觉得奇怪，论血月榜排名，沈天宇比乌鸠护法要高得多，实力自然也应当要更强些。之前在金翼城内，乌鸠护法跟北木护法两人联手，也仅仅只能将沈天宇压制。可后来这乌鸠护法独自一人，竟然将沈天宇给杀了。原来杀死沈天宇的人根本就不是他，是剑客。对呀，也只有像剑客这样的顶尖强者，才有可能杀死沈天宇。这乌鸦明明不是他杀的人，却拿着沈天宇的尸体自己回去领功，怪不得他会这般大方，请我们喝甜心酒喽。乌鸠护法，那沈天宇的尸体你是不是得还给我？我若是实在还不了也没关系，那沈天宇可是我们第9小队的几位兄弟花费很大代价才把他弄死的，这份功劳给你倒是也无所谓。不过若是连教主赏赐下的宝物你也想独吞的话，那就未免太过分一点了吧。乌鸠，将教主赏赐的东西全部交出来，今日之事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要不然这才像话。诸位，乌鸠护法请咱们喝酒呢，他的好意咱们可千万不能辜负。一想到那乌鸠被剑客击败后的脸色，我心底就痛快。那乌鸠一向霸道的很，今日总算是栽到了剑客的手上。我们走时，我还听到他下令让其他人别将今日发生的事情泄露出去呢。哼，笑死我了。泰山队长，这枚乾坤戒里面是教主赏赐下的那些宝物，你跟兄弟们一起分一分吧。我们分？剑客，那沈天宇是你独自一人杀死的，跟我们可没有关系。这赏赐，教主赏赐的也就是一些紫晶灵液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这次大家同样出力不少，我又岂能独吞这些赏赐？嘿，队长，剑客是何等人物啊，又岂会在乎这单紫晶灵液？他要咱们平分，那就平分得了呗。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平分。咱们的教主可真够大方啊，赏赐的紫晶灵液竟然有这么多，难怪那乌鸠得到赏赐后舍得犒劳我们几坛甜心酒了。
跟他赏赐的紫金灵液比起来，那几担天心酒又算得了什么呀？剑客他……嘘，都安静点，别打扰剑客。剑客的实力又精进了。剑客，你刚刚运气不错，剑诀上有了些小突破。人比人，气死人呢！所有人立即集合！出事了，走，我们也赶紧过去。所有人，跟我走！无心教主亲自出动，整个无心教众强者也几乎是倾巢而出，看来是要跟那万魔岛决一死战。都听着，所有人臂上绑血筋，厮杀一起。但凡臂上没有血筋的，一律杀无赦。动手，杀！哈哈哈哈哈！无心老鬼，今日便要你无心教就此烟消云散。死秃子，那便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吧。死吧！杀死他们！万魔岛的杂碎，都去死！死！这么强，这个人是谁呀？怕是有接近血月榜的战力了。嘿嘿，是剑客，咱们血风队的第一强者。痛快！好久没这么疯狂的杀戮一场了。什么？魔影，小心点！多谢了。三杀剑要突破了，既然如此，那我可得多杀几个。他是谁？怎么会这么强？如此轻易便能斩杀阳虚巅峰，绝对有血月榜的战力。不是说如今的无心教只有7位护法拥有血月榜战力的吗？怎么现在又多出一个？该死！咱们的7位魔王大人都被无心教的护法缠住，根本没人能腾出手来对付他。是剑客，是他，是北木跟冷阳介绍来，还推荐他成为护法的那个人。之前我们都认为这人年纪太轻，境界太低，对北木跟冷阳的判断都有质疑。可现在看来，是我们太自以为是了。这剑客年纪虽轻，但战力的确非凡，列入血月榜绰绰有余了。那小子，秃子，看来这一战败的会是你万魔岛啊！哼，没想到你无心教内竟然还藏着一位拥有血月榜实力的强者。那当然，那可是北木冷阳举荐之人，他二人眼光着实不错呀。这一战能赢了。要赢了，杀光这群万魔岛的杂碎，杀死他们！秃子，你万魔岛可要败了。败？是吗？什么？半圣？该死！血鹰！混蛋！你竟然请来了血鹰！哈哈，你无心教实力那般了得，若非请动血鹰做帮手，我又岂会轻易跟你开战？糟了，第二个了。三杀剑突破，万圣或剑诀突破，三杀剑威能也能得到提升。以我现在的实力，仅只是阳虚层次，哪怕是血月榜上的强者，对我都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也只有半圣级别的强者才有资格让我全力以赴。血月榜排名第131位的血鹰，哼，就用你的血来喂养我刚刚突破的三杀剑了。冷阳，赶紧逃！该死！啊！冷阳，没事吧？剑客，多谢了。不用客气，这个人交给我来对付吧。好，你小心点儿。哪儿来的不知死活的小子？给老夫死来！幽魔爪！无我剑诀第6式。什么？这怎么了？剑客是他竟然挡住了半圣强者的血鹰！
这小子，什么？我全力以赴硬碰硬，竟然处于下风。哼，正面碰撞，我占优势。正面碰不过，那便靠速度来杀他。这速度竟然也这么快！正面碰不过，现在连速度也比不上。他还有这种特殊的可以阻碍我实力发挥的手段，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这小子太可怕了，我若是继续再跟他厮杀下去，恐怕连我自己也会有性命危险。万魔岛主，你之前可没说无心教内还有一位实力如此可怕的强者？万魔岛主，我虽然答应替你灭了无心教，可那也是在确保自己性命范围之内的。可现在我连自己的性命都受到了威胁，那之前的约定就此作罢，告辞了。血鹰，性命受到了威胁，对方仅仅只是一个阳虚小城的家伙，竟然可以威胁到他的性命。哼，既然都来了，还是彻底留下来吧。小子，我已经要离开了，不打算掺和你们两方势力的决战了。你可别太过分呐！哼，过分？你一出手便接连斩杀我无心教2大护法，难道就不过分吗？哼，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像样的对手，我又岂会让你这么简单就离开？受死吧！小子，你真以为你能杀得了我？杀不杀得了，试试不就知道了。这是杀戮本源，麻烦大了，血幽灵。这不可能，剑是你手中的那柄剑。哼，别挣扎了，乖乖受死吧。他可是迫不及待的想要饮你的鲜血。万魔岛主，你害我！无心教内竟然还有这么一位了得的年轻强者，而且还只是阳虚小城之境。撤！快撤！糟糕！剑客小兄弟，我们2个联手，将这万魔岛主斩杀在这儿，如何？哼，我也正有此意，你逃不掉的。这秃子跟我斗了数年，如今总算是死了。哈哈，剑客小兄弟，你那剑意领域还真是特殊，若非是有那剑意领域限制他的速度，咱们2个想要杀死他，怕是没那么简单呢。一些小手段而已。你这手段可不小。哈哈，今日剑客小兄弟，你可是独自一人灭杀了一位半圣强者呀！这份能耐，纵然是我都自愧不如。而且这么多人都看到了，相信那血月榜上很快便会有你的名字，而且排名必然非常靠前，起码比我要高。剑客排名第99位，阳虚小城灵力修为，经确定他独自一人正面厮杀，斩杀了半圣强者血鹰，且血鹰是处于巅峰状态。在血月榜上众多半圣强者当中，虽说实力有强有弱，可曾经有过正面击杀半圣强者的战绩却并不多呀。因此我血月酒楼认定剑客足以名列血月榜第99位。哈哈哈哈，血月榜第99之位，前100之内的排名啊，比我都要高出不少啊。剑客，这下子你可出名了。哼，排名第99，都听着，从今天开始，剑客便是我无心教的第1护法，在教内的地位不下于我，他的命令
纵然是你们几位护法都得听从，听清楚了吗？见过第一护法。剑客，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而现在这第一护法的职位，你可千万不要推辞。第一护法，可以。哈哈哈，还有那血风队，之前血风队呢一直是归乌鸠掌管的，但现在他已经死了，这血风队便归剑客你掌管，如何？好，不过呢，我平日的时间都会放在修炼上，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儿，我不会轻易出面或者轻易出手的。这个没有问题。你虽然还只是阳虚境，但却是有着半圣战力。作为半圣强者，一些琐事哪里需要你亲自出手？除非是遇到非常了得，连我都无可奈何的半圣强者，我才会来找你。那就行了。大唐王朝的环境我也基本上熟悉了，那接下来可以开始我的计划。从今晚开始，你的名字就叫做南吧，去吧。从今晚开始，我的杀戮分身带着3杀剑，在大唐王朝各处闯荡厮杀，挑战各方强者，而我的本尊则留在这里，参悟世界本源。护法，你今天收获可当真不小啊。还可以吧。不早了，回去吧。糟了，马上就要被他们追上了，姐姐还要过一会儿才能赶到，怎么办？怎么办？三位，帮忙，帮帮我！站住！哪来的小叫花子，滚远点！三位，有人在追杀我，还请三位帮忙帮我抵挡一阵。我这里有枚乾坤戒，是从一位半圣强者手中弄到的，三位只要答应，我便将这枚乾坤戒交给你们。他们来了！半圣。小子，将那少女交出来！她就在那儿，你要抓她尽管动手便是，跟我有何干？哦，我们走。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骗我将那件东西交给你，你现在就丢下我不管了？小子，他将那件东西交给你了？没有。还没有？你明明答应，只要我将那东西交给你，你便替我将他们拦下的。可现在你一看到他们实力强，就当缩头乌龟了。哼，把东西交出来！我最后说一遍，他没有将任何东西交给我。没给？既然如此，那便将你们3个的乾坤戒都交给我，让我探查一遍。若是没有那件东西，我便放你们离开。哼，查探我的乾坤戒，就凭你有资格？你找死！滚！怎么可能？仅仅是阳虚大成而已。阳虚大成，背负长剑，而且还这般年轻。你是剑客？知道是我家大人的名讳，还不带着你的人赶紧滚！剑客，我知道你。你如今在整个天波府名气都极大，不过你胆量可真是不小啊！连我家府主大人的事，你都敢插手。天波府的人，小子，你既然已知晓了我们的来历，那就赶紧将那件东西交出来，否则我家府主怒火一旦降临，别说是你，就连那无心教顷刻间也会灰飞烟灭。哼，天波府的人都是像你这样没脑子的蠢货。我说了，他没将任何东西给我。爱信不信，你要是想动手，我奉陪。不管怎样，也绝不能让你们就这般离开。动手，将他们3个一并杀了。你们2个待会儿小心一点。你只要帮我阻拦他们一会儿就够了，马上我姐姐就会赶来了。我姐姐一到，他们奈何不了你们。哼，你行事如此，你的姐姐也不是什么好货色。给我滚！快，一同出手抵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么强吗？天哪！刚才那一剑
我并没有尽全力。这是怎么回事？我姐姐来了。她是神女吗？玉吗？或许比玉更加了得。姐姐，又惹事了。只怪他们，我不过是偷吃了他们一件东西，而且已经道过歉了，可他们依旧不依不饶地追杀我。阁下，我等来自天波府，你妹妹偷的乃是我家府主精心培养了数十年的宝物，我家府主大人很是震怒。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不，是我知错，我现在便向两位赔罪，求两位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啊！回去告诉你家府主，我小妹偷吃了他的东西是不对在先，可你们也追杀了他一阵，也足够了。此事就此作罢，他若是不服气，大可让他来找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冷如霜。冷如霜？不，我家府主若是知道自己培养的那件宝物是让您小妹拿走的，肯定会感到万分荣幸的。哼，你可以走了。我们也走。我姐姐只是让那老家伙走而已，你们三个着急走什么？小妹，这三个人也有欺负你吗？要不要我杀了他们，帮你出气？不用，这三个人没有欺负我，反倒是帮了我不少，特别是他，刚刚他可是一个人将那群家伙给拦下了呢。姐姐，这个人帮了我大忙，你可得帮我谢谢他。一个阳虚大成，一个人就可以阻拦一位半圣跟一群阳虚巅峰，倒还不错。大哥哥，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我姐姐很厉害的，不管你想要什么，我姐姐肯定都能给你。抱歉，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咱们走吧。姐姐，你怎么不拦住他们，任由他们走了？刚刚那人明显不想与我们有什么瓜葛，既然如此，那我还拦住他们做什么？可他刚刚毕竟帮了我呀，知恩图报，这可是父亲大人一直教我的。你还好意思提父亲？你趁父亲大人闭关之际偷偷跑出来，等父亲大人出关后，看他怎么收拾你。那东西你没能夺回来，是属下无能。原本已经追上那少女了，可谁想到那少女竟然是冷如霜的妹妹。冷如霜亲自出手，属下在她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她还要属下转告府主大人您，说您要是不服气，大可以去找她。冷如霜，混蛋！我精心培育数十年的三色灵藤啊！当初光是为了得到这三色灵藤，我便付出了莫大代价，更别说数十年的培育了。可结果，府主大人，其实刚开始属下我是有机会将那三色灵藤夺回来的。什么意思？之前我已经追上了那少女，就准备将她擒获，可结果中途碰到了无心教的第一护法剑客，正是被那剑客阻拦，我们才没有第一时间擒住那少女。剑客？你说的是这段时间在我天波府内传得沸沸扬扬，接连斩杀过2位半圣强者的剑客？就是他。属下原本可以暂且将那少女擒住，将三色灵藤夺回来，等冷如霜赶来时，我们再将那少女还给他，顶多再给他们赔罪就是了。谁想却被那剑客给拦住了。他敢阻拦你们？何止啊！属下碰到他时已经报出了府主大人的名讳，可这剑客似乎根本就没怎么放在心上。好大的胆子呀！那冷如霜我的确不敢招惹，可区区一个剑客也敢不将我放在眼里，找死！黄甫明，府主大人，你立即去无心城，将那剑客的人头给我带回来。是。
我跟你一起去。黄甫兄啊，待会儿你若跟那剑客交手，可千万要小心点啊！那小子虽然灵力修为很低，但实力的确非同小可。之前我跟10数位阳虚巅峰联手，都被他一剑击退了。哼，你以为我是像你这样的废物？那就祝你旗开得胜了。剑客虽然曾经斩杀过2位半圣强者，可那2位半圣实力都只是稀松平常而已。而且他之所以能够杀死那2位半圣，是因为他有着一种可以削弱对方速度的手段。至于他真正实力，也不过如此。天波府内府主之下最强的半圣是我，那剑客算个什么东西？今日我便要取他的项上人头。剑客，滚出来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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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竟然敢来找剑客护法的麻烦？哼，还有人敢来挑战剑客护法，真是找死啊！这些人，天波府，竟然是天波府的人。原来是天波府的黄甫明先生，不知阁下前来我无心教所谓何事？无心教主？哼，没你什么事儿。你若是识趣，待会儿老老实实待在一边便是。若是敢出手，你无心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黄甫明，果然是天波府的人。哼，不敢去找那冷如霜的麻烦，所以就迁怒于我。哼，天波府那位府主气量可是真不大啊。你就是剑客？黄甫明，这黄甫明比我斩杀的血影柳叶都要强得多呀。剑客，我今日来的目的你应该能明白。得罪了我家府主大人，我奉命特来取你的项上人头。哼，想取我项上人头的人多了，你家府主又算老几？找死！补我剑诀第5式血崩式。我近乎全力施展血崩式，竟然被正面碾压了。哼，在天波府内传得沸沸扬扬的剑客，也不过如此嘛。哼，是我太小瞧你了。接下来，你便再试试我的第6式。第6式，你一样会被碾压的。补我剑诀第6式。不错，不愧是血月榜排名第41的顶尖强者。光凭第6式，我还真奈何不了你。既然如此，那你便接一接我的第7式了。还有第7式？哼，死吧！血月榜排名第41位，实力的确不错。换做1年前，我要击败他绝不简单。可现在，他连让我施展第8式的资格都没有。第8式？他竟然还有第8式？他还没有用全力？哼！天波府，原本我还想继续潜修一段时间，再去做那件事的。可是现在，天波府既然主动找上门来，那便稍微提前一些。你听着，回去告诉那天波府府主，说3日后就在无心城外，我剑客跟他一决死战。挑战府主？啊！剑客护法要挑战天波府主？3日后要挑战天波府主，获利不小嘛。姐姐，3天后他跟那天波府主战上，若是敌不过，你可得出手去救他。他自己找死，救他做什么？姐姐，那剑客竟然可以击杀黄甫明，而且还没有用全力。是他自己说他还有第8式不曾施展，但是否真的如此，那就不知道了。有意思啊！没想到在我天波府境内，
悄无声息当中竟然多出这样一位强者来，怪不得他敢得罪我天波府了。3日之后要跟我一决生死吗？很好，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挑战我了。传话出去，3日后无心城外，我会亲手摘下剑客的人头，挂在我天波府府门前。是，要亲手摘下剑客的头颅，挂在天波府府门前，好霸气啊！这天波府主看来也是动了真怒啊！天波府主跟剑客这一战真让人期待。剑客，你要挑战的可是天波府主啊，那可是拥有圣境战力的，你有把握？剑客护法，哼，放心吧，我既然敢挑战，自然有不少把握。哼，来了。要跟那天波府主决战，光凭我的本尊可不行，所以啊，只能叫你回来3杀剑。哼，一切就都看明日了。剑客，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出发吧。看，那名背负长剑的年轻男子，便是剑客大人。他就是剑客，好年轻啊！这模样，顶多只有20来岁吧。如此年纪，竟然就可以挑战天波府主了。哼，天波府主何等地位，可不是谁想挑战就能够挑战的。哪怕是一些血月榜排名前100的强者，要挑战天波府主，那恐怕天波府主都不会理会。但是，这位剑客大人虽然年轻，可实力的确强的没话说。血月榜排名第41位的黄浦明，可知道？他就是死在剑客大人手中的。而且，剑客大人都不曾用全部实力，便轻易将他斩杀了。不说赶上天波府主了，若是有一天我能赶上剑客大人，就算死我也知足了。人还真多呀！哼，这么早过来，急着送死啊？哼，谁生谁死，可不是光凭你嘴巴说说就能算的。你说的对，那便用实力说话吧。放马过来吧！又是万寿本源，近身厮杀，我肯定不是对手。无我剑诀第8式，远空裂。太强了吧！天波府主好可怕，我好歹也是名列血月榜的，可我感觉他随意一拳，便可以将我直接轰爆。剑客也很厉害，竟然可以和天波府主正面厮杀，而且不落下风。大哥哥真厉害！厉害！一个阳虚大城能有这般战力，算是不错吧？哼，不错。怪不得有胆量敢挑战我，的确有几分实力。哼，堂堂一府之主，你的实力应当不止这般简单吧？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吧，否则击杀你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已经有很久不曾全力出手过了，因为找不到对手，而你倒是勉强够这个资格。天波府主要出全力了，也不知道天波府主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强。小子，希望你能够在我手中多坚持一段时间，让我多点乐子吧。来吧，死！这家伙还在烈火本源上感悟更高。杀戮本源，就连剑术也是非常可怕的杀伐剑术。看来我有点小瞧你了，你的实力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略微强上一点儿。哼，仅仅只是强上一点儿吗？哼，
挺独特的手段，有点类似于玉了。不过，毕竟不是真的玉。龙啸，试着我接下来的一剑吧。还真是可怕的武技啊！哼，不过接我那一剑，他怕是也不好受吧？吐血了啊！天波府主竟然吐血了！一个吐血，一个被烧成那副模样。哎呦，拼得真惨呐！是我大意了，没想到你这一剑当中竟然还蕴含着杀意冲击，一时不察，让你占了点便宜。可接下来就不会那般简单了。哼，是吗？继续战吧！剑域第3式，剑如海。什么？天波府主，看样子今日这一战，死的似乎是你啊！这是，就算是对本源感悟达到玉境的巅峰强者，他们的玉散播开来，也只能压制我5成的实力。这小子的剑意领域，都快赶上玉了。不好！完了，就算死，也绝不让你好过！哼，没用，死吧！终于死了。论本源感悟，剑诀神兵，我都要比这天波府主强上不少。可惜我的灵力修为终归还是太低了一点。死了！天波府主被杀死了，剑客杀死了天波府主，还不错嘛。我就说大哥哥肯定能赢的。好了，现在事情也了结了，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吧？不嘛，大哥哥之前帮了我，我怎么也得还了他这个人情才回去。还他人情？以他的实力，在这大唐王朝内几乎可以横着走了。只要不是发傻惹到血月榜前10，掌握了玉的那些圣境强者，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你也不可能有还他人情的机会。不，反正若是不还他人情，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5天，我再给你5天时间，5天后不管如何，你都得跟我走。好，那你待在这里，我去找大哥哥玩啦。剑客护法，哦不，现在应该改叫府主大人了。对，是府主大人，府主大人。你这一战可着实令我们吓了一跳啊！什么人？你来做什么？你姐呢？我来这儿自然是来找你玩的。至于我姐姐嘛，她忙去了，不用管她。大哥哥，我的名字叫冷如雪。我可没时间陪你胡闹。不陪我玩就算了，我自己玩就是。剑客，这少女是你朋友？朋友，算不上。不过这少女来历极大，她背后之人，就连我都万分忌惮。来历极大，教主啊，这少女这几天若是待在无心城内，那不管她做什么，只要别太过分，都别管她，随她自己去胡闹就是。剑客，阳虚大成修为，却正面斩杀了原天波府府主蛮燕，而且他年纪很轻，擅长的也是剑道。我圣皇宫一直悬赏的那剑无双，曾经便在天宗王朝内用过剑客的化名。大唐王朝内的这个最新崛起的剑客，十有八九便是那剑无双。终于找到他的所在了，立即动手斩杀此子。谭峰大人，前边便是无心城了，咱们这次的目标便在那无心城内。
这剑客对我圣皇宫威胁极大，而且保命手段也不凡，所以希望谭峰大人您一开始便竭尽全力斩杀了他，别给他任何机会。击杀他不成问题，不过我更重视的是，杀了他之后，你圣皇宫答应给我的东西。这个大人您尽管放心，我圣皇宫可是对整个南洋大陆都发出悬赏的，只要你能够斩杀此子，那3品高阶神兵，还有您要的那门2品高阶本源秘籍，我圣皇宫必然双手奉上。既然如此，那便出发吧。那里便是无心教的老巢，剑客就在老巢内。谭峰大人，动手吧。那是。谭峰大人，怎么了？先等等，没想到他竟然也在这里。他？谭峰大人，赶紧动手吧。闭嘴！他也在这儿，难道也是冲着那剑客来的？或者跟那剑客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俩真有关系，我现在去对付剑客，岂不是找死？一个掌握了玉的圣境来这儿，看来是冲剑客来的。姐姐，外面来了一位圣境，应当是冲你来的。圣境强者，冲我来的？圣皇宫吗？那名圣境我也知道，谭峰，血月榜排名第9，且还掌握了玉。他若是来杀你，你怕是没多大的逃生机会。谭峰，你想说什么？我小妹生性好玩，但她自身实力却太弱了一些。若是任由她继续在大唐王朝内肆意玩耍，恐怕像之前那样被人追杀的局面会经常出现。所以我想要给她找个护卫。你想要我给她当护卫？你的实力还算不错，给我小妹当护卫倒是勉强够资格了。你只要答应给我小妹当5年护卫，我现在便出手，替你将外面那位圣境给斩杀了。另外这5年时间内，我也可以担保，不会有任何一方势力或是宗门敢来找你的麻烦。如何？抱歉，我拒绝。既然如此，此事作罢。那谭峰，你便自己想办法应付吧。我剑无双本来就从来不会指望别人。泰山、魔影，我要马上离开无心教，今后要是有机会回来看看，你们帮我跟教主、北木、冷阳几个人说一声。那小子开始逃了。那还等什么？谭峰大人，赶紧动手杀了他呀！再等等，他应该知道我是冲那剑客而来的，就是不知他跟剑客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若是对剑客出手，他会不会阻止？他明知道我是来对付剑客的，可他并没有阻止我，也没有警告我1、2句，就是说他根本没打算庇护那剑客。剑客，老夫到此，你还想逃？逃得掉吗？是谁？是谁在追杀剑客护法？圣境，是真正的圣境强者。他是谭峰，血月榜排名第9的谭峰，他在追杀剑客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刚解决掉一个天波府主蛮燕，现在竟然又来个谭峰。这谭峰可比那赤焰要强得多啊！姐姐，你当真不打算救大哥哥？如此不识抬举，我救他做什么？可大哥哥毕竟帮过我，我欠他人情啊。是你欠他人情，又不是我。姐姐，好了，你安心看着便是。我能够察觉到，那家伙很不一般。谭峰或许实力是比他要强，可想要真正杀死他，恐怕并不容易。领悟了玉的圣境强者，比那蛮燕都要强太多了。
凭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正面抗衡。论速度，他比我快，而且要快上很多，用不了多久便会追上我的。光想逃是肯定逃不掉的。而我现在想要活命，有3条途径可循，没办法了，必须拼命。秘术夺灵，竟然能够吞噬天地万物的生生之力，强行提升修为，好独特的手段。万圣，血月榜第9的谭风，竟然不逃了，这便是郁闷。很独特的手段，只可惜威能差了点，竟然能够将我逼退。哼，你年纪轻轻，实力竟然强成这样，若是遇到那些刚开始掌控圣域的强者，恐怕还真奈何不了你。可惜你碰到的却是我。太强了，我虽然已经施展夺灵秘术，灵力修为暴涨，可跟他的差距依旧大得离谱。硬拼不过，那只有用最后一种法子，哪怕付出代价再大，总比丢掉性命强。剑客，你还要硬撑吗？不过是当5年护卫而已，可总比你丢掉性命要强得多。真够倔强的，大哥哥。你以为这样我就奈何不了你？还想逃？走，小子，你可以去死了！哼，还反抗？嗯，这小子身价还真是不菲呀，竟然搜集这么多宝物。不过也对，他之前斩杀了原天波府主蛮燕，这些宝物应当是从蛮燕手中得到的吧。好剑，早就看出这小子使用长剑极其不凡，现在看来果真如此。这柄剑竟然是一柄2品神兵，而且还是杀伐之剑。到时候圣皇宫反悔，不将许诺的东西给我，光是得到这柄剑，我的收获已经非常巨大了。冷如霜，人你也杀了，乾坤戒你也得到了，可那柄剑，你却得留下。阁下既然想要，给你便是。你可以走了。告辞。姐姐，你不是说大哥哥不会死的吗？你骗我！骗你？我可没有。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不过若是再过一会儿，恐怕就真的死了。没死啊？跟我来吧。大哥哥，那刚刚被杀的人是他的分身。这家伙手段的确非同一般，不仅可以吞噬天地间的生生之力化为己用，竟然还有分身，而且他的心性也属实难得。之前他掠入这片湖泊底下，我们都以为他想要借助湖水逃窜，可实际上他进入湖底的瞬间便将本尊跟分身区分开来，同时他本尊还解除了这柄剑还有乾坤戒的认主，让分身带着这柄剑还有乾坤戒重新出现在谭风的视线当中，最后被谭风杀死，舍弃自己最重要的神兵，舍弃自己一切的宝物，只为迷惑那谭风，让谭风认为他已经身死，这才博得一线生机。偷梁换柱，置之死地而后生，够果断，或者说够自信。走吧，我带他回天然居，或许还能救他一命。好。也不知道剑客护法能不能从那谭风手中逃掉。应该可以吧，剑客护法好歹也拥有圣境战力，或许敌不过那谭风，但逃命应当可以。那可未必，要知道那谭风可是掌控了域的，可比原天波府主蛮岩要强太多了。有结果了。
谭峰大人，结果如何了？老夫亲自出马，对付区区一个小辈，你说结果如何？大人的意思是说那剑客已经死了？剑无双，的确是他。这小子还有他的父亲，一直是我圣皇宫的心头之患。虽然他父亲威胁更大些，但这小子潜力无限，再让他成长几年，说不定就真赶上他父亲了。而现在，总算将他给铲除掉了，还得多谢谭峰大人您出手啊！别忘了你圣皇宫答应我的东西。大人尽管放心便是，我圣皇宫的信誉可比那2件东西要重要的多。什么？姐姐，怎么了？我的冰心之力被他吞噬掉了。这怎么可能？我本想用冰心之力替他疗伤的，可没想到他的灵力竟会这般霸道，连我的冰心之力都被压制。是他的功法，他修炼的功法非常特别，非常霸道。霸道？难道连姐姐你的冰心诀都比不上？不知道，他的功法既然可以吞噬我的冰心之力，那我的冰心蛊毒，他岂不是也能？这家伙的确非同一般。我们带他回来时，他已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而途中我们也没有给他服用疗伤的丹药。可到了现在，他的状态比之前已经好上了很多。我看得出，他身体的自行修复能力远在普通武者之上，根本无需外界任何辅助，用不了多久，他便可以清醒过来了。大哥哥这么厉害，你留在这儿照看他吧。大哥哥，你醒了。你是冷如雪？这是哪儿啊？这里是天然居，是我姐姐住的地方。你运气不错，我姐姐建造出这天然居后，除了我跟父亲大人外，你还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天然居？这次伤的可是真够重的。大哥哥，我带你去外面走走吧。我的名字叫剑无双，你叫我无双大哥吧。好的，无双大哥。玉，的确是玉，我竟然掌控了玉，这怎么可能呢？阳虚圆满，是秦音，是刚刚的秦音。他是谁呢？到底是谁呢？无双大哥，感觉怎么样？我姐姐亲手弹奏的曲子可是天地一绝。天地一绝？你之前帮了我小妹，而现在我将你从外边捡回来，算是还了你的人情。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里待上1个月的时间养伤，1个月后立即离开。真是不可思议，姐姐竟然会让无双大哥你在天然居待上1个月。无双大哥，接下来1个月你便留在这里好好养伤吧。另外，你没事可以多听听姐姐的琴曲，她的琴曲很多人想听都没机会呢。机缘，这将是一场不下于祖地的机缘。不过只有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绝不能浪费。1个月到了，你可以离开了。要离开了吗？这1个月我的进步已经极大了，我也该知足。这1个月多谢了。我弹我的琴，你练你的剑，互不干涉，有什么好谢的？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他。三杀剑？这柄剑我帮你从那谭峰手中要了回来。三杀剑的威能？你这柄剑倒是不错，作为一柄杀伐之剑的剑胚，它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我之前帮你将这柄剑要回来后，便发现它的剑灵处于破损当中，所以我便用了点手段将它的威能彻底恢复了。不仅如此，因为一些缘由，
他的品阶还得到了提升，现在你这柄剑已然晋升达到了1品神兵的行列。一品神兵？你这柄剑如今已经晋升达到1品行列，威能巨大，你最好是小心使用，如非必要，还是别轻易动用的好。我这里倒是刚好有柄剑，虽然只是3品高阶神兵，但勉强也够你平时使用的了，也一并赠予你。今日便算我剑无双欠阁下一个人情，日后阁下要是有事的话，大可差遣，只要不违背我的本心，剑无双当竭尽全力。我的确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但不是现在。你现在的实力终归还是太弱了点，等今后你实力达到帮我的要求后，我自然会去找你。而且你也必须得帮忙，毕竟我冷如霜的人情可不是谁都能够欠的。小妹，带他离开吧。无双大哥，跟我来吧。无双大哥，治愈牌你拿着，应该对你有点用处。治什么呀？你以后就知道了。告辞。姐姐，你竟然连续弹了1个月的天明曲，甚至一开始还弹了1次冰心神曲，真是难得。要知道那个地方那么多超级强者，付出莫大代价，可都无法听你弹1次冰心神曲的。莫非姐姐你是对无双大哥有意思？你想多了，他修炼的功法非常特别，连我的冰心之力都可以吞噬。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功法，而我说不定今后会需要他替我压制体内的冰心蛊毒，所以我才给他一些好处，让他欠我一份人情，今后用得着而已。我帮他是有着自己的目的，倒是你将父亲大人的修罗秘术偷走给了他，你当我不知道？修罗秘术威能强横，他才区阳虚之境，你也不问他驾驭不驾驭得了，便随便给他，还真是。父亲大人马上就要出关了，这段时间你还是老老实实待在我这里的好，不然等父亲大人出关，知道你在外边闯的那些祸，你看父亲大人如何责罚你。这种感觉太痛快了。阳虚巅峰的灵力修为，加上大天造化诀的关系，我的全力爆发起来，绝不会比一位真正的圣境强者要弱的。这玉牌，修罗秘术，仅仅是第1重，就需要圣境才有资格施展。冷如雪倒真是给了我一个好东西，这修罗秘术针对杀伐之道，我擅长杀戮本源，施展这门秘术刚刚好。至于施展的门槛，对寻常武者而言，要达到圣境才有资格施展这第1重的黄泉路，可对我而言却未必。修罗秘术，黄泉路，这便是黄泉路。剑域，这好可怕的威能啊！单凭这威能，普通的圣境强者若是陷入这血河当中，实力怕是连1成都很难发挥出来吧。这黄泉路不愧是1品以上的顶尖秘术，威能倒是着实强大无比，不过对灵力的消耗也同样巨大。以我现在的灵力，若是竭尽全力施展黄泉路的话，再配合杀戮之域跟剑如海的话，顶多也只能维持20个呼吸的时间。灵力消耗如此之大，如非必要，这黄泉路我还是不要轻易施展。平常对战厮杀，只施展本源之域跟剑如海2者结合便足矣了。另外还有三杀剑，三杀剑等级太高，威能也太过强横了，今后也将是我的杀手锏。至于平常对战，用紫天剑便足矣。万事俱备，接下来也该去一雪前耻了。以我现在的实力，杀他有把握。什么人？这人好强的杀意！你是谁？南，血月榜排名第36的南。不知南先生，你来我九天府做什么？我找谭峰，让他出来见我。我家府主大人
又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你告诉他，就说他的性命我收了。哪儿来的不知死活的东西，也妄图挑战我家府主，给我滚！滚出来！不对，不是这样的。这风雷洞不愧是2品高阶秘籍，我精心钻研1个月，却连初步掌握也做不到。谭风，滚出来！怎么回事？府主，这人是血月榜排名第36的男，他刚来到这儿，便不由分说的要取府主您的性命。龙兴大人看不过去，便出手欲要将他赶走，结果却被他一剑杀了。哦，区区一个阳虚巅峰，如此大言不惭，还敢杀我的人，当真找死！小辈，死去吧！不错，怪不得能够一剑便斩杀龙兴，看样子你的确有资格挑战府主。不过很可惜，你挑错了人。大唐王朝21府有21位府主，你偏偏找上了我，还真是蠢得可以。是不是蠢？你试试就知道。是，而且已经感悟达到极致，引动天地之力已然达到10成。没用的。境遇，哼，有点能耐，可惜在我面前依旧只是个笑话。玉境第2重，玉第2重，他的一招一式都携带整个玉的威能，我若不施展底牌，还真难杀死他。既然如此，他便直接动用底牌斩杀了他。修罗秘术，黄泉路，灵力消耗还真快，只需要20个呼吸，我的灵力便会彻底枯竭。20个呼吸，杀的足以压迫。什么？6成？我的实力竟然被压制了6成，这怎么可能？这血河到底是什么？威能怎么会强成这样？崩山！啊！哼，想逃？什么东西？那柄剑，这剑不是在冷如霜手里吗？谭风，1个月前你将我追杀的那般凄惨，今日你死在我手里，也算是因果报应。不可能，不可能！是他，真的是他！一个月前，我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谭风竟然死了！他杀了谭风！大事件，大事件啊！黑灵见过府主大人，府主大人今后有事尽管吩咐，属下定当竭尽全力。见过府主大人。这2件东西，应当便是那谭风将我的分身尸体交给圣皇宫以后，圣皇宫赠予他的吧。这柄长枪威能虽然不错，但对我并没有什么用处，今后用它换取一些其他宝物还差不多。风雷洞，之前的谭风逃窜时所化的雷光施展的便是这门秘籍吧。这门秘籍的确不错，不过修炼门槛却极高，我要是想修炼这门秘籍，就得想办法弄到一根风雷神木。黑林，不知府主有何吩咐？我问你，那谭风之前有没有让你们去打听关于风雷神木的消息？风雷神木，半个月前谭风的确有吩咐我们去找风雷神木。可曾有任何消息？倒是有，据说帝天府主在多年前曾得到过一根风雷神木，谭风知道后便亲自上门找帝天府主，欲要用宝物去跟帝天府主交换，可最后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谭风并没有顺利得到风雷神木，甚至还被帝天府主给轰出来了。
我与圣皇宫堪称不死不休，今后圣皇宫知道我没死，肯定会继续想办法前来杀我的。而我虽然现在实力不错，但保命手段终归差上一些。这风雷洞对我帮助便极大，我必须想办法将它练成。看样子我得去亲自拜访那地天府主一趟。你要去拜访地天府主？怎么，难道不行吗？倒也没什么，只是听说那地天府主脾气非常古怪，府主大人您见到他时务必小心一点。脾气古怪？来人止步！劳烦通禀一声，就说南特地来拜访。南，血月榜排名第9，击杀谭风，取代其9天府主之位的南。啊，大人稍等，我立即去通报我家府主。阁下，进来一叙吧。前辈是你啊？前辈？怎么，莫非阁下曾与老夫见过不成？晚辈剑无双，见过9尊前辈。哦，剑无双，南。几天前，老夫就听说那谭风被人杀死了，老夫当时还好奇是哪位大能出的手呢，没想到竟然是你。老夫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你还仅仅是金丹层次的小家伙，这才多久，便已经成长到这般地步了。哎呀，跟你比起来，老夫那弟子可就差得远喽。前辈谬赞。哎，对了，老二呢？前几天跟人交战，败得很惨，伤势恢复后便立即去闭关了，估计还需要几天才能够出来。老二跟人交战，败得很惨，跟谁啊？跟他交战的人，便是死在你手中的谭风。啊？老二跟谭风交手？9尊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啊？前段时间，那9天府主谭风来到这里，他来找我，想从我手中换取一根风雷神木，可惜被我拒绝了。我拒绝他，倒并非是因为舍不得风雷神木，也不是因为他交换的宝物不够，相反，他很有诚意，拿出了很多价值不菲的宝物来，换取一根风雷神木是绰绰有余的了。我之所以会拒绝，就是因为我的弟子，或者说，因为你。因为我？你被圣皇宫悬赏的事儿，整个南洋大陆都传得沸沸扬扬，我自然不可能不知道。而1个月前，我听说那谭风出手斩杀了你，从圣皇宫那里得到了赏金。我那弟子跟你关系不浅，当他知道谭风来到府上后，便立即出手，欲要替你报仇。可惜呀，他实力还差了些，被谭风击败。因为他的关系，我自然不可能将风雷神木还给谭风，甚至还将其轰了出去。是这样啊。而我那弟子被谭风击败后，对他冲击极大，所以才会立即选择闭关。这次闭关是我精心给他安排的，不出意外，等他出关之后，应当可以勉强跟那谭风抗衡了。能够勉强跟谭风抗衡？不会是老二啊？对了，你今日上门来找老夫，应当有事儿吧？9尊前辈，实不相瞒，晚辈今日到此地，当初跟那谭风的目的是一样的，是冲着风雷神木来的。谭风从那圣皇宫内得到了风雷洞，需要风雷神木辅助修炼，这我知道。而你杀了谭风，那风雷洞势必也落入你的手中。
看来你对这门2品高阶的秘籍也颇有兴趣啊。还望前辈成全。哎，区一根风雷神木而已，对老夫也没多大用处。如果不是因为我那弟子的关系，当初谭峰拿出那些宝物来与我交换时，我便已经换了。现在你需要，当然没什么问题。那就多谢前辈了，晚辈也会用足够多的财宝跟前辈交换的。对了，昨日丹门派人传讯于我，说有一件10万火急之事，与老夫还有老夫那弟子一同商议，再过几日便会有丹门强者前来一叙。原本若是只找老夫一人商讨事情，那还算正常。毕竟老夫跟丹门的门主本就是好友，老夫还多次找他讨要丹药，也欠丹门人情。丹门有些事情不宜出面处理，要我帮忙，这很正常。可是这件事儿却连老夫弟子都包括在内，这就有点意思了。王元老大有10万火急的事要跟老二商量。小家伙，这几日便暂且留在这地天府内吧。再过2日，老夫那弟子应当就要出关了。前辈吩咐，晚辈自当遵从。有了这风雷洞，今后遇到实力比我更强的强者，就算打不过，起码我也能逃掉，甚至凭借身法速度跟他纠缠。这是好威严的气息啊！老二要出关了吗？老二，好久不见了，你的手臂也修复好了。老三，我还以为你死在那谭峰手中了呢。区区一个谭峰还没资格杀我。很自信。哼，你试试不就知道了。那2个小子想要将我的地天府拆了吗？哼，近2年不见，你的实力倒是提升了很多嘛。九尊前辈说你这次出关以后，勉强可以抗衡那谭峰了。我一开始还不信呢，现在看来，你有这样的实力啊。你不也是一样吗？如果我没猜错，你刚刚应当保留了不少的实力才对。你肯定也有所保留。走，我们去喝一杯。不急，王元老大这一天就会赶到这儿了，等他来了我们再喝。好。老二老三，好久不见了啊，可想死我了。王元老大，老二，你修复的手臂感觉怎么样？还不错。老三，1个月前我听说你被一个叫什么谭峰的人给斩杀了，那谭峰还带着你的尸体去圣皇宫领了赏金。哼，我当时就不相信，我绝不相信你会就这么简单的死去。现在看来还真是如此。之前只是欲盖弥彰而已，那谭峰已经被我杀了。啊？我听说那谭峰可是圣境强者，而且实力不俗，甚至都掌握玉了。老三，你竟然可以杀死他，厉害啊！好了，咱们3个今日难得一见，可要好好喝上一杯啊。我之前就打算跟老三喝酒的，可老三说要等你来一起喝。来，喝酒就免了。我今日之所以亲自赶到这儿，是的确有10万火急的事情，想找九尊和老二你商量。正好老三也在，那就更好了。哎，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是关于老四的。老四？不久前，冰冥谷的那位公子叶晨，向南洋大陆各方势力强者发出了请帖。10天后，他将与老四在冰冥谷内完成大婚。什么？大婚？老四竟然要跟那叶晨大婚，是他自己答应的？应该是。你们或许还不知，老四是孤儿，很小的时候他所在的家族举族被灭，而他却是落入敌方强者的手中。后来却刚好被路过的叶晨救下，而且那叶晨还出手
覆灭了那方势力，替他报了仇。之后老四就一直跟在叶晨身边，可以说在认识我们3个之前，老四是一直将那叶晨当作唯一的亲人。那叶晨在老四心底的地位也一直无人可以取代。若是那叶晨开口说要迎娶老四，老四多半不会拒绝。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只要他是真心待老四的，那这场大婚我也无话可说。但就在不久前，我却查到了一些猫腻。猫腻？怎么说？我查到，当初将老四家族举族覆灭的那方名为极乐岛的势力，在之前竟跟冰冥谷存在着一些来往。啊？我仔细查过，那极乐岛跟冰冥谷是有不少往来，而且不管是老四所在的家族，还是那极乐岛，都是在一方中型王朝里的。而叶晨如此显赫的身世地位，没事怎么会跑到那里去？而且那么巧，刚好就把老四救下。我当时就觉得奇怪，随后便立即令人开始追查此事。就在几天前，终于有了结果。结果怎么样？结果是，那极乐岛之前根本就是冰冥谷麾下的一方附属势力。当初命令极乐岛血洗老四所在的家族的，便是冰冥谷，而且很有可能便是那公子叶晨。此事当真？我再三确认过，的确是冰冥教下的令。据我所知，老四的体质非常特殊，拥有无限可能。那叶晨很有可能是看上了老四的体质，于是便先令极乐岛覆灭老四的家族，之后他出手救下老四，顺便帮老四报仇，让老四对他感恩戴德，从此对他死心塌地。哼，很高明的手段。而且他付出的也不多，仅仅是一个极乐岛，一个不入流的小势力而已。王元老大，这些事儿你可有证据啊？证据当然有，我就是因为查到了此事，才立即传讯通知你们的。这些事儿老四还不知道吧？当然，如果知道，老四怎么会答应跟那叶晨成婚？老三，你有什么打算？打算很简单，将那场大婚给砸了，将叶晨宰了。如果冰冥谷碍事儿，那就一起灭了。我也正有此意。哼，这次咱们三兄弟可是意见一致啊！为了老四，10日后的那场大婚，咱们兄弟3个说什么也得大闹一场。你们打算将10日后在冰冥谷内举行的那场大婚给砸了，还要老夫帮忙？对，还望师尊能够助一臂之力。3谷之一，且还是3谷中最强的冰冥谷，去砸他们的场子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不过若是真能够砸了那场大婚，扫了冰冥谷的面子，那就有趣了。啊，前辈的意思可是答应了啊？这是风雨2仙，这2位可是在很久以前便超凡入圣，且掌握玉的实力之强，在这大唐王朝内排进血月榜前10都不成问题啊。风雨2仙呢，曾欠我单门人情，我费尽周折才让我父亲答应将他们请过来的。我单门跟圣皇宫现在势同水火，不可能为我这个单门少主白白去招惹冰冥谷。我能够让我父亲将风雨2仙请过来帮我，已经很不错了。风雨2仙再加上老夫，还有你们2个小家伙，人手上呢还是差上一些。老夫有一位好友，也是一位无拘无束的独行强者，老夫传讯看看能否请他过来。多谢师尊，有劳前辈了。不过就算老夫将那位好友请过来，这个阵容上吧，还是略微欠缺些。这里是大唐王朝，无拘无束、喜好杀戮的强者无数，这些强者只要付得起代价，再请1-2位强者，问题应当不大。
宝物的话，我这儿倒是有一件。3品高阶神兵。不错。老夫知道一人擅长枪法，实力强横，且他一直在找寻一柄合适的神兵。如果以这柄3品高阶神兵长枪为代价，应当足以请动他了。另外还有你的风雷洞，在大唐王朝血月榜上排名第6的云阳老怪，他活了漫长岁月，一直渴望得到一门最强横的身法秘籍，配合他施展一些厉害的手段。最渴望得到的便是圣皇宫的风雷洞。你只要将这门秘籍给他，我可以担保他绝对会竭尽全力的助你。将风雷洞给他没问题，有他2人相助，阵容上就差不多了。或许还灭不了冰冥谷，可是去冰冥谷内走上一遭，闹上一场，足够了，足够了。既然如此，那就请前辈传讯吧。诸位，这次的事情想必你们也都知道。知道。三谷之一的冰冥谷啊，刚开始听说你们要去对付冰冥谷，我还觉得你们是疯了呢，可现在看来有点意思啊。九尊、清君、云雨2仙，哟，连云阳老怪都来了，真是大手笔呀。手笔不大，就岂敢去找冰冥谷的麻烦。小娃娃，你又是谁呀？在场那么多强者，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阳虚境的小家伙开口了？我是谁，就不劳赤眉先生你惦记了。你只需知道，你需要的东西就在我手里。这2件东西，等事情了结之后，我自然会给2位的。不过前提是，这次冰冥谷之行，2位凡事都得听我的，有问题吗？可以。东西在手里，当然得听你的了。这赤眉是看我年轻，不愿听从我一个小家伙的吩咐啊。听说赤眉先生，你在血月榜上排名第13，是又如何？我一直渴望能跟血月榜排名靠前的一些顶尖强者交手，而九尊云阳2位前辈排名却太靠前了点，唯独赤眉先生，你刚好满足我的要求，就是不知先生愿意赐教否啊？你想跟我交手？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赤眉先生应当不会拒绝吧？拒绝？当然不会拒绝。这小子还真是不知死活啊！看在那3品高阶神兵的份上，我才瞧他一眼，否则就他一个半圣都不是的小家伙，也配跟我说话？而现在，他竟然还想跟我交手！哎呀，也罢，刚好可以教训教训他，让他记住自己的身份。既然这样，那请便吧。九尊啊，刚刚那个小家伙到底是谁？年纪轻轻的，竟敢挑战赤眉。看赤眉的表情，待会儿那小家伙怕要有点苦头吃了。这赤眉应当是想给这个小家伙一个下马威吧？下马威？谁给谁下马威呀？还不知道呢。哦，我们也出去瞧瞧吧。九尊，你刚刚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仔细看着就是了。小子，赶紧的，把你全部实力拿出来吧。这个世界，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强者为尊。我虽然付出足够代价请他们，但要是没有相应的实力，却依旧难以驾驭他们。这次冰冥谷之行非同寻常，存在太多变故了，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我必须让他们听我的吩咐，所以在出发前就得狠狠震慑一番。修罗秘术，黄泉路，压迫！什么？月？
赤眉先生，要继续吗？小友实力非凡，老朽自是不敌。之前是我冒犯了，还望小友见谅。这次冰明谷之行，老朽定当全力以赴，且听从小友的安排。刚刚那血河是怎么回事？未能竟然强成那样，应当是一种非常了得的手段。如果老夫没看错，那血河应当是3种手段彼此结合而成。第一种是杀戮之欲，第二种是一门剑意领域。这剑意领域我倒是知道，来自大罗天宗的一门剑诀剑域。我曾经见到大罗天宗的一位强者施展过，算是比较另类的一门剑诀吧。至于这最后一种啊，威能最强，可是老夫也看不明白是什么。九尊，你早知道这小家伙的实力？我不知道他实力到底如何，可我知道他的战绩。奶奶谭风，你们可曾听说过呀？谭风，我知道。之前他在血月榜上排名第9，已经达到了玉境第2重，实力非常了得。我曾经跟他交过手，他只是勉强占据些上风而已。不过我听说就在不久前，他被一个叫做南的强者给灭杀了。这个小家伙就是南。老三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这一步了。我距离他还有些差距，但只是现在。南小友实力了得，倒是让老夫大开眼界呀。南，诸位还是叫我剑客吧。剑客，这次冰明谷之事事关重大，咱们若是一直在一起，那未免也太引人注意了。所以这次咱们还是分开前往冰明谷的好。我也正有此意。小柔，公子，还叫公子呢？再过几天便是你我大婚之日，这几日你好好休息，切莫胡思乱想。是。这山顶风冷，早些回去吧。8天，还有8天时间。8天之后，他那绝阴之体的处子之身便是我的了。这一天，我等得太久太久了。我养了他10多年，宠了10多年，8天后，便是他回报我的时候了。来的人还真不少啊。剑客，我们去坊市逛逛吧。房市？这里的房市能有什么好东西？你还感兴趣？这你就不知道了。宝物未必就都在那些顶尖强者手中的，有的时候只要运气好，一些实力弱的人却依旧可以得到价值连城，甚至连我等都会心动的宝物。这次冰明谷大婚，大量强者聚集在这城邑内，肯定有不少人将自己得到的一些宝物拿出来卖。若是运气好点儿，说不定咱们也能够碰到好东西的。哦，嗨，果然跟你说的一样，这房市还真够热闹的。哎，剑客，你看那儿，那是……如果老夫没看错的话，那应该是3色冰心藤。3色冰心藤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天材地宝，用途非常广泛，最常用的便是炼丹，而且用它炼制的丹药等级一般都极高，像紫火素体丹、破圣丹那种高级丹药都要用到这3色冰心藤。不过这3色冰心藤在市面上却非常难以见到，价值也极高。
咱们运气不错，竟然在这里看到了异主。走，过去看看。3颗神元丹，100万紫晶灵液。3色冰心藤，若是放到一些拍卖会上去拍卖，足以卖到1000万紫晶灵液。现在仅仅是3颗神元丹加100万紫晶灵液，太值了。这3色冰心藤，老夫要了。不过老夫手头只有2颗神元丹，但我可以用100万紫晶灵液替代。2颗神元丹外加200万紫晶灵液，换取你这3色冰心藤，如何？3色冰心藤，好东西啊，本公子要了。3色冰心藤，3颗神元丹，100万紫晶灵液都在里面。小子，这3色冰心藤可是老夫先看上的。是吗？那又如何？我可不曾听说这人要将3色冰心藤交换给你啊。小子，你找死吗？找死？阿周，这老东西交给你了，赶紧将他打发掉，别影响本公子的心情。是，老家伙，是你自己滚呐，还是要我帮你啊？半圣，半圣强者，早就听闻这次有大量强者汇聚冰冥谷，半圣甚至是真正的圣境强者都会有，啊，没想到在这里便见到了一位。老夫倒是很想瞧瞧你是怎么个帮法。哼，且慢，这位公子，我这管家性子太过火爆了些，多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哦，藏头露尾之辈。哼，那3色冰心藤，既然公子想要，那给公子便是，我2人就不掺和了，告辞。耻辱！自从老夫突破大道圣境后，这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耻辱。剑客，你刚刚为何要救那2人的性命？这里是冰冥谷脚下，一举一动都在冰冥谷的注视下，而且刚刚那2个人应当颇有来历。你要是出手，圣境战力一爆发，肯定会立马被冰冥谷注意到的。咱们这次可是来找冰冥谷晦气的，在真正动手之前，还是尽量低调些，不要引人注意的好。刚刚那2个人也是要来参加这次大婚的，等过2日我们动手时，你再顺便对付他便是了。哎，你实力强，那神兵现在也在你手里，你说了算。不过此事一了，管那小子有什么来历，老夫都要宰了他。等事情一了，你想将他千刀万剐，我都不拦你。无心公子亲自到来，想来我家少谷主应当会非常高兴才对。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叶晨兄了，可否带我去见他？无心公子要见我家少谷主，当然没问题。刚刚那人是谁呀？冰冥谷的人对他这般客气，而且听他的话的意思，似乎跟那叶晨关系还不浅。嘿，这人我知道，魔云宗的少主聂无心，人称无心公子。魔云宗本就是冰冥谷的附属宗门，一直以冰冥谷马首是瞻的。而这位无心公子，据说跟那叶晨关系非常不错。哦，无心公子，原来是他呀！魔云宗，无心公子，哼，听到了没？昨天那位公子可是一方宗门的少宗主呢。哼，魔云宗。那魔云宗我也听说过，他们的宗主我不认识，不过他们魔云宗的那位太上长老我是知道的，也才刚刚掌控域而已，论实力比我都要弱上一筹。就这样一个不入流宗门的少宗主，竟然这般嚣张，还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呀。明日大婚便要开始了，老二他们应当也已经到这冰冥谷了吧？
一想到明日咱们要做的事儿，老夫便忍不住兴奋呐。可惜这冰明谷太大了，我也不认识路，不然可以在这冰明谷内好好查探一番。要是能够找到老四就更好了，一切就看明日的了。进来。两位，现在就在我冰明谷的东陵阁里，正举行一场竞宝会，很多人去了，我特来知会二位一声。竞宝会？这竞宝会是我冰明谷召开的，期间会有不少宝物在竞宝会上拍卖，且最重要的是，我家少谷主也亲自挑选了3件宝物作为这竞宝会的压轴之物。这3件宝物都价值非凡，平日里很难寻到，这次拿出来拍卖，也是给远道而来的诸位一些福利。是这样啊。两位若是有兴趣，待会儿直接去就是了，我不打扰了。之前在那坊室内惹得一身晦气，现在又来了一个竞宝会。走，咱们去看看去。就让咱们好好瞧瞧那位叶晨公子挑选了哪3件宝物放到这竞宝会上吧。那是古籍丹。这古籍丹药效虽然比那破圣丹要差得远，但好歹对突破圣境也有一定的帮助。剑客，你难道一点都不感兴趣？哼，连半成几率都没有，这古籍丹对我有何用？2品秘籍，竟然是2品！我的天啊！连2品秘籍都拿了出来，那叶晨手笔不小啊。可惜这秘籍是一门掌法，对老夫我没多大用处。这是树叶？这树叶？诸位，这竞宝会最后的一件宝物便是这树叶。这树叶乃是一种传说中的神树——世界树的树叶。世界树。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毕竟世界树只是一个传说，在南洋大陆根本就不存在。我冰明谷之所以知道，也是从一本古籍当中看到的。传说中的神树世界树有2大世界，树外一个世界，而世界树本身也是一个世界，堪称不可思议。而这世界树对那些参悟世界本源的强者而言，更是无上神物。别说是完整的世界树了，就算是世界树的一根枝藤、一片树叶，都奇妙无穷，对参悟世界本源的强者而言，依旧是至宝。在场的诸位，有谁是领悟了世界本源，或是准备领悟世界本源的，大可花费些代价，将这世界树树叶买下。世界树的树叶，参悟世界本源的至宝。叶晨大哥还真是大手笔啊，连世界树的树叶都拿到这竞宝会上来了。刚好我宗门一位长辈便是参悟世界本源的，这世界树树叶我要了，我出1000紫晶石。是魔云宗的少宗主聂无心。是无心公子。听说魔云宗的那位宗主就是参悟世界本源的。是他？这小子！1000紫晶石，魄力不小啊。1200紫晶石。是他们2个。1500紫晶石。2000紫晶石。2100紫晶石。这是我最后的出价了，若是再高，本公子便不要了。2200紫晶石。小子，恭喜你了。这家伙没多大气度，今日这事儿恐怕他不会那么简单就善罢甘休。我就说这小子不会善罢甘休的。不知公子拦住在下2人所谓何事？还是1000紫晶石，将你刚刚得到的世界树树叶交换于我。若我心怀慈悲，给你留一个机会；若不然，如若不然呢？小子，看来你2人是真要找死了。哼，找死？
这里可是冰冥谷之内啊！二位难不成打算在这里出手，将我与我管家彻底留下不成？你说的对，这里是冰冥谷，纵然是我也不能出手对付你们。不过你们两人总不可能一辈子都留在冰冥谷内吧？明日大婚之后，冰冥谷谢客，你们就得离开。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有谁能够救得了你们。剑客，你还真沉得住气呀！要是换做老夫，早出手将这小子给宰了。哼，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没必要在意的。咱们还是将目光放在明日大婚上，放在那叶晨跟冰冥谷的身上吧。花费了我足足2000晶石买下的东西，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世界树的树叶不会被称之为感悟世界本源的至宝啊！这一片树叶看似渺小，实则蕴含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就仿佛是一个南洋大陆一般，无比稳固，匪夷所思，玄奥无比啊！开始了吗？这二人便是昨晚在竞宝会上买下那世界树树叶的2人吧？我听说昨天晚上竞宝会散去后，那无心公子去找了他2人，想用1000紫晶石换取那世界树树叶，结果被他拒绝了。换做我肯定也会拒绝。那世界树树叶是参悟世界本源的至宝，价值非凡。昨日竞宝会上，这2人可是用了2200紫晶石方才买下的。可那无心公子想要凭1000紫晶石就得到，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一些。这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威胁。看着吧，现在他们2人待在冰冥谷内，那无心公子拿他们没办法。可等今日大婚之后，他们2人一离开冰冥谷，恐怕无心公子便会对他们下手了。那就是叶晨吧？让诸位久等了。今日多谢众位捧场，在下感激不尽。哈哈，叶晨公子，你今日大婚，怎么只见你一人呢？难道还不愿意将贵夫人请出来吗？是啊，叶晨大哥，你也该是时候将嫂夫人请出来了吧？犀角兽，阳虚巅峰层次，且非常罕见，以高贵著称的犀角兽，竟然弄到了4头犀角兽来拉轿，好大的手笔啊！排场还真大呀！等了10多年，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快了，就快了。他们要做什么呀？这俩人要干嘛呀？这是。老四，成婚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连我们几个兄弟都不通知一声，有点不厚道。老三，老二，什么？啊，不好！找死！哼，孽畜，滚！老二、老三，你们这是做什么？你看着便行了。2位应当便是跟小柔结拜过的2位兄弟吧？我听小柔提起过，这次大婚没有通知到2位，的确是叶某不周，还请2位海涵。哦，圣公子之名，所言非虚啊。哼，还真是够虚伪的。 2位没能及时通知到你们前来参加这次大婚，是叶某不对。2位有些不满也很正常，不过2位这出场方式未免也太特别了一些。特别？还有更特别的在后面。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什么情况？剑客小友，幸不辱命，你交代的事情，老夫已经办好了。有劳前辈了。老贼！应长老，到底怎么回事？公主，是这老贼刚刚趁我不备，忽然出手，毁掉了我冰冥谷护宗大阵的阵基。什么？好胆！好胆！
你应当庆幸，老四待在你冰冥谷这10多年，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否则，你这冰冥谷就没有必要存在。这个人，他在挑衅冰冥谷，在冰冥谷内，当着冰冥谷所有强者的面，竟然敢说这话，这小子胆大包天呐！毁掉冰冥谷护宗大阵的阵基，现在又说出这话，难不成他是专程来找冰冥谷麻烦的？这人到底是谁啊？是他？这人到底是谁？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哪来的疯子？阁下，我敬你们2位是小柔的兄弟，一直结成相待。可你2位所为未免太过分，太不将我冰冥谷放在眼里了。你2位如此行事，在场这么多人看着，就算我冰冥谷现在出手斩杀2人，怕也是合情合理。公子，哼，说的那么头头是道，好似所有道理都站在你那边似的，还真是道貌岸然呢。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啊？还要我再说一遍吗？冰冥谷叶晨，南洋大陆鼎鼎有名、无可挑剔的圣公子。哼，什么狗屁圣公子！依我看，你就是天底下最卑鄙、最虚伪之人。天下的无耻之人我见多了，可无耻到你这般地步的，老实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哼，说你无耻，其实还是抬举你了。老三，够了。老四，你一直认为当初这个叶晨救了你，后来帮你报仇雪恨，你一直把他当成恩人。可你知道当初命令的极乐岛将你家族覆灭的人又是谁吗？啊？我告诉你，当初下令将你家族覆灭，将你所有亲人斩杀的罪魁祸首，同样是这叶晨。什么？不可能！哼，不可能？你难道没想过，你的家族在一个中型王朝内，而这位公子叶晨是什么身份？没事怎么会跑到那个王朝里面呢？还碰巧正好救下你。而且，你所在家族的所有人尽皆被灭杀，可是为何偏偏只要留下你一个？不可能，这不可能！公子怎么会这么做？哼，无稽之谈。哼，无稽之谈。老四，你现在再看那人，看看认不认得他？易容术啊！是你，极乐岛主范红。现在你信了吗？公子，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圣公子，如此行事也有资格称之为圣公子？这叶晨，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却没想到是这样的伪君子。虚伪无耻！小子，你令人毁我宗门阵法根基，又在这里大言不惭、胡说八道，莫不是以为我冰冥教好欺负？哼，老虎不发威，真将我冰冥教当成病猫了。今日你们几个人一个都别想离开，众长老何在？想动手吗？想要将我留下，得看看你冰冥谷有没有这个能耐。上境强者足足6位，那是九尊，九尊，还有清君，竟然是这2位。云雨二仙，他2人不是很久都不曾露面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那邋遢老者我认识，是云阳老怪，一位活了很久的老不死的存在，在大唐王朝血月榜上是排名第6的。九尊、清君、云阳老怪、风雨二仙，还有一个我虽然认不出，却也是一位掌控了玉的顶尖强者。九尊、清君，我冰冥谷一直敬重你们2位，从不敢招惹丝毫，而今日2位所举却是何意？叶谷主，老夫也无奈呀。我这弟子拜入我门下这么久，
好不容易提出一个请求来，老夫这个做师尊的，怎么也得替他办到，不是？弟子，哼，废话就不要多说了。我等这次前来，就是为了寻冰冥谷晦气的。你再多说都没用，到最终一切都是靠实力说话。老四，那叶晨，你是想要活的呀，还是想要死的呀？这是这股气息，好恐怖的气息，比圣境强者的气息都要强，比那九尊还要强。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女子明明还只是阴阳虚境，为何身上会有如此恐怖的一股气息？我一直将你当成恩人，我一直以为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你说要娶我，我虽然有些错愕，但还是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下来。那是我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可是我没想到，在我心底一直无可取代地位的你，竟会是屠我全族的人。我更没想到，被称为圣公子的你，竟是如此的卑鄙无耻。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今日，我便要将这虚假的一切全部毁掉。你，我也要毁掉。哼，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绝阴之体虽然了得，可也不至于让他实力直接提升那么多呀。还有他的眼睛，怎会变成这样？不一样，这跟古籍当中记录的绝阴之体明显不一样。绝阴之体没有这般恐怖强横的。难道他不是绝阴之体？错了，我一开始就错了。这贱人根本就不是绝阴之体。救我！大长老，快救我！大长老，大长老，好好的一场大婚，闹成这样，这个人必须死。谁要阻我，我便杀谁。哼，好大的口气！小娃娃，你才多大呀？就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老夫纵横南洋大陆的时候，恐怕你奶奶都不曾出世呢。那便试试。别浪费时间了，咱们也直接动手。拦下他们！那个人，据我圣皇宫得到的情报，那苏柔有3个兄弟，老大是丹门少主王元，老二叫杨再轩，而老3是那剑无双。而苏柔现在却称呼这个人为老3。可是那剑无双明明已经死了。老二，这些人交给你，我去对付那叶晨。好。叶晨，冰冥谷少谷主，堂堂圣公子，可敢与我一战？杂碎，都是因为这个杂碎，你该死！怎么可能？堂堂剑公子，实力就只有这种程度？你，他是风雷动，同是阳虚巅峰，却比圣公子叶晨要强上这么多。而且他动手时携带的本源之力是世界本源，之前又有杀戮本源。剑无双不会错的，他的确是剑无双。
丹田。老四，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想让他怎么死，就怎么死。陈儿，老四，贱人！你敢！死了吗？叶晨已死，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是否可以离开了？若是觉得还不够，大可继续出手，我冰明谷必然奉陪到底。冰明谷这次可是着实吃了个大亏呀！哎，那也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或者说是那叶晨咎由自取，被人直接杀上门，斩杀了他们的少谷主，最终却全身而退。堂堂冰明谷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跟计划当中的一样，倒并没有出现什么变故嘛。圣皇宫的人去哪儿了？今日之事就此告一段落。事后你冰明谷若是不服，想要报复，尽管动手，我四兄弟全接着。我们走。圣境，7大圣境。圣皇宫。圣皇宫，是圣皇宫的人。圣皇宫莫非要插手此事？怎么，堂堂圣皇宫，莫非也要管这等闲事？你们跟冰明谷之间的事，我圣皇宫不感兴趣。我等到此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他，剑无双。剑无双？莫非便是圣皇宫曾天价悬赏的那位剑无双？他是剑无双？果然是他。剑无双，你竟然没死！抱歉，我剑无双什么都没有，就是命大。哼，命大，恐怕未必。之前没死，那么现在杀死你也是一样的。老三，少主，出发前门主再三叮嘱，要你不要掺和到此事当中，你可别乱来。丹门的人，丹门莫非是忘了与我圣皇宫的约定，要插手此事吗？此事我丹门不会掺和。那就好。九尊、清君、云雨二仙，大唐王朝的云阳老怪，另一位应当便是大唐王朝血月榜排名第13的赤眉吧。6位都是独行强者，历来无拘无束，跟这剑无双应当没有太大的牵扯才对。今日之所以到此，恐怕也是因为这剑无双许诺了你们一些好处。不过你们可得想清楚，这一些好处是不是足以令你们得罪我圣皇宫？剑客，我夫妻2人虽然答应帮你到冰明谷走上一遭，可也只是局限于对付冰明谷，却并不包括圣皇宫，所以抱歉了。剑客，2位已经帮了大忙了，剑无双感激不尽。这乾坤界内是你们需要的东西。九尊，九尊，你可曾记得我圣皇宫的2天尊？我刚刚在跟宫内传讯的时候，2天尊跟我说，你曾经欠下他一份人情。是有此事。2天尊说了，你欠下他的那份人情，他不需要你替他做什么，只需要你不插手我圣皇宫与这剑无双之间的事便可以了。剑客小友，抱歉了，今日之事，老夫也无能为力。师尊，前辈能够做到这一步，晚辈已经非常感激了。王元老大、老2、老4就交给你们了。老三，那你呢？放心吧，准备好酒，等我回来喝酒就是了。好战友，今日便让我们俩好好痛快的大肆杀戮一场。
圣皇宫又如何？想杀我，那也得看看是谁先死。他竟然要与7大圣境强者决一死战！不知死活的东西，动手杀了他！修罗秘术，黄泉路，给我滚！怎么可能？我的月竟然被直接压得崩溃！不好，我的实力竟然被压制了足足7成之多。这小子古怪非常，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别跟他纠缠，直接动手斩了他！恨天路，死亡之镰，蛇影，龙抬头，血刺。我剑诀第8式。人呢？难道已经被轰击成灰烬了？死了吗？小心！这速度啊，太快了！天哪！快聚集在一起，别分散开来！以1敌7，竟然占优势。他的速度太快了，一个阳虚境，速度竟然快成那样。他施展的是风雷洞，那是圣皇宫内最强的身法秘籍，也不知为何落入他的手中了。且最重要的，那还是血河，那条血河给了他太大的帮助了。别慌，这小子的实力之所以会达到这等层次，最主要的是因为这血河，还有他施展的那种可以令修为暴涨的手段。可是这2种手段施展起来都不容易。像这血河，虽然威能无尽，但是对灵力的修为却非常恐怖，他绝对撑不了多久。我们只需略微支撑一会儿，他自然扛不住。到时候我们再出手杀了他。我之前不曾施展夺灵秘术，都足可以轻易杀死掌控了玉的谭风，战力已然足可媲美玉境第3重。而现在施展夺灵秘术，就算跟真正达到了极致层次的至高强者交手，也勉强可以斗上一斗了。就凭这7人，也想杀我？哼，这7人倒是也不蠢，知道我速度快，所以集中在一起，不给我逐一击破的机会，而是他们在等我灵力耗尽的那一刻。我不能拖下去了，必须速战速决。我之前灵力太少，根本不足以支撑我施展那一招。可是现在施展大天造化诀，有着天地万物生生之力的支撑，那一招也勉强可以施展。修罗秘术，奈何桥。什么东西？快退！你们7个都得死！哼，故弄玄虚而已。今日你必死无疑。那就试试吧。我的陆影，不可能！3品高阶神兵何等坚硬，就算实力悬殊极大，却也不至于连神兵都被直接击碎。除非他的剑，1品神兵，也只有传说中的1品神兵才有可能直接将3品高阶神兵击碎。他手中的剑竟然是1品神兵。第1个，不好。第2个，第3个，逃！快逃！第4个，轮到你了。此子天赋，古今无双。若是不死，我圣皇宫必遭大祸。杀死他，必须要杀死他！这真的假的？我莫非不是在做梦？这斑点，那是血魂印记。哎，剑客小友，今日可着实让老夫大开眼界呀！剑客，佩服，佩服。老三，前辈知道这印记？知道，那是圣皇宫独有的一种手段，血魂印记。与其说血魂印记是一种手段，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诅咒。诅咒？
跟诅咒差不多吧。不过血魂印记对你本身不会有什么损害，它的作用只有一种，便是让你在一段时间内无所遁形。中了血魂印记后，这血魂印记会一直散发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只要同样是掌握了血魂印记的强者，便可以很轻易感应到你的位置。那岂不是说圣皇宫的人可以很轻易找到老三？是这样，这血魂印记本身就是用作追杀或是复仇而用的。圣宫内有不少人都修炼了这法门，当这些强者在外遇到了危险，比如即将被人杀死时，他们便会动用这法门给对方种下血魂印记，然后圣宫的强者便可以凭借血魂印记找到仇人的所在，将其斩杀。算是一种很特殊的手段吧。那莫云刚刚明知道自己必死，所以在临死之际给你种下血魂印记，就是为了便于圣皇宫的强者找到你的位置，然后出手对付你。师尊，这血魂印记能消除掉吗？可以消除。要消除这血魂印记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依靠灵力去清除就是了。不过这种清除的速度却非常缓慢，一般情况下，想要将这血魂印记彻底清除，少说也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1个月的时间，那圣皇宫早就杀上门来了。的确如此。所以说，剑客逍遥，你现在是遇到大麻烦了。大麻烦？老三，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圣皇宫的事情待会儿再说，咱们先离开这儿，将老四安顿下来。好。走了，这个怪物总算是走了。太可怕了！他一个阳虚巅峰，竟然一人独自斩杀圣皇宫7大圣境，不可思议啊！圣皇宫这次可是栽跟头了，栽得很惨，足足7大圣境啊，而且还都是掌控了玉的。纵然是圣皇宫也会非常的心疼吧。这件事还没有到此结束，那莫云在死前给这剑无双种下了血魂印记，接下来最起码1个月的时间，他逃都逃不掉，而圣皇宫肯定会再次出手杀他。这次已经是7大圣境同时出手了，结果却被剑无双一个人斩杀，那下次圣皇宫又会派出什么阵容去杀他呀？依我看，这剑无双的实力已然达到了圣境的最顶端，寻常的圣境，哪怕是掌控了玉的圣境强者，对他都不会有太大威胁。圣皇宫想要杀他，估摸着会让那几位天尊出手吧。天尊？圣皇宫的4大天尊？哎呀，那可是4个老怪物，真是期待啊！那小子竟如此恐怖，还好他没有注意到我，走，我们赶紧回去。哎呦，这不是无心公子吗？你这么着急，是准备去哪儿啊？我，小兔崽子！之前有剑客的约束，老夫才强忍着没出手，直接宰了你。可现在，老夫可不会再有什么顾忌。老四怎么样？还行。那小女娃体质非常特殊，纵然是老夫也无法看出端倪来。虽说现在心神受伤不轻，但都可以慢慢恢复，没什么大碍。这就好。老三，其实你现在应当担心的并非老四，而是你自己。你现在的处境可比老四要糟糕多了，得赶紧想办法才行。的确，圣皇宫不好惹。南阳霸主圣皇宫虽然一直跟丹门并列，可实际上不管是底蕴还是整体实力，比之丹门都要略微强上一筹。
这次剑客小友，你虽然一口气斩杀了圣皇宫的7大圣境强者，令圣皇宫吃了个大亏，可却依旧不足以令圣皇宫伤筋动骨。且现在圣皇宫已经知道了你的具体实力，那么他们便不会再给你机会，一出手必然是有十足把握能够杀你的。如果老夫所料不错的话，圣皇宫应当会让4大天尊的其中一位出面。4大天尊？这4大天尊怎么说呢？很强，很可怕。圣皇宫的4大天尊的确很强，我曾听我父亲说起过，圣皇宫的4大天尊每一位都是跨入了级的超级强者，且每一个都活了数百年，一身修为深不可测，随便出动一位都足以轻易覆灭一方顶尖宗门。且这4大天尊从第1到第4都是按照实力排名的，4天尊实力较弱，3天尊则是要强上很多，2天尊更强。至于那1天尊，更是一位真正的老怪物。据说这1天尊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南洋大陆的第1强者。圣皇宫4大天尊，我跟他们的2天尊、4天尊都接触过，且还跟那位4天尊交过手。那一战是我败了。什么？嗨，别怀疑，那4大天尊任何一位活的岁月都不比我少，加之圣皇宫内那些秘籍宝物众多，同等境界他们比我强，那也是正常的。特别是他们当中最强的1天尊，那的确是一位老不死级别的存在。不过要说他是南洋大陆第1强者的话，那就太过了点儿。难道有人比那1天尊还要强？当然了，南洋大陆可没你们想象当中那般简单。明面上，丹门跟圣皇宫那的确是2大无可争议的霸主，南洋大陆最终极、最顶尖的强者都聚集在这2大势力当中。可实际上，这些终极存在自己都很清楚，在南洋大陆上有一个人的实力要远远凌驾于他们之上的。谁啊？说那位大唐王朝的国君足以单挑整个南洋大陆。看来我还是太小看着南洋大陆了。哎呀，好了好了，不说大唐王朝那位了，你现在要想办法应付的是4大天尊。也不知道这次圣皇宫会派哪位天尊来杀你。你的实力比这老夫也差不了多少。若是圣皇宫派出的是4天尊，那还好，你还有周旋的余地。可如果派出的是3天尊，那你怕是凶多吉少啊。老三，我已经传讯给我父亲，请他出面了。之前我也在我父亲面前多次提到过你，可那个时候你的实力还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但现在不同了。你才多大呀，便独自一人斩杀7大圣境，如此潜力，我丹门也必然非常重视。更何况你跟圣皇宫是死敌，若是能保住你的性命，对我丹门也有巨大好处，我父亲当然会出面了。稍微等待一下吧，这1-2天便应当会有消息。只期望那圣皇宫不会这么快就杀了。独自一人便能斩杀圣皇宫7大圣境强者，这个叫剑无双的小家伙真是了不起啊！少主能够在一个弱小王朝内结识到这样一位兄弟，这运气倒是不错。可惜呀，这小家伙却并非我丹门之一。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天才啊，可惜我丹门救不了他。唉，告诉王元，就说这件事我丹门不会出面。另外，挑几颗那剑无双用得着的丹药给他，
这是丹门唯一可以做的了。哎，7大圣境啊！我圣皇宫所有圣境强者加起来才有多少？可一下子便少了7位啊！7大圣境长老已经身死，说再多都已经没用了。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那剑无双。墨云长老死前说了一句话：“此子天赋古今无双，若是不死，我圣皇宫必遭大祸。”他说的没错，那剑无双太年轻了，进步速度也太快，太害人了。年仅22岁便达到了今日这等地步，若是再给他几年的时间，灭掉我圣皇宫岂不跟玩似的？杀！必须杀死他！这一次能够独自一人斩杀墨云等7人，实力非同一般。光凭我等，恐怕很难真正将他杀死，恐怕得请4位天尊大人出面了。我现在就去请4位天尊大人。公主，请稍等片刻。也不知道这次是哪位天尊大人出面，应当是4天尊大人吧？以4天尊的实力对付那剑无双，绰绰有余了。4位天尊大人，任何一位出手都足以击杀那剑无双，但究竟谁出手，那得看他们谁有空闲，能够腾出手来了。反正1天尊是不会出手的。那肯定。都闭嘴！公主，2天尊说要你们静候3日，3日后他会出面见你们。2天尊，竟然是2天尊大人亲自出手。老三，有结果了？啊，我父亲说了，丹门不会出面。什么？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何会做出这个决定，也反复问过，可他却说老三你比较特殊，丹门不出面并非是因为惧怕圣皇宫，而是有着一些其他特殊的原因，令他都无可奈何。所以这里有2颗丹药，一颗是3文复灵丹，另一颗是阴阳玄龙丹。3文复灵丹堪称是南洋大陆等级最高的疗伤圣丹，纵然是我丹门，在这一时代也无人可以炼制。这枚丹药可以让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灵力，恢复伤势，就相当于一条命。阴阳玄龙丹呢，则是一种可以令短时间内实力暴增的丹药，且副作用不是太大。这2颗丹药是我父亲交给你的，他说这是丹门唯一可以帮到你的了。老三，抱歉啊。我又并非丹门之人，且丹门也有着自己的顾虑约束，无法出面也正常，有什么好抱歉的？何况丹门给了这2枚丹药，也算是帮我大忙。老三，你放心吧，等圣皇宫那位天尊杀来，我陪你一起去，要死一起死。到时候我就不信我父亲还能忍得住。你可别发傻了。我也陪你。老三，先不说这个了，咱们4兄弟也人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来，一起喝一杯。好，今日一定要喝个痛快。这是什么酒啊？好香啊！香味的确很浓，这可是难得的好酒，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来，干了这一杯。老三，你怎么不喝啊？这酒，老三，你，我就猜到你会这样。求尊前辈，老夫这3日醉如何呀？名不虚传啊，仅仅吃这1杯，我这3位兄弟就全部倒下了。那是，这酒可是1000年前号称南洋大陆第一酿酒大师亲自酿造的，就那么1杯，别说这几个小家伙了，就算是老夫也得睡上个3天3夜。小家伙，你真打算独自一人去面对圣皇宫吗？哼，不然呢？有血魂印记在，我躲都躲不掉，除了正面迎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途径。
而我这3个兄弟，他们的性子我知道。如果不用这3日罪将他们给醉倒，恐怕他们会跟我一起去面对圣皇宫的天尊的。我跟圣皇宫之间的恩怨，我一人解决便足矣，就没必要连累他们3个。做兄弟本就该有福同享，有难我当。你既然已经决定了，老夫也不再说什么了。九尊前辈，这是……这是阴煞雷，是老夫机缘巧合下得到的。这阴煞雷的炼制手段非常高明，他将一股无比暴力的威能完全蕴藏在这枚小小的光珠当中。你只需要将光珠认主，然后凭意念可以操控其引爆，引爆起来的威能异常强横。老夫曾经引爆过一枚阴煞雷，那威能纵然是老夫都为之动容。一颗阴煞雷用得好，便足以威胁到极那一层次的圣境强者了。老夫还剩下2枚，就都赠予你吧，就算老夫与你相识一场。多谢前辈。你准备何时动身啊？现在便去。那便早些去做准备吧。那就劳烦前辈照料我这3位兄弟了。他们自有丹门强者照料，无需担心呐。灭神弩，好宝贝。那暮云的乾坤界内竟然还有这等宝贝。阴煞雷、灭神弩2大宝物在手，再凭借我的诸多手段，我未必不能博得一线生机。一切准备就绪，我的实力、心态尽皆处于最巅峰。穷我一生之手段，更是酝酿了5重杀招。圣皇宫，不管来的是谁，凭借着5重杀招，我都足以与其一战。他开始准备了，看来是打算就在这里与圣皇宫的来人做个了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身上有血魂印记，他逃都逃不掉，只能拼死一战。这一战，圣皇宫必然不会再给他机会。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有一位天尊亲自出面对付他。也不知道究竟会是哪位天尊。竟然是2天尊！2天尊，竟然是他亲自出手。我原以为圣皇宫会让4天尊，顶多让3天尊出手的，可结果竟然是2天尊亲自出面。2天尊，佛西，完了，必死无疑。2天尊亲自出手，这剑无双死定了。圣皇宫4大天尊，不知阁下是哪一位啊？老夫2天尊，佛西。2天尊，知道老夫的身份，那你对你自己的下场想来也应该明白了。老夫给你个机会，你自行了断吧。哼，自行了断？在这个世界上，能让我自行了断的人还没出生呢。就凭你，配吗？你既要冥顽不灵，那老夫就不客气了。战！夺灵秘术，很有意思的手段。修罗秘术，黄泉路，血空剑诀，第1式。这血河威能倒是不错，之前你能一口气斩杀我圣皇宫7大圣境强者，很多程度上是依靠了这血河吧。修罗秘术第2重，奈何桥。哼，可笑。阴煞雷，爆！小子，手段不错嘛。还有吗？灭神女。嘿，好险呐！小子，看来我小看你了。4重杀招他都没死，甚至都没怎么受伤，只能看最后1重杀招了。
修罗秘术第3重18地狱。血空剑诀第3式。那位二天尊死了吗？二天尊终归是二天尊，还活着。二天尊还活着，果然还活着呀！我就知道，这二天尊绝不可能就这样死去的。没死吗？小子，你倒真有几分能耐。纵然是老夫都差点栽到你的手上，若是再给你一些时间，老夫绝对奈何不了你。但很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能够死在老夫神兵手下，你就算是死，也值得自豪了。小子，就让老夫送你一程吧。死吧！结束了。一个阳虚境竟然能够将圣皇宫的二天尊逼到那种地步，已经很了不起了。是了不起，我南洋大陆历史上也诞生过无数天才，但是剑无双却觉得可以称得上是亘古无双。可惜了，若是再给他一段时间，他必然将成为一个无可超越的神话。但现在，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了。终结？结束了。我要死了吗？圣皇宫我还没有覆灭，与父亲大人的约定我也没有做到。这个世界很大，我还没有走到武者的终点。我的父母、兄弟、亲人，太多的事情没有达到。我不甘心。那是灰色石柱。总算将这小子杀了吗？回去之后让那3位看到我这模样，肯定认为我跟这小子经过一番苦战，8成还会笑话我。听说这小子的剑是1品神兵。剑无双！我的天哪！这些天地灵气，这小子竟然还活着！去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明明都已经快要死的人，可现在，难不成他在生死关头忽然突破了？老夫就不信了！什么？怎么可能？怪物！这小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怪物。这双剑魂，这便是问鼎尊者吗？大天造化诀，问鼎尊者双剑魂诞生，我的实力比之前足足提升了数个档次。灰色石柱能够救我一命，可未必能够救我第2次。修炼一途充满凶险，从今往后，我必须更加谨慎小心才行。像今天这样的局面，出现1次便足够了，绝不能出现第2次。剑客小友，求尊前辈，恭喜小友实力大进。那二天尊已然是站在南洋大陆最顶端的超级强者。而剑客小友你一剑便斩断他双腿，这般战绩在整个南洋大陆能够做到的，除了大唐王朝那位神秘国君之外，怕是没有第2个人了。哼，运气好吧？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今日一战之后，你将真正问鼎南洋大陆之巅，连二天尊在你手中都只有逃命的份儿。那圣皇宫虽然还有更强的一天尊，那就算是一天尊亲自出手，也绝对奈何不了你。也就是说，从今日起，
你已经无需再担忧那圣皇宫了。圣皇宫，从我第一次被血雨楼追杀开始，便是依着这圣皇宫在主导。我与圣皇宫之间的仇恨早已经不死不休了。如今我实力大涨，也该跟圣皇宫做个了断。不过在此之前，我还得先去个地方。九尊前辈，我要去一个地方，我那3位兄弟，等他们酒醒之后，劳烦你跟他们替我解释一下吧。可以。告辞。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先天金丹，这才过了多久，他的实力竟然已经超过了我，太快了。他的进步速度太快了。南洋大陆那么大，历史上也曾经诞生过无数了不得的天才强者，可这些天才强者当中，能够跟他相比的一个都没有。他必将走上南洋大陆的终点，成为一个传说。一剑便斩断了二天尊的双腿。二天尊竟然直接逃窜，超凡入圣，他突破了。一突破，实力竟然可怕到这种地步，恐怕除了大唐王朝那位神秘的国君之外，就算圣皇宫的一天尊也未必能够及得上他。从今天开始，南洋大陆上又将多出一位最巅峰的存在。剑无双，一剑在手，天下无双。二天尊亲自出手，那剑无双就算是有3头6臂，也必死无疑。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二天尊应当快回来了。回来了！是二天尊？怎么回事？难道是中了陷阱，被丹门或者别的强者围攻？二天尊，你这是……闭嘴！二弟，怎么回事？我们碰到大麻烦了。你是说，那剑无双突破了？对，他不仅突破，且突破之后实力有了巨大提升，仅仅一剑便劈开我的神兵，然后斩断我的双腿。且他的肉身更是堪称逆天。我绝招所化的一重赤红色雷霆劈在他的身上，竟然仅只勉强在他身上留下一道血痕，简直不可思议。大哥，那小子当时给我带来的那股压力，比我面对你时还要强横得多。如果1对1，恐怕纵然是大哥你，都未必是他的对手。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年纪，他今年也才22岁，他太年轻了。这般年轻便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实力，若是再给他一些时间，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啊！剑无双，没想到他比他父亲还要难缠。走，跟我一同去见九修大人。九修大人，何事？是这样的，剑无双，剑祖一脉后裔，未突破圣境前，便可以轻易斩杀7大控制了域的圣境强者；一突破，更是连极1层次的圣境都可以轻易击败，甚至是斩杀。哼，不错嘛！将与那剑无双交手的经过详细的叙说一遍。是。你刚刚说，那剑无双出手挥剑时，他背后出现了2尊弥漫着浩瀚剑意的虚影。是。剑魂虚影，竟然凝聚出了剑魂虚影来，而且还是足足2道双剑魂。剑祖一脉的后裔当真了不起啊！他还是那剑南天的儿子，父子2人都凝聚出了剑魂，而且看样子这剑无双天赋更高，真想将他那2道剑魂也夺过来呀！那剑无双现在在哪儿？不知道。不知道？哼，算了，反正就算我们不去主动找他，用不了多久，他应当会主动杀上门来才对。好了，
事情我已知晓，你们下去吧。是。剑无双，双剑魂，有点意思啊。剑无双，你又来了。超凡入圣，这才多久？我来这儿是为了接受第2重考验的。跟我来吧，第2重考验就在里面，进去吧。剑无双，看到你面前石碑上的剑痕没有？这道剑痕是剑祖亲自留下的，看似剑痕，可实际上剑痕当中却蕴藏着剑祖留下的一招剑诀，而你要做的便是在1个月时间内将那一招剑诀掌握。1个月时间，自你踏足阁楼的那一刻起便开始算，同时阁楼大门也会紧闭，只有当你掌控那招剑诀时，大门才会再次打开。另外，在石碑旁边还有着一尊战魁，这尊战魁在1个月便会苏醒过来，将你斩杀。这尊战魁的实力，纵然是我都自愧不如。你若是等到他苏醒过来出手的话，那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生还的机会。剑痕当中蕴含了一道剑诀，果然的确有着一招剑诀，而且是一招无比强横深奥的杀伐剑诀。1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也不知道这小子能否通过这重考验。难说，等着吧。这小家伙天赋悟性不比他父亲要差，还是有机会通过考验的。怎么会？这才3天呢！2位，让你们久等了。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可是剑祖亲自创出的一式剑诀，深奥无比，寻常圣境一辈子都未必能够领悟。你虽然觉醒了剑魂，天赋悟性也不低，但也绝不可能在短短3天时间便将那招剑诀领悟的呀。这个或许跟我的剑魂有关吧。这是剑魂虚影。如此高大的剑魂虚影，而且还是足足2道。这是双1品剑魂。原来如此，怪不得你只用了3天便能通过这第2重考验。原来你竟然觉醒了2道剑魂，且还是1品剑魂，甚至都凝聚出了剑魂虚影来。1品剑魂，剑魂莫非也分层次？当然，剑魂是那些在剑道上有着得天独厚天赋的强者方才能够觉醒的，且他们在剑道上天赋越高，觉醒的剑魂也更加了得。跟神兵秘籍丹药一样，剑魂也分为1到3品。像辉煌时期的剑祖一脉，一个时代虽然能有为数不多的几名天才觉醒了剑魂，但觉醒的大多是3品或者是2品剑魂，而能够觉醒出1品剑魂的，纵然是那个时期的剑祖一脉，也是100年难得一见。另外，剑魂也并非只能觉醒1道，一些剑道上超级怪物完全有可能觉醒2道，甚至更多。在剑祖一脉巅峰时期，剑祖至高无上，麾下更是有7大剑帝。这7大剑帝都是站在天地间最顶端的超级强者，他们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剑道天才，每一个都觉醒了不止1道剑魂。7大剑帝觉醒的剑魂越多，不仅对剑道本源感悟上都有着莫大的天赋优势，且剑魂凝聚成虚影，对实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且剑魂等级越高也了得。剑魂分3品，3品剑魂凝聚虚影，身高不过3丈；2品剑魂凝聚剑魂虚影，身高也只有6丈，而1品剑魂凝聚的剑魂虚影却是9丈之高。你凝聚出来的这2道剑魂虚影都近乎10丈之高了，威势滔天，自然是双1品剑魂。
是这样。一品剑魂本就罕见无比，而双一品剑魂更是不可思议。且最重要的是你的年纪，你太年轻了，如此年纪便凝聚出双一品剑魂，今后或许还有机会凝聚出第三剑魂来。第三剑魂吗？金灵，按照你所说的，剑道天赋越高，觉醒的剑魂也越多，那么当初被誉为剑道之祖的剑祖，他又觉醒了多少剑魂呢？又是什么层次的？剑祖，剑祖觉醒了6道剑魂，且全部都是一品剑魂。6道一品剑魂，厉害啊！哼，跟剑祖比起来，我这双一品剑魂差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儿。剑祖一脉早已经没落，在这种处境下，你跟你父亲两人相继觉醒剑魂，你更是觉醒出了双一品剑魂，这已然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而你父亲，不久前你父亲也到了这里一趟。父亲来过祖地？那是1年以前吧。他来到这时，也已然超凡入圣了，且他悟性同样极高，虽然用的时间比你要长，但他依旧通过了第2重考验。且他之前觉醒的第1道剑魂虽然被人剥夺走了，但后来他又再次觉醒了1道剑魂，跟你一样，也是一品剑魂。父亲的现在在哪儿啊？不知道。他通过考验后，在祖地内得到了相应的机缘，之后便独自离去了。不过他离去时将这个留了下来，说是要我转交给你的。果然，父亲大人已经离开了吗？父亲大人将圣皇宫完全留给我，而我也得抓紧时间，跟上他的步伐才行啊。祖地的考验，进阶伴随着机缘。你如今通过了第2重考验，今后便是剑祖一脉的核心弟子，你在祖地内的权限，还有你能得到的机缘，都会更多。机缘？第2重考验跟第1重考验一样，你能够得到的机缘都有3份。跟我来。通过第2重考验，你已然算是剑祖一脉的核心弟子，有资格得到剑祖当年所创的最强剑诀陆心。陆心剑诀？祖地所创的最强剑诀？本来在鼎盛时期的剑祖一脉，也只有剑祖的几位亲传弟子方才有资格修习这门剑诀的。但今时不同往日，剑祖一脉后裔当中难得出现像你这样的顶尖天才，所以你也有资格修习。剑诀陆心共有9式剑招，这剑山山壁上的9个古老文字，每一个古老文字内都蕴含着1式剑招。你只有1次观摩的机会，你要做的便是竭尽所能地将这9式剑招的玄奥全部记住，深深记在脑子里。至于9式剑招你能够完全记住多少，就得看你自己的能耐了。开始吧。已经是第6式剑招了，看他的样子，前5式剑招他都已经牢牢记住。至于这第6式剑招，他记住应当也不难，第7式也有极大把握。至于能否记住第8式，却难说。剑祖的陆心剑诀，9式剑招越往后也就越精妙，仅仅是一遍观摩，想要将9式剑招全都记住，难度可想而知。在剑祖一脉鼎盛时，剑祖麾下那几个亲传弟子个个天资卓绝，可是仅仅一遍观摩，大多也只能记住第7式而已。这剑无双觉醒了双一品剑魂，悟性比他父亲还要高，要记住第8式应当也有希望。第9式了，最强的一招，就算是鼎盛时期的剑祖一脉，能够将这一招完全记住的，也仅仅只有1人。这人还是个叛徒。陆心剑诀，不愧是剑祖所创的最强剑诀。哼，陆心剑诀9式剑招我都已经记下了，可凭我现在的能力，却连施展第1式的资格都没有。剑无双，
如何了九式剑诀我已经全部记住了。太好了。哼，不比那叛徒差。叛徒？这陆心剑诀是你的第一份机缘，接下来还有第二份机缘。这里是？这是剑楼，乃是剑祖一脉的真正底蕴之一，蕴含万千剑诀。这些剑诀大部分都是剑祖一脉诞生的那些顶尖强者所创造的，也有不少是从其他地方得到的，种类很多，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虽说因为剑祖一脉近乎覆灭的关系，这剑楼保存下来的剑诀不足1/10，但对现在的你而言，这些剑诀也够你尽情挑选修习的了。你可以到这剑楼当中仔细挑选修习这些剑诀，时间不限，想待多久都可以，但只能翻看或是将这些剑诀记下来，不能把原本剑诀带走。明白了。去吧。3品剑诀6400部，2品剑诀970部，1品剑诀10部。天哪，这些剑诀五花八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有设计，也不知道哪些是我用得着的呀。1品剑诀眉心剑，藏于眉心的剑意，剑意积蓄的越久，威能就越强，然后瞬间爆发，真不愧是1品剑诀。我一施展秘术黄泉路，形成的血和威能强横，再配合杀戮之欲、剑意领域三者结合形成的压迫，受一大杀手锏。可惜的是，那剑域毕竟只是一门3品高阶秘籍，纵然我现在已经将其掌握到了最高层次的剑如海，可威能施展起来，对黄泉路的帮助也不是很大。而这万重戒却不同，1品剑诀的剑意领域，纵然只是第一层的第一重，威能也绝对要比剑如海要强多了，配合黄泉路，压迫力量也会更强。只待了1年，不在那剑楼当中多待一段时间了？不了，3份机缘已经得到2份了，最后一份是什么呀？最后一份机缘是他。战魁？这是血神冰魁，跟寻常的战魁不同，这血神冰魁是纯粹以杀戮毁灭为主的战魁，他自身不带任何灵智，纯粹只听主人的吩咐。当年剑祖纵横天地时，除了被称之为剑道之祖之外，在练魁上造诣也极高，像我跟木山都是剑祖炼制而成的战魁，且都被赋予了自身意识。而这血神冰魁却是剑祖所炼制的诸多战魁当中实力最强的战魁。血神冰魁身体堪比神兵，不管是攻击、速度还是防御，各个方面都非常了得，几乎没有弱点。唯一的缺陷便是，这血神冰魁驱动起来非常艰难，每驱动一次都得消耗赤晶石。赤晶石？就是这个。赤晶石是唯一可以驱动这血神冰魁的东西。这里有3枚，也一同给你。3枚赤晶石可以让这尊血神冰魁出手3次。当然，你也可以同时将3枚赤晶石全部消耗掉，让这血神冰魁爆发出更强的实力来。不过一般情况下，就算仅仅只消耗1枚赤晶石，这血神冰魁爆发出来的战力也要远远强于圣境中级的。也就是说，消耗的赤晶石越多，这血神冰魁发挥的战力就越强。对，不过最多也只能同时消耗10枚赤晶石，血神冰魁的战力便可以爆发达到极致了。明白。3份机缘都已经给你，你可以离开了。不知那第3重考验，我需要达到何种层次才有资格接受啊？第3重考验跟前2重考验都不同，考验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第3重考验关系着一个大秘密，至于到底要达到何等层次吗？当你的实力接近巅峰时期的剑祖时，你便有资格来接手这第3重考验。接近巅峰时期的剑祖？1年多的时间，
总算是将杀戮分身重新孕育出来了。祖地一行，我收获极大，实力也暴涨许多。身怀数门一品剑诀，更有诸多底牌在手，分身也已经重新凝聚了。哼，接下来是时候彻底了断我跟那圣皇宫间的恩怨。马上就要踏足圣皇岛了呀！南阳霸主圣皇宫的所在，真期待。啊，西城大哥，你怎么了？马上就要到那圣皇宫了，你难道一点也不兴奋吗？圣皇宫，圣皇宫是强，培养弟子的能耐也的确很了得，但约束也更大。相比起前往圣皇宫修炼，我反而更加向往独自一人去闯荡天下，就和那剑无双一样。啊，去了。去了。姬晨呐，我知道你对那剑无双非常崇拜。的确，那剑无双很甚了得，整个南洋大陆各方势力强者都公认，他是南洋大陆历史上的第一天才。不过，那样的超级天才，整个南洋大陆漫长岁月，都只诞生了一个。你虽天赋不凡，但跟他比，还是差得太远，甚至根本没法比。所以，你要做的便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提升实力，切莫好高骛远。圣皇宫是南洋大陆第一宗门，只有真正顶尖的天才才有资格进入圣皇宫内，成为圣皇宫的弟子。而从圣皇宫内走出来的，个个都是真正的强者。你们三个便是我大漠王朝这一时代最杰出的天才。特别是姬晨你，今日的入宫选拔，你们三人可得好好争口气，切莫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从黑暗之森出发，今日才赶到圣皇岛，而却刚好碰到这圣皇宫的入宫大选，还真是巧啊！要开始了，走。那便是圣皇宫鼎鼎大名的圣梯嘛。圣皇宫的入宫大选一般都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可没工夫等他们大选结束。来参加这一届入宫大选的年轻人可着实不少啊，比起以往的几届，似乎还要更多一些。看着吧，光是这圣梯的考验，便足以将这些年轻武者淘汰2/3了。啊？这人要做什么？他想登圣梯吗？可入宫大选还未真正开始呀。这人未免也太着急了点吧？圣皇宫总算走到这一步了吗？开始吧。什么？这样貌，剑无双。剑无双，是剑无双。南洋大陆的传说，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剑无双。大事件，剑无双出现在圣皇岛了。速速禀报，剑无双出现了。剑无双消失了1年，现在又再次出现了吗？且一出现竟然就直接杀到我圣皇宫来，独自一人就敢杀上我圣皇宫，好大的胆子！快去将4位天尊大人请来。走。好多啊，好多强者，很多人我都看不透，是圣境强者，这么多圣境。老三，一人一剑，直接杀上圣皇宫，不管事后如何，单单是这份魄力胆量，便足以在南洋大陆的历史上留下最重要的一笔。那么，我打算
去帮帮你这位兄弟。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帮不上他什么。啊，倒还有点自知之明。他便是剑无双。是他。看他身上的气息，比之1年前似乎要更强了。1年过去，实力又提升了吗？速速启动护宗大阵。护宗大阵？还不快去！是。护宗大阵，圣皇宫竟然开启了护宗大阵！啊，这怎么可能？仅仅1人，就逼得圣皇宫启动护宗大阵，全力应付，这便是剑无双。护宗大阵，怎么可能？从今日起，南阳大陆不再有圣皇宫了。杀了他！那是万古诛魔大阵。死！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去死！这小子，我逃！混蛋！太强了！18位圣境强者，眨眼间便被灭杀13位。那些人，他们真的是圣境强者吗？传说中的圣境强者，这么简单就被杀了，跟杀鸡一样。这便是南阳第1天才剑无双。他的战力太恐怖了，远远凌驾圣境之上，比圣皇宫的4大天尊还要恐怖得多。整个南阳大陆，恐怕也只有大唐王朝那位神秘国君才能够压他一筹。圣皇宫这次危险了。4大天尊，3位竭尽全力，随老夫一同诛杀此子。来吧，小子，受死！配合挺不错的嘛。近身厮杀，谁怕谁？我感悟万兽本源，最擅长的便是近身厮杀。刚刚的碰撞，我有10数道攻击是真正轰击在他身上的，可他却一点事儿都没有，而我仅仅只受他1道攻击，反而受伤了。他的肉身太强了。不愧是排在第1的1天尊，你的实力比起其他3大天尊来，明显要强上太多。不过如果你的实力便只有这等程度的话，那今日你可护不了这圣皇宫啊。小心了，这血河是类似于玉的一种领域手段，而且压迫性极强。压迫？好强的压迫！如此强大的压迫之下，我等在血河当中势必束手束脚。纵然是老夫，实力也顶多只能发挥出7成来。怎么可能？上次我碰到他时，他施展的这血河领域压迫，虽然威能也很强横，但也就勉强压迫我1成的战力。可现在，我的战力竟然被压制了5成。纵然他突破达到了圣境，可这血河领域的威能也不至于提升的这般恐怖吧？啊，不好！啊，四弟，3妹，2弟，快退，快退！圣皇宫要完了！未必，未必。父亲，这圣皇宫连最强的4大天尊出面，都被老三直接击溃，且斩杀了其中2位，还拿什么阻挡老三啊？老三肯定是会将圣皇宫连根拔起的。
你太小看圣皇宫了。如果圣皇宫就这般简单的话，我丹门对其也不会如此忌惮。什么意思？看着就是了。不过，你这位兄弟实力的确了得，而且心性也非常坚毅。他应当早就知道圣皇宫并不像表面那般简单，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他的实力都有所保留。老三还没有尽全力，怎么办？天尊大人，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人便是圣皇宫的最后一仗了。这个人是谁？拜见九修大人。怎么可能？圣皇宫的天尊地位何等崇高，特别是那一天尊一直都是南洋大陆排在第2的超绝人物，整个南洋大陆还有谁有资格令他称呼为大人？九修大人？圣皇宫内还有这样一位存在？能够让一天尊称之为大人的，这九修得多强啊！眉心有着剑痕印记的青年男子，在剑祖一脉没落成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觉醒双一品剑魂，你的天赋倒当真不错嘛。比起你父亲来，恐怕还要更胜一筹。若是能够将你手里的剑魂也全部夺走，那我收获应当会非常大才对。哼，想要夺我的剑魂，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样的能耐。剑祖一脉，剑魂，这都是什么东西？九修大人，这剑无双战力滔天，已超出我圣皇宫的应付范围，还望九修大人您亲自出手，将其斩杀。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出手对付他。好快，他对本源的感悟要比我强得多呀！一个圣剑，力量竟如此了得，哼，有点意思。我一剑直接劈在他身上，却仅仅是勉强破开他体表的防御，这肉身竟如此强横。他对本源的感悟，对剑道的理解都远在我之上。施展的剑诀也非常了得，可他基础力量却非常一般，仅仅只有普通圣境层次。比技巧，我不是他对手，但本依靠绝对力量强行碾压他。修罗秘术，奈何桥。这是陆心剑诀，竟然连剑祖的成名剑诀都懂得施展，真是了不起啊！哼，是，这是眉心剑。那是，这是什么呀？战魁吗？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当也是来自那个地方吧？神州。神州？神州是哪儿？神州你听过吗？神州，传说中世界的最核心，强者的天堂。可惜了，本想将你杀了，夺走你的双一品剑魂的，现在看来怕是实现不了。你的战力在圣境中级当中已经算是顶尖，而我这尊战魁身躯终归太弱了些，我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都不足本尊的一星半点儿，根本杀不了你。看来只有等我下次再来这南洋大陆收取你的剑魂了。哼，不必那么麻烦了，用不了多久，我自会去往神州将你灭杀的。杀我？凭你？就凭我。井底之蛙，你以为你在这小小的南洋大陆上到达了顶点，到了神州后也是顶尖强者吗？笑话！现在的你，在我眼中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蝼蚁罢了。在神州，像你这样的蝼蚁多的是，就你也想杀我？九兄，有句话不知你听说过没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7年前，我不过是刚刚凝聚出第一缕灵力，刚刚成为一名武者，而那个时候，别说圣皇宫了，
纵然是我所在的弱小王朝的一方杀手组织血雨楼，对我而言都是如同巨无霸级别的超级存在。可数年时间一过，那血雨楼便覆灭在我手中。而今日，远比血雨楼要强大无数倍的圣皇宫也将彻底葬送在我手里。这些你可曾想到过？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现在的我或许对你而言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再过7年又将如何？哼，好一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既然如此，那我等着你。对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关于你母亲的。你母亲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念叨着你啊。神州我会去的，九修你等着吧。圣皇宫众长老听令，逃，能逃几个是几个。王元老大、老二，来陪我喝一杯。哎呀，这次的酒里边可不会再有3日醉了吧？老三，那圣皇宫已经被你灭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去神州。浩瀚的神州啊！神州强者众多，据说连圣境强者到了那儿都算不得什么。跟神州相比，咱们这南洋大陆那就是一片弹丸之地罢了。不过我相信，以老三你到了神州，肯定也会迅速崛起的。神州是强者的殿堂，就算是我师尊都向我不已。而我也打算一突破到圣境后，便出发前往神州。你们两个天赋都奇高，突破圣境都跟玩似的。我就悲催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到达圣境。且就算突破了，实力估计也就一般。那神州啊，我怕是去不了。哎，对了，老四呢？老四他怎么了？哦，是这样的，就在你与那二天尊决战后不久，便有一个人找到老四，那是个老婆子。那老婆子说老四是她的族人，她是前来接老四回去的。族人？一开始我们也不相信，可那老婆子却是直接令自己的眼瞳变成了血色，就跟当初冰冥谷内老四暴走后的血色眼瞳一模一样。血色眼瞳？有一模一样的血色眼瞳，加上那老婆子又实力深不可测，而且老四自己也说，那老婆子给他非常特殊的感觉，非常亲近，仿佛亲人一样，所以他就答应跟那老婆子离开了。是这样。老四体质确实特殊，而那老婆子说是他的族人，恐怕也是因为他的体质吧。剑无双，不知前辈是？老夫姓古，是奉我家小姐之令特来找你的。你家小姐？我家小姐姓冷，小友应当知道才对。我家小姐有事需要小友帮忙，希望小友能跟老夫走上一趟。可以，那便请小友跟老夫走吧。剑无双，这才多久，你不仅已经超凡入圣了，甚至连南洋霸主的圣皇宫也毁在你手里，不错嘛。小姐谬赞，不知小姐喊我前来有何吩咐？我是有一事找你帮忙。坐。我的体内存在着一种名为冰心蛊毒的剧毒，这种毒跟我修炼的功法还有体质息息相关。我曾尝试过无数办法，都没法将这冰心蛊毒彻底化解，最终只能依靠一种特殊的手段，将体内的冰心蛊毒彻底封印起来。不过这种封印却很难做到万无一失，依旧有小量的毒藏于我的体内，令我束手无策。冰心蛊毒，以小姐的通天手段都奈何不了这冰心蛊毒。
不知我又能做什么。之前你被谭风追杀，身受重伤，我当时尝试想要依靠我的冰心之力替你疗伤，可结果，当我的冰灵之力涌入你的体内后，便立即被你体内一股霸道的力量给强行吞噬掉了。我当时便看得出，你修炼的功法非常特别。你这功法连我的冰灵之力都可以强行吞噬，而由冰心之力衍生出的冰心蛊毒，你的功法想来也能转化。你的意思是，我帮你驱除体内的冰心蛊毒？对，之前察觉到你功法的奇特之后，我便有了这般打算。不过当时你的境界太低，而现在你已经达到圣境，应当勉强可以帮我将那些散溢出来的冰心蛊毒逐一清除了。那不知我该怎么做呀？你只需运转你的功法，驱动你的功法，将我手臂上这些冰心蛊毒逐一吞噬转化便是。这么简单？当然不可能这般简单。冰心蛊毒堪称天地间奇毒之首，普通人一碰即死，而你要做的却是将冰心蛊毒一一吞噬，然后转化掉。这就等同于是将我的冰心蛊毒一点点转移到你的身上。你功法奇特，强行吞噬我的冰心之力都丝毫无损。按道理应当也可以将冰心蛊毒转化，但是否真可以，我也没有十足把握。而一旦转化不了，那冰心蛊毒催发起来，你便会死无葬身之地，没人救得了你。事情就是这样，趁现在还未开始，你可以先考虑清楚，到底愿不愿意帮这个忙。若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不用考虑，这个忙我帮。这么自信，不多想想？当然自信了，开始吧。好恐怖的毒啊！你小心点。转化，赶紧转化。12滴。多谢。我也只能将你散溢出的这一部分冰心蛊毒转化，可被你封印的冰心蛊毒，我就没办法。我明白，这玉简给你，今后若是遇到危险，捏碎玉符，我会力所能及的去救你。啊？我体内的冰心蛊毒一直在逸散，今后说不定还会需要你替我将那些逸散的冰心蛊毒转化。我可不希望在此之前，你被人斩杀了。告辞了。来人，可是剑无双小友？红须子。碧溪。二位，我今日前来，是请两位今后能够帮助我照料剑侯府。照料剑侯府？看来小友是准备动身去那神州了。对，这乾坤界里的东西算是给两位的报酬。小友尽管放心便是，我天宗王朝定当竭尽全力护那剑侯府周全。那就有劳了。如果是剑侯府遇到了连天宗王朝都惹不起的大敌，你只管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丹门少主王元，请他出面。主管大人，有人送了这枚乾坤戒来，说是给您的。哦，这是紫火素体丹，是他吗？哎，老三，今天咱们兄弟三个一定要不醉不归啊！祝你一路顺风。另外，用不了多久，我会去那儿找你的。来，喝。剑侯府已经安顿好，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了。接下来，神州。这无尽海域的最核心便是神州，无数强者汇聚之地。鼎盛时期的剑祖一脉，便是那神州的霸主。父亲，他也去了神州。混蛋！仅仅只是很普通的一次巡视，我们又不曾主动招惹过谁，怎么会莫名其妙被人盯上？这群黑袍人到底是谁派来的？我的行踪就算是整个家族内知道的人也并不多，而知道我行踪且有可能对我下手的就只有一个。二小姐，你说这些黑袍人是他派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会这般想要置我于死地。该死！这里距离家族的驻地还有一段距离，而这群黑袍人的速度比我们要快上一些，完全可以在我们赶到家族驻地之前将我2人斩杀，继续朝家族驻地逃，一点生还的可能都没有。想要活命，只有一个办法。雷叔，跟我来。兰儿小姐，你这是要？那是九曲海域，他们想要逃到九曲海域当中，追上去，别给他们机会。这个人竟然从九曲海域当中走出来了！这里便是神州吗？这里的灵气好浓郁，好清楚吗？神州的人，这人能够直接劈开乌云从九曲海域当中走出来，必然是圣境强者，很有可能是从外界大陆刚来到神州的。他若是愿意助我，我便无需闯入那九曲海域当中冒险。林家林兰，恳请阁下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事后我林家定当感激不尽。林家，我刚到神州，正需要一个落脚之处，这林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你们自己离开呢，还是要我动手呢？阁下，这件事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你没必要踏入这趟浑水。是没必要，不过我看你们不顺眼。阁下，我数3声，3声过后若还是不走，那就不用走。1、2，走。多谢阁下相救，铃兰必将铭记大恩。不知阁下尊姓大名？我叫剑客。剑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剑客先生，你应当是来自外界大陆，是第一次来神州吧？对。神州浩瀚无垠，且步步危机。剑客先生刚来神州，怕是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我林家虽然不算什么大家族，但在这铁刀岭内也还算有着一席之地的。剑客先生若是不嫌弃，大可随我前去，我林家必然以上宾待之，如何？哦，圣境。兰儿小姐回来了。宗叔，怎么就你跟雷云2个人回来啊？雷浩他们3人呢？他们3个，我们在巡视的途中遇到了劫杀，他们3个为了保护兰儿小姐，被对方给杀了。什么？是谁敢对你下手？好大的胆子！是谁对我下手？莫非宗叔你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知道？还好，虽然雷浩3人死了，但兰儿小姐能够安然归来，也算不错了。不知这位是？这位是剑客先生。这一次我之所以能够逃过一劫，全靠他相救。剑客？没听说过。剑客先生刚从外界大陆来到神州，你当然没听说过。原来如此。既然是兰儿小姐的救命恩人，那里边请吧。多谢。不愧是强者云集的神州啊，随便一个家族里面就有如此多的圣境强者。哦，剑客大人，这是你需要的一些东西，是兰儿小姐吩咐让我交给你的。有劳了。不愧是神州啊，南洋大陆根本没法比。单单一岭的领主便凌驾于圣境之上，而一岭在神州内却微不足道，恐怕就相当于南洋大陆的一个小型王朝中的一个行省罢了。太大了，神州的确太大了。3族，那九叔说的没错，我在南洋大陆上的确已经站在最顶端了，可放到浩瀚的神州上，却什么也算不上。看来我的路还很漫长。那是？怎么了？是兰儿小姐。兰儿小姐又尝试突破了。剑客大人有所不知啊，兰儿小姐比较特殊，对别人而言有机会突破是好事，但对兰儿小姐来说却是灾难。灾难？先不说了，
我先去看看兰儿小姐。对别人来说突破是机缘，但对林兰来说竟然是灾难，我倒要看看是如何个灾难法。一次突破失败，竟然倒退了3个层次。果然，咱们兰儿小姐的实力再一次倒退了，这一次更狠，直接倒退3个层次。实力不进反退，且退得这般凄惨，整个浩瀚神州估计也只有他一人了。哎，林家数百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短短2年时间，却落到这般田地。听说家主已经决定，要将她嫁给罗家大长老之子罗海了。罗海，那个出了名的2世祖。哎，走吧，走吧。雷云，你家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不急，咱们下去慢慢说。剑客大人，您或许还不知道，在2年前，兰儿小姐是公认的林家第1天才。第1天才？兰儿小姐从小天赋便奇高，6岁开始修炼，10岁便凝聚出先天金丹，14岁时便跨入阴阳虚境了。神州得天独厚，修炼条件远比南洋大陆要强得多。神州的武者起步都比较早，在南洋大陆一般武者12岁才开始修炼，而神州的人6岁便开始了。14岁跨入阴阳虚境以后，兰儿小姐的提升速度依旧堪称恐怖。当她达到18岁时，便已然达到阳虚巅峰，距离圣境也只差1步之遥。当时的兰儿小姐，莫说在林家了，纵然是在整个铁刀岭，也属于真正的翘楚，人中龙凤啊！那个时候，林家上下哪个对兰儿小姐不是客客气气的？那些年轻弟子，更都是以兰儿小姐为榜样。然而这一切，就在兰儿小姐18岁那年，发生了变故。那一年，兰儿小姐在外历练，忽然遭到一个人袭击，袭击她的是一名黑袍人。那黑袍人已经跨入圣境，而且实力极强。兰儿小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那名黑袍人抓住兰儿小姐之后，也不曾将兰儿小姐击杀，而是给兰儿小姐种下了一种巫毒。巫毒？那是一种很奇特的巫毒，平日里藏在体内不会发作，可一旦兰儿小姐尝试突破瓶颈时，这巫毒便借机催发，不仅令兰儿小姐无法顺利突破，甚至还令兰儿小姐的实力直接倒退跌落。从中了那种巫毒到现在只有2年时间，而在这2年时间内，兰儿小姐先后3次尝试突破。第一次突破是从阳虚巅峰朝圣境冲击，结果突破失败，她的境界跌落到阳虚圆满，倒退了1个层次。第二次突破是在1年前，兰儿小姐想要从阳虚圆满重新突破到阳虚巅峰，可结果却从阳虚圆满跌落到阳虚小成，倒退2个层次。而今日是兰儿小姐尝试的第3次突破，结果你也看到了，足足倒退了3个层次。短短2年，便从阳虚巅峰退到了阴虚大成。兰儿小姐也从原本站在顶端的绝世天才，一下子便跌落到了谷底。那巫毒就没办法清除掉吗？难。当初兰儿小姐刚被种下巫毒时，她还是林家的绝世天才，自然非常受人重视。当时林家也曾花费不俗的代价，请来一些强者，一些炼丹大师，想要设法将兰儿小姐体内的巫毒清除。可结果那些强者跟炼丹大师们都找不到任何清除的法子，甚至林家当时还请了一位达到圣境中级的强者亲自出手，却依旧拿那些巫毒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那巫毒只要不尝试去突破，便不会催发。兰儿小姐的实力纵然再无法提升，也不会就此倒退。可兰儿小姐
太倔强了。他不甘心呢，不想就此止步于阳虚巅峰，所以尽管明知道一尝试突破，自身实力很大可能会不进反退，可兰儿小姐却从未放弃过，一有机会她便尝试去突破。短短2年时间，3次突破，兰儿小姐却一直在坚持。2年前，当兰儿小姐还是第一天才时，林家将她当成宝一样。可这2年过去，兰儿小姐在家族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就连家主对她也慢慢变得冷淡。而就在不久前，家族为了能够跟罗家扯上关系，甚至决定要将兰儿小姐嫁与罗家的罗海。那罗海可是出了名的二世祖，仗着他父亲是罗家大长老，横行霸道，在整个铁道岭都可以称得上是臭名昭彰。且听说他曾经娶了3名正妻，还有9个小妾。兰儿小姐若是嫁过去，那可就真的完了。你家小姐纵然实力倒退，但终归是你们家主之女啊，你们家主也舍得让她嫁过去？哼，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家家主常年闭关修炼，家族内的事情大多都是由大夫人做主的。而这位大夫人并非兰儿小姐的生母，从小对兰儿小姐便非常刻薄。这位大夫人生的女儿，也就是林家的另外一位小姐林玉，更是一直将兰儿小姐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母女巴不得兰儿小姐死的。像这次兰儿小姐巡视遭遇追杀，很有可能便是这对母女下的手。且2年前给兰儿小姐种下巫毒的那名黑袍人，恐怕跟他们母女也脱不了干系。怪不得之前进入林家时，那林宗神情有些不对劲儿。看来那林宗是那位大夫人的人吧？对，那林宗在很久以前便是以大夫人马首是瞻的，好歹也是一家人。那林玉跟林兰更是同父异母的姐妹，竟然也下此毒手，妒忌呀！兰儿小姐天赋奇高，乃是真正的人中之凤。而那林玉虽然也颇有天赋，但跟兰儿小姐比起来，却要差得太远了。从小到大，这个林玉各个方面都被兰儿小姐压过一头，自然心生妒忌。是这样吗？3天后，家族内会举行一次狩猎。这次狩猎之后，家主应当便会真正宣布关于兰儿小姐的婚事。巫毒，我的大天造化诀无比奇特，像冷如霜堪称天下奇毒之首的冰心蛊毒都可以吞噬转化，而这巫毒，不知我是否能够转化得了。好像啊，挺不错的丫头，在剑道天赋上也很了得。一个人练剑，未免也太枯燥一点。谁？啊，剑客先生。你的剑术不错，跟我比比怎么样？跟你比比？那便请剑客先生赐教了。出手吧。剑法不错，还领悟了本源，且领悟的还是世界本源。你输了。这……刚刚那一剑……你对剑道的理解也不弱，加之对本源世界的感悟也挺高的，原本完全有机会躲过这一剑的。可惜你的心太乱了，看样子是这2年的遭遇，或者是因为3日后家族狩猎一结束，你便要嫁给那罗海的关系，你的心也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我的事，剑客先生知道了。雷云都告诉我了。那巫毒，或许我有办法解决。什么？我只说是有可能，但并不肯定。求剑客先生替我清除巫毒，林兰愿成为你的追随者，一生追随。追随者？追随者就算了，我修炼至今，麾下还从未有过弟子呢。你要是不嫌弃，从今天以后，你便是我麾下的第1亲传弟子。亲传弟子？
弟子铃兰拜见师尊。起来吧。是。好家伙，寄生于丹田，以丹田中的灵力为食，可以说已经和丹田融为一体了。除非是丝毫不顾丹田的破碎，不然根本没法将这巫毒给完全驱除掉。怪不得那么多强者或者炼丹大师，却拿着巫毒一点办法也没有。师尊，有办法吗？别急，别急，别抵触。随后，这巫毒虽然寄生方式特殊一些，但光比毒性，跟冷如霜的冰仙蛊毒比，差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你的巫毒已经没了，这里有一枚丹药，本是为了恢复实力用的，你把它服下吧，运转灵力，试试看。果然，我的巫毒已经彻底清除掉了。多谢师尊再造之恩。起来吧，你之前的修为早已达到阳虚巅峰了，只是因为巫毒的关系而一直跌落罢了。要彻底恢复也不难，这里有3枚丹药，都是恢复境界用的。接下来的3天，你每天吞服1枚，3天之后，你的实力应当便可以彻底恢复了。多谢师尊。哎，听说你林家3天后会有一次狩猎？对，我林家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狩猎，而不久前，家族高层决定要将我嫁与罗海，这件事应当便会在这次狩猎上公布。哦，想做什么放手去做，天塌下来为师替你扛着。这林兰，听说她3日前境界再次大跌，已经跌落到阴虚大成之境了，竟然还敢来参加家族狩猎。要是我啊，早就不出门了，安安心心嫁给罗海得了。哼，人家是天才，心高气傲呗。天才？哎，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哼，我的好妹妹，听说你3日前有突破失败，且境界大跌了。我的好妹妹啊，你现在的境界应当已经跌落到阴虚大成了吧？哎呀，18岁便达到阳虚巅峰，曾经被誉为林家第一天才的你，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也真够可怜的。要我说啊，你还是乖乖待在房间里，等着嫁给那罗海得了。那罗海也就是为人差了点，可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呀，特别是他父亲更是罗家的大长老，你嫁给他也算是为林家做最后一点贡献，废物利用嘛。你心性如此歹毒，今后能否嫁得出去，恐怕都是2回事吧。切，我就算嫁不出去，也总比你嫁那罗海要好。听说那罗海曾经娶过3名正妻9个小妾，而现在只剩下2名正妻6个小妾了，少的那1妻3妾，有传闻说是被他在床上弄死的。我的好妹妹，你今后可千万别步那1妻3妾的后尘啊！开始吧。记住我之前的话。我长期闭关，都不知家族内来了客人。我知这位先生是剑客。家主，这位剑客先生是兰儿小姐邀请来的。之前兰儿小姐在外巡视时遇到了危险，是这位剑客先生救的她。原来如此，既然是客人，那就得好生招待。剑客先生若是有何需求，尽管开口。多谢。回来了。青云山脉内的灵兽都是族内长辈出手抓到那儿的，最弱都是阳虚小成层次的。而这林兰如今境界跌落到阴虚大成，到了那青云山脉，恐怕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才会这般从容吧。一个个上前来，将你们猎杀的灵兽尸体还有灵盒拿出来。9具灵兽尸体，居然还有1头阳虚巅峰层次的灵兽尸体，不愧是玉儿小姐。半天时间杀死这么多灵兽，玉儿小姐太厉害了。如今林家年轻一辈弟子当中，玉儿小姐绝对是第一人。
玉儿她表现不错嘛。下一个，兰儿小姐，将你猎杀的灵兽尸体拿出来吧。这不可能！兰儿小姐，家族狩猎的规矩你应当知道，狩猎过程中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绝不能依靠一些外在的宝物的。而这7头阳虚巅峰层次的灵兽，应当都是你用外在宝物诛杀的吧？因此，你的狩猎成绩作废。这林兰竟然在家族狩猎上用外在宝物。外在宝物，嘿，也对，他毕竟曾经是家族第一天才，身上有着一些外在宝物，比如暗器或者其他一些可以灭杀阳虚巅峰灵兽的宝物，那也很正常嘛。这林兰不是天才吗？怎么这般不要脸？林宗长老，你不经过任何查实就断定我是使用外在宝物将这些灵兽杀死的，未免也太可笑了一点吧？可笑？难道不是吗？林宗长老眼光好毒辣呀！林兰刚才将那些灵兽尸体拿出来，你便可以断定，他用的是外在宝物将灵兽杀死的。但不知林宗长老可曾看出林兰用的是何等宝贝啊？剑客先生，莫非是有什么意义不成？意义？当然有了。哼，这么多人拿出灵兽尸体来，像那林玉，好歹拿出9具尸体来，可你为何就不曾质疑他们用了外在宝物杀死那些灵兽啊？剑客先生，请注意你的身份，你只是我林家的客人，我林家内部的事情，你还是安安静静看着，别胡乱插嘴的好。是吗？你便是林家那位大夫人吧？早听说过，林家的一切现在都归你做主，现在看来此事不假啊。不知剑客先生到底想说什么？让我注意自己的身份，那我也提醒大夫人你一件事儿。大夫人，我也得提醒你，你在刚刚说出那番话的时候，首先也得想清楚，你到底是在跟谁说话。我剑客行走天下，一直都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无拘无束。区区一个林家，我剑客莫非连说一句公道话的资格都没有吗？大夫人，现在我剑客坐在你林家府邸内，你有胆量就将你刚刚所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再说一遍。剑客先生，老怪物，这剑客绝对是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只不过是驻颜有效，所以才一直保持年轻人的模样。剑客先生，此事只是一个误会罢了，还望先生您不要见怪。哼，林宗长老，你刚刚说我这弟子是用了外在宝物，才将那7头灵兽给斩杀的。既然如此，那请你说出我这弟子都用了哪些宝物了？又是怎么样在短短半天时间里将7头阳虚巅峰灵兽全部斩杀的？你最好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不然你这位林家长老恐怕就见不到第2天的太阳。这剑客先生，林宗长老刚刚是一时糊涂，冒犯了令弟子。弟子，这位剑客称呼林兰为弟子。师尊。林兰竟然已经拜这位剑客为师了，难怪这位剑客会替林兰出头了，原来是这样啊！当师尊的替弟子出头很正常。徒儿，既然有人质疑你的实力，那你可得好好证明给他们看一下。是。林玉，阳虚巅峰，怎么可能？3天前他的境界明明再次跌落到阴虚大成了呀！难道怎么会呢？阳虚巅峰，我知道，家族有人提议，甚至已经做出决定，要将我嫁与罗家的罗海。
那么我现在便给你们回应，我不嫁。娘，替我杀了那贱人，杀了他，替我杀了他！闭嘴！没想到这小贱人竟然还能有翻身之日。早知道当初对他下手时便已经心狠一点，直接斩杀了他，而不是只给他种下巫毒了。林宗，那剑客你怎么看？夫人，那剑客实力很强，虽说到现在都不见他真正出手，可光是他在演武场上爆发出来的那股不可思议的杀气，便被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之强横。且那巫毒曾经那么多强者，甚至包括一位圣境终极层次的强者出手，都无可奈何，结果却被他轻易地除掉了。这种种都说明这个人很可怕，起码在我们林家之内，应当无人可以与之匹敌。混蛋，这剑客到底是哪儿来的？夫人，说实话，那剑客我们招惹不起，整个林家都招惹不起呀。没错，那剑客实力强横，光凭我林家的确招惹不起，可我们惹不起，有人却惹得起。啊？那林兰不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不嫁吗？哼，林兰跟那罗海的婚事，我林家跟罗家早就通过气了的，现在说不嫁，你当罗海那二世祖会罢休？夫人，您的意思是？立刻派人去将这消息传给那罗海，记住，是传给罗海本人，并非是传给罗家。剑客，哼，我林家是惹不起你，可我倒要看看那6个大型家族之一的罗家惹不惹得起。停下吧。师尊，你在剑道上造诣不错，但却缺乏真正具备攻击性的绝招啊。我倒是只想一部擅长世界本源的剑诀，不过没有本源秘籍，只能我自己演练给你看，你仔细看着啊。就说到这儿吧，接下来就靠你自行去慢慢琢磨了。要是还有不懂的，再来问我。是。兰儿小姐，剑客大人，罗家的罗海，他来了。什么？罗海公子，此事只是个误会而已。误会？你林家都当众退婚了，还有什么误会？罗海公子，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我林家没有退婚的意思。哼，我管你那么多，我倒要看看那林兰到底哪来的胆量，敢退本公子的婚。早听说林家大小姐国色天香，现在一看果然是个大美人，而且还是一位顶尖天才，本公子喜欢。不知罗海公子到此所谓何事？还能有什么事儿？自然是为咱俩的婚事。抱歉，我至始至终从未答应过要嫁给你。我管你那么多，本公子想要的女人从来没有得不到的。既然你林家已经说了要将你嫁给我，那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吴老，直接将她给本公子带走，我倒要看看罗家上下还有谁能拦我。是。哼，女娃娃，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家公子走吧。滚！什么？哼。